一睁眼，竟穿越到咒术回战的世界，还成了五条悟的孪生兄长五条泽。同样的六眼苍天之瞳，同样的无下限术士，然而五条泽却向五条悟证明了一件事：弟弟就是弟弟。五条泽，五条悟，我愚蠢的欧豆豆哟！五条悟，欧尼酱太强了，我压力好大。夏油杰，本来我是想黑化的，但是五条泽揍了我一顿，我就没敢。两面宿傩，说好的单挑，怎么来两个六眼？眷所，我以为我活了上千年，已经够老银币了，没想到五条泽比我还阴。第一章，我是五条悟的哥哥。抖音平台两个大主播正在 PK， 看着对面的羽将军，程泽笑嘻嘻地伸出双手开始结印，并对其双亲展开礼貌问候。小手一指 ，rap 开始；小嘴一张，鸟语花香。然而就在这时，程泽的直播间陡然一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噼里啪啦的电流声响起，紧接着便是冲天的火光。擦！没气没关。咒术界域三家之一，五条家。此刻，一群家族族老心急火燎地守在产房外，甚至恨不得亲自冲进去接生。生了生了！突然，接生产婆兴奋地喊道。族老们听到声音，争先恐后地推门而入。然而产房内的情况却让他们心底一凉。只见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婴儿正安安静静地躺在襁褓内。双生子！众人惊愕。就在这时，其中一名婴儿缓缓睁开了双眸，犹如天空般纯净的苍蓝色瞳孔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六眼，传说中的苍天之瞳，五条家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特殊体质，从诞生开始便是强大的代名词。在看见这双眼睛后，在场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露出激动的神态。后继有人！五条家后继有人啊！一众家族成员双手合十，向那婴儿投来狂热而虔诚的目光。这个是弟弟，产婆提醒道。五条家大长老抱起这个婴儿，笑呵呵道：好好好，小家伙，从今以后你就叫悟，五条悟。大长老，那这个……有人指着尚在襁褓中的另一个婴儿，也就是双生子中的哥哥。大长老脸色一冷。双生子在咒术界乃是凶兆的象征，命运的双子虽然相互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常见的迹象是，身为双生子的一方在母亲体内时，就会将另一方的潜力天赋吞噬殆尽，最终一个成为天生的强者，另一个则成为没有咒力的普通人。如果是其他家庭，普通人倒也没什么，但这里可是御三家之一的五条家，在这里，没有咒力的普通人就是不受待见的废物。悟是我们五条家的希望，他绝不能被一介废物掣肘。大长老语气森然冷冽，意思已经不言而喻。有长老不忍，将他逐出五条家便是，何必下杀手？他还只是个孩子啊！大长老冷哼道：糊涂！我们五条家已经400年没出现六眼了，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岂能让其孪生兄弟成为他的弱点？我等身为家族族老，绝不可有妇人之仁。为了家族，此子必死，怪不得我们。二长老闻言，从袖口拔出匕首，缓缓走进双生子中的哥哥。就在匕首即将落下之际，这个婴儿终于睁开了双眼。卧槽！持刀的长老浑身一个哆嗦，当即就给跪下了。怎么了？众人转头看去，旋即纷纷脸色大变，一个接一个跪了下去。只见那双生子中的哥哥睁开的眸子绽放出苍蓝色泽，深邃的瞳孔透露着古奥与森严，一如五条悟，又是六眼。大长老两腿一软，他刚才竟然差点就下令处死一位六眼，头昏脑胀，晕晕乎乎。大长老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太奶和一众祖宗先辈，捏着沙包大的拳头瞪着他这个不孝子孙。比大长老还紧张的是二长老，一想到刚才自己手里的匕首离这位六眼之子的喉咙只差分毫，他就感觉浑身发抖，差点就成五条家的千古罪人了。两名六眼之子，这……众族老有些傻眼，面面相觑良久。大长老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一定是上天垂青我五条家，所以破例为我五条家送来2位天之骄子。果然，什么双生子是凶兆的象征，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封建迷信。大长老全然忘记刚才自己说的话，一把将婴儿抱起。2双六眼，这是上天的恩泽，你以后就叫泽，五条泽。五条泽的双眸好奇地看着大长老，突然伸手狠狠揪了一把对方的胡子，疼得对方龇牙咧嘴，又不好发作。见状，五条泽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逞笑容。死老头，让你下令处死我，我薅你胡子，薅死你！没错，五条泽正是直播漏电引发煤气爆炸，领盒饭穿越而来的程泽。没想到我竟然穿越到咒术回战的世界，还成了五条悟的双胞胎哥哥。欧豆豆是原著中的战力天花板之一，我压力很大啊。不过我竟然也有六眼，天赋似乎也和五条悟相差无几，这倒是还能接受。不过一想到后面的剧情，五条泽就隐隐感到有些蛋疼。先是眷所老银币
借助下游界的躯体阴了五条悟一把，将其封印进玉门江。后来又和素挪开战，本来全程都是五条悟压制素挪，打得他高喊摩须罗大人救我，结果对方冷不丁的一记次元斩将五条悟腰斩，连个施法前摇都没有，就很扯淡。弥留之际，五条悟还跑起了走马灯，感叹对不起素挪大人，没能让你使出全力。总而言之，经此一战，不管是五条悟还是素挪，双方那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逼格相继崩碎，成了名副其实的小丑。当然，真正小丑的既不是素挪，也不是五条悟，更不是某个强壮的路人男主，而是为了看咒术回战漫画而付费的他本人。借鉴夏夏就是个画漫画的，他懂个锤子的咒术回战。五条则内心疯狂吐槽，同时看向一旁的五条悟，仿佛是心有所感，五条悟也转头看向了他。两双六眼对视，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两兄弟心头，就像是心有灵犀。这就是双生子的传说，互相交织的命运。五条则对上五条悟这个便宜弟弟好奇的目光，内心微微一叹：唉，我愚蠢的欧豆豆哟，你怕是不知道自己以后会经历多操蛋的人生吧？不过不用担心，既然身为你的欧尼酱，那我就会负起责任，帮助你避免被腰斩的命运的。第二章，哥哥，求你别卷了。6年后，五条家的道场内，两个小个子身影正在烈日下狂奔。悟，快点，我已经甩你30圈了。五条悟看着兄长五条则的背影，欲哭无泪。哥哥，你慢点，太热了，我感觉自己快烧起来了。什么？悟，你也感受到了吗？没错，是青春在燃烧啊。五条则挥汗如雨，小小的身体里却已经蕴藏了强大的体魄。来，悟，大声跟我喊，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大点声，听不见，努力，奋斗，听不见，听不见就是听不见，声音这么小，还想成为最强咒术师？努力，奋斗，好，很有精神。五条家一众族老看见这一幕，老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虽然年纪尚小，但五条悟却已经显露出放荡不羁且懒散的顽劣性格。好在其兄长五条则打小便成熟稳重，自懂事起便开始了魔鬼一般的修行。自己修行还不够，还拉着五条悟一起，从最基础的体术到无下限术式的学习和六眼的开发。正因为如此拼命，两人小年纪便已经打破五条家有史以来的修行记录。年仅6岁，两人便已经完全掌握了无下限术式的绝对防御，并学会了术式顺转苍。尤其是五条则更是能熟练利用苍来进行长距离瞬移，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好，3小时全速跑训练完成。伴随着五条则的一声高喊，身后跟着的五条悟一屁股瘫坐在地。呼呼呼，五条悟喘着粗气，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刚运动完，不要坐在地上，起来走2步。五条则上前伸出手，将五条悟从地上拉了起来。五条悟幽怨地看着自己的这位便宜哥哥，再次问出了他已经问了800遍的问题：哥哥，有必要这么卷吗？当然有必要。五条则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道：我愚蠢的欧豆豆哟，你以为欧尼酱我不想躺平摆烂吗？老银币卷锁在暗中偷鸡摸狗，大 boss 两面宿傩虎视眈眈。你哥哥我啊，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一想到未来五条悟被腰斩，而且保不齐自己也会沦落至此，五条则就寝食难安。他感觉自己都快郁郁了，唯有快速提升实力，强大自身，真正做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地步，他才能稍微安点心。大概这就是火力不足恐惧症吧。看向身旁的五条悟，五条则严肃道：悟，你该不会以为学会了无下限术士就天下无敌了吧？五条悟一愣，难道不是吗？五条则一脸恨铁不成钢，无下限术士的绝对防御，说到底还是咒力发动的术士，如果有东西可以无视咒力或者破坏术士结构呢？熟悉剧情的五条则可是很清楚，破解无下限术士的方法并不少。首先是特殊咒具，比如天逆谋和黑绳，可以无视咒力，从而令术士无效化。其次就是特殊术士，比如领域展延，在周身进行极小范围的领域展开，利用其必中效果中和无下限术士的防御。当然，第二种方法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其前提是必须学会领域展开，而且将领域展开的范围缩小到贴近身体，这种程度的咒力操控对使用者要求很高。听到五条则的话，五条悟罕见的沉思起来，但他旋即便露出自信的笑容。没问题的，我已经学会用苍进行小范围瞬移，即便敌人有能力攻破无下限术士，他也追不上我。眼见五条悟已经出具人间尤物的自负和固执，五条则不再多言。有些人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既然如此，那就让伏黑甚尔在未来给你好好上一课吧。愚蠢的欧豆豆哟！五条则摇了摇头。既然如此，那你好好休息吧，我可要去修炼体术了。
现如今他修行的体术是五条家真五流，是集剑术、拳法、掌法、腿法、相扑等等于一体的家传体术系统。这种历经数百年演化，由无数前人钻研和查漏补缺的体术系统，在实战中相当有效。然而五条悟却不怎么感冒，因为真五流部分训练需要穿着都裆部做四股，实在太羞耻了，完全不符合他人间尤物的定位。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在前天已经通过了真五流弟子测验，达到了阶传。哈！五条悟整个愣住。武学流派一般会把弟子分为切指、目录、阶传、免许阶传、初心宗师等等。切指指的是刚入门的弟子，一般只练习基本功，没有资格学习流派专属的武学。目录则是已然列入流派门下，可正式学艺。阶传已经对本派的武学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地步，在与他人切磋时可报出自家名号。免许阶传技艺已经炉火纯青，无需请示，自己便可将本派武学传授他人，属于开山立宗的存在。而初心宗师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本派武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进，达到超越前人的地步，可称武道宗师。6岁的五条则已经达到阶传，这是五条家其他家族成员10几年才能完成的成就。至于五条悟，他还是个切指。哥哥，我求你别卷了。五条悟看着自家兄长的身影，两行清泪夺眶而出。他感觉自己一直活在欧尼酱的阴影里。五条悟冲上去抱着五条泽的大腿，可怜兮兮地抬头看着他，大有一种你敢卷我就敢死的精神状态。五条家的族老也上前劝道：泽少爷，过犹不及，修行应该劳逸结合，不如你们今天外出走走也好。五条悟脑袋晃得像铃铛。五条泽叹了口气，哎，罢了罢了，今天就放松一下吧。万岁！五条悟喜极而泣，感觉前途一片光明啊。袁相，你负责泽少爷和雾少爷的安全。族老将保护兄弟二人的任务交给了家族中一位优秀的一级咒术师五条元相。一行3人换上一身休闲服饰，走出五条家的族地，来到了繁华的秋叶原。第3章，诅咒师的噩梦。五条家的6眼双子兄弟2人都是高达1亿的悬赏，真是令人兴奋啊。老头子，你怎么看？老太婆，身为诅咒师，只盯着钱看可不怎么洒脱啊。耳机里传来带着电流的声音，伪神婆婆皱着眉头端起一杯咖啡。还不是你太挥霍了，把钱都花在偶像上，上次的悬赏金有一半被你拿来买1元花票了，那可是少女 Love 3周年庆典啊。老牛吃嫩草的家伙来了。伴随着伪神婆婆话音落下，素板2良从高楼向下望去，只见2名6、7岁的白发孩童并排走在大街上，身后跟着一个态度恭敬的中年人。根据情报，那人是五条家的一级咒术师五条元相，走在他前面的那2个孩童肯定就是6眼双子了。素板2良露出狰狞的笑容，我负责6眼双子，老太婆你负责拖住那个保镖。与此同时，咖啡屋内的伪神婆婆也放下了杯子，眼神阴翳，你可别失手了。就在2人蓄势待发时，楼下的五条泽和五条悟同时停下了脚步。2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苍蓝色的眼眸穿透了一切伪装，隔空与2名诅咒师对视起来。刹那间，伪神婆婆和素板2良感觉像是被猛兽盯上了一般，心脏仿佛漏拍了一截。回过神来，瘫坐在地的2人发现冷汗早已浸湿了衣领。恐惧宛如老鼠见到了堪称天敌的猫，刻入骨子里的恐惧仅仅只是一眼，便让2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老头子，计划取消。2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体站立的同时也享受着劫后余生的狂喜。区区杂鱼。五条悟收回了目光，不屑地冷哼道。五条则伸展了下手脚，杂鱼也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吗？悟有些意外，你要动手，要不要一起？最强的那2个你先挑。悟叹了口气，那就那个老头子吧。则回头对袁相说道，袁相大叔，剩下的小喽啰就交给你了。是，则少爷。下一瞬间，3人的身影都消失在原地。阴暗的巷子里，一些蠢蠢欲动的诅咒师突然被一个男人挡住了去路。五条元相面露冷色，敢把主意打在雾少爷和泽少爷身上，你们这些家伙真是活腻了。话落，一级咒术师的庞大咒力汹涌而出。另一边，天台上的素板2良正要逃跑，转身便看见一个魔鬼般的身影。此刻的五条悟还只是个1米的小个子，但在素板2良眼中却高大的不像样。那种超越生命层次的压迫感，令他的心脏以每分钟200下的心率狂跳。喂，杂鱼，想好怎么死了吗？五条悟漫不经心地挠了挠耳朵。素板2良浑身颤抖，既有恐惧的缘故，也因为五条悟的话而感到羞怒。少瞧不起人了，不过是一个6岁的小鬼头，放什么大话？素板2良硬着头皮喊道，像是给自己打气，随后恼羞成怒地冲向五条悟。
无聊。雾轻哼一声，缠绕着咒力的拳头挥出，毫无意外地砸中素把二娘的脸。然而令雾没有想到的是，遭受攻击的素把二娘咧嘴一笑，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伤害。去死！素把二娘从腰间拔出刀，凶狠地刺向雾的心脏。然而那刀在即将触及时，仿佛突然被施加了无限的反作用力，无法寸进。岂可休！素把二娘怒吼。这时他看见五条悟缓缓举起右手，五指张开，一双苍蓝色的瞳孔如天空般纯净。你的术式是颠倒，对吧？阿雷！素把二娘双眼透露着惊恐和不可思议。他的术士第一次接触对方是很难察觉的，也正因如此，他才敢跟五条悟动手，以求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机逃跑。没错，他根本就没想着能打败五条悟，唯一的奢望就是利用颠倒术式避免受到致命伤，从而找到机会逃命。但随着五条悟随口的一句话，便道破他的术式，奢望彻底灰飞烟灭。只见五条悟继续说道：不过不是单纯的颠倒，不然术式发动时与灰尘、空气的碰撞就能杀死你，所以颠倒的强度是有上下限的。那么上限在哪儿呢？位相、黄昏、智慧之瞳、术式顺转、苍。蓝色漩涡出现在雾的掌心，恐怖的吸引力如同压缩的龙卷风。素把二娘想拉开距离，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靠近漩涡，引力像是一双大手，凝麻花般将素把二娘的身体扭曲，如同被丢进了绞肉机，皮肤、血肉、骨头旋转着玻璃身体。素把二娘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化作一团血雾。五条悟面无表情，看来上限比我想象的要低。好孙子，帮我拖延10秒钟。吃！五条则冷眼看着伪神婆婆，手里抓着她好孙子滴血的头颅。别说10秒，愣是1秒都没撑住。伪神婆婆面色惊恐地看着五条则，浑身僵直，连术士都忘了施展。降灵术，请神上身。老太婆，没事就不要打扰死人的安宁了，缺德。五条则笑道，随即扭腰送胯，手中的头颅如同炮弹般砸向伪神婆婆。砰！鲜血和脑浆如烟花般炸开。太慢了，雾。当五条悟重新回到原地时，则早就回来了，手里还多了2杯果汁。雾随手接过一杯，我已经很快了。那家伙的颠倒术式有点意思。这时五条原相也回来了，原本整洁的西装显得有些凌乱。抱歉，泽少爷、雾少爷，让你们久等了。两人挥了挥手表示不在意，便继续逛起了街。五条家的6眼双子与诅咒师的首战就这么落下帷幕。对于泽和雾，这不过是稀松平常的活动筋骨，但对于诅咒师团体却是相当于特大地震的消息。何为诅咒师？从能力上讲，他们与咒术师一模一样，但咒术师是为了保护非咒术师与咒灵战斗的存在，而诅咒师并没有这方面的忌讳。相反，为了金钱、乐趣等目的，对咒灵、咒术师甚至是普通人，他们都可以下手，百无禁忌，肆意妄为，杀人便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6眼双子的出现，他们的自由被剥夺，甚至连光明正大的出现都成了一种奢求。强大、神秘、深不可测，6眼双子已然成为诅咒师们的噩梦。而咒术界的格局也因这2位少年的出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4章，御三家的宴会。诅咒师事件只是一个小插曲，虽说素把二娘和伪神婆婆本该在涉谷事件再次登场，戏份还不少来着。五条则倒也不怕2人的死亡影响时间线，2个小垃圾而已。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伪神婆婆用降灵术请神了圣尔的肉体，这算是个大事件。伏黑圣尔那家伙，五条则有些头疼。个人而言，他挺可怜这家伙的，但可惜五条悟命里有他一劫。当然，如果非得圣尔来上这么一出，五条悟才能领悟反转术士的话，那就另当别论。这就不是劫了，算机缘。五条则思忖着，决定可以考虑留圣尔一命，揍一顿就行。回到五条家，则和悟被告知3天后将参加御三家组织的宴会，可以不去吗？悟显然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五条家的族老们当即坐不住了。御三家的宴会是什么概念？那可是他们五条家在禅院和家茂2家面前炫耀自家6眼双子的绝无仅有的机会，那可是御三家优秀的年轻一代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尽管这群老家伙很想在禅院家和家茂家面前爽一爽，但泽和悟都兴趣不大。此次宴会的主角就是你2人，若是缺席，禅院家和家茂家会以为我们心高气傲，这对五条家影响不好。则反唇相讥，心高气傲，五条家本来不就是这样吗？悟在一旁赞同的点头附和。大长老顿时噎住。咒术界御三家的高傲是出了名的，在他们眼里，除了御三家，其他派系的咒术师都是垃圾，非咒术师都是野猴子。然而
出乎家族族老们意料的是，在他们眼中本应无比尊贵的六眼双子，却是相当的亲民，甚至于自降身份。眼见众人似乎很看重这次宴会，本着尊老爱幼的原则，则松口妥协。这次宴会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吗？大长老连忙介绍道：有的有的，御三家的小辈将在此宴会上互相交流，也就是比武。七，则和雾七七翻了个白眼，要他俩跟那群小屁孩过家家。大长老也知道，以两人的实力，这种事情确实无聊，于是继续说道：宴会上还会举办拍卖会，两位少爷可以拍下自己心仪的东西，而且压轴的拍品是一件特级咒具。则耳朵一立，特级咒具叫什么？游云。哦吼，那根三节棍。五条则来了兴趣，听起来不错，那就去看看吧。眼见则有意要去，雾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很快3天过去，则看着眼前加长版的黑色轿车，还有旁边那衣着华丽却只配为他开车门的仆从，第一次认识到了五条家的豪气。怎么说呢，垂死病中惊坐起，财阀竟是我自己。则和雾踮着脚爬进轿车，轿车内部的空间对两人来说大得过分，内置电视和冷柜看上去相当奢华。则从冷柜里取出一瓶饮料，咕噜咕噜，冰凉甘甜的液体从喉咙滑到胃部，则浑身舒爽地哈了口气。啊，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爱了爱了。雾有点无语，大冬天的喝冷饮，我体内翻滚着青春的热血。两人闲聊的时间，轿车已经载着两人来到银座的5星级酒店。欢迎光临！两排盛装女仆齐齐鞠躬，派头十足。则有些意外，这么大张旗鼓，会不会影响不太好？大长老笑道：则少爷放心，这家酒店是御三家的产业，今天只招待咒术师，对外人不开放的。则眼皮一跳，好吧，是他没见识了。一行人乘坐电梯，很快来到酒店顶层。当泽和雾来到会场时，现场早已是觥筹交错，人来人往。除了御三家的人，还有不少依附御三家的派系和家族也一一到场，比如五条家的远房亲戚乙骨家，或是因诞生了天生的反转术式使用者加入萧子而闻名咒术界的加入家。不过当泽和雾的身影出现时，原本嘈杂的会场迅速的安静下来，紧接着在场所有咒术师纷纷投来打量的目光。六眼双子，泽和雾诞生曾轰动了整个咒术界。在五条家的历史中，六眼的诞生本就稀少，每隔400-500年才会出现一次，但这次竟出现了六眼双生子，这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不管是诅咒还是祝福，可以肯定的是，泽和雾这对六眼双子将成为未来咒术界毫无争议的主角。此刻面对无数投来的视线，泽和雾皱起了眉头，颇有些不适应。大长老在一旁呵呵笑道：泽少爷和雾少爷真是特别，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呢。泽皮笑肉不笑的轻声回应道：与其说是焦点，我倒觉得更像是动物园里被人围观的猴子。啊！大长老嘴角抽了抽，泽少爷哪儿都好，就是那张嘴，从学会说话起就一直这么毒。这时两道身影走向泽和雾，所过之处人群纷纷让开道：禅院家家主禅院直皮人，家茂家家主家茂龙信。虽然都带着笑脸，但从那冷得发颤的气场判断，两人心情都不是很好。这也难免。6年前五条家走狗屎运诞生了六眼双子，无下限术士后继有人，禅院家和家茂家早就嫉妒的面目全非。这6年里，家茂龙信下令族内多多生育，期望诞生一个能继承赤血操术的孩子，可惜天不遂人愿。禅院家更是难受，近几十年不仅没能诞生10隐法传人，反而出现了一位天宇咒符携带者，没有咒力，在御三家的人眼中就是野猴子。尤其是在最古板最迂腐的禅院家，天宇咒符就是妥妥的家族污点。每想到这些，禅院直皮人就气得半夜睡不着觉。五条家他凭啥呀？这2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六眼双子吧？老夫禅院家家主禅院直皮人，很高兴见到2位。家茂龙信也上前打招呼，极度憋在心里，表面还是要装装样子的。老夫家茂家家主家茂龙信，很高兴认识2位小朋友。五条悟还在思忖措辞，五条则就已经笑着回应道：那2位高兴的太早了。禅院直皮人家茂龙信。第5章禅院甚尔，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直接给直皮人和龙信干沉默了。大长老连忙捂住则的嘴巴，朝2大家主陪笑道：小辈不懂事，见谅见谅。哼！2大家主各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见状，大长老松了口气：则少爷，这2位可是御三家的家主，即便是你也得注意措辞啊。则耸了耸肩，懒得客套。不是他自负，以他现在的实力，不比这2位家主弱，甚至有胜之。而对于御三家之间虚与委蛇的交际，他更是毫无兴趣。几人的对话只是个小插曲，显然直皮人和龙信也察觉到了则的态度，
没再热脸贴冷屁股。而禅院家和家茂家的小辈对于泽和物的印象，类似于别人家的孩子，属于不得不仰望的存在。这种距离感令他们上前结识的心也望而却步。泽和物倒是无所谓，甚至还挺喜欢这种不被人打扰的氛围。尽管时不时有人投来好奇的视线，两人也全当空气，自顾自地在宴会上寻找着合胃口的点心。所以这种甜点为什么是咸的？五条悟放下一块椒盐酥，五官都缩成一团。愚蠢的凹豆豆哟！五条则摇了摇头，把手伸向一块樱桃派。或许是双胞胎的缘故，也或许是术士需要消耗大量能量，五条则和五条悟一样，也成了甜食党。就在泽的手将要触及樱桃派时，从旁边伸出了一只白嫩小手，和泽的手碰到了一起。泽愣了一下，转头看去，只见旁边一个棕色头发的小女孩也直愣愣地看着他。加入萧子，五条则脱口而出：“你认识我？”加入萧子歪了歪头。六眼双子的名号在咒术界家喻户晓，萧子自然也听说过，只是他想不到风头无两的六眼双子的哥哥竟然知道他的名字。则点点头，略有耳闻，天生的反转术士使用者。闻言，加入萧子才明白过来，也是，虽然六眼双子很出名，但他身负天生的反转术士，号称国宝级别的非战斗类咒术师，尽管被掩盖了光辉，但也算小有名气。正思考时，只见五条则已经将樱桃派拿在手中。加入萧子顿时皱起了眉头。五条则看了他一眼，随即将樱桃派分成两半。加入萧子萌萌的大眼睛一亮，朝五条则伸出了双手。这个是甜的。五条则将手里一半的樱桃派递给了一旁的五条悟。加入萧子伸出的双手僵在了空中，萌萌的大眼睛也变成了两颗小豆豆。萧子刚要开口，只见五条则将剩下的一半樱桃派递到他面前。萧子小心翼翼地接过甜点，谢谢。那你呢？我随便就行了。则反手就从桌子上拿了一块更大的樱桃派。萧子心中刚升起的感动顿时又烟消云散。短短10秒，这家伙震惊他3次，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呢。加入萧子心中吐槽道，随即狠狠咬了一口甜点，嚼了几下，表情苦涩。果然甜点还是太腻了。就这样，御三家组织的咒术界最大的交际会上，3个小小的身影旁若无人的四处找吃的。现任加入家主加入道光看见女儿竟然跟六眼双子混在了一起，也是有些惊讶。只能说天才都是相互吸引吗？很快，宴会来到了第2阶段，也就是各大家族展示新生代的时候。为此，御三家甚至在酒店顶层布置了一间宽阔的道场。不过泽和物对这种过家家般的比试毫无兴趣，但作为焦点的两人还是被迫上台跟禅院家和家茂家的年轻一代切磋。这些个族老就跟过年非要孩子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的家长似的。当然结果毋庸置疑，泽和物展现了非凡的实力，甚至连无下限术士和仓都没用，仅靠体术和六眼的洞察力就把对手虐了个遍，还虐哭了。毕竟只是些6、7岁的小鬼头。在直皮人和龙姓阴沉的表情和五条家族老们得意忘形的笑容中，宴会终于来到了五条则最期待的环节——拍卖会。一路掠过那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终于等到特级咒具游云的拍卖。游云是一根朱红色的3节棍，每一节的两端都有着黑色花纹。作为特级咒具，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术士加成，所具有的效果就是纯物理输出。简单来说就是皮实、耐造、暴击。5亿！就在则走神时，会场中有人开口竞价，一下子就压过了其他的竞拍者。五条则向那人看去，瞳孔骤然紧缩。腹黑，不，现在应该叫禅院甚儿。怎么了，哥哥？雾顺着则的视线看去，那是一个健硕宽大的背影，毫无咒力波动的身体却带给雾莫大的压力和危机感。雾心头一冷，这个人好强。则笑了笑，我早就告诉过你，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别老觉得自己无敌。7！雾撇了撇嘴，尽管这人很强，但他不觉得自己会输。则没再说话，甚尔和雾的孽缘就等以后吧，眼下最重要的是6亿。则开口道，顿时引起一片哗然。甚尔皱着眉头，转身看向五条则，轻声吐槽：麻烦的小鬼。7亿、8亿、9亿、10亿。甚尔心态有点崩，看了看台上的游云，又想了想自己千辛万苦攒下的那点家当。算了算了，论豪气，他一个禅院家不受待见的野猴子，怎么可能比得过五条家受宠的六眼之子？最终则以10亿的天价买下了这件特级咒具。伴随着拍卖会落下帷幕，宴会临近尾声。雾，后会有期。加入萧子向2位新认识的朋友道别，泽和雾也挥着手，随后上了黑色轿车。不远处，禅院甚尔看着离去的五条泽和五条悟，
心中泛起莫名的悸动。抱着好奇的心态，他跟了上去。轿车停在了五条家的庄园外围，接下来是一段林中石板路。泽和屋的母亲穿着和服迎接，随即牵着两人的手慢悠悠地回家。飘零的雪花中，3道和服背影显得有些唯美。禅院圣儿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数十米开外，双臂抱胸，侧着脸看向泽和屋的背影。而就在这一瞬间，泽和屋同时转过头，苍蓝色的瞳孔对上圣儿略显讶异的眼眸。这是第一次有人从身后察觉到我的存在，还是2个人？禅院圣儿望着渐行渐远的身影，突然觉得这个冬天格外的寒冷。第6章，猫娘女仆五条悟。8年后，五条家的体术老师满脸笑意地看着眼前的五条泽，欣慰地授予其免许接传弟子的称号。随后，他扭头看向一旁的五条悟，笑意顿时消失不见。五条悟愣住，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声为自己喊冤：“喂，次郎芳老师，你那是什么表情啊？我好歹也入了目录啊！不提还好，一提这个五条次郎芳就来气。要不是顾及五条悟6眼之子的身份，他早就一脚飞过去了。”这时，大长老向两人说道：“两位少爷也到了进入高专的年纪，接下来需要进行咒术师评级了。不过，考虑到你们的实力，家族决定，你们将直接进行1级咒术师考核。考核内容是浮出10只1级咒灵。”闻言，泽和悟都有些跃跃欲试。两人以前虽然也浮出过不少咒灵，但1级咒灵的情况相当稀少，而现在要浮出10只1级咒灵，看来五条家虽然将两人当宝，但也不是让两人成为温室里的花朵。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咒术师和咒灵都有4级到特级的等级分类，但4级咒术师要强于4级咒灵，3级咒术师强于3级咒灵，以此类推。当然，特级不算在内，不论是特级咒灵还是特级咒术师，都是相当特殊的存在，无法做对比。20只1级咒灵的情报，家族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大长老将情报递给泽和悟，上面详细记录了咒灵的能力和出现地点。喂，悟，打个赌怎么样？什么？看谁先浮出10只咒灵，然后回到这里。悟两眼放光，好啊！时过境迁，他已经学会了利用苍进行长距离瞬移，速度已经不逊色于兄长了。对了，赌注是什么？则想了想，随即嘴角一勾，可恶，都给我死！五条悟发疯似的开启着术士瞬转苍，狂暴的能量将拦路的无数咒灵撕成碎片。1级咒灵呢？1级咒灵在哪里？幽暗的下水道里，雾的声音不断回响。此时此刻，某处黑暗的角落，被雾追杀的1级咒灵正躲在这里瑟瑟发抖。马德什么人嘛，莫名其妙就冲进别人家里狂轰滥炸，一副不尽快弄死他不罢休的架势。欠你钱了？找到你了！拐角处，五条悟的脑袋伸了出来，对着咒灵阴森一笑。咒灵吓得发出阵阵尖叫，连滚带爬的往下水道里钻，一时竟分不清到底谁才是反派。别想逃！五条悟施展出苍的瞬移跟了上去。咒灵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如惊弓之鸟一般到处乱窜。半晌，他忍不住回头一看，魂都差点吓没了。只见那个白发恶魔正狞笑着朝他冲来，就像影子一样，根本甩不掉。术士瞬转苍！轰！地面上东京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突然弥漫出一股恶臭，行人纷纷捂住口鼻，一边快步行走，一边皱着眉头吐槽：“好臭啊！怎么回事？好像是下水道。”砰！突然，大街上的井盖猛地被崩飞10几米高，紧接着恶臭的污水喷薄而出。刹那间，现场下起了令人作呕的细雨，在场所有人都体验了一把使到临头的刺激。此时，始作俑者五条悟早已肇事逃逸，10只1级咒灵全部搞定。这次一定要比哥哥快！五条悟将苍开到最大功率，瞬移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当回到五条家的道场时，悟四下张望，惊喜地发出吼叫：“呜呼，哥哥还没回来！这次是我赢了！”哈哈哈哈！五条悟眼冒金光，既然哥哥输了，那赌注结！别发出那种反派的笑声啊！悟！突然，五条泽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悟转身一看，泽正悠闲地捧着茶水看着他，脸上带着揶揄的笑意。一旁的大长老咳嗽2声：“悟少爷，是你输了，半个小时前泽少爷就已经回来了。”嘎！悟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了，随即他想到两人的赌注，眼中浮现出一抹名为绝望的情绪。秋叶原某处2次元展厅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一场 cosplay 漫展，来来往往的俊男俏女打扮成喜爱的动漫角色，集邮、摆拍、签售、抽奖。就在这时，人群突然骚乱起来。哇！天哪！好可爱的猫娘，这脸蛋，这身材，这妆容，小姐姐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当偶像吗？五条悟看着将他团团围住的人群，
嘴角扯出一抹勉强的笑。大家好啊！哦，众人发出一声惊呼。男的，也不是不可以，这不是我那不会生育的娇妻吗？你这辈子就是被男娘害的，没法跟哥们儿正常处了。眼见发现自己是个爷们儿，众人反而更兴奋了。五条悟惊恐的后退半步，他就不该答应和哥哥对赌，这输的代价也太大了。穿着猫娘 cos 来漫展，不过得益于高挑的身材和白皙的脸蛋，还有那天生的一头白发，悟 cos 的白毛女仆装猫娘简直就像从动漫里走出来似的。不光一群哥们儿看呆了，小姐姐们也不由自主的想要贴贴，属于是男女通吃了。一个怯生生的人造人18号凑上前，你好，可以集邮吗？眼看是个漂亮小姐姐，悟露出已经带着几分人间尤物的微笑。当然可以，我也要。好，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身穿猫娘女仆装的五条悟开始彻底放飞自我，各种扭捏姿态信手拈来，主打的就是一个骚。啧。不远处，地旗皮套下的五条则露出猥琐的笑容。悟丝毫不知道，他的这位便宜哥哥已经暗中跟踪他来到了漫展，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明哥同款品红色相机，面具下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让我记录下这有趣的一幕，我愚蠢的欧豆豆哟，你这黑料我吃一辈子。第7章，咒术高专夏油杰。东京咒术高专是由天元体艺、御三家出资建立的咒术师学院。当然，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东京咒术高专招收的不仅是御三家的人，还有其他出身的咒术师。此刻，叶娥正到手里拿着新生资料，眉宇间满是复杂。六眼双子，天生的反转术士，咒灵操术。什么鬼？这是他能压住的场子？毫无疑问，这届新生绝对是叶娥正道执教生涯以来遇到过的最优秀的一届。但不得不说，优秀的有点过头，叶娥正道感觉压力山大。就在这时，一阵风吹过，两道身影突兀地出现在叶娥正道面前。白色的头发和睫毛美丽无瑕，苍蓝色的瞳孔仿佛天空的尽头一般瑰丽。这样的外貌特征，来者的身份毫无疑问。五条悟笑嘻嘻地伸手示意，大叔，你就是我们的老师吧？叶娥正道板着一张脸点点头，是我叫叶娥正道。五条则和五条悟见状也做起自我介绍。不待话毕，一辆轿车停在了神龛下，车门打开，走出一位棕色短发的少女，嘴里还叼着一根香烟。少女一脸颓废，长相却是精致可爱，尤其是颧骨处的泪痣更是增添了她的魅力。悟加入萧子抬手向两位旧友打着招呼。自打8年前在宴会上认识，他与两人经常联系，关系很是熟络。五条则看了萧子一眼，揶揄道：喂，才14岁就开始学小太妹抽烟了吗？加入萧子翻了个白眼，从怀里掏出一个便携式金属酒壶。吨。叶娥正道眼皮抽了抽，这女孩外表看着是清纯小女生，背地里却是烟酒都来啊。加入萧子擦了擦嘴角的酒渍，随即看到泽和悟身后还坐着个严肃古板的大叔。大叔你好，我是加入萧子，我是叶娥正道，以后是你们的老师。叶娥正道点点头，看来这位就是那个天生就能使用反转术士，号称国宝级的咒术师了。最后就只剩下厉。突如其来的一声宛如鸟儿的啼叫打断了叶娥正道的思绪。众人抬头，只见一只6、7米高的巨禽类咒灵从天而降，其长着像鸭子一样的蹼，嘴巴有着一个巨大的囊袋。五条则认了出来，这正是夏油杰的飞行坐骑1级咒灵鹈鹕。然而五条悟却不知道这一茬。当看见有1级咒灵在学院上空肆意飞行时，他顿时就出手了。小咒灵还敢来这里撒野，我打！咒力裹挟着拳头，五条悟冲天起，一拳砸向鹈鹕。也就在这时，他才发现鹈鹕身上居然还站着个人。夏油杰有点懵，他就是来学院报个到，还没落地就有人冲上来给他一拳。这是学院什么特殊的欢迎仪式吗？卧槽，你来真的！夏油杰一个箭步从鹈鹕身上跳了下来，同样咒力缠绕的拳头落下。砰！由于五条悟没有施展无下限术式，强大的力道将两人震开，双双落地。夏油杰看向五条悟，脸色黢黑：你有病啊！五条悟也知道自己搞错了，但一看到夏油杰这张脸，不知为何越看越不爽。哈！破刘海，不要以为挡住我一拳就可以嚣张了，在学院里随意放出咒灵可是违规行为，信不信我揍你啊？夏油杰皮笑肉不笑地召唤出一个个咒灵，死白毛，来试试看啊！无端被 Q 的五条则愣住，随即咬牙一笑，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大喇叭：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无视煽风点火的五条则，五条悟和夏油杰早就跃跃欲试了。
就在刚刚那试探性的交手中，两人都察觉到了对方是不下于自己的强者。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就好像芸芸众生中另一个生命层次的个体遇到了同类。气氛凝滞，仿佛时间都停止，某个时刻又突然转动。五条悟和夏油杰同时动了起来。位相、黄昏、智慧之瞳、术式顺转、苍。蓝色小球像极了螺旋丸，朝着夏油杰射出，带着恐怖的引力和撕裂效果。杀虫地藏吞吴，地面猛然崩裂，一条巨大的蠕虫张开了宛如黑洞般的嘴巴，一口将苍吞了进去，而后在苍将它撕成碎片前，强行将其拖进了地底。轰隆，地面塌陷出巨大的豁口，竟然用这种方法移开了苍。五条悟露出感兴趣的神色，这还是他使用苍的第一次失手。喂，战斗的时候别分心啊！夏油杰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五条悟身后。轰隆，龙形咒灵咆哮而出，但攻击却停在了五条悟半米开外。无下限术士，夏油杰有些震惊，不愧是传说中御三家的家传术士。五条悟也毫不吝啬夸赞，你的术士也很强，而且速度很快。刚刚夏油杰趁着地面坍塌的烟尘突然出现在五条悟身后的速度，让后者也有些心惊。是单纯的体术？观战的五条则化身金牌解说，表情有些意外。夏油杰，一个出生于非术师家族的咒术师，体术竟然比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五条悟还要强。以真五流的段位评估，夏油杰的体术至少达到了接传的程度。不过仔细想想，则也就不意外了。咒灵操术虽然强大，但刚觉醒时的夏油杰可没有收服任何咒灵。在前期，夏油杰肯定需要锻炼体术来弥补咒灵操术前期的弱势。够了，停战！叶娥正道突然大喊：“看你们把学院弄成什么样了！”两人战斗的余波破坏力十足，四周一片狼藉，尤其是宽阔的操场仿佛被犁了一遍。五条悟和夏油杰停了下来，看到周遭的惨状，不禁悻悻一笑。五条悟、夏油杰，到！乘2，沿着操场跑500圈，不然不许吃晚饭。记住，不许使用咒力。五条悟和夏油杰对视一眼，欲哭无泪。五条则和加入萧子在一旁偷笑：“你俩也去？”哈！躺枪的五条则和加入萧子二连猛逼，加入萧子更是举手抗议：“老师，我是非战斗型咒术师啊！”那就200圈。最终4道身影苦哈哈的开始围着操场跑圈。黄昏的柔光透过云雾，照在4人的身上，投下长长的剪影。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刻，4人都会由衷感慨：那年夕阳下的奔跑，是我逝去的青春。第8章浮除裂口女，咒灵操术。你们4个，任务部派发新任务了。叶娥正道手里捏着任务部的委托，严肃地走进教室。刚一进来，叶娥正道就愣住了。只见五条则和夏油杰一左一右将五条悟架住，加入萧子则是拿着笔在悟的脸上画小乌龟。3人脸上带着阿尼亚同款笑容，五条悟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宛如被欺负的小媳妇。叶娥正道有些头疼，几个月的教学，他算是把4个人的底细摸清楚了：强大、自负、天赋异禀以及问题儿童。五条则率先注意到站在门口的叶娥正道：“阿磊，叶娥老师什么时候来的？”闻言，夏油杰和加入萧子连忙坐端正，一副乖宝宝的样子。五条悟拿起湿毛巾擦了擦脸：“岂可休，我怎么可能一连输7把啊？你们一定出老千了，对不对？”“是。”五条悟连忙起身立正。叶娥正道抚了抚额头，深深吸了口气，有气无力地晃了晃手中的委托书：“新任务，1级咒灵裂口女，情报上说其实力远超一般1级咒灵。”五条悟接过委托书，信心满满道：“老师你放心，交给我们好了。”“放心。”叶娥正道沉吟片刻，淡淡开口：“1年前东京新宿区的下水道爆炸事件是你的杰作吧？”“五条悟语塞。叶娥正道移动目光：“10个月前东京废弃玩具厂倒塌，是你干的吧？”五条则不好意思道：“那不是废弃了吗？我寻思帮忙拆了。半年前姐你释放咒灵闹出的动静被一名路过的警察发现，事后他坚称有看不见的幽灵，因此被人当成了精神病。”夏油杰露出尴尬但不失礼貌的笑容。最后叶娥正道的目光落在加入萧子身上。加入萧子举起双手：“森赛，我可是非战斗人员，这些事都跟我没关系哦。”“这我知道。”叶娥正道额头青筋暴起：“但是谁偷了我珍藏的3瓶酒？”加入萧子愣住，随即讪笑着挠了挠头。叶娥正道长吸一口气：“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个个身怀绝技。”五条悟抬头看天花板，夏油杰低头看地板，五条则45度角仰望窗外的天空，加入萧子两眼无神，原地发呆。4人装傻硬。唉，叶娥正道发出老父亲般的无奈叹息。
好好完成任务，别给我节外生枝。是。森赛。城4公寓楼前，泽、雾和杰做着伸展运动。一个1级咒灵，你们3个能对付的，我就懒得进去了。加入萧子点了根烟，有些惆怅。他的术式是稀有的反转术式，具有治愈他人的能力，哪怕还剩一口气都能救活。但难受的是，和他搭档的这3人一个比一个强。每次任务结束，3人别说受伤了，衣服都只是微脏，可能不小心擦破点皮，还没等他用反转术式，估计自己都愈合了。好在他也乐得清闲。加入萧子并起手指，由暗而生，比黑更黑，污浊残秽，接近符系，宛如黑泥的物质拔地而起，瞬间化作巨大的方形盒子，将宿舍楼笼罩。上下好了，剩下的就看你们了。走吧。五条则率先迈开双腿，走进幽暗的宿舍楼。五条悟和夏油杰紧随其后。进入大楼中，强烈的怨念和咒力便宛如化作实质，粘附在周遭的墙壁上。无数低级咒灵在大楼中游弋。3人一层接着一层排查，但一直到顶层都没发现情报里提及的裂口女踪迹。五条悟一脸疑惑：哈？什么情况？会不会是高层情报有误？夏油杰摇摇头，裂口女是远超普通1级咒灵的强大咒灵，这么重要的情报高层应该不会搞错，还有哪里没搜过吗？五条则想了想，突然抬头道：对了，这栋宿舍楼好像有个地下室吧？3人对视一眼，又迅速从顶层来到1楼，并找到了地下室的门。咯吱，五条则上前打开门。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强烈的违和感充斥着3人全身，周遭的环境甚至是空气都仿佛改天换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人脸色一变，是领域。领域不一定是领域展开，有些实力强大的咒灵还达不到领域展开的地步，但却能展开不完全的领域，比如未来虎杖伏黑等人在少年犯教养院遇到的咒胎代天，还有稍弱一点的能利用自身的咒力形成术式增幅的简易领域，这两者都没有领域展开赋予的特殊技能和必中效果。比如现在整个地下室充斥着咒力，已经被盘踞其中的咒灵改造成了私人领域。在则打开门的一瞬间，3人就已经进入了对方的领域中，不是领域展开就好。五条则松了一口气。突然，裂口女的身影出现在3人面前，头发披散的脸庞下是密密麻麻的眼睛。裂口女用阴森刺骨的声音开口道：我美吗？丑逼！五条则毫不客气地回怼道。裂口女顿时怨念大盛，手持剪刀朝3人扑了过来。被人骂丑逼，即便是身为咒灵的裂口女也受不了这等侮辱。锋利的刀刃裹挟着寒光划过，然而攻击却在五条则和五条悟身前缓缓停下，无法寸进。吃！夏油杰耳后冒出一个豁口，鲜血顺着耳根流下脖子。吸无下限术士还真方便。夏油杰看着泽和悟动也不动就能抵御攻击，着实是羡慕了一把。红龙！眼见裂口女还要攻击，夏油杰手一挥，红龙咆哮着冲出，将裂口女的身体死死缠住。术式顺转，苍！真五流！虎彻贯心。3人开始了正义的群殴。震惊！3名男子在地下室竟对一弱女子做出这种事。良久，被3人蹂躏的裂口女虚弱地躺在地上，一副被玩坏的模样。夏油杰捏着下巴，这个咒灵的强度还不错，倒是可以收服。咒灵操术！夏油杰掌心出现黑色漩涡，裂口女的身躯被吸入其中，化作一颗鸡蛋大小，黑色之中闪烁着光芒实体小球。哦，这就是你的术士啊！五条悟宛如好奇宝宝似的凑上前。尽管早就知道夏油杰的术士是咒灵操术，但这些日子夏油杰并没有遇到值得吊服的咒灵，所以这还是五条悟第一次看到夏油杰使出这招。夏油杰笑笑，就是把咒灵变成球吞下去而已。五条则突然开口：味道怎么样？怎么说也是咒灵，应该很难吃吧？第9章，加入萧子，我来的不是时候。突如其来的一番话让夏油杰愣在原地。在此之前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也没什么人在意过。毕竟咒术师从事的是除灵工作，味道什么的无关紧要。但不知为何，夏油杰有点想哭。他脸上带着苦笑：啊，很难吃，我也不知道这么形容对不对，但味道就像是擦了呕吐物的抹布一样恶心。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说着，夏油杰就要将咒灵球吞入口中。等等！五条则突然叫住他，随即从怀里掏出一罐蜂蜜，打开盖子，往咒灵球上倒了几下，直到整个咒灵球表面都裹满了蜂蜜。夏油杰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好奇，再到震惊，最后是一脸的自我怀疑。再试试。五条则将咒灵球递给夏油杰，夏油杰将裹满蜂蜜的咒灵球整个囫囵吞下。
原本宛如抹布般的恶心味道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蜂蜜的甜腻。刹那间，夏油杰感觉自己的信念都崩塌了。合着这玩意儿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我以前那些苦岂不是都白吃了？泽和物凑上前问道：“怎么样？”夏油杰哭丧着脸点点头，好像确实可行。那你哭啥呀？我心里难受。夏油杰泪流满面，早知道裹点蜂蜜就能隔绝咒灵球的味道，那我以前忍着恶心下咽的行为都是为啥啊？五条泽和五条悟嘴角拼命向下，将这辈子能想到的伤心事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不能笑，忍住，忍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姐你个白痴！哈哈哈哈哈！夏油杰，有你们两个朋友是我的福气。东京咒术高专，反转术式，你们想学这个？加入萧子看着五条悟和夏油杰，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是啊，学会这个我就可以超越哥哥了。五条悟兴奋道，靠常规修行他一直被五条泽压一头，所以他想另辟蹊径，靠反转术式弯道超车。夏油杰抬手，我对反转术式很好奇，也想试试能不能学会。这样啊。加入萧子想了想，那好吧，我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反转术式呢？加入萧子摇头晃脑，手指天空画了几个圈圈，就是咻的一下，再黑的一下，咻黑。眼看雾和杰二脸懵逼， CPU 像是烧坏了似的冒烟。加入萧子眨眨眼，不明白，没悟性。五条悟，夏油杰，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完全不知所云好吧。雾杰，你们在干什么？五条泽的身影如幽灵般出现在两人中间，两手搭在两人的肩膀上。五条悟浑身一个机灵，哈哈哈哈！欧尼酱，没什么没什么，只是跟萧子学习交流一下，绝对没有学会反转术式就胖揍欧尼酱一顿的不好想法。哈哈哈哈！七，就萧子的教学方法，你俩能学会我倒立洗头？五条泽心里吐槽道，表面则露出和蔼的笑容。看来欧豆豆你的青春还不够热血啊，跟我去练体术吧。杰你也来，我也要。最终拗不过泽的雾和杰，被强行拖走，感受燃烧的青春。打个赌吧，你们两个一起上，看能不能赢过我。赌注呢？五条泽咧嘴一笑，最近浮鸟区的百货大楼1楼在举办漫展。五条悟顿时想起了自己的黑历史。夏油杰不明所以，什么意思？雾凑上前在杰耳边轻声解释，杰的表情从震惊再到惊恐。不行不行，这太社死了，这会成为我一辈子的污点的。闻言，五条泽拿出了特级咒具游云。杰，如果你俩能赢的话，这把特级咒具我就送给你。自打游云到手，则自己尝试着用了很多次，但说实话，由于无下限术式的特殊性，它并不适合持械搏斗。倒是夏油杰很适合游云，而且则知道这小子垂涎游云也不是1天2天了。真的，你可别后悔。眼见则拿出了游云，杰当场改口，虽然泽的体术很强，但我俩一起上，说不定有机会。反正你已经 cos 过女仆猫娘了，再来一次又何妨？但万一要是赢了，你难道不想看看泽穿女装 cos 的场面吗？听到最后一句话，雾顿时如同被打了鸡血。两人对视一眼，揍他！真五流，突云贯手！真五流，落叶！奥义，冲拳连打！3道身影同时冲出，随即便是拳拳到肉的激情碰撞，贴身肉搏。3人中泽的体术最强，一开始确实压制了雾和杰。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两人的默契越来越好，竟和泽斗了个平分秋色。尤其是雾，这段时间体术从目录晋升为接传，进步肉眼可见。就在这时，则抓住了雾攻击的空档，猛地上前锁住了其手臂。即将落败，雾干脆放弃了防守，一把拦腰抱住了泽。杰，趁机揍他！夏油杰迅速上前，对着泽的后脑勺一拳打出。谁知泽依靠6眼的无死角观察，早就发现了杰，猛地下蹲躲过杰的攻击，另一只手抓住其裤脚一扯，杰失去平衡，落地前下意识抓住了泽的大腿。砰！3人抱成一团，同时砸在地上。泽锁住了雾和杰，两人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手抱住了泽。3人就这么僵持着，谁也无法动弹。这种情况算我赢了吧？谁说的？你不也被我俩锁住了？这么僵持下去没意思，不如我们都松开对方怎么样？好，我数1、2、3，同时松手。可以，同意。1、2、3，松手！你们两个混蛋，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松手。无路赛，你自己不也一样？我那是提前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卧槽，你别挠我脚心。加入萧子有些无聊的打了个哈欠。那3个笨蛋战况怎么样了？说着，萧子起身朝道场走去。刚一进来，萧子就愣住了。只见五条泽3人抱成一团，
姿势看起来相当的奇怪和暧昧，隐有一种哲学的氛围。加入萧子脸一红，手忙脚乱地退出道场。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们继续。第10章日常雾和节漫展之旅。误会，误会！五条悟和夏油杰连忙松开手，着急忙慌地解释道。机会，则趁机突然发难，2下便撂倒了2人。是我赢了！雾和节趴在地上，一脸的不服气。这不算，你偷袭！五条则摊了摊手，战场上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偷袭，如果我是敌人，你们刚刚已经死了。别装作一本正经的说教啊喂！怎么，你们该不会要反悔吧？说好的赌注不许耍赖。闻言，雾和节脸色惨白。夏油杰弱弱的举手，那个能不能换个赌注？打灭！五条则双手交叉拒绝道。他看了眼满脸抗拒的夏油杰，嘿嘿一笑。杰，只要履行赌注，我可以将游云低价卖给你，原价10亿，我给你打5折。夏油杰立刻起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怎么可能耍赖呢？雾，你也应该对耍赖这种事感到不耻吧？五条悟，捕鸟区百货大楼。加入萧子疑惑地跟在五条则身后。你说这里有好看的东西，是指漫展吗？萧子看着来来往往的动漫角色，想着要不要合个影。五条则嘴角一歪，不，我说的是更好看的。加入萧子眨了眨眼，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笑容很猥琐？有吗？萧子坚定地点点头，简直就像透过墙洞偷看美少女换衣服的死宅，不安好心拿出相机偷拍时的表情。这是什么奇葩比喻？五条则眼角抽了抽，使劲揉乱萧子的头发。少废话，你信不信待会儿你也跟我一样？加入萧子颓废着一张脸，显然不信。除了烟酒，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哇！就在这时，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无数 coser、路人、摄影师还有现充一股脑的围了上去。人群中央，2道身影格外的显眼，1米9的五条悟和1米8几的夏油杰，在平均身高不足1米7的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这还不是重点，2人出众的外貌给 cos 创造了良好条件。一个是白毛猫娘女仆，一个黑发猫娘女仆，颜值爆表，身材高挑，穿着黑丝的大长腿，纤细笔直，一时间迷倒了不知多少少男少女。你好，你好，可以集邮吗？我是摄影师，拍组照片可以吗？这副情景五条悟早已是轻车熟路，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卧槽，男娘！男的更兴奋了。老公，不对，老婆，这个是男的，那这个……面对众人投来的目光，初次见识这场面的夏油杰显得局促不安。他弱弱的举手，那个，我也是男的。人群倒吸一口凉气，一众 coser 小姐姐都有些自卑了。一个还能接受，结果又来一个，除了没胸，颜值气质直接碾压他们。什么世道？这个女人，要不你们来当吧？五条悟搂住夏油杰，别那么紧张，反正事已至此，大不了放开玩喽。在悟的带领下，自我催眠的杰也逐渐开始放飞自我。1、2、3，茄子！2人笑得那叫一个甜美动人，摆起姿势，一个比一个骚气。2楼，噗嗤，哈哈哈哈！他们2个，噗哈哈哈哈！萧子快要笑疯了。五条则默默掏出品红色相机，记录下这有趣的一幕。杰的黑料也到手了。萧子见状眉头一扬，急忙拿起手机，咔咔就是10连拍。东京咒术高专办公室，叶娥正道看着萧子发来的照片，沉默不语。照片里，猫娘悟和猫娘杰搔首弄姿，似乎玩得很开心。叶娥正道整个人陷入了沉思，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再看一眼，果然是眼睛出了问题，因为被辣瞎了。老了，看不懂年轻人的想法了。第11章，咒术高专交流会。咒术高专交流会？戴着圆片墨镜的五条悟打了个哈欠。那种无聊的活动，谁会去参加啊？叶娥正道眼角抽搐，给我认真点啊！这次是东京咒术高专和京都咒术高专的联谊会。夏油杰不解，我们都要去吗？对方这么强？叶娥正道一脸黑线。那倒也不是，虽然这么说影响不太好，但对方不是那么强，你们3个随便去一个就能轻松搞定。虽然才1年级，但3人的优异表现已经为他们赢得了最强3人组的称号。保守估计，3人的实力甚至不弱于号称最强1级的禅院之皮人，确实有点欺负人的意味。那去干什么？我对虐菜可不感兴趣。五条悟和夏油杰纷纷露出嫌弃的表情。叶娥正道捏紧了拳头，转头看了眼盘坐在地，始终安静不发一言，似乎是在闭目养神的五条则，怒道：“你们2个混小子，能不能学则，看看人家多稳重？”
萧子凑到泽身边，戳了戳后者的脸。老师，泽好像睡着了。叶娥正道。泽，五条泽猛然惊醒。啊，怎么了？叶娥老师。叶娥正道捂脸。总而言之，这次联谊会你们3个必须去，高层要对你们的能力进行评估。嗨，3人有气无力地回应道。加入萧子举手。那个，老师，歌姬前辈邀请我前去研究反转术士，我可以不去吗？叶娥正道想了想，萧子的能力是反转术士，但这3个混小子也没什么受伤的机会，于是他点了点头。这个我会向高层申请批准的。咒术高专交流会又称姐妹交流会，是东京高专和京都高专每年都会举行的活动，但是这一届交流会有些特殊。京都高专出动了1年级、2年级和3年级，足足20多人，东京高专却只派出了1年级的3人。对此，京都高专的学生十分不解，甚至有些幸灾乐祸。这是什么意思啊？将胜利拱手相让吗？当然，在高层眼中，这次联谊会的结果早已注定。与京都高专学生的想法相反，高层一致认为东京高专的3人取胜保守估计只要10分钟。说白了，这次联谊会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五条泽3人的能力，以及试验一些新东西。哇，这就是京都高专吗？比咱们学院气派多了吧？五条悟望着高大的神龛和装饰奢华的楼阁，眼睛冒出了小星星。五条泽扇了后脑勺一巴掌。悟，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会被京都高专的人看不起的。夏油姐也点点头。悟，你太丢脸了。啊？什么？你们2个家伙想打架吗？夏油姐挠了挠耳朵。上次可是我赢了呢。悟，少啰嗦。上次可是我赢了。你俩都别说话，上次我一个揍你们2个。见状，悟和杰都不说话了，纷纷翻着白眼，将脸别向一旁。可恶啊！反驳不了。3人之中，泽的实力确实是最强的，哪怕悟跟他是同样的能力，但泽的咒力量和对咒力的把控，以及最基础的体术，都要比悟强上一筹。五条泽上前2步占据了 C 位。既然如此，那这次行动我就是队长了。啊，实力最强就是队长了？那不然嘞？队长可是领队人物，最需要的品质是稳重，光是实力最强只适合当马前卒。闭嘴吧悟，我们3个里你就是最不稳重的那个。杰，你想打架吗？谁怕谁啊？砰砰！五条悟和夏油杰捂着脑袋蹲在地上，红色的大包冒着热气。五条则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悟，给我把尊重兄长的美德好好记在脑子里。还有你杰，游云的武艺你还没还清，信不信我加息啊？混蛋！杰，我俩一起上。求之不得。五条悟和夏油杰分别抱住五条泽的2条腿，一个抱摔，则不甘示弱，反手就抓住了悟的白毛，2条大长腿给截来了个十字固。但很快，招数就变成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小孩子打架，掐腰间的软肉比剪刀手戳鼻孔，甚至则还张开大嘴撕咬杰的丸子头。3人的画风也突变 Q 版，在一阵烟尘中展开了最强的混战互殴。京都高专教学楼内，京都高专这次参加联谊会的20多名年轻咒术师正摩拳擦掌，昂首挺胸，在他们身后是御三家一众高层以及咒术高专的诸位校领导。此外，人群中还跟着一个特殊的女人，目前咒术界唯一的特级咒术师99游姬。喂，老头，这次把我从国外叫回来，有什么特别的事吗？99游姬对一旁的乐言四家生问道，言语中毫无对老年人的尊重。乐言四家生也不生气，仿佛根本没睁开的双眼迸发出一缕金光。这次的联谊会出现了3个特殊的学生，如果发生什么意外，还需要你来控制局势。啊！99游姬愣住，随即嗤笑道：你们这些老家伙真是越活越回去了，3个学生能闹出什么大事？岂料乐言四家生的表情却是相当严肃。游姬，这3人不一样，其中2人是5条家的6眼双子，相信你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号，还有1人是稀有的咒灵操术，堪称操控咒灵类的最强术士。3人不过1年级，就已经有着最强3人组的称号，成为特级也只是时间问题。闻言，99游姬表情这才凝重起来。6眼双子，咒灵操术，3个天才啊！一众高层也是连连点头，尤其是来自5条家的高层，个个挺起了胸膛，那是相当骄傲。而禅院家和家茂家则是羡慕嫉妒恨，看向自家的后生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说起来，这3人都是叶娥的学生吧？夹在人群中的叶娥正道挠了挠头，侥幸而已，能成为他们的老师是我的荣耀。到了。此刻，众人来到教学楼大门前，乐言四家生呵呵一笑，让我们都见见这3位天才少年吧。说着，他年迈的身躯迸发出难以言喻的力道，轻易便将大门推开。下一刻，
门外的光景暴露在众人眼前。不论是一众京都高专的学生，还是各怀心思的高层领导，都伸长了脖子，投来热切期待的目光，想要看看传闻中最强三人组的风采。但下一刻，众人石化在原地。只见那传闻中的最强三人组，此刻正抱作一团，如小孩子般互殴。三人鼻青脸肿，鼻血横流，脸上还残存着显眼的鞋印，惨叫声此起彼伏。那一刻，叶娥正道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知道从今天开始，他叶娥正道将在教育界名声扫地。第12章伪石影法和伪赤血操术。99游击扫了眼乐言四家身，这就是你口中的3位天才少年？乐言四家身眼角一抽，牵动起满脸的褶子。你们2个混蛋，有人来了！五条则猛地发现教学楼前出现了一大群人，顿时低声吼道。五条悟和夏油杰反应过来，立刻放开了对方。三人拍拍衣服上的灰，迅速起身，擦了擦鼻血，戴上满是裂缝的墨镜，心虚的抬头四处张望，装傻场面一度十分安静，安静的有些尴尬。哦，叶娥老师，你也在啊？五条悟余光突然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于是没心没肺的挥手喊道。人群中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叶娥正道虎躯一震，面对众人投来的审视目光，叶娥正道没有说话，依旧绷着那张严肃的面孔，表面波澜不惊，实则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不光是叶娥正道，此刻五条家的高层们也是相当头疼。禅院善，也就是此次禅院家派出的族老厉声道：“这就是五条家的家教？堂堂御三家嫡子，大庭广众之下不顾形象与人厮打，成何体统？”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夏油杰知道这人是御三家的高层，自己作为非术士家族出身，没什么资本和立场顶嘴，只得以面无表情应对。相反，五条悟则是拿出了身为五条家嫡子的纨绔，不屑地看着禅院山，狠狠啐了一口：“无礼之徒！”禅院山老脸抽搐，刚要发作，一旁的五条则拍了拍五条悟的脑袋：“我愚蠢的敖豆豆哟，这可是御三家的长辈，你身为晚辈要注意一下礼貌。”闻言，禅院善端起架子，总算还有个知道礼仪的小辈。话音未落，只听五条则继续说道：“毕竟他那瘦巴巴的身材，一看就没几年活头了，咱们这些年轻人好歹体谅一下。”你，禅院山噎住，差点拔刀暴走。哈哈哈哈！一旁的99游击毫无顾忌的捧腹大笑，他早就看这些老头子不爽了，可惜碍于身份不好发作。现在他可真羡慕五条则有一张骂人不带脏字的毒嘴。好了，都别吵了，别忘了大家聚在这里是为了开展两校联谊会的。乐言寺咳嗽2声，淡淡道。闻言，禅院善深吸一口气，闭目养神，不再计较。很快，东京高专和京都高专各自站队。相较于京都高专20几人的团队，五条则这边寥寥3人的队伍看着很是寒酸。在比赛区域内放置了若干3级咒灵，还有一只实力恐怖的2级咒灵。比赛规则是率先浮出2级咒灵的队伍获胜，而如果规定时间内双方都没有浮出2级咒灵，则浮出3级咒灵数量较多的一方获胜。另外，在不伤及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妨碍、干扰对方的行为，以及使对方暂时丧失战斗力而提前退出。叶娥正道朗声说道。随即余光看了眼昏昏欲睡的五条则3人，脸色不禁一黑。解散！一声令下，京都高专的20几位学生齐刷刷冲进了密林之中。五条则3人面面相觑，随即齐齐转身，摇摇晃晃，无精打采地走进比赛场地。欧尼酱，你有没有带零食啊？我饿了。闭嘴吧雾，上次你偷吃我秋饼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真不敢想象你俩整天吃甜食是怎么不腻的，明明荞麦面好吃无数倍。闲党都给我插出去！3人一边走一边闲聊。突然，一抹血线如同箭矢飞射而出，目标直指五条则的后心。叮！然而血线在离则不到20公分处，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势墙，瞬间溃散。3人停下脚步，无精打采地往后看去。4人团体，2个禅院家，2个家茂家，缓缓从树后走出。家茂家的一人脸上带着笑意，两手不断的鼓掌，似乎很满意五条则刚刚的表现。不愧是五条家的6眼双子，无下限术士真是相当优秀呢。五条则轻笑一声：“你也很不错。”加茂敦眉眼一挑：“是我刚刚的攻击惊艳到你了吗？”“不，我是说你眼光很不错。”五条悟和夏油杰在一旁憋笑。加茂敦恼羞成怒：“岂可羞！少瞧不起人！给我看好了，我们加茂家的家传术士赤血操术穿血！”加茂敦两手一合，细密的血线如同子弹一般射出。见状，五条则抬起右手，中指屈指一弹，瞬间将血线弹飞出去。什么？加茂敦大惊失色。你先别惊讶，先让我惊讶一下。五条则挑眉问道：“据我所知，
加茂家好像还没有诞生能使用赤血操术的族人吧？加茂敦咧嘴冷笑，那是你孤陋寡闻。宗野，了解。加茂敦身后的另一名加茂族人加茂宗野双手结印，周身浮现出无数血雨。赤血操术，千本罗针，乘2。与此同时，另外2名禅院家的族人也动了，两人周身的影子如活物一般蠕动，直到幻化成2只式神。石影法，玉犬，乘2。五条泽3人愣住，开什么玩笑？继加茂家出现赤血操术传人，禅院家也出现了石影法传人，这玩意儿是大白菜呢，说有就有。不对，五条泽赫然发现这玉犬跟伏黑会召唤出的玉犬有很大不同，毛色驳杂，四肢略显畸形，两眼无神，满嘴咸水，跟感染了丧尸病毒似的。这踏马是玉犬，这叫野狗都算高攀了好吗？而且威力也很辣，还没靠近就被夏油杰的杀虫吞掉了。另外还有这赤血操术，千本罗针打在无下限术士上，几乎瞬间溃散。夏油杰召唤出一只防御型2级咒灵，也很轻易地挡住了攻击。这所谓的赤血操术和石影法似乎弱得有些过分了。夏油杰皱着眉头，如果这就是和无下限术士齐名的赤血操术和石影法，多少有点名不副实。五条泽摸了摸下巴，点评道，就像是阉割版的。五条泽赞同地点了点头，那就应该叫伪赤血操术和伪石影法呀。第13章，被洗脑的两族旁系。此刻发现自己的术士攻击竟被五条泽3人轻松化解，加茂敦等人大惊失色。怎么可能？我这招可是打败过2级咒灵的啊！玉犬瞬间就被吞了，那是什么恐怖的咒灵？可恶，他们好强！五条泽3人对视一眼，努力忍住不笑出声。喂，你们几个施展的不是禅院家和加茂家的家传术士吧？一听这话，加茂敦顿时火冒3丈。什么？混蛋！不许侮辱我们加茂家的家传术士，这可是我们加茂家的荣耀！赤血操术，血腥雷！禅院家的2人也义愤填膺。禅院家的荣耀不可玷污。石影法，脱兔！4人宛如发了疯似的施展术士，铺天盖地的攻击朝五条泽3人砸来。五条悟一脸无语，什么跟什么嘛？什么家族荣耀？有病啊！术士顺转。雾，等一等！五条泽拦住想要动手的雾，指了指对面的4人，你们看。五条悟和夏油杰抬手望去，只见加茂家的2人在施展伪赤血操术后，身体肉眼可见的干瘪下来，脸颊消瘦，两眼深凹，一副肾虚模样。而禅院家的2人则是表情呆滞，两眼无神，仿佛脑子被烧坏了。则何物得益于6眼强大的观察力，而夏油杰则有着超越常人的感知力。3人瞬间发现了问题所在，加茂家2人施展的那所谓赤血操术，竟是运用咒力刺激骨髓强行造血，完全是损耗寿命的术士。而禅院家2人施展出的石影法，召唤出的式神不仅发生了变异，威力大打折扣，而且术士造成的反噬强烈的不正常。术士是由大脑发动，但2人的大脑都快成浆糊了，这哪是什么家传术士？这分明是自杀术士！五条则面色凝重，快让他们停下！夏油杰大手一挥，红龙，红龙一个甩尾，将4人拍飞出去，强行中断了他们的术士。这还是夏油杰收力的结果，生怕把已经没了半条命的4人给拍死。此刻，加茂敦4人躺在地上喘着粗气，见到五条泽3人走上前，他惨然一笑，想不到你们真的像传闻中那么强，比传闻中还强。五条泽懒得听这些恭维，厉声问道：“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施展的术士是在自杀？那根本就不是加茂家的赤血操术，还有你们的石影法也不对劲，到底是谁教你们的？”岂料五条泽话刚说完，躺在地上的4人就激动的想要站起身，只是他们的状态实在太虚弱了，试了几次，最后都瘫倒在地。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依旧用杀人般的眼神瞪着五条泽3人。不许侮辱我们家族的术士，这是属于家族的荣耀。有病！五条泽3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些家伙的脑回路，两拳打晕，送气出局。然而3人没走多远，又遇上了2大家族的人。赤血操术，穿血，石影法，大蛇。2大家族的人似乎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不要命的释放术士，差点当场去世。但面对这些术士，五条则只是轻轻一挥手，便将其全部弹开。无独有偶，当则弹击伪赤血操术和伪石影法时，2大家族的人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瞬间炸毛，不断叫嚣着一切为了家族的荣耀。此刻，哪怕迟钝如五条悟也察觉到了，禅院家和加茂家研究出了家传术士的阉割版，而且再拿这些人做实验。五条泽的话令五条悟和夏油杰的脸色有些难看。研究这种丧尽天良的术士，还用活人做实验，这些老家伙脑子坏掉了吗？
五条悟义愤填膺，估计是禅院和家茂看到五条家出了2个六眼，但自家却迟迟没有继承者，所以想要另辟蹊径吧，让这些人使用不成熟的阉割版。这群丧心病狂的家伙，当再次遇到2大家族的人时，还没等对方出手，五条悟一个瞬移上前，邦邦2拳解决了他们。随后五条悟将他们的4肢束缚，蹲下身子，耐心地跟他们解释这些术士的危害。岂料一名禅院家的族人冷笑着开口：“这些我们本来就知道，参与实验是我们自愿的，只要研究成功，我们家族便能源源不断地产出能使用家传术士的人，而不必进行希望渺茫的等待。我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这都是为了家族的荣耀，我们死得其所。”一群人满眼都是狂热。你们！五条悟大为光火，这群家伙完全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夏油杰从后面拍了拍五条悟的肩膀：“悟，不必劝他们。”五条悟歪头：“哈，这话可不像你会说出口的。你不是一直主张拯救弱者吗？”五条则在一旁冷笑：“悟，你好好看看，这些人早就被那群老家伙洗脑了。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都是旁系子弟，随时可以放弃的实验失败品。”五条悟沉默不语，墨镜下的眸子带着冷色。夏油杰抬头望天，由衷的感慨道：“真是个肮脏的世界啊！”走吧。五条悟突然起身：“去哪儿？”“去找那只2级咒灵，宰了他，完成比赛，赶紧回家。”五条悟摊手耸了耸肩：“这鬼地方，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五条则和夏油杰对视一眼，苦笑着跟了上去。嗨嗨嗨，看来我们的悟大少爷生气了呢。闭嘴啊，混蛋！话说回来，玉三家经常干这种事吗？混蛋！别什么都扯上五条家呀，喂！那等你以后当上家主，就好好管理一下五条家吧。哈，你才是长子，家主是你才对吧？打灭！想都别想，长子继位可是天经地义，族老们一定很希望你成为家主的。哈，少啰嗦，有本事打一架，输的人当家主。其实你们俩要是不想当，可以考虑一下我。滚！乘2。第14章安歌姬与明明。办公室内，一众高层紧盯着大屏幕。只见在六眼的感知下，五条则3人很快便找到了藏身在比赛场地内的2级咒灵。随后五条悟一发仓便轻松将其扶除，不费吹灰之力。99游击见状，露出感兴趣的目光。这个术士倒是很有意思，是无下限术士的延伸吗？五条家的人满是得意之色，一脸兴奋地介绍起仓的原理。真不是他们在炫耀，只不过有人询问，他们是本着交流学习的良好传统，所以才耐心介绍。真的不是在炫耀。既然2级咒灵已经被扶除，那么比赛胜负已定。乐言四家身拄着的拐杖哒哒敲了2下地面，广播里立刻传来比赛结束的哨声。仅存的几位京都高专的学生还在跟3级咒灵斗智斗勇，听到声音纷纷一愣。2级咒灵这么快就被扶除了？是他们的同学，还是东京高专的那3人？几人回到比赛起点，赫然发现20多位同学正被担架抬着送进治疗室。优胜者，东京高专！乐言四家身苍老的嗓音宛如鸭子叫喊，但话音刚落，他就愣住了。五条则他们人呢？京都高专几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见过他们。五条家的高层顿时慌了，2位少爷怎么不见了？监控拍到了吗？最后一个画面是3人扶除2级咒灵的片段。游击！乐言四家身看向99游击，后者摊了摊手：“我找找看吧，以他们的实力，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滴滴滴！就在这时，叶娥正道的手机响了起来。叶娥正道看了眼手机上的信息，长叹一口气：“乐言四校长，他们3个已经回东京高专了。”他将手机抬起来，面向众人，只见照片上3人勾肩搭背，朝着镜头傻笑，背景正是东京高专。这3个混小子还真是叛逆啊！99游击捂了捂脸，这可不叫叛逆，这分明是不懂规矩。堂堂5条家的嫡子，禅院善又开始了喋喋不休的说教。一座诡异的凶宅内，穿着巫女服的安歌姬拿着手电，哆哆嗦嗦地搜索着四周。突然，他感觉一只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安歌姬差点吓死半条命，回头一看，才发现是同乡的明明。此时的明明还没有梳成前麻花辫的发型，而是简单的马尾，额头两侧垂落着2缕龙须，精致的束腰和黑裙衬托出明明傲人的身材，白色发色很难不让人怀疑跟5条家有关系。涂着紫色指甲油的手指正捏着下巴思考。明明姐，你不是在1楼吗？明明指了指废旧的易拉罐、椅子和破碎的花瓶，这里就是1楼。这时安歌姬才注意到明明在墙上做出的标记。已经走了将近30分钟了，我们却还没走出这条走廊，这难道是环状结界？明明分析道，不太像，连墙壁都无法打破，盘踞宅邸的咒灵的结界应该是根据我们的行动拼接走廊，走完一段后，前面的一段就会被拼接到前面，如此循环往复。
安歌姬灵光一现，那么我们两个只要同时从反方向奔跑，咒灵就没办法同时拼接两个方向，这样总会有一个人跑出结界。不论是从外部破除结界，还是去叫救兵，这或许是最好的办法。那来吧，预备，跑！两人同时从反方向冲去，拼尽全力狂奔起来。然而安歌姬突然发现脚下的地板寸寸崩裂，整个走廊一点点被摧毁，随即反重力飞上天空。啊嘞！轰隆！巨响之下，阳光照了进来，原先的古宅已经被夷为废墟。安歌姬从废墟中伸出脑袋，抬头便看见了那张令人讨厌的脸。五条悟。五条悟站在一棵树上，摘下墨镜，露出贱兮兮的笑容。我来救你们了，歌姬，你在哭吗？闻言安歌姬当场破防，整个人如同炸毛的猫。我才没哭，明明笑着上前，真的非常感谢呢。五条悟挥了挥手，表示没关系，而且他觉得以明明的实力处理这种任务也只是时间问题，哪怕带着个拖油瓶。注意到五条悟嫌弃的表情，歌姬咆哮着站起身，食指怒指着五条悟：混蛋五条，我才不需要你救！轰！突然，一头巨大的咒灵在歌姬身后破土而出，但登场还没到1秒钟，一头巨大的蠕虫咒灵猛地将其一口吞下。操纵杀虫咒灵的夏油杰从阴影中缓缓走出，笑眯眯道：悟，欺负弱者可是不好的行为啊。五条悟一脸理所当然，哪里会有欺负强者的笨蛋啊？那可不一定。五条泽的身影从天而降，戴着和五条悟同款墨镜，挂着五条悟同款剑鞘，只能说不愧是亲兄弟。歌姬前辈不就是吗？身为2级却敢接1级任务，相当不自量力吗？你们五条家的都是混蛋！歌姬气得牙痒痒。不远处，加入萧子朝这边挥着手：歌姬前辈，你们没事吧？萧子，歌姬宛如看到了救星，迅速从楼梯跑下，一把抱住了加入萧子。萧子，你以后千万不要像那3个人渣啊！加入萧子无奈的笑笑：放心，我是不会变成他们那样的人渣的。姐，歌姬走过的路会他的。无路赛。此时两人的画风都变了，五条则暗中动了动手指，楼梯瞬间塌了。夏油杰坐在飞行符份上，一脸黑线：别给我装蒜，我看见了。嘿嘿嘿。话说这次任务你们已经失联2天了。2天？五条则摊了摊手：没错，很明显这只咒灵的结界是时间扭曲型的，虽然少见，但偶尔也会遇到。明明点点头，看来是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实际上我工作了2天，看来必须追加相应的报酬。歌姬一脸不可置信：你这是敲诈吧？一定是吧？明明淡淡一笑，回归正题：你们布置账了吗？哎，几人呆住，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第15章，新的任务，新疆体。电视里正在播放静冈县滨松市某宅邸因瓦斯泄漏而发生爆炸的新闻。叶娥正道一边听着新闻，一边看着跪坐在跟前的4名学生：硬了，全都硬了！你们中有人说要自己不下账，随后就丢下辅助监督跑掉的吧？最后却把整件事完全抛之脑后，自己承认了吧？紧接着就看见五条泽、夏油杰和加入萧子不约而同地将手指向五条悟。五条悟露出尴尬的表情，举手大喊道：森赛，可以不要找出犯人吗？看来就是你。咚！一拳下去，五条悟头上起了个冒烟的大包。篮球馆内，五条悟和夏油杰正在1对1打篮球。加入萧子戴着五条悟的墨镜，想看看这墨镜到底有什么特殊，随即又伸手摘下坐在一旁吃甜点的五条泽的墨镜。啊，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嘛，还以为是像是 X 战警里镭射眼的眼镜呢。五条泽从萧子脸上摘下墨镜重新戴上，就是普通的墨镜啊，用来抑制视线的，6眼的无死角会导致接收到大量垃圾信息，脑子会烧坏的。加入萧子将五条悟的墨镜还给了他，重新坐回泽身边。脑子会烧坏？那跟我学反转术是吧？烧坏了也能复原哦。五条则奇怪地看着他：你为什么觉得你那种教学方式别人能学会？这时场上的五条悟开口道：比萧子的教学更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布置账啊？夏油杰接球，因为咒灵是由普通人的咒力产生的，想要维持咒灵数量就要保持人心稳定。五条悟一脸嫌弃：顾虑普通人真的好麻烦啊。夏油杰反驳道：悟，弱者的生存空间需要保护，这才是社会该有的形态，咒术师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非咒术师的。哈！五条悟一把夺过夏油杰手中的篮球，把所谓的大道理摆在力量面前作为限制，这本身就是弱者的论调啊。五条悟做出呕吐的动作，夏油杰眼神冷冽，没有约束的力量只会造成破坏。眼见气氛越来越冷，两人同时转头看向五条泽。你怎么看？正在吃甜品的五条泽一愣，随即耸了耸肩。我没什么看法，
我活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准则。什么？两人好奇问道。五条则咧嘴一笑，我不吃牛肉。两人显然无法理解这个梗。五条则继续说道，其实很容易理解，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至于你们俩的观点，咒术师应该保护非咒术师，咒术师没必要保护非咒术师，在我看来都挺白痴的。哈，乘二。五条则的话瞬间将两人的矛头调转向他。五条则放下没吃完的甜品，你们两个臭小子想打架吗？五条悟和夏油杰对视一眼，嘴角一咧，察觉到一场大战即将来袭，萧子两条腿化作涡轮增压，嗖嗖嗖的开溜。咒灵操术，鬼眼，术式顺转，苍。五条悟和夏油杰投来危险的目光，五条则却只是淡淡一笑，张开了双臂，一触即发。嗖！篮球馆的门突然被推开，前一秒还剑拔弩张的三人，这一秒却在悠闲地做着老年操。叶娥正道看着这诡异的一幕，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刚刚你们在干什么？萧子呢？不知道啊，可能去上厕所了吧。叶娥正道拧了拧眉心，算了，这次上面给你们三个下达了新任务。哈！三人一脸无语地别过身子。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做任务很无聊吗？没有啊。三人同时否认道。看见三人的表情，叶娥正道也没有理会，只是淡淡道，坦白说，这次的任务我并不想让你们参加，但可惜这次的任务是天元大人亲自指明的，我也没有办法。任务有两项，星浆体也就是天元大人身体的适配者，你们需要保护他的安全，并在特定时刻杀了他。五条悟愣住，保护他又杀了他，神经病啊！五条则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但也不介意装傻充愣。据说叶娥老师要晋升校长，估计高兴的昏头了。夏油杰皱眉，那要怎么治？送医院吗？五条则摇摇头，治标不治本啊。五条悟恍然，不如我和哥哥动用家里的关系，把叶娥老师晋升校长一役取消了吧。叶娥正道，下次密谋的时候记得躲着我，另外声音也可以再小点。无视掉三人的插科打诨，叶娥正道继续道，此次行动其实是关乎天元大人的初始化。众所周知，天元大人的术士是不死术士，但并非不老，而且当老化超过一定程度后，术士就会自动促使肉体进化，成为更高层次的存在。那不是好事吗？进化一听就很酷的，是超进化还是装甲进化？你给我少看点数码宝贝。进化听起来很好，但天元大人的进化方向是未知的，如果进化错了，恐怕将诞生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咒灵。叶娥正道的语气严肃，所以需要让天元大人与星浆体结合，令其肉体恢复年轻，这样就可以让术士延迟500年。五条则举手，那结合后的星浆体呢？叶娥正道顿了顿，这个据说是与天元大人完全同化，不分彼此，以另一种灵体的形式存在。老师你信吗？话说到这份上，三人显然已经明白过来，所谓的同化称之为吞噬更贴切，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以天元那上千年的记忆，星浆体10几年的记忆，就像是一颗石子投进大海，除了掀起一点浪花和涟漪，什么也不会剩下。夏油杰面无表情道，这算杀人吧？五条悟脸上露出一丝嫌恶，同化还真是道貌岸然的说法呢。叶娥正道叹了口气，如果你们实在不想参与，以你们的身份上报的话，或许能驳回任务。不了。五条则缓缓起身，伸了个懒腰，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其他人高层放心吗？而且五条则笑了笑，好歹这也是星浆体最后的旅程，与其跟着一群古板的老头，倒不如跟着3个秀色可餐的帅气美少年更合适，不是吗？闻言，五条悟和夏油杰纷纷昂起头，露出何润东同款表情。那是。第16章，你们2个一起上吧。大街上，路人看着突然出现的3位美少年，本想上前合影，但随即就被3人那欠揍的走路姿势劝退。夏油杰走在最前面，两手插兜，宛如得了腰间盘似的驼着背。五条悟紧随其后，一边喝着罐装饮料，一边摇晃着身子，像是得了颈椎病。最后的五条则更是奇葩，两手抱着后脑勺，仰头看天，而且是倒退着走路。话说回来，身为诅咒师集团的 Q 要暗杀星浆体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盘星教也要暗杀星浆体啊？他们不是崇尚天元吗？五条悟将易拉罐一把扔进垃圾桶，疑惑地开口问道。夏油杰叹了口气，那群极端的家伙崇尚所谓的纯粹的天元大人，与星浆体的结合在他们看来是对天元大人的玷污。哈，天元以前就跟星浆体结合过，这老太婆本身就不纯粹了吧？对天元大人要有尊重。知道了，要我说，干脆把这些团伙全部灭掉算了。这话太过了。夏油杰无奈地叹了口气，盘星教很多都是非术师，身为术师无缘无故屠杀非术师，这可是重罪哦。五条则嗤笑一声，挡了我的路，这就不算无缘无故了。
话说回来，那个新疆体叫什么？天内离子啊，是个初中生，年纪轻轻就肩负这种所谓的使命，真是可怜的家伙呢。上头的命令是在同化之前，要尽量满足目标人物的一切要求。切！五条泽和五条悟齐齐啐了一口，那帮老家伙，还有天元那个老太婆，明明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还要搞这些做作的形式，真是够恶心的。夏油杰罕见的没有提醒两人注意言辞。谈话间，三人已经来到指定地点。石头剪刀布！夏油杰举着剪刀笑道：“看来得我去了。不过你们两兄弟性格这么恶劣，果然还是我去更合适一点。少给我在这儿胡说八道！彼此。”夏油杰赶往目标所在的楼层，期间与五条悟保持着电话联系。就在夏油杰走出电梯，终于推开新疆体所在楼层的房间大门时，耀眼的火光在夏油杰眼前闪烁。轰！五条泽和五条悟看着身后发生爆炸的大楼，不用想也知道正是夏油杰所在的楼层。还活着吗？电话那头传来五条悟平淡的嗓音。夏油杰一脸平静：“我还活着，毕竟游云的欠款还没还清呢。”新疆体呢？那里。五条泽指着某处，六眼的视角下，远处一个少女的身影从高空坠落。夏油杰召唤出3只乌贼，打破窗户，毫不迟疑地跳了下去。冒着浓烟的房间内，走出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人。Q 组织战斗员康俊，不要怪我，要怪就怪天元吧。话音刚落，康俊猛然看见夏油杰抱着新疆体坐在一只飞行服奋咒灵背上，看着因爆炸而一片狼藉的楼层，夏油杰有些头疼。麻烦不要把事情搞大，我今天早上才刚被训斥过啊。紧接着他看向怀中昏迷的少女，这就是新疆体吗？如此年少，正是人生最灿烂的时期，却要为了咒术界的未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与夏油杰的理念相悖。一时间夏油杰有些心烦意乱。喂，看你的制服，你应该是高专的学生吧？把那个小鬼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康俊威胁的话语打断了夏油杰的思绪。看着康俊那一脸自信的表情，夏油杰不由得露出一丝促狭的笑意。抱歉，我听不太清楚，你能凑近点吗？与此同时，五条泽和五条悟也遇上了情况，无数锋利的飞刀朝两人后心袭来，却无一例外的凝滞在20公分外。围栏外，白色制服的蒙面男子双眼带着笑意，双手鼓掌，满满都是强者的逼格。Q 组织战斗员拜尔，你们就是传闻中五条家的六眼双子吗？不错，听说你们很强，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五条则歪头，你在跟谁说话？拜尔露出自信的笑容，无所谓，你们两个一起上吧。五条则和五条悟对视一眼，他一直都这么勇敢吗？我又不认识他，你问我，我问谁？另一边，夏油杰不费吹灰之力就结束了战斗。他拿出一个杯子，冲了一杯咖啡，放了一块方糖，随后坐在沙发上悠哉地享受起来。这副优雅又不失骚气的操作，在堪比废墟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另类。余光扫了一眼，新疆体和他的女仆黑井美里还在昏迷中。亲一个吗？来亲一个吗？夏油杰的咒灵真菌宛如许多畸形脑袋堆积在一起，将康俊牢牢包裹，最上面那张烈焰红唇不断地靠近后者的脸。康俊快要崩溃了，拜托了，求求你听我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后都不当诅咒师了，我愿意退出 Q。对了，我干脆回家种地吧。喂，你不要装听不见啊！夏油杰抿了一口咖啡，完全无视了康俊的求饶。康俊恼羞成怒的大吼道：“可恶的小鬼！我劝你最好识相点，拜尔先生已经到了，他可是 Q 组织的最强战力。”滴滴滴，夏油杰举起手机，你说的拜尔是不是这个人？只见手机屏幕里2个白毛正对着镜头傻笑，身后一个男人晕倒瘫坐在地上。就是他没错了。康俊语气平静，面如死灰。远处的一栋大楼内，看着新疆体所在的冒烟的楼层，孔时雨淡淡道：“已经开始了吗？”随即他看向旁边的健硕男人：“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男人咧嘴一笑，牵动着嘴角的伤疤，看上去颇有些狰狞霸气。让那些小喽啰先消耗一下他们的精力，反正有2双六眼在，他们根本不可能得手。孔时雨突然问道：“你也不行吗？”男人一愣，猛然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大雪天，那2双宛如天空尽头的眼眸，瞬间便发现了背后突然出现的他。男人露出一抹笑意：“谁知道呢？”第17章，天内离子还没醒过来吗？要不要带去医院看看？夏油杰看着昏迷不醒的天内离子建议道：“要是能像萧子那样施展反转术式就好了。”不可能的，萧子那家伙的话根本就是不知所云啊。算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万一脑子摔出病来影响同化，过错还在我们。五条悟上前将天内离子抱起，正要动身，
岂料这时后者睁开了双眼。哎，醒了！天内离子愣了2秒，突然抬手就是一巴掌。看招！啪！此刻还无法全天自动开启无下限术式的五条悟，突然就被抽了个大嘴巴子。早有准备的五条则掏出品红色相机，在众人都没有察觉的角落，咔咔几下将五条悟的丑照记录了下来。天内离子起身叉腰，对着五条悟大喊：“大胆小贼，竟敢伤害本姑娘！”五条悟抓狂的低吼道：“臭丫头，我们跟袭击你的那群人可不是一伙的。”夏油杰也解释道：“我们是奉命来保护你的。”天内离子一脸警惕，顶着一张骗子脸，刘海和丸子头也超奇怪的，还有那2个白毛，看着就像不良。无端躺枪的五条则一脸懵逼，天生的发色，怪我喽？什么天生的白毛？确定不是早衰吗？你们3个怎么看都不像好人。3人脸色阴沉，五条悟和夏油杰上前，各自抓住天内离子的双手和双脚，将他整个人抬了起来，随即默契的反方向用力，像扭毛巾一样扭天内离子。五条则是手拿鸡毛掸子，肆无忌惮地戳着天内离子的嘎吱窝。哈哈哈，混蛋！哈哈哈，住手！叮！电梯门打开，黑井美里骑着咒灵天牛出现。再看到房间里的一幕，黑井大惊：“请住手！”天内离子看到黑井美里，激动的眼泪汪汪：“美里，救我呀！”见状，3人松手，天内离子摔在了地上，揉着屁股，可怜兮兮地爬起身。黑井美里解释道：“小姐，这3位是上面派来保护你的同伴。”啊？为什么要给我找这种人渣保镖？天内离子表示抗议，随即两眼一亮，指着黑井美里身下的咒灵问道：“这个丑萌的小东西是什么？”黑井美里笑道：“这个你得问刘海先生。”夏油杰嘴角一抽，但又不好发作，只得耐心解释道：“这是我的术士咒灵操术。”“那你能召唤出天女兽吗？”“那是数码宝贝，不是咒灵。”“那传说中的九尾狐呢？”“不行。”“那八岐大蛇呢？”“不行。”“什么嘛，好没用的能力。”夏油杰眯眼笑着，但额头的青筋已经在抖动了，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夏油杰手一挥，一只可爱的小猫从阴影中走出。天内离子两眼一亮，伸手将小猫抱进怀里开撸。“那是什么？”五条则轻声问道，他可不信夏油杰会收集这种华而不实的咒灵。“变形怪，原型是，不说也罢。”6。五条悟看着撸猫的天内离子，感叹道：“难为他这么有精神，我还以为他知道自己将与天元同化后会郁郁寡欢呢。”闻言，天内离子起身冷哼，果然是人渣的思考方式。听好了。天内离子昂首挺胸，脸上满是骄傲之色。本姑娘同化后，意识、内心、灵魂将与天元大人同在。换句话说，我就是天元大人，天元大人就是我。哎，你换壁纸了？是啊，锦上合香。欧豆豆，你的审美不错呀，不过我觉得中森明菜才是最完美的。喂，你们3个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混蛋！天内离子炸毛怒吼，然而3人只是朝他翻了个白眼。听他这种说话方式，估计是交不到朋友的。同意。混蛋！我在学校说话也是普通方式而已啊。学校不好，我上学要迟到了。黑井美里劝道：“小姐，现在外面危险，还是不要去上学了吧。”3人也点点头，毕竟学校容易节外生枝。但众人都拗不过天内离子，只好任由他去上学。毕竟任务的附加条件是在能力范围内要满足星浆体的一切要求。五条则突然对黑井美里说道：“黑井小姐，接下来你要不就一直跟着我们吧。”“哎，为什么？”五条则解释道：“看你跟离子的关系，你对他来说一定是堪比家人的存在吧？”黑井美里红着眼眶点点头。他的家族是专门负责抚养星浆体的。自天内离子幼时父母双亡，他便作为星浆体的看护人与天内离子朝夕相处，两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眼下得知天内离子即将与天元大人同化，黑井美里心中也满怀着不甘和痛苦。五条则见状叹了口气：“既然你和离子情深意重，我担心暗中那些家伙会抓你当人质，就算不成功，拿你来分散一下我们的注意力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你最好和我们待在一起。”黑井美里点了点头：“好的，我知道了。”赌马场，孔时宇已经跟我们联系过了，这个价格你还满意吗？电话那头传来阴冷的声音，让慎尔的眉头不禁一皱。2名六眼和1名稀有的咒灵操术，总共3亿。慎尔呵呵一笑，据我所知，那2名六眼在幼时便各自有着1亿的悬赏，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赏金都没有上涨吗？你的意思是得加钱？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慎尔将一枚章鱼小丸子送进嘴里，含糊开口：“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盘星教虽然不像 Q 组织那样有专门的战斗员，但你们很有钱。”哈哈，好吧，
只要你能得手，我们愿意将加价到5亿。成交，合作愉快。禅院先生，不是禅院，是伏黑，我入赘了。现在我的名字叫做伏黑慎儿。慎儿冷笑，当初我可是杀了不少禅院家的人，他们要是还愿意让我姓禅院，就见鬼了。而且我也不稀罕。第18章，优势在我。同化不等于死亡，天元大人就是我，我就是天元大人。一直以来，天内离子都用这样的说法安慰自己。然而现在，真正到了同化的时候，天内离子却没来由的一阵烦躁。离子，离子啊！天内离子惊醒，抬头便看见老师同学纷纷投来不解的目光。非常抱歉，老师。老师摸了摸离子的额头，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天内离子尴尬的笑了笑，家里出了点事，所以走神了。是吗？老师摸了摸天内离子的头，离子啊，我总感觉你今天很不对劲，家里真的没问题吗？天内离子恢复了往日的开朗，朝老师摇了摇头，没事，老师放心吧。五条悟抬头望着蓝天白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好无聊啊。五条则弹了弹这个便宜弟弟的脑门，无聊就代表着无事发生，这是好事。好事？五条悟耷拉着脸，哥，你真觉得让天元跟天内离子同化是件好事？怎么了？才见一次面而已，舍不得了。五条则调侃道。五条悟脸一红，无路赛，我只是觉得这种事很难以接受。凭什么那个老妖婆一句话就能为了所谓的大义牺牲掉一个无辜的人？夏油杰在一旁淡淡道，天元大人擅长结界术，整个咒术界至少90%的结界都由其布置和强化，一旦天元大人进化失败，结界失控，那么这些结界就会崩溃，到时候必将引起整个咒术界的动荡。同化星浆体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切！五条悟翻了个白眼，我讨厌正论和大道理。天元的安危也好，咒术界的稳定也罢，这些跟天内离子有关系吗？只因为他是星浆体，所以就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一切？恶心！哥，你怎么看？五条则没有说话。五条悟一愣，从躺椅上爬起来，喂，老哥，你该不会跟杰想法一样吧？这可不像你啊。夏油杰也投来询问的目光，想看看五条则什么立场。五条则没有讨论这个话题，而是没来由的来了句，反转术式有点难，你们说我要不要试试自杀？等等，夏油杰突然皱紧眉头，快去学校看看，离子有危险，我派去的咒灵有2个被扶除了。众人立即动身，夏油杰负责去查看咒灵被扶除的位置，五条则和五条悟负责查看离子的情况。黑井美里也跟了上去，结果没走几步就被五条则提了起来。阿雷，离子就交给五条悟，你跟在我旁边，我担心那些家伙调虎离山，等我们走后把你给绑了。你先去吧。五条悟点了点头，展开瞬移朝天内离子的学校而去。黑井美里委屈的低下头，感觉自己像个拖油瓶。不用这副表情，五条则安慰道，你可是离子唯一的亲人，他以后还需要你照顾呢。哎，黑井美里瞪大双眼，你说什么？五条则咧嘴一笑，嘘，8字没一撇呢。尽管如此，黑井美里依旧激动万分。夏油杰循着咒灵提供的情报来到一处长廊，然而刚踏入这里，一道身影便拦住了去路。自我介绍一下，中村健次。只见他笑呵呵的手拈一张符箓，咒力如水滴般落在地上，化成一滩阴影。随后2只咒灵便从那阴影里爬了出来。夏油杰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操控咒灵类的术士吗？看来我们是同类型的咒术师。说话间，夏油杰没有任何结印动作或咒具辅助，只是心念一动，2只更加的强大的咒灵便从阴影中爬出。中村健次眼皮一跳，咒灵操术，超稀有的生得术士，毫无疑问这是操控咒灵类的最强术士。即便知道自己的术士远没有对方强大，中村健次依旧没有慌张，相反却自信满满，因为他最强的本事不是操控咒灵，而是体术。而操控咒灵的这类咒术师无一例外体术都不强，就像是脆皮法师。率先召唤出2只咒灵，给他一种我并不擅长近身战斗的假象。中村健次眼眸寒光，心中已经模拟了自己与夏油杰对战，并最终将后者杀死的过程。很好，一切尽在掌握，优势在我。下一刻，夏油杰出手了，庞大的沙虫挤满了整个长廊，满是利齿的深渊巨口将中村健次的身影笼罩。砰！战斗似乎结束得很快，夏油杰放松了绷紧的身体，解决了，接下来该跟泽和物他们会合了。就在这时，右上方的窗户猛地碎开，中村健次在沙虫冲上来的瞬间破窗而出，待到夏油杰放松警惕的瞬间又破窗而入，手持短刀，一击必杀。然而夏油杰似乎早有预料，侧身躲过这一击后，
手上赫然出现了一件咒具，那是游云。中村健次大惊失色，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这件传闻中的特级咒具。夏油杰呵呵一笑，这还是他第一次实战，算你走运。左脚一踏，夏油杰的身影瞬间便来到中村健次身前，三节棍挥舞得如同起舞的蝴蝶。怎么可能？你的体术，噗！太柱，太柱，是你啊！相比于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的我，父母都更喜欢优秀的弟弟，只有你，太柱，一直陪在我身边。话说太柱，我们已经50年没见了吧？自从你死后，啊，这些场景是走马灯啊！眼前黄色的柴犬太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挥出音爆的黑红色三节棍。第19章，极端的猜想。离子，你没事吧？五条悟推开教室的门，一众女初中生转头看了过来，下一刻眼睛里全都冒出了小星星。啊，好帅啊！白色头发，是天生的吗？该不会是混血吧？这身高有1.9米了吧？又高又帅，帅哥，能摘下墨镜看看吗？面对一众小迷妹的请求，五条悟骚气地摘下了眼镜，露出歪嘴龙王的微笑。天内离子看着疯狂的同学们，一脸的不理解，这人渣到底哪里帅了？肃静，都给我回座位！老师敲打着桌子，学生们这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座位。这位先生，请问你找哪位？五条悟凑上前，老师你好，我找天内离子，我是他的哥哥。老师点点头，那李子你就跟你哥哥先走吧。突然老师转过身子，隐晦地递给五条悟一张纸条，你好，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当五条悟和天内离子走出教室后，五条泽带着黑井美里已经赶了过来。五条泽还顺道解决了一个盘星教雇佣的诅咒师，一个头戴纸袋会分身术士的家伙被则结结实实胖揍了一顿。尽管危机已经解除，但发生这种事也预示着天内离子的自由时间告罄。高层甚至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尽快将心将体送到轰星宫。听到消息的天内离子并没有情绪低落，相反却是一阵释然。到时间了，走吧。五条悟看着天内离子的背影，突然开口，哥。五条则挠了挠头，其实晚一天也没什么大不了，你们说呢？五条悟嘿嘿一笑，同意。下游街摊手，我没意见。冲绳海滩，芜湖，五条悟和天内离子在沙滩上跑来跑去，玩得不亦乐乎。黑井美里一脸欣慰，好久没看到小姐笑得这么开心了。旁边的五条则一脸黑线，你搁这儿扮演豪门老管家呢？夏油杰看着闹腾的五条悟，转头对五条则说道，你和悟一直在维持无下限术士，而且已经1天没睡觉了，能撑住吗？五条则挥了挥手，呆鸡又不。夏油杰喝了口椰汁，瞪着一双死鱼眼喃喃道，不要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啊，当心脑子被烧坏哦。说的也是，有些事该安排一下了。五条则拿起手机打了一大段文字后按下了发送键。夏油杰余光一瞥，给谁发暧昧信息吗？滚蛋！五条则笑骂一声，解释道，是给叶娥老师发的邮件了。哦，什么事？秘密？切！喂，杰，怎么？五条则突然严肃起来，你觉得离子跟天元同化这件事真的可以吗？夏油杰沉吟不语，良久才开口，从大义的角度出发，牺牲一个人换来整个世界的稳定，这是最优解。即便要牺牲的那个人是我，我也会欣然赴死，这是我的觉悟。那从你个人的角度出发呢？夏油杰眼神坚定，这种方式是狗屎。五条则笑了，杰，我有件事要拜托你。什么？夏油杰瞪大双眼，一脸的不可置信。你说你和误会摆？五条则没有把话说死，只是有这样的预感，就好像死神的镰刀架在我脖子上的那种感觉。总而言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要你立刻将离子带到指定地点。我能相信你吗？挚友。夏油杰翻了个白眼，你拜托的事情我当然会尽全力去做，只是你和误会落败这种话很难相信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都说了只是预感了，这种预感还是不要有，会死人的。五条则摸了摸鼻子，有些时候死一死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夏油杰一脸不可思议，你脑子坏掉了吗？杰，你知道为什么我们3个学不会反转术士吗？怎么又聊到这个了？认真点，杰，你不觉得奇怪吗？五条则伸出手指认真道，还记得我们3个学会黑闪的时刻吗？当然记得，当初的一幕幕在夏油杰脑海中回荡。黑闪，当物理打击与咒力冲击之间的误差在 0.000001秒之内时，就会产生空间扭曲。这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主动用出来的特殊技巧，但不包括他们3个。没错，当初纪泽第一次用出黑闪，他和雾也有样学样使出了黑闪。但不可思议的是，
三人发现他们只要静下心来，循着咒力流动的轨迹出招，打出黑闪完全就是随心所欲。这完全超越了前人的经验和常识，能够违背常理主动打出黑闪，完全可以说明我们三人的天赋无可比拟。我不是来听你自卖自夸的，我的意思是，以我们的天赋，学会反转术式不应该这么困难才对。我们跟萧子学了那么久，尽管有他的教学非常抽象的缘故，也不至于毫无头绪。夏油杰眨眨眼，所以五条则露出一抹笑意，安逸。我们过得太安逸了，顶着最强三人组的头衔，在此之前所有任务都是轻松完成，我们没有任何变强的动力。反转术士最突出的就是堪比死人复生般的超强治愈能力，而我们甚至连受伤都少之又少，缺少生死存亡时的压力。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尝试在死亡线上走一回，或许就能领悟反转术士了呢？就像马丁·海德格尔说的那句什么？夏油杰无奈开口，无限接近死亡，才能醒悟生存的真谛。啊对，就是这个。你不觉得你的想法太过极端了吗？你怕了？任何人都怕死，说不怕的才是说谎。五条则笑着躺回椅子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好啦好啦，只是猜想而已嘛。见五条则闭上双眼假寐，夏油杰摇了摇头。无限接近死亡，才能醒悟生存的真谛，听着就很不靠谱啊。第20章，天雨暴君降临，看招！就在这时，天内离子一声大喊打断了夏油杰的思绪。只见天内离子突然跳起身，踹向五条悟，却被其无下限术士反弹了回去。噗！天内离子整个人掉进潮水中，咸腥的海水灌入鼻腔，窒息的感觉如一双大手掐住了脖子。突然间，一个念头涌入离子的脑海，就这样死去好了，死在最开心的时刻。天内离子浑身的力气一泄，任由身体就这么沉入大海。蔚蓝的海水映照着无际的天空，气泡像一颗颗珍珠往上浮动。一条色彩斑斓的海鱼从眼前游过，阳光划过它的鳞片，反射出动人的光晕。这一刻，天内离子仿佛放下了心中所有的压力，整个人变得无比轻松自在。就在他闭上双眼的前一刻，伴随着一道入水声，五条悟的面庞映入眼帘，纯净无瑕的苍蓝色瞳孔，一如绚丽的天空和大海一般耀眼。五条悟将天内离子拦腰抱起，随即游向海面。噗呼，两人在水面之上大口呼吸。五条悟一脸黑线，喂，你这家伙是腿抽筋了吗？天内离子愤愤道，是你这个混蛋把我弹飞的吧？啊，知不知道我这是为了保护你啊？我差点被淹死，你保护的真好啊！可恶的小鬼，信不信我继续把你的脑袋摁进水里？叫谁小鬼？明明就不比我大多少。咕噜咕噜，黑井美里急忙大喊，请住手啊，五条悟先生。五条则看着打闹的悟和离子，饶有兴趣的开口道，杰，你有没有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啊！夏油杰翻了个白眼，虽然看得出来悟挺喜欢和离子相处，不过上升到男女关系就太奇怪了。五条则摊手，没办法，当哥哥的当然要为弟弟的终身大事考虑嘛。夏油杰无语，哪有那么快，都还没成年好吗？随即斜斜眼一瞥，话说你跟萧子怎么样了？啊！五条则起身一脸懵圈，喂，杰，你在说什么胡话？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种事情完全就是天方夜谭。看着自己一个平 A 就大招全交的五条则，夏油杰笑笑沉默不语。你那是什么表情啊，混蛋！时间在众人的闲聊和打趣中流逝，而随着夕阳西下，夜色逐渐暗淡，天内离子嘴角的笑意也在逐渐褪去。一夜无话。次日，众人收到高层勒令，迅速赶到机场。黑井美里还想一起跟着，五条则突然将他带到一旁交代些什么。五条悟露出姨母笑，还要背着我们说悄悄话，该不会……夏油杰却是皱起了眉头，猛地想起昨天五条则给叶娥老师发的邮件。很快，黑井美里郑重地点了点头，朝五条则深深鞠躬，随后再看了一眼远处的天内离子后离开。五条则面对三位小伙伴也没有解释的打算。众人乘坐飞机重新回到了高砖外，一节一节的石梯，每走一步，众人的心情就复杂一分。天内离子心情忐忑，却还是做出一副轻松的模样。他骄傲地看着五条悟，指了指自己，高声说道：“喂，待会儿我就要和天元大人同话了，等同话后，你可要对我放尊重点，知道了吗？”五条悟翻了个白眼，将脸别向一边：“别太得意了，还见天元呢，等把你送进高砖，本大爷转身就跑了。”很快，几人来到高砖的结界处，五条悟感慨一句：“终于到了。”夏油杰也微笑着点点头：“你和则两人维持了那么久的无下限术士，终于可以歇会儿了。”高砖的结界是由天元亲自布置，具有警戒能力，但凡是未登录的咒术师踏入，便会立刻做出反应，可谓是相当的可靠。不过五条则可不这么想，
天元老太婆什么货色，他一清二楚。同样活了1000年，人家卷所要实力有实力，要能力有能力，而天元不谈也罢。下一刻，几人踏入结界内，五条悟伸了伸懒腰，一脸轻松地解除了无下限术士。夏油杰和天内离子也放松了下来。进入高砖内部，这下应该不会出现危险了吧？唯有五条则没有抱着这种想法，而是全神贯注注视着五条悟的后背。马上，因为体质而无视结界的天宇暴君将出现在他身后，冷不丁给他来上一刀。这个时候还在傻笑，我愚蠢的欧豆豆，吃！思绪被一阵剧痛打断。五条则低头一看，带血的刀锋从自己的腰间刺出，而同样的，五条悟也是瞳孔骤缩，被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伏黑甚尔两手各持一把短刀，突袭得手，脸上带着冷厉自信的笑容，一如原剧情。此时此刻，在几人最为松懈的时刻，天宇暴君降临。自己也被偷袭是五条则没有想到的，但是在看清两人被扎的部位时，他瞬间抓狂。什么意思啊？五条悟就扎胸口，捅我就捅腰子。悟夏油杰惊愕，对着伏黑甚尔瞬间出手，游云都挥出了音爆。然而伏黑甚尔反应何其迅速，在夏油杰攻击的瞬间便拉开了距离，在天元大人亲自布置的相当可靠的结界内外反复横跳。怎么回事？结界没有反应。夏油杰冷汗涔涔，他从这个男人身上感受不到丝毫咒力，但那股强烈的危机感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危险，很危险！杰！五条则突然一声大吼，别忘了我交代给你的事，快走！夏油杰愣了片刻，立刻牵着天内离子跑进高砖。五条悟虽然不知道自家老哥和夏油杰说了什么，但也知道这个时候让后者带走天内离子是最好的情况。接下来就是六眼双子 vs 天宇暴君。哥，你没事吧？死不了。五条则看着伏黑甚尔，嘴角扯出一抹笑意，禅院，欧不，伏黑甚尔，好久不见了。伏黑甚尔眉眼一挑，想不到五条家的大少爷还记得我这个野猴子，真是荣幸。说起来，我们已经有多久来着？8年。对，8年没见了。伏黑甚尔饶有兴趣地挥舞着手中的噬魂刀，念在旧时的份上，让开路，我带走那个女孩，怎么样？愤怒的五条悟刚要说话，五条则率先开口，不怎么样。紧接着他摆开架势，从看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我们终有一战，想过去的话，杀了我。还有我。五条悟上前2步，和五条则站在一起，目视着伏黑甚尔。甚尔无奈地挠了挠头，那就请你们去死吧。第21章六眼双子的陨落。伏黑甚尔将2手折叠在身后，食指合拢，健硕的肌肉几乎将紧身衣撑爆。突然间，他抬起头，双眼迸发出野兽般的光芒。轰！伏黑甚尔的身影简直就像是凭空消失，原地只剩因反作用力崩碎的石块。好快！即使以五条则和五条悟的六眼，竟然也只是看到一道残影。小心！话音未落，伏黑甚尔已经冲到五条悟的身前。这两兄弟中，显然五条则带给他的威胁更大。既然如此，那就先让较弱的弟弟出局。术式顺转，苍！恐怖的蓝色气旋风卷残云般炸开，将周围的树木、房屋倒塌，全部撕裂。既然跟不上甚尔的速度，五条悟干脆来了招拳图 AOE。然而甚尔的速度何其恐怖，在苍爆发的瞬间便急速后退，躲开了攻击。森林之中，只见一道黑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闪转腾挪。甚尔踩踏树干，以此为着力点，不断跳跃，直接无视了重力。伏黑甚尔一愣，只见五条则的身影竟然跟了上来。跟我比体术吗？伏黑甚尔自信一笑，立刻回头，选择与五条则硬碰硬。五条则丝毫不惧，真武流，2日一晒，脱胎于传奇剑士宫本武藏的2天1流，以极快的速度打出无死角的贯手。更可怕的是，五条则的每一击都附带了黑闪，乍看之下，简直如同一张跳动着黑色闪电的网，密不透风的朝伏黑甚尔扑来。然而面对这一杀招，伏黑甚尔不闪不避，竟收回噬魂刀，同样以双手应付。只见他的双手如蝴蝶穿花，精准地将五条则的每一道攻击尽数格挡。在五条悟的视角下，两人的对打除了啪啪的爆鸣声，就只能看见2道残影。太厉害了！五条悟由衷感慨，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哥哥的差距。本来他仗着天赋异禀，在体术方面是能偷懒就偷懒，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拥有无下限术士，体术显得很鸡肋。但现在五条则用实战告诉他，体术炼制大成，一样非常强大。与此同时，与伏黑甚尔对轰的五条则脸色愈发凝重。他发现从一开始的势均力敌，到现在自己已经被伏黑甚尔全面压制。要知道，
五条泽的体术已经是武道宗师级别，不是体术的差距，而是身体。五条泽已经察觉到，伏黑甚尔的体术虽然也达到了宗师水准，但并不比他强多少，但战斗起来却能死死压制他。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伏黑甚尔的天羽束缚，天生没有一丝咒力，却换来了绝对强悍如超人般的体魄。尽管伏黑甚尔和五条泽的格斗技巧大差不差，但前者却拥有更大的力气、更快的速度和更敏锐的反射神经，甚至还有极致的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等，简直是进化后的超人类。砰！九手必失，五条泽被伏黑甚尔一拳轰飞。尽管有无下限术式的防御，五条泽依旧感受到空间震颤时传来的一股巨力。这怪力，去死吧！趁着五条泽和伏黑甚尔分开的一瞬间，五条悟欺身而上，手中弹射出一枚苍。轰！剧烈的爆炸掩盖了伏黑甚尔的身影。还没等五条悟松口气，周围突然出现了无数低级咒灵、迎头。不论是咒灵们那闹心的声音，还是密密麻麻遮挡视线的躯体，都让五条悟心烦意乱。六眼无死角的视野出现了一丝漏洞。结束了，男人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五条悟瞳孔放大，猛地转身，无下限术式已经释放到极致，但没用，那种萦绕在脑海中的危机感并没有消失。怎么回事？伏黑甚尔手中的咒具给出了答案。天逆谋，一把外形有些奇怪的短刀，却是名副其实的特级咒具，拥有强制解除一切术式的能力，包括无下限术式。嗡！天逆谋触及到无下限术式的瞬间，光芒闪烁中爆发出一阵嗡鸣。在停顿了一那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后，天逆谋毫无阻碍地插进了五条悟的脖颈大动脉。甚尔狞笑着狠狠一划，天逆谋锋利的刀刃从上而下将五条悟开膛破肚。这还不够，甚尔挥舞天逆谋，将五条悟又扎了好几个窟窿眼，甚至还拿出一把匕首捅进了五条悟的大脑。死亡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窒息感和失重感陡然占据了大脑。但就在这一瞬间，五条悟的理智却无比清晰。啊！我要死了吗？五条悟的眼珠转动，周围的一切都像是按下了暂停键。咒灵、伏黑甚尔、天逆谋、鲜血。五条悟像一个旁观者，尽管身体传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却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就这么死去，有点不甘心呢。空灵的感觉充斥脑海，咒力、术式、构建、毁灭、吸引、排斥。一瞬间，无数奇异的画面在悟的眼中闪烁。现实中，五条悟的身体如破布般倒下，已然停止了呼吸。接下来就是你了。伏黑甚尔回头看向五条泽，轻笑一声，猛地冲了上来。术式顺转，苍！蓝色的气旋将五条泽的身体包围，构成了无下限术式外的又一道屏障。嚯哦！伏黑甚尔挑眉，知道我的咒具能破解无下限，所以利用术式防御不让我近身吗？这么冷静地做出判断，你的弟弟可是在你眼前被我杀死了啊！能不能给点反应啊？哭泣也好，怒吼也罢，稍微露出一点破绽嘛。闻言，五条泽扬起嘴角，少废话。刷！伏黑甚尔满足了五条泽的要求，没有一点废话。叮叮叮，锁链碰撞的声音响起，一头在咒灵丑宝嘴里，一头连接着天逆谋，不被注视全貌就能无限延伸的特级咒具万里锁。快得只剩残影的甚尔猛地抛出天逆谋，直射五条泽而去。在接触则周身的苍屏障后，立刻便使苍失效。该死，苍也算术士！五条泽眼角一抽，这天逆谋简直就是个 bug， 尤其搭配上伏黑甚尔这个没有咒力却肉身成圣的怪胎，简直把所有咒术师都克得死死的。五条泽连忙侧身躲过这一击，面对手持噬魂刀冲来的甚尔。突然，甚尔咧嘴一笑，手中的噬魂刀朝着一个奇怪的角度砍出。五条泽轻松躲过，正疑惑时，甚尔突然狠狠一拉万里锁，那已经越过五条泽的天逆谋猛地掉头，稳稳刺中了他的后背。靠！又是腰子！五条泽这句话还没骂出口，伏黑甚尔已经用噬魂刀贯穿了他的心脏。第22章置之死地。悟他们不会有事吧？天内离子一边被夏油杰拉着快步奔跑，一边不时回头观望。夏油杰脸色凝重，有事，有大事。哎，天内离子一脸疑惑，你们不是挚友吗？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说谎，也要说些让人安心的话才对吧？夏油杰深吸一口气，如果是以前，我丝毫不担心泽和悟，但是夏油杰想起昨天在海边时五条泽对他说的话，我不知道泽他到底是不是能预测未来，但显然现在就是他口中的危机时刻，所以我们要尽快。哎，你慢点，我跟不上。等等，这好像不是去红星宫的路吧？夏油杰回头看着他，怎么？你真想跟天元大人同化为一体？啊，同化不是死亡，
以另一种方式存在，那种话怎么看都只是骗骗小孩子吧。夏油杰嘴角露出一抹笑，这是你的人生，你应该自己选择活法。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会保障你的未来。天内离子愣住，往日的种种浮现在脑海。同学、老师、朋友、黑井美里，还有五条悟这3个新朋友。我果然……天内离子鼻子一酸，红了的眼眶泪珠大颗大颗的往下落。还是更想和大家继续在一起。夏油杰露出欣慰的笑容，那就好，跟我来吧。两人迅速来到一处空地，2道人影早就在此处等候多时。美里，天内离子先是一愣，随后露出惊喜的笑容。黑井美里一看是天内离子，立刻眼泪汪汪的一把将其抱在怀里。小姐，呜呼，原来如此啊，叶娥老师。夏油杰笑着看向眼前的男人，正是自己的老师叶娥正道。妨碍天元大人和新疆体的同化，这种事老师你做得来吗？晋升校长肯定会没戏的哦。叶娥正道叹了口气，则那家伙，算了，我这把老骨头也陪你们这些年轻人疯狂一把吧。叶娥正道召唤出一个1人高的兔子，这是则拜托我做的隔绝性咒骸。说着，他拉开兔子肚子上的拉链，招呼着天内离子道：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能追踪到新疆体，但肯定是术士。这个咒还能隔绝你的气息和一切咒力波动，你得待在里面一段时间了。天内离子点点头，缩着身子钻了进去。叶娥正道拉上兔子的拉链，转头看向正要离开的夏油杰：你要回去吗？夏油杰转头露出微笑：那2个家伙还在战斗呢，最强3人组我怎么能缺席？叶娥正道点头提醒：小心点。随后带着黑金美里和兔子咒骸离开了这里。夏油杰原路返回，当来到轰星宫时，一道身影从阴影中走出。夏油杰眼神一凝：是你？则何物呢？伏黑甚尔咧嘴一笑：那2兄弟吗？我想想，应该已经咽气了吧。话说回来，那个女孩呢？夏油杰额头青筋暴起，无视甚尔的问题。尽管五条则有预见过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夏油杰还是忍不住愤怒。那你也去死吧！夏油杰身后，无数恐怖的咒灵显露真身。杀虫地藏吞吴，地面陡然崩裂，巨大的杀虫张开满是锯齿的血盆大口，一口将甚尔吞入腹中。砰！然而下一刻，杀虫便被伏黑甚尔用噬魂刀从内部大卸8块，咒灵的紫色血液沾满了甚尔全身。吼！红龙咆哮着冲了上来，裹挟着伏黑甚尔飞到空中。然而伏黑甚尔反手抽出噬魂刀，沿着红龙的身体将其一分为2。夏油杰震惊：什么？那可是印度最高的红龙！伏黑甚尔缓缓起身，正要继续动手，身后猛地传来一阵女人的声音：我问你，我美吗？裂口女长发下密密麻麻的眼睛和那张如野兽般的裂口令人不寒而栗。假想怨灵吗？在回答问题之前，强制双方不得伤害对方。伏黑甚尔余光瞥了一眼，淡淡开口：我想想，你不是我的菜。吼！裂口女发出凄厉的嘶吼，手中的剪刀如流光般刺出。吃！一缕头发落地，甚尔的耳根渗出一缕鲜血，可他丝毫不在意，反手拔出天逆眸，瞬间破坏了裂口女的领域。然而就在这时，夏油杰来到了伏黑甚尔身后，将手伸向了甚尔身上的咒灵筹宝。他看出来了，伏黑甚尔身上没有咒力，因此他只能靠咒具才能对咒灵造成杀伤，而他用来储存咒具的工具正是这只咒灵。这种低级咒灵，只要让他碰到，瞬间就能掉符。然而伏黑甚尔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极度变态的反应力让伏黑甚尔想也不想转身挥刀。夏油杰的胸膛瞬间被斩出交叉血线，紧接着便被甚尔一脚踹飞。夏油杰的身体在撞断了好些建筑，终于停了下来。此刻他无力地躺在废墟里，整个人头晕眼花，鲜血从伤口处汩汩流出。伏黑甚尔上前一脚踩住夏油杰，术士挨了这几刀是死不了的。说实话，如果你是咒灵使的话，我一定会杀了你。可惜咒灵操术的话。甚尔耸了耸肩，谁知道你死了后，那些被你调服的咒灵会怎样？或许会缠上我，也可能有诅咒什么的，我可不想惹上麻烦。话说回来，你们这些家伙能觉醒术士，完全就是受了父母的恩赐，可惜接受了这些恩赐，你们依然输给了我这个连咒力都没有的猴子。伏黑甚尔嘲弄地踩着夏油杰的脸，从他腰间取下特级咒具游云。这个东西当初我可是垂涎了好久，可惜被五条家的长子买走，没想到兜兜转转还是落在了我手里。将游云塞回丑宝的嘴里，伏黑甚尔看着夏油杰：好了，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新疆体去哪儿了？虽然我可以慢慢找，但是如果你主动说的话，可是能省不少麻烦。夏油杰半眯着眼睛没有开口，似乎是神志不清了。伏黑甚尔挠了挠头，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那我自己找。
他拥有超越常人100倍的五感和作为猎人的丰富经验，循着蛛丝马迹找到星浆体并不算困难。一路上他就是这么追踪过来的。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脚步突然一顿，低头一看，只见夏油杰伸出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踝。无限接近死亡，才能醒悟生存的真谛。夏油杰回想起昨天五条则跟他说的那一番话，心中升起一股疯狂。他向慎儿露出嘲弄的笑容，跪下来求我，或许我会告诉你星浆体的下落。伏黑慎儿眼神一冷，喂，你想死吗？夏油杰猖狂大笑，嫣红的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显得疯狂狰狞。那来啊，我死了，我调服的所有咒灵就只会消散而已，不会给你造成任何麻烦。怎么样，要试试吗？激将法吗？伏黑慎儿看着夏油杰的表情，瞬间确定这家伙说的竟然是真话，顿时杀心大起。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咒术师可真是奇怪的生物。是，慎儿将噬魂刀插入夏油杰的心脏，眼看着他的生机一点点流逝。第23章，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滴滴滴，伏黑慎儿走在轰星宫外的石板路上，兜里的手机不停震动。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阴冷声音：星浆体呢？解决了吗？跑了？什么？那道声音陡然变得愤怒。蝉，伏黑慎儿，说好的暗杀星浆体，如果没办到，我们可不会付钱。嗨嗨，伏黑慎儿翻着白眼，六眼双子和咒灵操术已经解决了，星浆体是迟早的事。反正你们盘星教的目的是阻止天元和星浆体同化，现在星浆体不在轰星宫，再稍等一下没问题的。那你可得快点，记住了，如果没有看到星浆体的尸体，我们是不会付钱的。喂，伏黑慎儿，你在听吗？伏黑慎儿呆滞地看着眼前的身影，一时间都忘了回电话。喂，伏黑慎儿，听得见吗？喂，伏黑慎儿将手机合上揣进兜里，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人。五条悟，刺眼的阳光下，那道身影显得有些单薄，白色的头发上还沾着些血红色。五条悟抬起头，衣服上还满是血污，狼狈的脸上却带着从未有过的笑。嗨，好久不见！伏黑慎儿瞳孔骤缩，露出从未有过的震惊的表情。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五条悟伸手拨开额头的刘海，露出已然复原的伤口。我可是活蹦乱跳的呢。伏黑慎儿皱着眉头，死而复生，这种诡异的画面，只有反转术士吗？回答正确。五条悟张开双臂，一副被猜中答案好高兴的小学生模样。7，伏黑慎儿掏出天逆谋，摆开战斗架势，狞笑道：看来胜负现在才正要开始啊。不，胜负已定。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伏黑慎儿见鬼般的回过头，只见浑身染血的五条则缓缓上前，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多谢你啊，慎儿。五条悟看见五条则的身影，会心一笑。果然啊，哥哥，没道理我可以你不行的。多谢我。伏黑慎儿有些不明所以。五条则解释道：是啊，在此之前我们怎么也学不会反转术士呢？原来只有品尝过死亡的味道，对生命抱着近乎变态的渴望，才是打开反转术士的钥匙。负咒力与负咒力相乘，就是正的咒力。啊，慎儿，你真该砍下我们的脑袋，那样胜利就是你的了。此刻的五条则露出五条悟同款严厉表情。无限接近死亡，才能醒悟生存的真谛，这话可是我告诉你的啊！啧！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三人愣住。只见夏油杰的身影从轰星宫内缓缓走出，每走一步，那恐怖到几乎溢出的咒力量让周遭的空气都微微扭曲。夏油杰看着伏黑慎儿，大笑着拍了拍胸口，那一刀很疼哎。伏黑慎儿彻底麻爪了，什么鬼？一个个的拿我当经验包。五条则和五条悟看向夏油杰，后者也看向了他们俩。三人露出心照不宣的笑。五条则也没想到自己随口的一番话，竟然让夏油杰也领悟了反转术士。反转术士也是术士，把天逆谋插进你们的脑袋就好了。伏黑慎儿怒笑道，将天逆谋连接上万里锁，身形猛地消失。铮！凌厉的刀光划过，伏黑慎儿眼神一滞。位相，波罗蜜，光之柱，术士反转。呵！五条则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无下限术士的顺转，效果是强大的引力，而反转便是斥力。伏黑慎儿刚回过头，黑红色的圆球便砸了过来，带着无比可怕的排斥力。轰！轰星宫的地面建筑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一击简直就是巨人离地。狂暴的攻击让伏黑慎儿头晕目眩，还没等他站稳，五条悟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前。到我了，术士反转！呵，又来！伏黑慎儿急忙将天逆谋挡在身前。天逆谋具有解除术士的能力，所以也可以像这样当术士盾牌用。
但即便天逆谋成功解除了鹤，那股恐怖的斥力依旧将他的身体击飞。噗！伏黑甚尔吐出一口血，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入眼便见夏油杰朝自己走来。夏油杰笑眯眯道：“放心，我的术式没有他们俩的那么粗暴。”接空，朱比丘，摩罗伽，术式反转，鱼。话音落下，一头红龙咆哮着冲来。见状，伏黑甚尔嘴角一咧，这东西我已经杀过一次了，再来可不管用哦。夏油杰没有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伏黑甚尔二话不说，抽出噬魂刀2下便解决了这只一级咒灵。然而还不等他喘口气，3头红龙又从夏油杰身后冲出。伏黑甚尔愣了一下，但解决3头红龙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刚这么想，夏油杰身后的阴影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一头又一头的红龙鱼贯而出。什么鬼？伏黑甚尔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红龙群包围。就算他能轻松解决1头红龙，甚至哪怕10头都不是问题，但这里足足有不下100头啊！要知道，红龙可不是什么大白菜，这可是一级咒灵中数1数2的强大咒灵。伏黑甚尔人傻了，这是咒灵操术。夏油杰笑着解释道：“咒灵操术的反转。咒灵操术调伏咒灵的原理是将咒灵转化为原始状态的咒力储存起来，战斗的时候再放出来，将咒灵转化为咒力，这就是咒灵操术的顺转，我称之为符。而其术式反转，便是将咒力转化为咒灵。哦，不对，咒灵本就是咒力转化而来的，所以应该算是加速这个转化过程的催化剂。”说着，夏油杰手一挥，被伏黑甚尔击杀的裂口女一下子出现了几10个。现在我的咒力近乎无穷无尽，所以我可以创造出无数咒灵。那么你能撑多久呢？话音落下，无数咒灵朝着伏黑甚尔咆哮而去，开始了正义的群殴。伏黑甚尔一边与众咒灵厮杀，一边观察着五条泽3人。然而令他奇怪的是，五条泽、五条悟和夏油杰3人就好像羽毛一般飘到空中，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投下长长的剪影。这种感觉好奇怪啊，就好像鱼在海里随波逐流吗？啊，这个世界令我感到无比的畅快。3人在空中漂浮不定，最后不约而同地摆出同一个姿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后几乎是出于本能，3人异口同声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话音落下，3人面面相觑。喂，刚才那是我想的台词吧？闭嘴阿杰，你喊出来太没有气势了。怎么看都是你们2个模仿的我吧？那么霸气的台词，你们2个猥琐男就不要念了。第24章虚势词。砰！伏黑甚尔将最后一头红龙狠狠踩在脚底，看着它逐渐化为闪烁的烟尘散去。随即他抬头看向空中，五条泽3人旁若无人地争论着没有意义的话题，怒气顿时冲上天灵盖。即便伏黑甚尔向来冷静理智，但他也有着身为强者的傲气，尤其是在面对咒术师的时候，或许是因为禅院家的缘故，他内心藏着自己都没能察觉的胜负欲。他要变得比所有咒术师都强，他要证明给那个腐朽的家族看，没有咒力的猴子也可以站在顶峰。然而现在五条泽3人的态度仿佛无视了他，这让他大为光火。别太得意了，3个小鬼！伏黑甚尔冲天起，这一刻爆发出了生平从未达到过的速度。然而这样的力量在已然觉醒的3人面前显然还不够。术式反转，呵！红色的咒力飞速扩展，强大的斥力无死角地撑开周围的空间。伏黑甚尔狞笑着刺出手中的天逆谋，喝只维持了一瞬间便宣告失效。然而术式消失，那股斥力却像没了大坝阻拦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呵，威力至少是苍的2倍，最大则是无限。尽管天逆谋可以强行解除术式，但解除的术式越强，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就像苍或许只用了 0.0001 秒就解除了，但鹤却要用 0.001 秒。虽然 0.0001 秒和 0.001 秒在普通人眼中几乎没有差距，但在五条泽、伏黑甚尔这些怪物眼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10倍差距。哪怕鹤只存在了 0.001 秒，对伏黑甚尔就已经是无法抵挡的杀招。轰！伏黑甚尔的身体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他踉跄起身，擦了擦嘴角的血渍，看着出手的五条泽和他身后淡然的五条悟和夏油杰，真是3个怪物啊！还要打吗？甚尔！伏黑甚尔手持万里锁抖动手腕，末端连接着的天逆谋不断旋转，他露出狂放不羁的笑，嘴角的伤疤带着些许潇洒和霸气。他知道面对五条泽3人，自己根本没有赢的希望，最佳方案应该是赶紧逃跑。但不知为何，他现在完全没有逃跑的欲望，就好像这一逃，猴子从此就真的不如那些高高在上的咒术师了。来吧！五条泽嘴角微微勾起，我很欣赏你，所以就用这招来回应你吧。
这是五条家也从未有人知晓过的，属于无下限术士的奥义。术士顺转，苍；术士反转，鹤。五条则左手持苍，右手持鹤，继而缓缓将两者合为一体，化作紫色的光球。顺转与反转的无限冲突，化作假想的质量。九罡，天光，乌语生鸣，表里之间，虚是此。五条则轻声开口，手中的光球被他用手指轻轻弹了出来。五条悟在一旁看得心里痒痒的，果然哥哥也会这个。夏油杰一脸凝重的看着紫色光球，好可怕的气息，术士顺转和术士反转的结合吗？他想着自己的符和语是不是也能结合成什么强大的杀招，但脑中一推演，夏油杰就翻了个白眼。符是将咒灵转化成咒力，语是将咒力转化为咒灵，两者结合等于啥也没有。此刻直面词的符黑甚尔瞳孔放到最大，明明只是篮球大小的一个紫色光球，却给他一种直面太阳的荒唐感。强大，恐怖，不可阻挡。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哀嚎，遵循本能的想要逃离此地。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尤其是对于符黑甚尔这种靠悬赏过活的术师杀手，更应该惜命的逃离。但就在这一刻，符黑甚尔不想逃了，好似有什么执念驱使着他，拿起天逆谋不要命的正面迎接词。是被禅院家羞辱的不甘心吗？还是想要超越所有术师的不服输？这些都不重要了。此刻的符黑甚尔只想好好享受这一刻。这来自当代最强咒术师的最强一击，他要正面接下。轰！肉眼可见的方圆数里的大地都在颤抖，此所途径的一切都被抹除，那看不见尽头的圆形黑洞直达建筑最里层的山体。而外面符黑甚尔还站在原地，但左边躯干却已经消失大半，被刺烧出一个巨大的血窟窿。叮叮，万里锁和天逆谋落在地上。符黑甚尔惨笑着，真是强大的一击，完全败掉了呀！真是讽刺啊，自尊心那种东西不是很早就丢掉了吗？最强啊！微风吹起他的发梢，带来丝丝凉意。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机正在快速流逝，很快就将永远的闭上双眼。符黑甚尔本想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来临，眼前却突然浮现出儿子符黑会的身影。啊，真是奇怪啊！明明自己平时对儿子漠不关心，临死前居然第一个想到他吗？符黑甚尔抬起头，看向缓缓走来的五条泽三人。看来你好像还有话要说。2-3年后，我的小孩会被卖到禅院家，他随便你处理吧。说完，符黑甚尔闭上双眼，淡然地接受着死亡的到来。然而下一刻，一股磅礴的生命力充斥全身，符黑甚尔身上的伤口处，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复原。符黑甚尔睁开眼，看见五条泽将手搭在自己身上，施展着反转术式。为什么？符黑甚尔疑惑不解，他们可是敌人啊！五条泽叹了口气，就算是看在你儿子的面子上。符黑会名字寓意着上天的恩惠，但这恩惠从未降临到他身上。原著中，母亲因他难产而死，又是父亲符黑甚尔被自己尊敬的老师杀死，姐姐成为万的兽肉，自己则成了宿傩的兽肉。自己的同伴一个接一个战死，甚至最后宿傩用着自己的皮囊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五条泽最喜欢的角色，但也是咒回最惨角色无疑。反正天内离子还活着，给符黑甚尔一顿教训就好，让慧慧再次体会燕幼年丧父，他心里多少有些过不去。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你认识他吗？符黑甚尔有些疑惑。算认识吧。五条泽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看向符黑甚尔道，既然临死之际想到了自己的孩子，那就给他好好做个榜样吧。实在憋不住，去把禅院家的人全砍了也行。符黑甚尔。第25章，渣子就该下地狱去忏悔。符黑甚尔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念在五条泽救活自己的恩情，符黑甚尔以已故的第一任妻子的名义担保，主动辞去术师杀手的工作。什么？你要辞职？中介孔诗雨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大喊大叫。符黑甚尔叹了口气，答应过人家了，总不能反悔吧。再者说，咒术界如今出现了那3个家伙，这份行业估计很快就得黄了。啊？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符黑甚尔懒得解释，直接关掉了手机。他抬起头看看天空，一只飞鸟划过天际。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吗？夏油杰把玩着重新拿回来的游云，这件特级咒具可是他分期付款从五条泽那里买来的，现在还没还清欠款，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甚儿。话说，哥哥你的反转术式竟然能作用于他人，我的都只能自己用。五条悟疑惑不解，明明五条泽的术式和他一模一样，反转术式的效果也应该一样才对。夏油杰呵呵一笑，朝五条悟炫耀道，我的反转术式和泽的一样，也能作用于他人。看来泽和我都是助人为乐的博爱之人，只有悟是个自私鬼啊！哈，你小子领悟了反转术式就飘了是吧？
彼此。眼见两人又要斗嘴，五条则无奈的开口：“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还有天元和天内离子的事情没解决呢。”闻言，针锋相对的两人这才偃旗息鼓。不过在那之前，先去看看盘星教那群家伙吧。五条则眼中露出冷冽的光。伏黑甚尔在走之前，将自己与盘星教约定的见面地点告诉了他。五条则可没打算放过这群人渣。此刻，盘星教的人正聚集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他们双手合十，虔诚无比。正中央是一个齐腰高的石台，正好可以放下一个人。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有人显然耐不住了。星浆体的尸体呢？伏黑甚尔还没到吗？他不会来了。盘星教的教徒们惊愕地看着突然出现的五条则三人，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望着一道道麻木伪善的面孔，五条则面无表情，身上却凝聚着浓烈冰冷的杀气。五条悟上前一步：“哥哥，让我来吧，现在的我不会有任何负罪感。”夏油杰急忙拦在两人面前：“喂，悟，主谋已经逃走了，杀了他们根本没有意义。”“意义很重要吗？”五条悟阴沉着脸。夏油杰握紧了拳头：“啊，很重要，对术师来说。”吃！五条悟和夏油杰愣住了，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久久不能回神。房间内所有盘星教的教徒在一瞬间全部被碾成了肉渣，鲜血、脑浆、内脏涂满了原本干净的地板和墙壁，仿佛人间地狱。而造成这一切的五条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五条悟张了张嘴：“哥哥，你……喂，这些可是普通人。”夏油杰震惊之余也有些气恼，五条则屠杀非咒术师的行为显然与他的信念相悖，而且则也会因此惹祸上身，甚至被咒术界通缉都有可能。五条则转身看向五条悟和夏油杰，表情从未有过的严肃：“悟，杰说的对，意义这种东西对术师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啊，杰，我并不赞同你的理念。咒术师应该保护非咒术师，强者就应该保护弱者。别搞笑了，如果那个非咒术师是杀人犯呢？你会救他吗？没有什么责任是理所当然，甚至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人死活。但如果非要说我践行什么理念，那就是不管是咒术师还是非咒术师，渣子就该下地狱去忏悔。”夏油杰语塞，他下意识想要反驳，但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甚至在他的内心深处，一个更极端的想法应运而生：是啊，我们咒术师冒着生命危险与咒灵战斗，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愚蠢的猴子。为什么？良久，五条悟率先打破沉闷的气氛：“哎，哥哥，你那么认真干嘛？反正事情已经解决了，不是吗？”五条则收起严肃的表情，拍拍夏油杰的肩膀：“别发呆了，走吧。”夏油杰回过神来，无奈地笑了笑：“知道了。”五条则和五条悟相继离开，夏油杰跟了上去，最后一刻却转头看向一片血红的房间，嘴里喃喃道：“渣子就该下地狱去忏悔。那个，我可以出来了吗？里面实在太闷热了。”叶娥正道停下，看了眼身旁的兔子咒骸，里面传出天内离子的声音：“抱歉，时间紧迫，所以制作这具咒骸时没有考虑到舒适性问题。”黑井美里安慰道：“小姐，你再忍一忍吧，谁知道那些坏人会不会追踪到我们？”叶娥正道擦了把汗，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处安全屋，里面设置了相当数量的结界，到那里就没事了。唉，也不知道事情败露后我会遭受什么样的处罚，这三个混小子就知道给我惹麻烦。几人正要动身，前方突然出现数十道人影，拦在了路中央。叶娥正道和黑井美里急忙停下，下意识地挡在了兔子咒骸的身前。叶娥正道扫了一眼，心顿时沉到谷底，冷汗浸湿了后背。眼前这群人全是高专的高层和御三家的族老人物，为首的乐言四家身缓缓上前，一双浑浊的眼睛却闪着狡诈的金光。正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叶娥正道一滞，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随即乐言四看向了一旁的黑井美里，老夫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就是星浆体的看护人吧？也就是说，乐言四的视线看向两人身后的兔子咒骸，星浆体此刻正藏在这具咒骸里面吧？第26章，接我一招就行。虽然乐言四只是在询问，但语气显然相当笃定。愤怒的黑井美里壮着胆子大喊：“左一个星浆体，右一个星浆体，小姐她有名字，她叫天内离子。”见瞒不过去了，兔子咒骸的拉链拉开，天内离子从里面钻了出来。长久的闷热和缺氧让他狠狠吸了一口气，随即叉腰道：“对，没错，就是本小姐。果然是星浆体。”禅院家的一名族老，也是地位仅次于禅院直皮人和禅院善的长老禅院归介，此刻上前一步，阴沉着脸看向叶娥正道。叶娥正道私藏星浆体，妨碍天元大人的同化，这可是重罪。现在将星浆体交出来，高层还可以考虑将你从轻发落。叶娥正道低下头，好似在思索权衡。抱歉，归介大人。
叶娥正道抬起头，严肃的脸上露出罕见的温和笑容。我果然还是不想让我的学生失望啊。禅院归介皱起眉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叶娥正道不语，反而是摆出了战斗的姿态。禅院归介叹了口气，诸位同僚，叶娥正道此举已经相当于背叛，我建议将其就地处决。众高层没有说话，但这个态度已经代表着默认。禅院归介持刀，摆出居合的姿势，眼露杀机的看向叶娥正道，等我们打起来，你带着李子赶紧跑，跑得越快越好。叶娥正道对黑井美里轻声说道，尽管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两人逃跑成功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黑井美里重重点头，一旁的天内离子却是突然开口，等一等，放了他们两个，我跟你们回去。萧姐，黑井美里抓住天内离子的手腕，后者却摇了摇头，抱歉啊，美里，以后不能陪着你了。随后他看向叶娥正道，那个，您是叫叶娥正道吧？天内离子上前朝他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的帮助，叶娥大叔。但是为了我，你们已经付出太多了，误他们也不知道有没有事。发生了这么多，全都是因为我一个人，我不能这么自私，请不要阻拦我。天内离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转头对禅院归介说道，我跟你们走。见状，禅院归介露出冷笑，还算识时务，不然你们只有死路一条。突然间，禅院归介从身后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无尽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宛如死神的镰刀架在脖子上，下一秒就要挥下。禅院归介想要挪动步子，却惊恐地发现全身都动不了。什么情况？此刻乐言寺等人也瞪着如见鬼般的双眼，看着突然出现在禅院归介身后的三道身影。五条泽的手搭在了禅院归介的肩膀上，吐出的话宛如恶魔的低语，喂，老家伙，你刚刚说谁死路一条？咕咚，禅院归介咽了咽唾沫，喉结耸动。与此同时，天内离子在不远处激动地挥手大喊，太好了，你们没事。废话，我们可是最强三人组，怎么可能有事啊？五条悟笑着走向天内离子，五条则用胳膊推了推夏油杰，哈哈大笑，看，明明是我们三个，离子却只喊了悟的名字，很明显了吧？夏油杰也露出感兴趣的微笑，悟这个年纪应该算早恋吧。两人有说有笑地跟了上去，三人从禅院归介身边相继走过。那一刻，禅院归介浑身暴汗，自己仿佛变成了普通人，与三头猛虎擦肩而过，连持刀的手都在颤抖。天内离子笑着扑向五条悟，后者却突然一个暴力，疼得离子捂着脑袋蹲在地上，疼疼疼！混蛋，你在干什么啊？五条悟嫌弃道，哈，我们可是拼了老命阻止你跟天元老妖婆同化，你竟然还要回去，简直是浪费我们一片苦心啊！天内离子扑到五条悟身上，双手扯着他的白毛，恨恨道，你以为我想啊，混蛋，给我死！两人顿时打闹起来。不过五条悟对天元的称呼立刻引起了一众高层的不满，对天元大人放尊重点，口不择言，这就是五条家的家教。乐言四家身阴沉着脸，五条泽，你们这是想干什么？闻言，五条泽三人这才将视线重新放回他们身上。五条泽淡淡开口，你们回去告诉天元老妖婆，离子不会跟他同化。什么？高层们顿时坐不住了，尤其是御三家的族老们，毕竟御三家的绝大部分结界都是由天元布置的。五条泽、五条悟，还有夏油杰，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这是要背叛整个咒术界吗？无路赛，五条泽挠了挠头发，你们可代表不了整个咒术界。此刻五条泽三人已经收起了气势，背靠一众同僚，禅院归介感觉自己又行了。五条泽，虽然你们三人被称为最强三人组，但终究也只是10几岁的小毛孩，这里可是几十位家族族老和一级咒术师，将心将体交出来吧。五条则看了他一眼，呵呵一笑，行啊，你们所有人要是能接住我一招，随你们。乐言寺等人大为意外，禅院归介更是哈哈大笑，猖狂小辈真是被最强的虚名冲昏了头脑。我们这么多人，别说一招，便是10招100招又如何？不，一招就够了。五条则笑笑不再多言，双手浮现出苍和鹤。虚势，此轰星宫内，五条则目视着天元，面无表情道，我知道你在结界内也可以延缓进化，根本无需与星浆体同化，所以如果再让我知道你做出这种拿别人性命做实验的行为，我就杀了你。感受着少年毫不掩饰的杀意，饶是活了近1000年的天元也不禁感到脊背发凉。说完这些话，五条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天元看着五条则的背影，良久后叹了口气，罢了，想不到如今的咒术界竟出现了这样的怪物，还是一次性出现3个，有他们在，我倒也不需要太担心进化。
感受到轰星宫外还存在着2道不弱于5条泽的气息，天元松了口气，闭上双眼，缓缓进入沉睡。第27章特辑。啊！你想当咒术师？5条泽刚从轰星宫走出来，就听见5条悟略带嫌弃的惊呼声：“拜托，你这家伙空有咒力却没有术式，想要成为咒术师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吧？”天内离子一脸不服气：“那我就用咒力强化身体，再修行体术。”5条悟一脸黑线：“你这家伙真是个犟种啊！”5条泽倒是很认同天内离子的想法，体内有咒力却没有术式，因此依靠咒力强化身体，从而修行体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虎杖和日下部了。不过同为星浆体，99游击可是有着超强术士星之怒，没道理天内离子没有生得术士。5条泽想了想，对正在跟5条悟争吵的天内离子说道：“想成为术师的话，我知道有个人很适合教导你，不过你可要想清楚了，成为咒术师就意味着失去正常的生活，每天都要跟咒灵打交道。”天内离子坚定地点点头。通过这次事件，他深刻地意识到没有力量是多么无力。如果他只是个普通人，倒也无所谓，偏偏他是稀有的星浆体，即便躲过了这次危机，他也不确定那些人日后会不会因为其他什么目的再找上他。更何况，天内离子余光瞄了眼5条悟，感觉咒术师还是挺有意思的。那行，叶娥老师，离子入学这件事就拜托您了。对了，还有梅里，他可是离子的亲人，虽然没有咒力，却可以担任一下学校的文职。不想与离子分开的黑镜梅里欣喜不已，多谢5条泽先生，你真是个好人。叶娥正道黑着脸，我就是个替学生劳累的命啊。对了，天元大人怎么说？夏油杰问道，眉宇间带着些许担忧。5条泽这次闹得太大了，先是屠杀了一大批非咒术师，又对着一众高层放了发词。禅院家高层族老禅院归界，当场升天，连渣都没剩下。好在5条泽最后还是收力了，其他高层只是部分重伤，养个3-5月就能痊愈。但杀害和袭击咒术高层，这个罪名是怎么也洗不清了。5条泽挠了挠头，天元和我进行了友好且和谐的交流，他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另外，他已经找到其他延迟进化的方法，不需要再同化星浆体了。至于那些高层，被我这么一顿惊吓，应该会识时务的妥协吧。如果不识时务，大不了我再去跟他们讲讲道理。友好、和谐、讲道理。夏油杰眼角抽了抽，以他对5条泽的了解，这些词他是一个字都不带信的。5条泽冷哼：“喂，杰，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在你心里风评难道这么差？”夏油杰别过脸，人贵有自知之明。5条悟也凑热闹道：“是啊，哥哥，以你的个性，骑在天元头上拉屎才是正解。”5条则皮笑肉不笑的捏紧拳头：“杰，悟，你们2个是不是以为领悟了反转术式就追上我了？这个吗？”5条悟按下墨镜，露出苍蓝色的双眸。他承认，此刻领悟了反转术式的他相当自信，甚至有些膨胀。尽管哥哥也领悟了反转术式，但再加上杰的话，2人说不定还真能压制对方。5条悟和夏油杰对视一眼，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后者默默掏出游云。5条则呵呵一笑，看你们俩的架势，果然是皮痒了。术式反转，呵；术式反转，呵；术式反转，鱼。轰！叶娥正道连忙护着黑井美里和天内离子跑出战斗范围。看着身后不断升起的小型蘑菇云，叶娥正道的脸色已经黑得像锅底灰。这3个混小子！轰星宫内，刚刚陷入沉睡的天元猛然惊醒。地震了！不出5条泽所料，高层识时务的妥协了。不，与其说是妥协了，倒不如说是怕了。5条泽的那发词在高层眼皮底下离出了一条数公里长的鸿沟，这种匪夷所思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咒术师的范畴。关键不仅是5条泽，后续3人在轰星宫外的混战，显示出5条悟和夏油杰也拥有着同等级的力量。3人的挚友关系人尽皆知，一旦追究5条泽的过错，面对的将是3个超越常规的怪物。那场面光是想想，高层们就脊背发凉。这不是找死吗？而且严格说起来，5条泽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天元大人现在不需要星浆体就能抑制自身的进化。被5条泽杀死的那批非咒术师是盘星教，在高层眼中就是群极端狂热教徒，并不受待见，死了也就死了。重伤的高层们也不好意思提起一大把年纪被一个1年级高专学生一招秒的事实。就是有些恼怒5条家这群老六，听到自家神子要发威，提早躲得远远的，愣是一个没伤到。至于那死掉的禅院归界，禅院家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以前慎儿还屠杀过禅院家呢，他们怎么不去追究？是不想吗？食堂里，5条泽吃着自制的番茄炒蛋加糖板，夏油杰吃着荞麦面，而刚吃完正餐的5条悟正在狂炫秋饼。
看得一旁的天内离子和黑井美里目瞪口呆，严重怀疑对方的摄糖已经达到致死量。叶娥正道将3份文件拍在桌子上，你们3个被评为特级了。特级不仅是对3人实力的认可，也是高层妥协的信号。哦，五条泽和夏油杰含糊不清地嘟囔一句，五条悟还在炫丘比。叶娥正道的拳头捏得咯吱作响，这可是特级，你们3个给我严肃点。那个特级是什么？天内离子举手问道。叶娥正道解释道，特级是咒术师的最高评级，必须拥有远超1级咒术师的实力，甚至拥有大面积破坏术式的咒术师才能称为特级。当然，要是拥有一些极为罕见且用途很大的特殊能力，也是可以被评为特级的。目前为止，加上他们3个，咒术界只有4位特级咒术师。天内离子愣住，他是知道五条泽3人很强，但原来竟然这么强，有一种邻居某天突然间变成世界首富的错觉。第28章暴君与父亲。会，先吃点东西吧。福黑金美纪端着果盘来到用功写作业的福黑惠身边。谢谢了，姐姐。福黑惠报以微笑，接过果盘放在桌子上。虽然都姓福黑，但2人并没有血缘关系。福黑惠是福黑慎儿与前妻的儿子，福黑金美纪是他现任妻子与前夫的女儿。不过即便如此，福黑惠与福黑金美纪2人的关系却很好。叮咚，稍等，马上来。听到门铃声，福黑金美纪一边喊一边走到房门口，透过猫眼看去，他赫然发现门外站着的竟然是福黑慎儿。只不过现在的福黑慎儿鼻青脸肿，额头缠着绷带，看着有些狼狈。犹豫片刻，福黑金美纪还是打开了门，只是看向福黑慎儿的眼神透露着面对陌生人的淡漠和好奇。爸爸。福黑慎儿微微点头回应，并没有因为女儿的疏离而感到不满。自打入赘福黑家后，他就很少待在家里，与金美纪见面的次数也是少得可怜。2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父女，但并没有培养过父女该有的感情。啊，请进。福黑金美纪有些呆愣地让开路，显然对福黑慎儿的到来还不太适应。福黑慎儿挠了挠头，罕见地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谢谢。姐姐，是谁啊？福黑会的刺猬头从房间内伸了出来，在看见福黑慎儿的那一刻，眼中闪过一抹厌恶和不满。你还知道回家呀？看你这副模样，是赌输了没钱还，所以被人家殴打了一顿吗？福黑慎儿有些恼怒。该死的五条泽，身体上其他地方的伤都治好了，就脸上的伤专门留着。什么恶趣味？这个是工作时留下的，算是工伤。福黑慎儿解释道，突然一愣，有些奇怪，为什么今天的自己格外有耐心。比慎儿更惊讶的是慧，这还是他这个便宜老爸第一次正面回应他，还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不过长久以来积攒的怨气让慧嘴上丝毫不留情。工伤？帮黑社会收账，然后被打了？福黑慎儿翻了个白眼，宽大的手掌上前一把盖住福黑慧的脑袋，用力的揉了揉。慧原本就相当炸裂的刺猬头瞬间化身海胆头。混蛋，给我放手啊！福黑慧挣扎着，虽然这点力气对福黑慎儿完全没用，这种感觉真不错啊。福黑慎儿想到，不自觉地笑出了声。福黑慧看到便宜老爸勾起的嘴角，整个人都愣住了。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老爸这该不会被人打傻了吧？随即只见福黑慎儿松开手，自顾自地走进房间，整个人侧卧在榻榻米上，朝福黑慧招手。喂，帮我拿瓶酒。滚！福黑慧冷哼一声，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福黑金美纪看了看福黑慧，又看了看福黑慎儿，最终他叹了口气，从冰箱里给福黑慎儿拿了一打啤酒。谢谢。面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福黑慎儿也不知道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才好。不过好在金美纪相当乖巧懂事，哪个父亲不稀罕这样的女儿呢？日子一天天过去，福黑慎儿就这么住了下来，整天就和儿子斗斗嘴，和女儿聊聊天，有时心血来潮还会做饭，甚至连以前最喜欢的赌博都戒掉了。而福黑慧和福黑金美纪也从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现在已经完全适应多了一个父亲的生活。这天，福黑慧照例推开门，收拾福黑慎儿喝完的易拉罐。突然，他在福黑慎儿身上看到了奇怪的东西，好像是一只黑紫色的大肉虫，就这么缠在福黑慎儿的身上。福黑慧愣了片刻，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揉了揉眼睛，定神看去，感受到身后明晃晃的视线，福黑慎儿有些奇怪的转身。怎么了？你身上？福黑慧指着咒灵丑宝，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福黑慎儿眉头一挑，指了指丑宝。你是说这个？福黑慧瞪大双眼。啊，你也看得见吗？这是真的。见状，福黑慎儿咧嘴一笑，显然他已经知晓了儿子的情况。术士觉醒，看来有些事情你是时候知道了。金美纪，你进来一下。
虽然伏黑金美纪没有咒术天赋，但都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想藏是藏不住的。慎儿也并不介意让他知道这些。随后，伏黑慎儿向会合金美纪介绍起了咒力与术式。半晌，慎儿说完，拿起啤酒润了润有些干燥的舌头。正当他期待着儿子女儿的反应时，金美纪眨了眨眼睛：“爸爸，你发烧了吗？”好吧，这些事情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天方夜谭。然而伏黑会却沉默不语。要是没有看见丑宝，他也会以为自家老爹得了失心疯。但他看得见，甚至还能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丑宝的咒力。房间里有些退烧药，爸爸你等着，我去给你拿。慎儿捂着脸拦住金美纪。随后为了证明自己没疯，慎儿将他带到庭院，在他面前亲自展示了一番科幻般的操作。看着一蹦10几米的慎儿，金美纪这才相信。随后他两眼闪着小星星，那爸爸的实力在咒术界一定很强吧？爸爸你是做什么的？啊，我是术师杀，嗨嗨。看着纯真善良的女儿，伏黑慎儿急忙悬崖勒马。我算雇佣保镖吧？伏黑慎儿心虚道，随即又带着在女儿面前树立父亲形象的念头说道：至于实力嘛，我当然很强，咒术界能打赢我的不超过1掌之数。哇！金美纪露出崇拜的表情。一旁的伏黑会冷哼一声，嗤之以鼻道：前几天你可是鼻青脸肿的回来的，还说是工伤，分明是被人揍到丢了饭碗吧？伏黑慎儿翻了个白眼，那是遇到了3个人。你不是说你很厉害，能赢你的不过1掌之数吗？伏黑会打断道：难不成那3个人恰好就在那1掌之数中？伏黑慎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 TMD 还真是。第29章，领域展开，无量空处。眼见慎儿不说话，伏黑会不屑地别过头，果然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伏黑慎儿嘴角抽了抽，有些怀念伏黑会前几年还不会说话的日子。虽然慎儿自己带孩子也够抽象，拿俩胶带把还叼着奶嘴的慧慧往墙上一贴，就自顾自地看电视去了。算了算了，自己的重。伏黑慎儿挠了挠头，朝伏黑会招了招手：你觉醒的是什么术士？让我看看。半分钟后，哈！房间内传出伏黑慎儿不可思议的惊呼声：10影法！他儿子伏黑会觉醒的竟然是禅院家梦寐以求的10种影法术。怎么了？伏黑会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术士有多稀有强大，但他从慎儿的表情可以推断出应该不简单。伏黑慎儿眨了眨眼睛，表情恢复了平静。没什么，这术士还行，我试试能不能动用关系给你找个好老师。慎儿自己虽然够强，但他是天生没有咒力的天宇咒父，压根没办法教导伏黑会。等伏黑会和伏黑金美纪走出房间，伏黑慎儿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禅院家禅院直皮人的手机滴滴作响，看到来电人，禅院直皮人颇感意外。伏黑慎儿对于这个以一己之力屠戮半个禅院家的天宇暴君，禅院直皮人那是既恨又惋惜。偏偏他们禅院家还打不过人家，想要报仇报不了，想请人家回禅院又拉不下那个脸，人家也不愿意。好在禅院直皮人虽然也是老顽固，但在迂腐的禅院家还算相对开明，私底下跟慎儿还有联系。接通电话后，禅院直皮人笑道：慎儿，找我有什么事吗？伏黑慎儿淡淡道：是我儿子的事。哦，你儿子觉醒术士了吗？要卖的话按原先的价格10亿，我改变主意不打算卖了，特意跟你说一声。嘟！禅院直皮人看着挂断的电话，久久不能回神。那可是10亿，慎儿这家伙转性了。挂断直皮人的电话后，伏黑慎儿在通讯录里翻了翻，又找到一个命名为任务目标的号码。滴滴滴！身在高专的天内离子一愣，打开手机发现是个未知来电。莫西莫西，是新天内离子吗？是我，请问你是哪位？伏黑慎儿有些尴尬地摸了摸下巴，我是伏黑慎儿。天内离子顿时打断了慎儿，情绪激动地喊道：哈，你就是那个追杀我的混蛋，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闻言伏黑慎儿更尴尬了，这个嘛，我接受任务后就会对目标进行调查，所以尽管从5条泽3人那里得知这个叫伏黑慎儿的家伙已经改过自新，但天内离子对暗杀自己的杀手可没什么好感，所以呢，你这家伙找我什么事？伏黑慎儿深吸一口气，我没有5条泽他们的电话，所以想让你帮我转告他们。你找我帮忙？天内离子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拜托，大叔，1个月前你提着刀追着我砍，现在你要我帮你忙？1000万，成交。你帮我转告那3个家伙，就说我的儿子伏黑会觉醒了10影法术士，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当会的老师，教导他学习咒术，我交学费。就这个。伏黑慎儿想了想，摸了摸自己脸上的伤疤，再加一句：不要5条泽。挂了电话，天内离子想了想，决定去找5条悟。
不过显然，此时的五条悟并没有那个空闲，他正经历着他咒术师生涯最重要的一刻——开启领域。自从觉醒了反转术式后，他的实力就得到了全方位暴增。咒力量、咒力操控、术式，现在的他已经能做到全天自动开启无下限术式。但这还不够，当初在轰星宫外，他和夏油杰联手也没能打过哥哥五条泽，必须领悟领域展开。领域展开属于咒术的最强奥义，耗费巨量咒力在周围构筑出施加了术式的生的领域，同时发动施予领域的术式，获得必定命中的效果。五条悟相信，只要自己领悟了领域展开，将哥哥压在身下，不再是梦。抱着这样的信念，五条悟的精神高度集中，体内正反咒力诡异的交融又分离，无限循环着这一过程，奇异的波动不断扩大。某一时刻，五条悟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本能般举起右手，无名指与小指弯曲向掌心，中指弯曲附于食指背侧。此乃佛教密宗24诸天之一魔力之天印的一半。五条悟轻声开口，湛蓝的眸子闪烁着纯净通透的光芒。领域展开，无量空处。嗡！咒力汹涌而出，形成一个巨型黑色圆球，其内所有颜色、声音都不复存在，只有一个黑洞般的物质，仿佛永恒地伫立在这方天地。刹那间，五条悟的脑海中回馈了他这个领域的术式，将大量的垃圾信息强制灌输进敌人的脑海中，使其大脑宕机，只能痴呆地站在原地，什么也感受不到。这是一种恐怖的精神类术式。五条悟激动万分，牛逼，相当的牛逼！有了这个杀招，什么夏油杰，什么欧尼酱，都将是我五条悟大人的手下败将。呵呵呵呵呵！五条悟发出傻笑，解除领域后，屁颠屁颠地找夏油杰炫耀去了。第30章，领域展开，森罗万象。为什么要保护非咒术师？我们拼尽全力，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值得吗？夏油杰闭上双眼，看到的尽是盘星教那群人丑恶的嘴脸。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自从新疆体事件后，他总感觉心里没来由的迷茫，曾经坚定不移的信念，如今好似已经千疮百孔。呼！夏油杰长舒一口气，双手拍了拍脸颊，停止了胡思乱想。不管正确的道路究竟如何，实力才是践行理念最好的工具。夏油杰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体内的咒力开始翻涌。他能清晰地感知到某个特殊的临界点，达到那里，自己的术式将再一次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传说中由生得术士构筑的小世界领域展开。能完成这番壮举的咒术师，在时代长河中都留有威名。夏油杰自然也有这样的好胜心。咒力、咒灵、领域，脑海中不断闪过这些词，体内的咒力刹那间喷薄欲出。夏油杰猛地睁开双眼，双手自然而然地结出一个手印，食指、中指、无名指双双交错内附，拇指和小指合拢竖立，此乃摩诃魔鱼利罗岩印，又名孔雀大明王印。领域展开，森罗万象。正乐呵傻笑的五条悟突然感觉到一股庞大的咒力波动。当他瞬移来到夏油杰的住处时，立刻就看到了那个显眼的巨大黑色圆球，心情顿时不好了。他还没来得及在夏油杰面前炫耀呢，此刻领域之内宛如黑水的地面不断生出一只只咒灵，部分是夏油杰调伏过的咒灵，还有是他曾经见过却没有收服的咒灵。但靠着想象，夏油杰在这个领域之内轻松将它们复制了出来。紧接着，夏油杰脚下的黑水猛地拔地而起，将他整个人托举起来，随即形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座。夏油杰淡然地坐在王座之上，俯瞰着脚下密密麻麻的咒灵，宛如咒灵们的王者。领域术士是不耗费任何咒力，可以无限制造咒灵吗？而且这些咒灵可以看作我身体的一部分。夏油杰饶有兴趣地探索着自己领域的能力，不消耗咒力而无限制造咒灵，这个效果已经很惊艳了。但这些咒灵能看作他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效果的可塑性就相当大了。夏油杰能明显感觉到，他使用咒灵操术操控的咒灵，就像在指挥听话的宠物，两者是独立的个体。但眼下领域内这些咒灵却宛如他的手指，甚至于他们的大脑就像是自己大脑的外置扩容。正思忖这个能力的妙用时，领域外面突然响起五条悟的声音：“杰，听得到吗？”呜！夏油杰嘴角一勾，这不得在他面前炫耀一下，当即解除领域，微笑着朝五条悟招了招手：“哟，悟，你怎么来了？我在练习领域展开，有失远迎啊。”领域展开4个字，夏油杰特地提高了声调。五条悟脸皮抽搐：“臭屁什么？本大爷早就会了。”“啊，那你施展一下我看看。”“我刚刚施展过了，现在处于术式熔断期，不行就老老实实承认嘛，我又不会笑话你。”夏油杰摊了摊手，看得五条悟额头青筋暴起：“岂可休！你给我等着，等明天我冷却好了，施展领域吓死你！”
术式熔断是在解除领域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咒术师将无法使用生的术式，类似于发动机过热而有了冷却。在原剧情中，五条悟在和宿傩决战时，把自己的脑子烧掉，再用反转术式复原，类似于直接换了个发动机，从而成功卡 bug 刷新了冷却。但现在五条悟显然还没那么疯，所以他和其他咒术师和咒灵一样，领域展开一天只能使用一次。面对五条悟的腰战，夏油杰自然毫不迟疑的应允。看悟的态度，夏油杰知道对方肯定也领悟了领域展开，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既然如此，他也想知道两者的领域到底谁更强。待五条悟走出夏油杰的住处，迎面便碰上了天内离子。哟，离子！天内离子将伏黑甚尔的话告诉了五条悟。石影法。五条悟一时表情有些复杂。天内离子不解，怎么了？这个术士很强吗？确实很强，不过这不是强不强的问题。五条悟憋着笑，禅院家也真是够倒霉的，排挤没有咒力的甚尔，结果人家是实力爆表的天宇暴君，一番操作逼走了一个可以成为家族顶梁柱的强者，连带着拒绝了一个石影法传人，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估计以后要是再出现天宇咒父，禅院家再也不敢排挤了吧。五条悟要来甚尔的电话，决定好好栽培这个石影法传人。当然不是现在，五条悟自己还是个学生呢，怎么也要等伏黑会初中毕业，现在算是给他预定个高专的名额。次日，五条悟和夏油杰相对而立，两人眼中满是战意。下一刻，两人同时结出手印，领域展开，无量空处；领域展开，森罗万象。刹那间，两个领域开始不断对撞僵持，宛如两个角力的斗士分庭抗礼。五条悟摘下墨镜，露出苍蓝色的双眼。杰，我的领域术式是精神控制类，向对方强制灌输大量垃圾信息，使对方的大脑陷入宕机。术式公开，可以让咒术师的力量解除束缚，对术士具有强化作用。夏油杰挑了挑眉，听起来是种很特殊而且很强的术士。那当然，看招！不待夏油杰有所动作，五条悟立刻朝其发动了术式。第31章，五条泽的领域展开，庞大的信息流粗暴地灌进夏油杰的大脑。一瞬间，夏油杰就感觉自己头晕目眩，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与此同时，他领域内的所有咒灵就像突然被抽去了灵魂，瞬间化作黑水融入地面。这样的情形让五条悟越发肯定夏油杰已经中招，连领域内的术士都无法维持了。果然还是自己的领域术士更胜一筹。当然，五条悟有所收手，以夏油杰的程度，大概呆傻个2-3天就能恢复了。看着两眼无神呆在原地的夏油杰，五条悟嘴角露出猥琐的笑容。他从怀里掏出一支蜡笔，朝着夏油杰的脸伸出了邪恶的双手。是画个乌龟还是熊猫眼呢？要不画个刀疤？就在五条悟放松警惕时，仿佛痴呆的夏油杰双眼猛地闪过一丝灵动。突然，五条悟的身后赫然窜出一只章鱼咒灵，8只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五条悟牢牢束缚。借助领域的必中效果中和无下限术士，大意的五条悟当场中招。尽管以这只章鱼咒灵的实力，最多困住五条悟一瞬间，但眼疾手快的夏油杰已经趁着五条悟愣神的功夫，一把夺过他手里的蜡笔，然后刷刷几下，砰！章鱼咒灵炸成碎片，夏油杰却已经完成自己的杰作，并拉开了与五条悟的距离。五条悟看着不远处捂着嘴憋笑的夏油杰，黑着脸掏出镜子，只见他那张帅气的脸上出现了完全不搭调的眼影和腮红，就连嘴巴都被涂了个烈焰红唇。妩媚众生，人间尤物，辣眼睛，相当辣眼睛。夏油杰，噗哈哈哈哈！抱歉，噗嗤，我忍不住。去死吧，混蛋！两方领域又开始了碰撞，好在领域外壳内部相当坚固，将二人战斗的余波挡了下来，不然这下整个高专都要遭殃，叶娥正道估计也要被气得减寿。良久，领域解除。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后，五条悟和夏油杰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而五条悟也搞清楚了夏油杰能挡住无量空处的原因。夏油杰的领域展开，森罗万象，能制造出无数在灵魂意义上与他一体的咒灵，也就是说，在领域内，那些咒灵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五条悟在用无量空处的领域术士攻击夏油杰时，判定对象除了夏油杰，也包括了那些咒灵。那么夏油杰就可以用那些咒灵代替自己接受无量空处的攻击，甚至本质上来说，无量空处其实已经命中了他。可惜，虽然夏油杰与那些咒灵名为一体，但痛觉却是分离的，因此那些咒灵会消失，完全是脑子被无量空处烧坏了。而夏油杰的痴呆也是装的，就是为了骗五条悟放松警惕。五条悟挠了挠头，可恶啊！你竟然能让那些咒灵代替自己承受我的领域攻击，这能力不是天克我吗？夏油杰耸肩，
哪有？你的无量空处可是能够持续不断的输出垃圾信息，我只能一刻不停的制造出咒灵代替我承受攻击。这么来看的话，你我的领域只能说是互相掣肘，无限僵持。五条悟突然起身，对了杰，你说哥哥他领悟领域展开了吗？夏油杰愣了愣，这个说不准，不过我们两个都领悟了，则他想必也差不多吧。五条悟立刻激动道，那我们得赶紧趁着哥哥他还没领悟前，好好教训他一顿啊。夏油杰挥了挥手，那么无聊的事情谁会去做啊？五条悟眯着眼睛，杰，你好好想象一下，我的无量空处可以让哥哥他定在原地，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夏油杰耳朵一动，五条悟趁热打铁，到时候你可以用章鱼咒灵把他吊起来，合作愉快。夏油杰握住五条悟的手，两人此刻的眼神坚定的能入党。次日，两人刚过术士熔断期，马不停蹄的便来到五条泽的住处。欧尼酱，大人在吗？咯吱，五条泽满脸嫌弃的看着嬉皮笑脸的五条悟，有屁快放。五条悟嘿嘿一笑，哥哥，我和姐感觉最近有些懈怠修行，所以过来找你切磋切磋。五条泽有些奇怪，你俩皮痒了？五条悟和夏油杰笑而不语。看到这反应，五条泽顿时知道两人没憋好屁，该不会……说起来，时间线确实差不多。五条泽眼中闪着幽光，看得五条悟和夏油杰有些心虚的别过头。喂，欧尼酱，你该不会是怕了吧？五条悟使出了拙劣的激将法，但身为好哥哥的五条泽怎么能不宠一下这个傻弟弟呢？好吧，你们跟我来。五条泽转身走向演练场，身后的五条悟和夏油杰对视一眼，露出得逞的笑容。演练场内，五条泽负手而立，来吧，你们两个家伙，看我不揍扁你们。哦，是吗？五条悟和夏油杰相视一笑，同时结出手印。领域展开，无量空处。领域展开，森罗万象。果然，五条泽来不及惊讶，就被拉入了两人的领域之内。左边是神秘幽深的黑洞，右边是咒灵满地的王座。五条泽夹在两方领域之间，无奈地看着得意的两人。五条悟激动地张开双臂，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杰，欧尼酱大人，感受绝望吧。夏油杰虽然收敛了笑意，但摩拳擦掌的模样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杰，我先将哥哥定住，你再用咒灵把他吊起来。没问题。两人正要动手，五条泽捂脸，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两人。喂，你们挑衅我的底气就是领域展开，是你们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闻言，五条悟和夏油杰心里陡然一跳，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快动手！两人火急火燎地发动了术式，生怕晚一秒就会出现什么意外。只见这时，五条泽的两手做出一个奇异的动作，右手屈握为拳置于腰间，左手无名指与小指弯曲置于掌心，剩下三指各自竖立朝天，此为大自在天印。五条泽睁开苍蓝色的眸子，空灵的吟唱如梵音般传开。领域展开，无尘之地。第32章七海剑人与灰原熊。耀眼的光芒以五条泽为原点，朝着四周扩散。五条悟和夏油杰差点被这晃眼的光芒闪瞎了眼睛，而随着光芒的范围逐渐增大，两人原有的领域竟然在肉眼可见的消散。五条悟和夏油杰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领域对撞中能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两者的领域不在一个次元，一方领域的强度和等级都碾压了另外一方，就像五条悟和虎宝；还有一种就是对方领域的效果恰好完全克制了另一方，就好像血碰到了热水，哪怕两者领域的强度差距不大，依旧会出现摧枯拉朽般的碾压。三人中，五条泽确实是最强的，但五条悟和夏油杰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所以很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但问题是，五条悟和夏油杰的领域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五条泽的领域效果是个什么鬼？竟然能同时完克两人！很快，强光散去，待五条悟和夏油杰再睁开眼时，眼前美丽的景色让两人一阵恍惚。天上是明媚湛蓝的天空和无比绚丽的彩云，没有太阳却形如白昼。脚下则仿佛是一面望不到边的镜子，反射着天空那纯净圣洁的美景。天空之镜。相比起来，五条悟和夏油杰的领域显得有些阴森恐怖，五条泽的领域在颜值上绝对算是碾压了。两人一阵惊叹，随即便发现五条泽站在不远处，笑呵呵地看着他们。五条悟有些恼怒地揪了揪头发，哥哥你怎么也领悟领域展开了呀？夏油杰则更关心五条泽领域的术式效果。五条泽摸了摸下巴，这个嘛，你们尝试使用术式看看。闻言，五条悟和夏油杰刚想施展术式，却是齐齐一愣，他们赫然发现体内竟然没有丝毫咒力，真的一滴也没有了。现在的他们除了超越常人的肉体和体术外，跟普通人无异。两人有些惊愕，这是什么情况？
五条则解释道：“我的领域展开名为无尘之地，术式效果是领域内剥夺对方的一切咒力。”诚然，五条则的术式和五条悟相同，要是朝着无量空处的方向探索，他能省很多功夫。但显然，五条则更想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现在看来，他做到了，而且超过了他自己的预期。什么？五条悟和夏油杰听了都有些震惊。夏油杰捏着下巴沉思道：“难怪则的领域可以同时克制我和悟的领域，原来是这样。无尘之地强行剥夺一切咒力，这个能力别说无量空处和森罗万象，恐怕对于任何领域都存在压制效果。要知道，咒力是一切咒术的源头，生得术士、反转术士、领域展开等等，全都是由咒力催动的。没有了这根本的燃料，哪怕再强的术士也没有用武之地，宛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时，夏油杰突然想到了什么。要是这样的话，无尘之地对伏黑圣尔那种人岂不是没有任何作用？天宇咒父天生就没有一丝咒力，取而代之的是强悍到极致的肉体，自然也就不存在咒力被剥夺的情况。五条则点点头，说的没错，不过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术士。再说，这世上又能有几个伏黑圣尔？五条悟耳朵动了动，凑到夏油杰耳边轻声道：“杰，要不下次我们把圣尔叫来。”砰！五条则突然出现在五条悟的身后，狠狠给了他一个大逼兜。我愚蠢的敖豆豆哟，在这个领域内，我只说会剥夺对方的咒力，又没说我不可以使用咒力。五条悟捂着脑袋蹲在地上，发出委屈悲鸣声。东京高专，一个金发面瘫少年面对着五条则三人，认真的做着自我介绍：“三位前辈好，我是今年的高专新生，名叫七海剑人。生得术士是实化咒法，可以在目标物上画出7:3的比例，从而强行制造出弱点。”自我介绍完，七海剑人抬手打量着眼前的三人。六眼双子，咒灵操术，号称咒术界最强的三人，4大特级咒术师之三，各种响亮的名号，饶是七海剑人也不禁好奇和憧憬。不过很快，他的憧憬就化为泡影。五条悟饶有兴趣地看着七海的头发，金色头发哎，你是混血吗？是的，我的祖父是丹麦人。夏油杰摸了摸下巴，那个，请问你是面瘫吗？不是，我生平不爱笑。五条则看了看七海的资料，在此之前就有过浮除咒灵的记录。你已经是3级咒术师了吗？七海内心一喜，终于提到有关咒术的话题了，总算还有个靠谱的前辈。是的，五条则前辈，3个月前我单独浮除了一只2级咒灵，此外还有若干3级咒灵。很能干吗？过奖了。正好，我这里有些浮除3级咒灵的任务。夏油杰愣住，这是学院分配给你的任务吧？五条则认真道：“我这不是锻炼新人吗？你就是想偷懒吧？把刚入学的晚辈拉来给自己干活，太没有前辈的觉悟了。诽谤啊！你诽谤我呀！小心我告你诽谤啊！”一脸黑线的娜娜米举起手：“五条则前辈，这算加班吧？我讨厌加班。”五条则一脸理所当然：“我不给加班费，就不算加班了。”5分钟后，七海剑人走出会议室，表情复杂。外面等候许久的灰原雄立刻迎了上去：“娜娜米，怎么样？传说中的最强3人组很帅吧？”七海剑人眼角抽了抽，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闻言，灰原雄更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一睹3位特级咒术师的风采。会议室内，灰原雄热情的做着自我介绍，满眼小星星的看着五条则3人，那模样像极了追星族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偶像。3位前辈好，我叫灰原雄，生得术士是增幅咒法，效果是身处于以我为中心的方圆3米内，同伴的术士威力会得到翻倍增幅。半晌，灰原雄走出会议室。七海剑人看着灰原雄一如既往灿烂如小太阳的笑容，心里不禁生出这么一个念头：那3个人该不会对待灰原就很正常，轮到我就拿我开涮吧。第33章，迷惘的夏油杰。灯红酒绿的东京大街上，夏油杰独自一人穿梭在人群中。杰，我看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的，别太拼命了啊，久违的给自己放个假吧。耳边回想起叶娥老师的话，夏油杰叹了口气，有些烦躁的揉了揉头发。突然他停下了脚步，侧头看向幽暗的巷子，咒灵的味道。夏油杰抬脚走进巷子，身影逐渐被黑暗和阴影笼罩。走着走着，巷子尽头传来男人的咒骂和女人的哭喊：“你个臭婊子，欠老子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对不起，再给我1个月时间，我一定连本带利还上。老大，毒虫的话都是扯淡，我看这臭婊子还有点姿色，要不干脆卖进窑子，收回点本算了。”哐当，角落突然传来易拉罐的声响。夏油杰从黑暗中走出，面无表情地扫了在场的人一眼。3男1女，持刀的刀疤脸身后跟着2个染发小弟，被逼债的女人表情惊恐，脸色憔悴。夏油杰注意到女人手臂上有针孔，
还有他时不时下意识抽鼻子的动作。喂，小子，你谁啊？刀疤脸将刀对着夏油杰，同时努嘴示意小弟上前。旁边的黄毛嘿嘿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蝴蝶刀，在夏油杰身前耍了2下。喂，小子，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夏油杰深吸一口气，耐着性子道：请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有危险。啊，你小子是不是喝多了？这家伙该不是刚上岗的警察小哥吧？喂，祥太，对警官要有礼貌啊！几人肆无忌惮地调笑着，丝毫没注意到身后墙上的阴影正在扭曲变形。夏油杰两眼无神的呢喃道：我们咒术师豁出性命战斗，就是为了保护这种人吗？喂，你小子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赶快把钱交出来，否则我可要吃！没有皮肤毛发，全身惨白，四肢细长，整张脸上只有一张如鲜花绽放、布满利齿的大嘴。此刻，这头咒灵从墙上跳下，一头便将刀疤脸整个吞下。临死之际，普通人也是能看到咒灵的。此刻，2个染发小弟和那个吸毒女被吓得连滚带爬。怪物啊！3人还没跑出2步，咒灵锋利细长的爪子瞬间将他们钉死在地上。整个过程，夏油杰都冷眼旁观。咒术师保护非咒术师，这本该是他的信念，但此时此刻，他没有任何出手保护这几人的欲望。等到3人咽气，咒灵抬头，没有双眼的脸却好似将视线投向了夏油杰。好，吵死了！夏油杰冷冷道，挥了挥手，这只1级咒灵身上便像是燃起了蓝色的火焰，身躯化作飞灰，咒力盘旋着在夏油杰掌心形成一个发光的小球。夏油杰身后的空间裂出一道口子，一只咒灵的手伸了出来，手上还提着一罐蜂蜜。夏油杰伸手去拿蜂蜜，突然愣了愣，将咒灵的手罩了回去。他看着手中的咒灵球，犹豫片刻后一口吞了下去。哦，熟悉的味道，就像是擦拭呕吐物的抹布一样恶心。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夏油杰的身上，身心俱疲的他坐在长椅上，享受着惬意的午后。夏油前辈，哦，是灰原啊。面对这个始终热情开朗的后辈，夏油杰露出了难得的微笑。虽然对方性格大大咧咧的，但正是这种满怀激情的生活态度，才让夏油杰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意义。要喝点什么吗？既然有荣幸让前辈请客，那就可乐吧。夏油杰无奈的挠挠头，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我只是个高你1届的学长而已。不对，灰原雄高声道，夏油杰前辈年纪轻轻就是特级咒术师，拥有最强3人组的称号，是我们所有咒术师的标杆。虽然灰原雄对最强3人组中的5条泽和5条悟也很尊敬，但他最佩服的还是非咒术师家族出身的夏油杰。听到灰原雄的称赞，饶是夏油杰也有些汗颜。我可没那么伟大。对了，前辈，明天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任务。是吗？那就麻烦你带点土特产回来吧。前辈喜欢什么口味的土特产？咸的还是甜的？夏油杰捏着下巴，泽和悟说不定也想要。我的话是喜欢咸的，那就多带一点吧。好的，前辈。话说咒术师的工作还顺利吗？有没有感觉太辛苦之类的？灰原雄拄着下巴，以我简单的大脑，不是很擅长思考这些问题。不过，灰原雄露出阳光的笑容，朝自己伸出大拇指，全力以赴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感觉很棒。2人聊天时，一个身材火辣的金发美女突然出现。哟，好久不见了姐，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夏油杰捂了捂脸，拜托不要在高专里问这种奇怪的问题。灰原雄倒是相当诚恳，举手认真道，我喜欢能吃的女生。那个灰原，怎么了前辈？没什么。夏油杰有些无语的看着这个单纯的后辈。呀，我还有事，前辈我先告辞了。灰原雄看了眼时间，风风火火的离开了。哈哈，还真是有活力啊。99游击看着灰原雄的背影点点头，还真是个坦率的家伙。我倒觉得身为咒术师应该学学怀疑别人。夏油杰有些无奈，转头看向99游击，对了，这次你回学院干什么？99游击翘着2郎腿，当然是正事，我要找5条泽。正事？夏油杰一脸嫌弃，明明身为特级咒术师，却完全不接任务，只知道在国外游手好闲的废物有资格说这2个字。99游击脸色一黑，喂，你这家伙说话真是不留情面啊！说着，他往椅子上一躺，画风顿时变成了 Q 版。我最讨厌高专了，闹别扭了。不，开玩笑的，我只是跟高层的理念不合，相对于高专的对症下药，我所做的是对阴下药，解决咒灵问题的根源。夏油杰抬起头，露出感兴趣的表情。对阴下药？什么意思啊？99游击语出惊人，并非像你们一样扶除咒灵，而是创造一个没有咒灵的世界。第34章
99游击的猜想。夏油杰一脸的不可思议，创造一个没有咒灵的世界，那种事怎么可能啊？99游击露出神秘的笑容，就让我给你上一课吧。咒灵的根源是咒力，普通人类无法控制体内的咒力外泄，这些咒力久而久之便会转化为咒灵。既然如此，想要创造没有咒灵的世界，应该从普通人着手。方案一，消除世上所有咒力。当人类不再产生咒力后，也就不会再诞生新的咒灵。具体例子可以参考天宇咒符。方案二，让所有人类都学会控制咒力，也就是成为咒术师，这样就不会有咒力外泄。99游击侃侃而谈，一旁的夏油杰却突然轻声道：“还有第三种方案，杀死所有非咒术师。”99游击一愣，随即笑了笑，这种方法似乎也行得通。与其说行得通，倒不如说这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像自然界一样，适者生存。不过我们可没那么疯狂。不行哦！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二人转过头，只见五条则叼着棒棒糖走上前：“你们两个家伙是白痴吗？杀死所有非咒术师听起来简单，但之后呢？咒术师和咒术师就不会生出非咒术师了吗？反之亦然。就像杰，你的父母都是非咒术师，却能生出你这样的咒术师，这种事情完全就是基因概率嘛。因此，哪怕杀死了现存的所有非咒术师，以后也会诞生新的非咒术师，咒灵的世界依旧会存在。更何况，咒术师只占人类的一小部分，非咒术师才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主要群体。小到衣食住行，大到飞机火车，几乎都是非咒术师创造的文明。杀光他们，剩下的人当野人住山里吗？”五条则的一番话顿时让两人呆住。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五条则注意到夏油杰眼中的光芒也肉眼可见的消散，随即五条则看向99游击：“所以呢，你这家伙来找我干嘛？”99游击嘿嘿一笑：“这个先不谈。五条君，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五条则顿了顿：“这个嘛，小家碧玉，善解人意，比较会照顾人，比如医生什么的。”夏油杰歪着头：“就是萧子那种类型的对吧？”“闭嘴呀，杰！信不信我在群里公开你的丑照？”一想到曾经在漫展上穿着猫娘女仆装的自己，夏油杰明智的闭上了嘴。哦对了，刚刚灰原是不是来过？刚走。五条则眉头一挑：“我还有事找他，先告辞了。”99游击连忙跟上去：“喂，等等，五条君，你的领域是消除咒力对吧？我有个实验。”夏油杰看着离去的两人，淡淡的呼出一口气：“行不通吗？”北海道土地神2级咒灵。七海见人看着手里的资料，取出缠着咒符的短刀。一旁的灰原雄摩拳擦掌：“娜娜米，2级咒灵一定很厉害吧？”虽然同为3级咒术师，但灰原雄的术式是辅助型，并未交手过2级咒灵。七海见人点了点头：“比3级咒灵强很多，我当初也是侥幸才能扶除一只2级咒灵。”灰原雄傻眼：“啊，那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会不会太勉强了？”七海挥了挥手中的短刀：“忘了告诉你，我晋升2级咒术师了。”哎！灰原雄大吃一惊：“什么时候的事？”2天前。灰原雄一边为七海感到高兴，一边又有些垂头丧气：“啊呀，娜娜米，你说我什么时候也能晋升2级啊？”七海想了想，战斗型辅助术士很少见，评级晋升都是很困难的。你的增幅咒法跟歌姬前辈的术士咏唱巫女类似。现在3年级歌姬前辈是2级咒术师，灰原你的话，晋升2级大概要等到毕业吧。谢谢你的鼓励，娜娜米。好了，接下来该工作了。按照辅助监督送来的情报，土地神应该是2级咒灵里较弱的存在，快点孵出回高专，我可不想加班。七海带着灰原雄走进一座废弃庙宇，浓烈的咒力令两人感到有些不适。七海扫了一眼，突然转身大喊：“快跑！”随即拉着灰原雄就往外跑。怎么了？灰原雄完全搞不清状况。七海见人，额头冷汗直冒。刚刚我只扫了一眼，就发现了2只2级咒灵。按照咒灵的聚居习性，如果这个庙宇是土地神的盘踞点，那它绝不可能只是2级咒灵，至少是1级。1级咒灵，这绝不是我们能对付的。灰原雄听完也是一阵后怕。两人慌不择路地逃出庙宇，刚要松一口气，地面突然震动起来，轰隆隆。紧接着，在两人惊恐的眼神中，那座庙宇突破地面，拔地而起。待烟尘散去，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七海两人。入眼是一头庞大无比的咒灵，那座庙宇竟然只是他头顶的冠饰。这体型，这气息，不仅是1级咒灵，而且是1级咒灵中的佼佼者。七海咽了咽口水，看来任务部的人只探查了土地庙，根本想不到土地神的本体藏在地底。此刻面对眼前2只小蚂蚁，土地神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随即地面如同活过来一般，生长出无数的地刺，锋利的尖端朝两人刺出，密密麻麻，避无可避。岂可休！在这强大的攻击下，
七海和灰原雄的心中充斥着无力。术式反转，呵！突然，一道红色光球如炮弹般射出，土地神庞大的身躯瞬间炸开一个大洞，大半个身子化作齑粉。五条泽前辈！灰原雄看着空中突然出现的身影，崇拜地高呼起来：“一击秒杀，这就是特级咒术师吗？”七海看着缓缓倒地的土地神，第一次觉得这个不靠谱的前辈这么靠谱。第35章，菜菜子与美美子。当时情况相当危急，然后五条泽前辈就突然出现在空中，一击就把那个咒灵打倒了。还好有五条泽前辈在，不然我和七海凶多吉少。灰原雄在夏油杰面前龙飞凤舞地描述着当时的场景。那，夏油前辈，你也能做到那个程度吗？夏油杰摸了摸鼻子，差不多吧。果然不愧是夏油前辈。哦，对了，这是您拜托我的土特产。灰原，该去上交任务报告了。七海朝灰原说道，见到夏油杰也在时，上前打了个招呼：“夏油前辈。”夏油杰笑着挥了挥手，算作回应，随后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陷入沉思。差点就死了吗？这次是幸运女神的眷顾，下次呢？下次呢？名为术士的马拉松比赛，尽头是堆积如山的伙伴尸体。咒灵这种东西，即使消灭也无法根除，人类的贪婪和恐惧是没有止境的。正想得出神时，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夏油杰惊醒，抬头发现是五条泽，才松了口气。喂，不要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啊，会吓死人的。五条泽笑了笑，分明是你这家伙放松警惕了吧？想什么事情这么走神？夏油杰顿了顿，试探地问道：“你觉得我们的做法真的正确吗？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贪婪和恐惧永无止境，咒灵也永远不会消失。咒术师这条道路，最后除了同伴的尸体，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个吗？”五条泽一屁股坐在夏油杰身旁。那照你说的，50亿年后太阳就会爆炸，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尘归尘，土归土。既然迟早都要湮灭，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么大家干脆都摆烂好了。夏油杰嘴角一抽，我倒也不是那个意思。说真的，你为什么要做咒术师？五条泽有些汗流浃背。穿越到五条家，还成了六眼，我不想当咒术师也不可能啊。不过经过这些年的时光洗礼，五条泽已经完全接受了这里的生活。非要说的话，路边的便利店，银座的电影院，秋叶原的漫展 ，AKB48。喂，就只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小玩意儿吗？夏油杰一脸不解。杰，你总说咒术师应该保护非咒术师，甚至因此丢掉性命，就好像这是什么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是啊，我与咒灵战斗其实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生活在这里，所以我不允许有东西破坏它。你觉得灰原雄做咒术师是因为要担负保护弱者的责任吗？不是，而是因为保护弱者这个举动是他自己的热爱，所以本质上讲，他也是为了自己而活。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令夏油杰迷惘，按照原剧情，七海剑人也曾深深怀疑过自己所做的有何意义。后来高专一毕业，他就辞去了咒术师的工作，抛下保护弱者的责任，去一家公司当了社畜。后来在明悟自己内心后，才又回到了咒术师的行列。所以其实咒术师要不要承担起这份责任，是有选择的自由的。五条则转头看向夏油杰，那么抛却保护弱者的枷锁，杰你成为咒术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泽的一番话让杰顿时愣在了原地。他开始扪心自问，自己成为咒术师到底是为了什么？保护弱者，那好像只是自己从小耳濡目染的咒术师教条，而非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一时间，夏油杰更迷茫了，甚至莫名其妙的有些烦躁。滴滴滴，突然，夏油杰的电话响了。他掏出手机，那头传来任务部的声音：“夏油先生，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地点是个偏远山区。”五条则耳朵一动，侧耳偷听到了任务地点。好，我马上去。夏油杰叹了口气，转头对五条则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我先去忙了。五条则点点头，看着夏油杰逐渐远去的背影，有些头疼的抓了抓头发。要不要告诉雾呢？东京郊外香根县一处偏远山区，怪物，2个怪物，和你们的父母一样的怪物，就应该趁你们当初还是1、2的时候杀了你们。我家孩子都因为你们差点死了，不能让你们继续作恶了。夏油杰忽视了村民们的口诛笔伐，面无表情地顶着笼子里瑟瑟发抖的2个小女孩，衣衫破旧，面黄肌瘦，身上满是被虐待的血痕。这2人就是家长菜菜子和家长美美子。村长在夏油杰身旁大声道：“夏油先生，就是这2个怪物，他们2个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之后我们村子就天天发生奇怪的事情，死了疯了好几个人。”偏远山区的村民显然还保留着些许封建迷信，在他们看来，行为举止怪异的家长菜菜子和家长美美子就是导致诡异频发的元凶。然而夏油杰作为咒术师，一眼就看出了端倪。2个出生在偏远山区拥有咒术天赋的孩子，这种事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呀。
结合村民们讲述的细节，还有2个小女孩的细微的动作和眼神，夏油杰毫不费力地将事情原委推敲了出来。觉醒了术士才能的2人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咒灵，善良的2人决定发挥体内觉醒的力量帮助村民。结果是因为力量太弱，非但没有付出咒灵，2人反常的举动反而引起了村民们的怀疑和敌视。眼前是蜷缩在一起互相依偎的2姐妹，耳边是村民们喋喋不休不堪入耳的咒骂。保护弱者，到底谁才是弱者？创造没有咒灵的世界，杀光所有非咒术师。此刻的夏油杰心里没有半点这些想法，他现在只是很愤怒，只想杀人。那个夏油杰突然转头，微笑着对村长说道：“我发现了一些情况，我们去外面聊聊。”第36章，跟我打一架吧。咚！夏油杰关上了大门，不知为何，他不想让那2姐妹看到接下来血腥的一幕。呼！夏油杰深深吐出一口气，在寒冷的夜里凝结成白雾。那个夏油先生，到底有什么事？夏油杰撩开额头的一撮刘海，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一众村民。没事，就是你们要死了。话音落下，在村民们惊恐的眼神中，夏油杰身后的空间裂开，无数狰狞恐怖的咒灵爬了出来。怪物啊！救命啊！快跑！快跑！人群尖叫着，作鸟兽散，恨不得多长2条腿。然而夏油杰站在原地没有动作，而是看向某处阴影。别藏了！五条则从阴影中走出，悻悻地挠了挠头，这都被你发现了。夏油杰嘴角扯出一抹笑意，我们是挚友吗？你的咒力气息我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要拦我吗？五条则摊了摊手，那还用说。唉，夏油杰叹了口气，有些头疼地揉了揉额头。突然间他抬起头，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我其实一直都很想知道，我跟你到底有多大的差距，跟我打一架吧。五条则嘴角带着笑意，最后别哭鼻子了。五条则知道，在他的引导下，夏油杰已经知道杀光非咒术师，从而创造没有咒灵的世界，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但夏油杰依旧选择大开杀戒，这显然已经不是为了什么大义，更多的是一种发泄。既然如此，就让自己用这双拳头打醒这个家伙好了。术士反转，无数的咒灵宛如蜂群一般扑向五条则。夏油杰完全没有掩饰的想法，加上刚刚经历生死，村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这些怪物的身影，一个个吓得有多远跑多远。术士反转，强大的斥力将咒灵们挤压成碎块，造成的动静将周围的房屋摧毁殆尽。融灵！夏油杰一声怒喝，数十条红龙逐渐融合成一头超大型红龙。新招式吗？五条则惊异，随即反手就是一发喝射了出去。吼！超大型红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硕大的龙尾如同鞭子一般甩出，与鹤狠狠撞在了一起。砰！鹤竟然被红龙的尾巴抽飞了出去，撞在了远处的大山上。顿时大半个山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圆形缺口。将鹤抽飞的超大型红龙也不好受，整条尾巴都残破不堪。但夏油杰只是一挥手，数条红龙钻进超大型红龙的体内融合，残破的尾巴顿时恢复如初。有意思，那这个呢？九罡偏光，乌语声鸣。表里之间，伴随着五条则的吟唱，苍与鹤融合成紫色的光球。虚势此假想质量带来的恐怖动能，同时兼具引力和斥力的撕扯。这一击的光球强大，让夏油杰不禁惊叹连连。不愧是则，同样的词比雾施展出来的强多了。阿秋，高砖内正在蹲坑的五条悟没来由的打了个喷嚏。此刻面对则的词，夏油杰拼尽全力制造着红龙，无数的红龙前仆后继地钻进超大型红龙的体内与其融合。超大型红龙的体型虽然没有继续增大，但蕴含的咒力量和硬度却呈指数上升。终于，超大型红龙猛地咆哮一声，张大嘴巴一口将雌吞了进去。然而这并未结束，只见吞噬了雌的红龙像是吃了什么毒药，痛苦的扭动，整个身躯不断增大。最终砰的一声，红龙炸成碎片，满天的紫色血雨倾盆而下。勉强挡住了吗？五条则有些惊讶于夏油杰的进步。不过如果是这样还不够哦。砰！五条则笑着挡住了夏油杰的一击。后者趁着场面混乱突然近身，游云砸在五条则的手臂上，发出轰鸣。感受到些许的疼痛，五条则笑道：攻击突破了我的无下限术式，是我教你的领域展延吗？还有这把特级咒具游云。夏油杰打断道：游云的欠款我可已经付清了。我那可是给你打折了。五条则稍稍后退，躲开了夏油杰接下来的攻击。竟然跟我比拼体术，我现在再给你打一次折，骨折。真五流，
2日一晒，砰砰砰，两人的速度快到惊人，在空中留下一道道看不清的残影，火花迸溅，撞击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再快点，再快点，姐，你就这个程度吗？夏油杰咬着牙，挥舞着游云。然而在体术这块，他和五条悟两个人加起来都不是五条泽的对手。混蛋，少瞧不起人！夏油杰一声怒喝，开始爆种，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这大喊一声就能超越极限的动漫设定，真得很让人出戏。五条泽一脸黑线，一记黑闪强行打断了夏油杰的开挂行为。夏油杰稳住身形，同样以一记黑闪回应。随后，寻常咒术师求之不得的黑闪被两人当成平 A 一般疯狂倾泻。不知对轰了多久，夏油杰额头渗出汗水，眼神也开始恍惚。反观五条泽，依旧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出手的频率都没有变过。体术还是比不过你啊！夏油杰一击不中，立刻拉开距离，收起游云，两手结印。五条泽不解，领域展开吗？你应该清楚，你完全没有胜算。夏油杰大笑道：不试试怎么知道呢？领域展开，森罗万象。五条泽眼一凝，同样双手结印。领域展开，无尘之地。下一刻，两方领域对撞在一起，而不出所料的，效果克制森罗万象的无尘之地，在一开始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可恶，给我撑住！夏油杰咬紧牙关，咒力最大功率输出维持领域，耗费全部心神的他，甚至都没余力在领域内制造出一只咒灵。五条泽看着夏油杰的身影，温和的开口：杰，可以了。刹那间，无尘之地的光芒如同太阳般耀眼。夏油杰眼睁睁地看着森罗万象一点点消失，即使他拼尽全力，也无法延缓其消散速度。终于，无尘之地的光芒笼罩了夏油杰，刺眼的白光让他不禁闭上了双眼。还是输了吗？第37章，杰，去寻找活着的意义吧。领域的黑色外壳散去，深坑内，一身狼狈的夏油杰躺在地上，望着繁星点缀的夜空出神。五条泽见状走上前，躺在夏油杰身旁，两手撑着后脑勺，两人都没有说话，望着星空发着呆。晚间的冷风撩起发梢，钻进袖子，带来一丝凉意。泽，你说咒术师存在得意义是什么？夏油杰突然开口问道。五条泽笑了笑，咒术师存在得意义？哪有那种东西？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职业，跟司机、医生什么的差不多。想要找寻存在的意义，目标应该是身为咒术师的个体，而答案也该是千奇百怪的。这样吗？夏油杰呼出一口气，有些失望的笑道：一直以来，将保护弱者刻在骨子里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啊！我只是给自己施下了一个诅咒而已。呆居又不，你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实在迷茫了，大不了混吃等死了。夏油杰苦笑着挠挠头，片刻后突然询问：话说，我有件事没搞明白。什么？当初在面对盘星教那群人时，你丝毫没有犹豫就将他们全部杀掉，可现在为什么会选择保护这些村民？按照你的话，渣子就该下地狱，这些人也算吧。五条则翻了个白眼，有的时候我真受够了你和我两个小孩子智商啊。这样吧，你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村子的其中一员，同他们一样看不见咒灵。某天村子里发生了怪事，因此疯了甚至死了几个人，村子里爆发了恐慌，而你也担忧着厄运哪天会不会降临到你的家人、朋友甚至你自己。而这个时候，你们发现每次怪事发生的现场都有两个小女孩，并且她们的举动还很是怪异。那么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夏油杰有些愣神地摸了摸下巴，这个大概会觉得跟他们有关系吧。五条则摊了摊手，你看，设身处地的假设下，连你都这么觉得，更何况这些偏远山区受教育程度低的村民。夏油杰恼怒，那他们就可以虐待那对姐妹吗？人性就是这样，害怕未知，所以会尽可能想要去抹除未知。五条则环顾四周，因为战斗的结束，许多村民已经壮着胆子跑了回来，在阴影中偷窥着二人。我承认这些村民的行为很恶劣，但那源自于无知，源自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所以他们最多是蠢货。而盘星教那些人，他们是完全清楚咒术的存在的，也知道天元与星浆体的关系，但即便如此，他们依旧选择杀死一个无辜的女孩。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却依旧选择了愚昧和迂腐，这才叫渣子。蠢货和渣子的区别就是这样，前者尚且可怜可恨，但不一定该死，后者却是真正的无可救药。夏油杰沉默不语，良久才无奈地叹了口气。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是你考虑问题确实比我更长远深刻。好了，五条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我们两个的大战可是丝毫没有避着这些村民，回去得写检讨报告了。还有你，姐，光明正大的威胁杀掉这些村民，给我好好道个歉。夏油杰眼角一抽，
嗨嗨！啪！一块石头砸了过来，在撞到五条泽的无限后，又弹飞了出去。你们两个怪物，滚出我们的村子！村长拄着拐杖大吼。五条泽脸一黑，那个杰呀，道歉就不用了，还有我刚刚的话要再加上一句：蠢货虽然不一定该死，但一定该锤。术式顺转，苍！紧接着，100来号村民惊恐看着自己的双脚离开地面，并急速升天。在地面的房屋都缩小成一个点后，声力突然消失，村民们开始了自由落体。村民们惊恐的尖叫，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临近落地，那股声力又逐渐出现，随即开始了下一个来回。看着玩嗨了的五条泽，夏油杰捂脸，明显你比我更恶劣吧？那个，耳边传来柔柔弱弱的声音。夏油杰转头一看，那2个被虐待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蹲在他身旁。其中一个棕黄色头发的小女孩拿出一块破旧的手帕，擦拭着夏油杰脸上的伤口。谢谢。不客气。家常菜菜子看向玩得不亦乐乎的五条泽，那个，你们也是怪物吗？怪物。夏油杰缓缓起身，温和地揉了揉菜菜子和美美子的头发。与此同时，反转术式发动，2人身上的伤痕顿时消失不见。我们可不是怪物哦，我们是咒术师。菜菜子和美美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好厉害，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吗？可以的。夏油杰像是卸下了心中的担子，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以后我来教你们吧。五条泽到。五条泽心虚地举起手，森赛，我知道错了。叶娥正道黑着脸送出一拳，五条泽头上顿时升起一个冒烟的红色大包。100多位村民，你把他们抛到空中蹦极，足足闹了半个钟头。50多人吓晕进了医院，30多人吓出了恐高症，剩下的全吓尿了，还有10几位老人突发了心脏病。我那不是用反转术式治疗了吗？你这臭小子！叶娥正道一阵抽抽，你知不知道，因为后续村民的安置问题和保密协议，后勤部的人都闹到我办公室了。没问题的，森赛，费用五条家全包了。叶娥正道揉了揉眉心，算了，这件事暂且接过。五条泽刚松口气，只听叶娥正道突然开口：对了泽，按照村民的目击证词，你和杰似乎大打出手了，怎么回事？杰他干什么了？迎着叶娥老师怀疑的目光，五条泽干脆直接耍赖：我不造啊。第38章2个奶爸的偶遇。东京银座大街，夏油大人，这个超好吃的。菜菜子从纸袋里掏出一块杏仁酥，给夏油杰喂了一块。此刻的夏油杰左手抱着美美子，脖子上骑着菜菜子，整个一奶爸形象。他一边嚼着零食，一边有些无奈的叹气：我才16岁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尽管如此，此时的夏油杰已经1米8几，完全不像未成年。而娇小可爱的菜菜子和美美子此时才5岁，在路人眼中，3人完全就是慈爱奶爸加2个可爱女儿的温馨组合。走着走着，夏油杰突然停了下来，直愣愣地盯着眼前的人。只见对面站着一个身材健硕的男人，2手各牵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福黑慎尔看了看夏油杰，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菜菜子和美美子。你女儿？夏油杰差点绷不住，不是，我才16岁。你妹妹？也不算，他们是我收养的孤儿。福黑慎尔饶有兴趣地看了菜菜子和美美子一眼，看起来很有咒术师天赋啊。夏油杰扫了眼慎尔牵着的少年，顿时露出略显惊讶的眼神。这气息很强的术士啊。慎尔见状笑着介绍道：我的儿子福黑会。福黑会看着夏油杰，心中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人是咒术师，而且很强。他礼貌地上前鞠躬：你好，我是福黑会。慎尔紧接着摸了摸右手边小女孩的头发：这是我女儿福黑金美纪。你们好。你们好，我叫家常菜菜子。我叫家常美美子。菜菜子和美美子回应着打了打招呼。福黑金美纪看见2个同龄女孩，顿时有了交朋友的念头。见状，福黑慎尔歪了歪头，看起来小孩子们有话说，附近有个咖啡屋，要一起吗？闲来无事，夏油杰点了点头。此外，他也想请教一下福黑慎尔，如何当好一个照顾2个孩子的奶爸。如果让福黑会知道了夏油杰的想法，一定会告诉他这是痴人说梦。照顾好2个孩子的奶爸？今天可是星期一，请问他和姐姐金美纪为啥没有在学校？还不是某个奶爸睡过头，忘记送他们2个上学了。关键这家伙也不知道补救，直接一通电话打去学校替姐弟俩请假，然后拉着他俩逛街来了。咖啡屋里，由于是同龄人且性格相近，金美纪和菜菜子、美美子很快便熟络起来。福黑会却是有些沉默寡言，那张略显面瘫的脸让夏油杰不禁想到了后辈七海。恭喜啊，听说你们不久前被评为特级了。福黑慎尔将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
喝出了大排档啤酒的豪爽。相比而言，夏油杰就显得优雅许多。说起来还得感谢你。算了，换个话题吧。被这3个家伙群殴的画面，伏黑慎儿实在不愿意回忆了。喂，慎儿，什么？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伏黑慎儿眨了眨眼睛，这个话题转得有些僵硬了。不过硬要说的话，以前是钱，现在应该……慎儿微不可察地瞄了一眼身旁的汇合金美纪，是家人吧？家人吗？对你来说，这个答案还真是让人惊讶。怎么了？看你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跟被女朋友甩了似的。什么烂比喻？两位，你们的续杯咖啡。女服务员温柔的嗓音打断了2人的对话。谢谢。夏油杰伸手去接咖啡，眼神突然一凝，只见服务员的肩膀上缠绕着一只丑陋的咒灵。同一时刻，除了金美纪，其余几人都注意到了。还没等众人有所动作，那女服务员便因店里繁忙的工作跑开了。怎么？要帮忙吗？伏黑慎儿笑着看向夏油杰。菜菜子、美美子和会觉醒术士不久，还没有符除咒灵的能力。慎儿没有咒力，需要借助咒具才能符除咒灵。但大庭广众之下拔出大砍刀对着空气挥舞，要么蹲局子，要么进精神病院。所有在场人中，只有夏油杰有能力符除咒灵，又不引起骚动。只是这4级咒灵伤不到人的。夏油杰摊了摊手，百无聊赖地开口道，同时刚要举起杯子喝口咖啡，突然他动作一顿，只见咖啡上的拉花是一个太阳般的笑脸，杯子下面还有张纸条。打开一看，夏油杰愣了愣，喝完这杯咖啡就忘掉不开心的事吧？不开心？夏油杰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哭笑不得，有那么明显吗？所以我一直顶着一张苦瓜脸出门。唉，叹了口气，夏油杰站起身，走向刚才那名服务员的工位。那个，先生你好，有什么事吗？少女的微笑像冬日的暖阳，充满着温暖治愈的气息。夏油杰一时有些愣神，眼前的少女让他想到了那个仰慕自己的后辈灰原雄，一样的热情澎湃，一样的充满朝气，美好的仿佛不该属于这个世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哎，闻言旁边的几名同事倒是先激动起来了，用八卦的眼神看着女服务员和夏油杰。我们晴子终于开窍了吗？那，晴子真有你的，一出手就是这种极品帅哥。名为晴子的服务员脸蛋通红。你们不要瞎说，我跟这位先生只是第一次见面。你好，我叫小原晴子。说着，小原晴子抬眸偷看了夏油杰一眼。方才他只是看这位先生心情不好，所以送了点小礼物，没想到对方直接上来要名字了。怎么办？自己完全没遇到过这种事啊。夏油杰也有些尴尬，赶紧余光看了一眼晴子身上的咒灵，抬指间将其符除，随后做贼似的逃回了座位。伏黑慎儿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挑了挑眉。喂，追女孩子可不是这样追的。无路赛。夏油杰嘴角一扯，符除咒灵，我只是在工作而已。慎儿露出调侃的笑，是吗？看来你很不擅长说谎。慎儿突然转头看向刚刚走进咖啡屋的几个人。怎么了？盘星教。第39章覆灭盘星教。盘星教。听到这3个字，夏油杰的表情瞬间变得冰冷。那群渣子吗？菜菜子、美美子，你们在这里等我，我有点事要去做。说罢，他缓缓起身，对着慎儿说道：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我去就回。伏黑慎儿扫了眼菜菜子和美美子，冷酷的眼神和嘴角的伤疤让他显得有些凶神恶煞，吓得2个小女孩缩成一团。金美纪连忙挡在2人面前：爸爸，你吓到他们了。慎儿头疼的抓了抓头发，脸就长这样，我也没办法呀。几名盘星教的教徒走在大街上，丝毫没有察觉到跟踪而来的夏油杰。很快，几人来到盘星教总部。聚光灯照耀的高台之上，盘星教高层干部原田茂正在慷慨陈词。台下，密密麻麻的盘星教教徒们嗑药似的欢呼鼓掌。藏身在人群后面的夏油杰丝毫不关心这些家伙到底在欢呼些什么，只是看着这一幕，他回想起了新疆体任务中那一幕。如果天内离子真的死亡，这些家伙估计会围着他的尸体鼓掌庆祝吧。那个场面，光是想想就让夏油杰感到恶心作呕。因无知而犯错只是蠢货，知晓了世界的真相，依旧选择了愚昧和迂腐，那就是无可救药的渣子。夏油杰脑海中回荡着五条则的话，突然他笑了，肆无忌惮的笑声压过了众人的鼓掌和欢呼，也压过了原田茂的演讲声。只见夏油杰一步一步走上高台，在原田茂惊诧的眼神中夺过话筒：嗨，那个，我上来只是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盘星教正式解散，谁赞成？谁反对？我反对！原田茂怒声高喊：你这家伙到底是谁？
谁允许你上台的？这家伙穿着高专的服饰，他是高专的学生，高专的学生不能对非咒术师出手的吧？赶紧滚！这是我们盘星教的事，跟高专没关系。无数的怒骂声和窃窃私语如潮水般涌来。夏油杰挠了挠耳朵，面无表情道：既然如此，达摩！砰！一尊达摩不倒翁突然落下，毫无防备的原田茂瞬间被砸成肉泥，鲜血炸开，顿时在人群中引起了骚乱。你竟敢杀害非咒术师，你就不怕被咒术界通缉吗？夏油杰一愣，你说的有道理。众人刚松一口气，只听夏油杰开口道：所以就不能留下人证了。杀虫地藏吞吴！轰！庞大的杀虫将上百号人一口吞下，众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做完这些日子一直都是愁容满面的夏油杰难得的露出了笑容。舒服了。略微感知了一下，夏油杰发现总部后院似乎还有人。循着气息找去，夏油杰竟然发现了一处地笼。只见地笼里竟然蜷缩着一个孩童，脸部有着大片的烧伤痕迹。见到夏油杰，蓝海有些恐惧的缩了缩身子。厉九！夏油杰转头看去，只见一个15、16岁的粉色头发女孩子有些害怕的盯着他。咒术师？盘星教不都是普通人吗？在夏油杰的逼问下，女孩向其做出了解释。女孩名叫菅田真奈美，那个脸上有烧伤疤痕的小男孩叫迷木利九。两人都是盘星教秘密培养的咒术师，大概是觉得雇佣咒术师实在太烧钱，哪怕盘星教有钱也经不住这么造，所以这才有了自己培养打手的想法。菅田真奈美的术式是比较温和的治愈术式回光，类似于反转术式，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强。而迷木利九的术式爆银则是相当危险的火焰爆炸型攻击术式，因为一次修行时的意外，不仅把自己的脸烧破相了，还伤了好几个盘星教干部，因此被关进了地笼。身为同类的真奈美是这段时间唯一好好照顾他的人。看着年纪跟菜菜子他们相差无几的迷木利九，夏油杰一脚将地笼踢碎。那群渣子，让他们死得太轻松了。夏油杰伸出手，迷木利九害怕的缩着脖子，一个劲儿的往后挪。别害怕。夏油杰将手按在利九的脑袋上揉了揉，反转术式立刻将其一身的伤痕恢复如初，只是脸上的烧伤已经痊愈了一部分，疤痕已经无法消除了。盘星教已经不复存在了，以后你们跟着我吧。真奈美和利九对视一眼，随后默不作声地跟上夏油杰的步伐。随后夏油杰将整个盘星教都扫荡了一圈。虽然他不是个贪财的人，但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更何况他现在手底下有4个娃要养，盘星教的这些不义之财他拿点怎么了？除了财物外，夏油杰还发现了一些咒术界的情报，其中一沓雇佣咒术师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南非咒术师米格尔，欧洲咒术师拉鲁，可以破坏术士的特殊咒具黑绳。那2名外国咒术师夏油杰并不是很感兴趣，但特殊咒具黑绳倒是有点意思。他记得美美子的术士绳缚玩偶跟黑绳倒是很适配，可以考虑给二女儿准备一件。而且黑绳拥有着破坏术士的特殊属性，或许能破坏无下限术士也说不定，到时候给泽和屋一点小小的震撼。第40章天内离子的术士。啊，要我收他做弟子？99游击看了看天内离子，朝五条泽询问道。一旁的五条悟吐槽道：哥哥，这个女人只知道在国外游手好闲，完全就是个挂着特级头衔的废物吗？如果要教导离子的话，你完全可以胜任啊，再不济我也可以。99游击满头黑线，所以我的形象已经崩塌到这个地步了吗？不，你的形象没有崩塌过，因为一直是这样。五条泽开口解释道：我们确实可以教导离子，但要说最适合离子的老师，非游击小姐莫属。闻言99游击狐疑地注视着五条泽，后者也没有隐瞒，大大方方地开口道：游击，我知道你也是新疆体。99游击冷哼一声：是天元那个老婆子告诉你的吧？真搞不懂说这些干什么。五条则不置可否，天元可没告诉他这些事情，他完全是靠着前世零散的记忆。总而言之，新疆体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空有咒力却没有术士的特殊存在，但显然游击你是个特例。身为新疆体的你却觉醒了星之怒这种强大的术士，或许你也帮助离子觉醒术士。闻言，天内离子满脸期待，他知道眼前这个金发女人就是跟五条泽他们并称为4大特级的强大咒术师，这种超越常理的存在或许真的可以改变他的命运。99游击头疼的揉了揉头发，妈，确实有个办法。实际上新疆体并不是没有生的术士，而是被特殊的体质掩盖了，想要觉醒的话，99游击抬起头，犹豫着开口，必须要找天元进行同化。啊，听我解释，并不是真正的同化，而是让天元吸收掉新疆体的体质根源，这样没有了体质的压制，新疆体本身的术士就可以重现了。所以
你当初？99游击耸了耸肩，没错，我当初就是经历了这个过程，才误打误撞的觉醒了星之怒。五条泽、五条悟和天内离子面面相觑，怎么？要去吗？五条泽试探的问道，他担心天内离子已经对天元那个家伙产生了心理阴影。天内离子攥紧拳头，拍着胸口大声道，当然要去，我跟你一起去吧。五条悟犹豫了一下说道。五条泽也开口道，我也跟着吧，要是出了意外，我的领域和反转术士或许能派上用场。虽然不想打扰欧豆豆和离子的二人世界，但五条则担心天元这老妖婆耍心眼或者掉链子。身为咒回第一天坑，五条则对天元那是100个不放心。99游击则是翻了个白眼，我就不去了，我可不想再看到天元那张脸。轰星宫，五条悟有些担忧道，哥哥，说起来还是我们妨碍了天元的初始化，这算有过节吧？他会答应帮我们吗？五条则摇了摇头，欧豆豆啊，你忘了哥哥教过你什么？只要真诚待人且有礼貌，总能打动别人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五条悟掏了掏耳朵，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走吧。五条则带头快步走进轰星宫。进入这个曾经差点要了自己性命的地方，天内离子显然还有些不适应。来到轰星宫内部，入眼是一株如山般盘踞于此的参天大树。五条则两手合拢在嘴巴处，高声喊道，老鸡婆，出来，找你帮的忙。五条悟和天内离子整个呆住。这就是你说的真诚有礼貌，总能打动别人。五条则比了个 OK 的手势，对啊，他要不想动手帮忙，我就打到他动手，这就叫打动。这时天元的躯体从树干中生长出来，长相相当奇葩，长条形的脑袋上长着一张大嘴和4只眼睛，比之咒灵也不遑多让。天元有些无奈地看着五条则，好歹要尊重一下活了1000年的咒术前辈啊。五条则翻了个白眼，如果某人能跟同样活了1000年的卷锁一样靠谱的话，我倒是不吝惜我的尊重。卷锁？天元一怔，有些意外五条则竟然能说出这个名字。看来你知道的情报很多，好歹我也是御三家出身，一些特殊情报还是有办法搞到的。而且史上罪恶咒术师的名号并不是难找的词汇。一旁的五条悟看着哥哥和天元，表情有些傻乎乎的。什么卷锁？什么罪恶咒术师？我也是御三家出身，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好了，不说那些，这次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天元不再谈论卷锁的问题，而是询问起五条则的来意。五条则解释了一下天内离子的事，出人意料的是，天元毫不犹豫便答应了。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虽然活了1000年的我已经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但同化新疆体一事或许是我的过错，本来就是，所以帮助天内离子觉醒术士也算是我的一种赎罪吧。很快，天元与离子开启了同化的过程。一开始，天内离子还有些害怕，但看见五条则和五条悟在这儿，也就莫名的放下心来。五条兄弟也从始至终全功率开启着6眼，监视着天元的一举一动。天元有些无奈，倒也不必这么防备着我吧？谁知道呢？五条则耸耸肩，毕竟你可是活了1000年的老狐狸。很快，同化顺利完成，有则和悟盯着，天元也没耍什么花样。天内离子从藤蔓缠绕中走出，有些愣神的看着自己的双手。五条悟好奇道，离子怎么样了？闻言，天内离子昂首挺胸，一脸骄傲，哦吼，我觉醒了很强的术士哦，等着被我踩在脚底吧。悟，看来你觉醒的术士会影响智商。你好了，别斗嘴了，游击还在外面等着呢。几人离开了轰星宫，与等待良久的99游击会面。怎么样，还顺利吗？天内离子兴奋地点点头，我觉醒的术士叫做星之哀，可以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温度。99游击露出感兴趣的目光，星之哀，很不错的术士。游戏，以后我就是你的咒术老师了。五条则突然开口，星之怒，星之哀，怎么听着都这么不喜庆啊？而且跟你们的性格根本不合爱。99游击和天内离子齐齐转头瞪向五条悟，那不然叫什么？星之高兴。倒是悟，你的术士跟你性格很合，无下限术士，你本人也挺没有下限的。阿秋，一旁无端被 Q 的五条则打了个喷嚏。第41章，不好了，结谈恋爱了。什么？五条则和五条悟刚回到高专，萧子就给他俩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夏油杰牵着2个小女孩，身旁跟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子，跟夏油杰好像在聊着什么，两人脸上满是笑容。整个画面看起来就好像父母带着2个孩子逛街，幸福的氛围都可以打上粉色泡泡特效了。加入萧子发来消息，我是在银座的大街上偶然遇到的，因为不敢确定这是杰，我都没敢上前打招呼。话说这个女孩和杰还真是有夫妻相呢，你们说是吧？看着萧子发来的图片和消息，五条则和五条悟脸上的表情早已言意狰狞。是谈恋爱了吧？肯定是吧。
可恶的夏油杰，竟然抛弃了我们的革命友谊，这种家伙就应该处刑！处刑！因嫉妒而面目全非的两人，在得到萧子发来的定位后，开始了疯狂瞬移。10分钟后，阳光咖啡屋，五条泽和五条悟两兄弟站在咖啡屋前，看着招牌，久久不语。杰那个阴暗的家伙，怎么看都跟阳光这2个字沾不上关系吧？两人推开门，只见穿着服务员制服的菅田真奈美上前，欢迎光临，2位里面请。谢谢。五条泽和五条悟刚要道谢，抬头便看见不远处夏油杰正和一个清秀少女聊着天，那少女正是萧子发来的照片里的女孩。瞬间，五条泽和五条悟开始了扭曲的爬行，两人宛如骑行种似的冲到夏油杰面前，在后者还没反应过来前，一把扑进他的怀里哭诉：夏油小亲亲，你难道忘记了和我共处的那夜了吗？给我放开，悟你这个狐狸精！小杰可是要跟我去练小提琴的，走吧，杰将。夏油杰满脸黑线，丢死人了，能别这样了吗？杰将果然不爱我了。住口！杰将的爱只能是我一个人的，给我去死吧，你们2个混蛋！亚儿杰哥不要。小圆晴子看着打闹的3人，忍不住捂嘴偷笑，2位一定是杰的好朋友吧？夏油杰露出极度嫌弃的表情，跟他们做朋友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决定。亚儿杰将，你好狠的心，给我正常点啊，混蛋！五条泽嘴角一歪，拿出品红色相机递到小圆晴子面前。这位小姐，其实我们家小杰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娘哦。夏油杰顿时慌了，泽你这混蛋，给我住手啊！然而被2人钳制住的他，只能脸色苍白地看着小圆晴子接过相机，翻看他的黑历史。啊，这……小圆晴子看到第1张就愣住了，紧接着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两眼放光的一张接一张欣赏起来。夏油先生穿着猫娘女仆装的样子，好可爱啊！哎，所以你是搜刮了盘星教的钱，再盘下了这间咖啡屋？五条泽抿了一口咖啡，阳光咖啡店，好幼稚的店名，完全不像你的风格呀！小圆晴子弱弱的举起手，那个是我命名的，我希望顾客喝到我们做的咖啡，能拥有阳光般的笑容。但是话又说回来，店名虽然略显幼稚，但寄托了对顾客美好祝愿，多听几遍就觉得很合适呢。五条悟看了看帮忙打工的菜菜子、美美子和迷木利久，都是有咒术天赋的孩子。话说杰，你这算非法雇佣童工吧？夏油杰耸肩，我不付工钱就不算非法雇佣童工了。这个说法，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旁的五条泽连忙缩到角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真羡慕你啊，开了家悠闲的咖啡店，谈了个漂亮的女朋友，整天躲这里享清福。闻言，小圆晴子俏脸一红，那个，我和夏油先生不是。夏油杰也有些窘迫，晴子只是暑假来店里打工。切，傍晚，咖啡屋歇业，小圆晴子朝众人挥手告别后上了公交。门店口，五条悟和菜菜子、美美子、迷木利久3个小孩子混在了一起，大有一种孩子王的气质。菅田真奈美有些无奈，五条悟先生，不要给小孩子吃太多甜食啊。五条泽和夏油杰靠着墙挨在一块儿，看你的气色似乎好多了。是啊，夏油杰挠了挠后脑勺，淡淡一笑，大概是因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吧。哦，说来听听。你说的对，我不该给自己套上一层名为保护弱者的枷锁，那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现在我有了家人。夏油杰看向真奈美和菜菜子几人，露出温柔的笑容。保护我的家人，这是我内心现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五条则笑了笑，虽然听起来挺肉麻的，但似乎还不错。夏油杰翻了个白眼，哦对了，他们几个都拥有不错的术士，或许可以进入高专进修。菜菜子3人的年纪还小，而且还要上学，暂时可以跟着我，由我来教导他们术士。真奈美的术士跟反转术士有些类似，让他跟着加入萧子学习再合适不过，拜托你跟萧子说一声。五条则有些头疼，萧子那家伙超怕麻烦的，也不知道会不会同意，我去问问吧。随即他捏着下巴道，你这算是有了3个弟子，雾那家伙也收了慎儿的儿子伏黑会，你说我要不要也收个弟子看看？一想到这个，五条则突然站定了身子，对哦，那家伙我差点就忘了。第42章优太与李香提前的时间线。小慧慧你好呀。五条悟揉着伏黑会的刺猬头，六眼之下，伏黑会体内那翻涌的咒力和强大的天赋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五条悟眼中。10种隐法术，号称可以媲美无下限术士的术士，禅院家求之不得的家传奥义。要是让那帮老头子知道他们梦寐以求的10隐法竟然拜自己这个五条家的六眼为师，不知道表情该有多精彩。伏黑会抬头看了看傻笑的五条悟，嫌弃的别过脸看向伏黑慎儿，这就是你托关系给我找的老师？果然跟你一样不靠谱啊。也是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狼狈逃回家的失业人员，估计本身混得就不咋地，人脉也就这样了。腹黑甚儿有些头疼的按了按太阳穴，也有些后悔把会交给五条悟。出身五条家的六眼双子似乎一个比一个不靠谱，但是儿子是觉醒了石英法的天才，甚儿当然想要给他找最好的老师。剩下2个特级咒术师，一个99游击，经常往返国内外，而且已经收下了天内离子；一个夏油杰，收了2个养女，一个养子，都快成超级奶爸了。没办法，只能选五条悟了。好歹比起五条泽，五条悟还算相对正常一点。话说回来，泽去哪里了？最近都没怎么见到他。哥哥啊，好像是说发现了好苗子，打算收为弟子。五条悟傻笑着弄乱腹黑会的发型，原本的刺猬头顿时变成海胆头。可惜慧慧可是石英法，哥哥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更优秀的人才。虽然我比不过哥哥，但我的弟子肯定比他的优秀。慧慧酱，承载着老师我的希望，把哥哥的弟子踩在脚下吧。呵。腹黑会满头黑线。东京大街，某个猥琐的黑衣人悄咪咪地探出头，注视着不远处2道小小的身影。阿秋，可恶，肯定又是雾那个家伙说我坏话，回去得好好修理他一顿。紧接着，五条则无视路人宛如看神经病的目光，偷偷跟了上去，像极了跟踪少女偶像的痴汉。而不远处那对并肩而行的小学生，正是他此行的目标。乙骨忧太和齐本里香，2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关系，虽年纪轻轻，但已经缔结了长大后结婚的约定，甚至连结婚戒指都搞定了。离谱，相当离谱。虽然是纯爱，但这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纵观整个日漫界，那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看着2人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场面，五条则感觉像是猛然间被强灌了一大口狗粮。前世今生加起来40年，依旧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的某人，此刻早已面目全非。回想了一遍原著剧情，这才稍稍缓和过来。优太和李香虽然是纯爱代表，但原著结局却是相当惨烈。也不知道是不是 JJXX 或者霓虹人独有的变态恶趣味，反正就是见不得纯爱 HE。按照剧情，李香将在11岁时遭遇车祸，当场殒命，而目睹了全程的乙骨忧太受到刺激，不仅当场觉醒了生得术士，还在无意间对李香施加了不要走的诅咒。乙骨忧太本就是五条家的远房亲戚，属于菅原道真一脉，拥有着相当可怕的咒术潜力。乙骨施加的诅咒在其体内庞大咒力的催动下，禁锢了李香的灵魂，最终诞生了号称诅咒女王的过咒怨灵。也正因特级咒灵李香的存在，乙骨忧太入学便是特级咒术师。不过这倒不是说乙骨全靠李香这个外挂，毕竟在释放李香灵魂后，他凭借自己优秀的天赋，3个月便重登特级。论天赋，这家伙绝对是不输于现在的最强3人组的存在。也不知道提前出手的话，会不会影响时间线。五条则有些犹豫，想着要不要现在就把乙骨忧太拐跑，毕竟距离李香发生车祸还有好几年时间，他可等不起。但他不知道，如果他提前做了预防，会不会影响到李香的未来，比如动用关系让李香转校，这样就不用经过那个该死的十字路口。可这样就能保证不会再出现意外了吗？没准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非要让李香被撞才甘心呢。那几年后原本还可以预测的事件，恐将变成不知何时突然到来的意外。要真是那样，五条则罪过可就大了。正思忖之际，人群突然爆发出尖叫。啊！五条则定睛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一辆失控的大货车从道路另一侧冲破栅栏，带着非要撞死个人才罢休的气势冲向人群。毫不意外，乙骨忧太和齐本里香就在人群中，甚至五条则可以看到李香的位置恰好正对货车的行进路线，而乙骨忧太则被慌乱的人群硬生生挤出了危险区域。好，妙，这失控的货车还真是精准而优雅呀。五条则明白，很可能是自己的到来影响了时间线，导致李香身死的时间提前了几年。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用继续等了。吱，轮胎摩擦卷起青烟，在路面上留下长长的划痕。此刻货车车头离李香仅有咫尺之遥，李香带着恐惧的目光在最后时刻看向乙骨，后者在被人群裹挟中奋力地朝李香的方向伸出手。轰！大货车整个车头撞上了电线杆，浓烟四起，噼里啪啦的火花让人不敢靠近。刹那间，乙骨忧太感觉时间都停滞了。他呆滞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名为绝望的情绪涌上心头，身体散发着透出骨子的寒意。潜藏在体内的庞大咒力此刻如同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地朝外释放。李香！乙骨忧太一声大喊，一把推开人群，疯了似的冲向事故现场。被推开的人都惊诧于少年恐怖的力气，但紧接着就有人上前拉住他。别上前，危险！放开我！李香！令路人震惊的是，他一个1.8米的大高个，
竟然拉不住这个1米2的小学生。挣脱束缚，乙骨忧太刚要冲上去，又被人猛地拉了回来。放开我！放开！喂，少年，你要找的李湘是这个吗？乙骨忧太转过身，一脸惊愕。只见五条则笑眯眯地看着乙骨，手里提着因惊吓而脸色呆滞的李湘。五条则抬眸看了看，这么大的交通事故，被波及的几个路人都只是受伤，就连司机也被安全气囊救了一命。显然，这车祸完全就是奔着李湘来的。第43章，乙骨忧太拜师五条则。我叫齐本李湘，谢谢你救了我。我叫乙骨忧太，谢谢你救了李湘。快餐店里，乙骨忧太和齐本李湘对着五条则鞠躬道谢，态度非常诚恳。如果不是两人拉着小手，或许五条则会更高兴。手里的香芋派似乎都沾染了恋爱的酸臭味，被五条则嫌弃的放下。不客气，毕竟我们可是远房亲戚啊，忧太。远房亲戚？乙骨忧太愣了愣，看着五条则显眼的白色头发，这明显就是混血啊！他什么时候有这种亲戚了？五条则指了指自己，我姓五条，你的父母应该跟你提过吧？闻言，乙骨忧太这才回忆起来，父亲确实提到过这个姓氏，据说是某个财阀豪族。五条家和乙骨家都是菅原道真的血脉后裔，虽然关系隔挺远的，不过再怎么说也算亲戚。菅原道真？是的，就是那个古代4大怨灵之一的菅原道真。说起来，我们御三家都是怨灵的后代呢。禅院家传术士石英法的魔须罗脱胎于怨灵平江门，而家茂家的赤血操术来源于崇德天皇。怨灵的后代现在却从事着扶除咒灵的工作，真是讽刺呢。忧太和李湘完全听不懂五条则在说什么，甚至觉得后者有些神神叨叨。忧太挠头，这些好像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吧。五条则笑了笑，环顾四周，我看看这里没有，你们等我一下。说着，五条则迈步走出快餐店。就在忧太和李湘还以为对方吃霸王餐跑路时，2分钟后，五条则重新回到快餐店。与此同时，他手里似乎还提着什么东西，只是在旁人眼里，他就只是举着手臂提着空气，姿势很是怪异。看这个，五条则将手中的东西举到乙骨忧太眼前。啊！看到五条则手里抓着的怪物，乙骨忧太吓了一跳，惊叫声引得店内众人投来疑惑的目光。李湘不解地看着忧太，忧太，你怎么了？突然这么激动干嘛？乙骨忧太指着五条则手里的咒灵，怪物。李湘看了又看，然而在他眼中，五条则只是手掌虚握着空气。五条则嘿嘿一笑，这个东西叫做咒灵，是由人类负面情绪产生的咒力形成的生物，只有具备咒术天赋的人才能看见。在这里，除了你和我，其他人包括李湘都是看不见的。咒灵？看来你的家族根本没有对你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啊。五条则摊了摊手，那就给你上一课吧，听好了。齐本李湘对五条则口中的奇闻异事惊叹连连，乙骨忧太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但他就算再不相信，五条则手中的那只奇形怪状的咒灵就在他眼前扑腾，而且他还能感受到这个小怪物身上散发的所谓咒力。所以你……没错，五条则一把将咒灵捏散，我是咒术师，你可以理解为保护人类免受咒灵伤害的特殊群体。你拥有这方面的潜力，非常庞大的潜力，所以我想收你做弟子，你看怎么样？这个乙骨忧太沉默。说实话，突然冒出一个陌生人，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存在怪物，然后他邀请你跟他一起打怪，守护世界和平，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些精神失常。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但乙骨忧太怎么说，现在只是个小学生，还是1年级。我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五条则想了想，拿出手机，帮我接通乙骨家家主，跟他说个事。不一会儿，乙骨忧太拿着手机，小脸上满是震惊。电话那头，他的父母万分同意，甚至是殷切希望忧太拜师五条则。特级咒术师啊！别看在五条则下游杰他们这个群体，这个称号似乎稀松平常，但放在咒术界，地位不亚于国家防务部长。还有李湘，我不想跟李湘分开。你们就读的那家学校，我已经买下来了。乙骨忧太小小的脑袋有着大大的问号，直到这时他才明白，父母口中的财阀豪族五条家到底是什么概念。那好吧。五条则露出一抹微笑，这笑容让乙骨忧太有些不寒而栗，突然间就后悔刚才答应了对方。很好，忧太，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咒术老师了，让我们一起感受燃烧的青春吧。第44章，拥有纯爱之力，胜利是必然的。8年后，李湘，我出门了。忧太，一切小心。五条则看着两人你侬我侬，依依不舍的模样，只觉得手中的卷饼味同嚼蜡。等等，忘记早安吻了。木啊！啪！乙骨忧太不解地看着五条则将手里的卷饼狠狠摔在地上。
怎么了？师傅？没事，卷饼加了我最讨厌的花生酱。啊！乙骨忧太歪着头不明所以。聪明伶俐的李湘笑道：五条先生，其实萧子小姐似乎对你有意思呢。五条则训练乙骨忧太时，加入萧子曾来看望过，所以忧太和李湘也认识他。闻言，五条则回想起萧子清秀但颓废的面孔，时过境迁，短发的他也留起了长发。五条则耷拉着脸挠头道：那家伙怎么可能啊？李湘捂着嘴偷笑，看来五条先生还是个恋爱白痴啊。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的任务是10只特级咒灵。五条则露出恶劣的笑容：忧太，再过不久就要入学高专了，给那些老家伙一点小小的震撼吧。我明白了。听到师傅安排的任务是扶除10只特级咒灵，乙骨忧太并没有多大反应。在和五条则修行的8年里，特级咒灵他已经杀过不止一次了，似乎是多出一个6眼。近些年这个世界咒灵的数量井喷，一般的特级咒灵都不再少见。挺有信心吗？五条则笑了笑。这8年来，乙骨忧太的进步他看在眼里。虽然要一边处理学业，一边跟着他修行，但乙骨忧太的表现相当亮眼。在体术、咒力增长和术式操控上，乙骨忧太展现出丝毫不亚于五条则年轻时候的天赋和努力。而咒术理论课，乙骨忧太虽然有些吃力，但每次遇到困难，李湘都会站出来为他加油打气。然后这小子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学得相当认真专注。五条则看了都直呼纯爱战神，恐怖如斯。五条悟要是有这觉悟，早就把他这个哥哥按地上摩擦了。跟李湘告别后，乙骨忧太跟上五条则的脚步，两人来到一辆汽车旁。五条则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后备箱取出一件东西递给乙骨忧太。打开一看，竟是一把造型相当精美华丽的太刀。童子气安纲是1000年前的传奇咒术师源赖光在浮除传说中的咒灵9吞童子时所持有的武器。根据鉴别，它是一件相当强大的特级咒具，拥有刻印术式风息，可以依托持刀者咒力隔空发出斩击，就像这样。五条则手握童子气安纲，一刀挥出，路边的一块废弃广告牌被一分为2，切口平整，毫不拖泥带水。乙骨忧太连忙双手接过太刀，多谢师傅。师徒一场，不用这么客气，这刀又不贵，也就10个亿。乙骨忧太捧着太刀，双手都在颤抖，好悬没拿稳。北海道，呼！乙骨忧太吐出一口浊气，在冰冷的大冬天凝结成雾。他定定地看着眼前破败的村庄，脑子里回想起任务目标：雪女杀死整个村庄73口人的特级咒灵，攻击性极强，能力是与冰雪有关的术士，弱点似乎是火。73条人命。乙骨忧太嘴里轻声呢喃，眼神逐渐变得凶狠，不可原谅。他迈步向前，脚踩在松软的雪地里，发出沙沙的声音。很快，乙骨忧太进入村庄，这里早已荒无人烟，只有寒风吹来星星点点的雪融。乙骨忧太四下观望，却没有看到任何咒灵的身影。继续寻找，突然他看见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可怜无助地缩在一棵大树下，瑟瑟发抖。乙骨忧太愣神片刻，而后猛地拔出童子气安纲，对着小女孩一刀斩下，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然而太刀掠过，那女孩的身躯散得七零八落，竟然是个雪人。原来人类对自己的同类也能这么狠心的下杀手啊！背后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乙骨忧太转过头，只见一个长相美丽的女人，身穿一件单薄的雪白色和服，站在雪地里。她的眉毛、睫毛和头发都是雪白色，瞳孔是蓝色的，嘴唇是如血般的鲜红。乙骨忧太面无表情道：第一，如果这个冷到蜷缩身子的女孩是真的，她为什么非要在树下而不是进入屋内？观察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师傅教我的。第二，你的伪装实在太烂，我一眼就看穿了，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拔刀。本来乙骨忧太说第一点时，雪女还露出欣赏的表情，但当对方说出第二点时，雪女的表情顿时凝固在脸上。她气急败坏地怒吼道：你找死！冰凝咒法，寒潮，夹杂着霜雪的风暴朝乙骨忧太扑来，所到之处连房屋都被冻成了冰雕。这样大范围的攻击想必是避不开的，乙骨忧太只好将咒力外放，形成一件防护符，而后手持太刀冲向雪女。雪女心念一动，一把由冰制成的太刀出现在手中，随后一人一咒灵便开始了武士般的剑术对决。但可惜的是，不过10招，乙骨忧太便以压倒性的优势将雪女逼退。加上童子气安纲的锋利，雪女的冰刀简直一碰就碎，想要接下一剑只能再次制造，根本跟不上乙骨的动作。本来也只是想跟你玩玩。雪女放弃了剑术对决，以她的能力还是法术对轰来的轻松。冰凝咒法，双指。这还没完，雪女又是一挥手，冰凝咒法，冰山坠，召唤冰山砸向敌人，简直是艾斯德斯友情客串。乙骨忧太见状，体表的咒力防护更加浓厚。
而后他整个人拔地而起，以反重力的姿态在冰山上奔跑，迅速靠近空中的雪女。雪女冷笑：“真是丑陋啊！如此耗费咒力，你可撑不了多久。让妾身好好欣赏一下你临死前的挣扎吧。”冰凝咒法，霜降，无数冰锥落下，密密麻麻的砸向乙骨忧太。后者的身影摇摇欲坠，咒力防护不断闪烁，似乎随时都要撑不住了。见状，雪女加大了攻击力度，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咒力消耗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很快，雪女发现了不对劲，对方看着摇摇欲坠，可这都摇半天了，咋还不坠？啥玩意儿？咒力这么多！突然，乙骨忧太猛地加速冲向雪女，手中太刀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什么？雪女的神经瞬间紧绷，刚要后撤，竟发现自己的咒力早就所剩无几了。反观摇摇欲坠的对方，那仿佛火焰般燃烧的咒力防护，看起来是那么讽刺。是，雪女的头颅高高扬起，而后砸在雪地上滚了几圈。即将消散的她不甘心地怒吼：“你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咒力？这不合理！”乙骨忧太想到李香甜美的微笑，情不自禁嘴角一勾：“抱歉，拥有纯爱之力的我，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你死前还要被塞一嘴狗粮的雪女骂骂咧咧地消散了，地上只剩下一根紫黑色的奇异手指。第45章素挪手指88桥的诅咒。这是乙骨忧太捡起地上的手指仔细端详，虽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但他能感受到隐藏在这根手指中堪称海量的咒力，以及一股潜藏于深处的极致邪恶。乙骨忧太皱紧眉头，思考着什么。此刻他正位于北海道的山小木市，属于人烟稀少的地区。按照常理，咒灵是由人类外泄的咒力形成的，所以一般来说，人口越多的地方，咒灵越多也越强。显然，雪女作为灵智，实力都远超一般特级咒灵的存在，出现在这里是相当违和的。看来雪女是吸收了这根手指才能变这么强，这么危险的东西必须封存起来。乙骨忧太将手指用咒符包裹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东京。当他将这根手指交给五条泽的时候，后者显然有些错愕。素挪手指？乙骨忧太疑惑。素挪？那是谁？五条泽解释道，两面素挪是千年前号称诅咒之王的存在，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字，只是他四只手两张脸的形象与传说中名为两面素挪的鬼神太过相似，所以被世人冠以此称号。乙骨忧太愣神，他很强吗？五条泽点点头，啊，很强，非常强。四手双面的姿态让他能一边使用咒具战斗，一边结印，且腹部的嘴巴可以不间断进行术式吟唱。他拥有着近乎无限的咒力和强大的斩击术式，可以施展领域展开，号称史上最强的存在。千年前乃是咒术师势力最鼎盛的时期，但哪怕咒术师们倾尽全力与之一战，依旧是惨败收场。自此，素挪成为那个时代所有人类的信仰神明，甚至咒术界也向其俯身称臣，直到他寿命耗尽。说着，五条则咧嘴一笑，但即便是他死后，咒术师们也惊恐地发现，素挪所留下的20根留存他力量的手指，使用任何方法都无法将其摧毁，只能用封印来延缓诅咒之王的归来。活着的时候是神明，死了之后也依旧是整个咒术界的梦魇。这并不是五条泽在恭维素挪，而是实话实说。没办法，谁让独眼猫这个家伙非得给素挪加这么多设定呢？尤其是五条悟腰斩后的走马灯，亲口承认即便没有石影法加持，自己恐怕也赢不了原装素挪，无形中就将素挪的实力无限拔高。五条泽话说完，乙骨忧太整个人都陷入了震惊和讶异。他完全想不到自己随手带回来的一根手指背后竟隐藏着这么大的秘辛，甚至牵扯到了千年前的历史。那师傅你呢？如果20根手指的素挪复活，你和他谁更强？乙骨忧太突然开口问道。8年的时间，乙骨忧太早已不是咒术小白，对师傅五条泽也基本有了一个概念。六眼，近乎无限的咒力，恐怖的无下限术式，宗师级体术，领域展开，毫无疑问，当代最强，没有之一。哪怕是同为特级的另外3位，也远远不及。甚至在乙骨忧太眼中，师傅五条则是没有弱点的，根本想象不到败的可能。这个嘛，谁知道呢？五条则无奈苦笑，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没办法，这一幕简直就是虎杖询问五条悟时场景的翻版啊！只不过五条则可没便宜弟弟那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万一现在在乙骨忧太面前来一句会赢的哦，或者呆 GO 部博库赛 Q 打卡了，结果到时候被素挪按地上摩擦，那他就真成小丑了。稳一手，稳一手，师傅一定会赢的，对吧？乙骨忧太两眼冒星星的看着五条泽，后者一阵汗流浃背。喵的，不要让我立这种 flag 呀，会死人的。伏黑家已经上初3的金美纪快步跑到圣尔的房间，推开门，圣尔正一脸悠闲的看着电视，
旁边是因为咒术训练而落下功课，所以正焦头烂额补习的福黑会。爸爸！金美纪一声叫喊，慎儿连忙起身，女儿回来了。怎么样？期中考试有没有压力？要不要吃点水果？哦，对了，我给你买了新衣服。一旁的会翻了个白眼，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啊，混蛋！真就一个是小棉袄，一个就是裙子呗。金美纪甜甜的笑着，那个爸爸，你之前说的那个88桥，班里真的有人要去？福黑慎儿笑容顿时僵硬，那你呢？他们有没有拉你一起去？金美纪摇摇头，他们确实邀请我明天放学一起去，说是去探险，不过我知道咒灵的存在，怀疑那里有危险，而且爸爸你跟我说过很多次，所以我拒绝了。不过我劝说过，他们不听我的，非要去，我又不好跟他们解释咒灵的问题。爸爸，你认识相关的人吧？要不你联系一下，让他们去88桥看看。见女儿这么听话，慎儿松了口气，随即揉了揉女儿的头发，放心，我会的，去写作业吧。好的。看着女儿的背影，福黑慎儿叹了口气，五条泽还真让你猜到了，你这家伙是能预知未来吗？随即福黑慎儿眼神一冷，凛冽的杀气连一旁的慧慧都哆嗦了两下，竟敢盯上我女儿，找死！慎儿嘴里吐出一个小球，迅速膨胀成一只咒灵，而后缠绕在慎儿身上。福黑慧一愣，他知道这只咒灵是慎儿圈养的战斗辅助，名为丑宝。你召唤丑宝干什么？慎儿活动了下关节，开玩笑似的说道，扶除咒灵，保护世界和平。谁知福黑慧一听就激动地站起身，我也要去。你！福黑慧昂起头，身上的咒力疯狂翻涌，少看不起人，我早就已经是3级咒术师，马上快2级了，说不定比你还强呢。福黑慎儿挠了挠头，想着有自己在，这小子应该出不了什么意外，于是勉为其难地点点头。行吧，带你去见见世面。第46章万 vs 天宇暴君。次日，金美纪去上学了，而慎儿和慧则直奔88桥。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慎儿打了个电话给五条泽，靠着对方未卜先知的能力，获得了一些关键情报。痴迷诅咒之王宿傩的疯女人。慎儿评估了一番对方的实力，最终得出结论，他大概、可能、应该、差不多是能把对方吊着打的。此刻88桥下，福黑会看着随处可见的咒灵，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一旁的慎儿见状调侃道：怎么怕了？开什么玩笑？福黑会打起精神，我可是接受过5条悟老师特训过的，区区一些低级咒灵而已。玉犬会两手捏出一个狗头形状，顿时地面涌出2团影子，并逐渐化作一黑一白2只狼狗形尸神。哦，看起来还蛮像样的。可不止看起来，玉犬上！一声令下，一黑一白2只玉犬飞快地冲了上去，如同2道闪电。不到5分钟，玉犬那尖锐的利爪便将四周盘踞的低级咒灵全部撕碎。福黑会得意地昂起头，怎么样？这2只式神都拥有1级咒灵的强度，还不错。福黑慎儿淡淡的点评道：喂，要是很震惊的话就表现出来好了，硬撑着死要面子可是很丢脸的。大概是剧情改变，不再经历悲剧的福黑会性格也阳光许多，至少面对慎儿，他能肆无忌惮地开起玩笑。慎儿别过头，不再说话。臭小子，待会儿就让你看看你爹我的实力。2人继续往前走，突然间脚下的地面猛地塌陷，慎儿眼疾手快地抓住了慧的后背，一手将他提了起来。几个翻转腾挪，慎儿稳稳落地，慧则是被这一顿操作搞得晕晕乎乎。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四周的场景完全改变，现在的2人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地底世界，赤红昏暗的溶洞地貌，长着类似活物的石笋。这是什么地方？会有些蒙圈。慎儿咧嘴笑道，运用大量咒力开启的生得领域，对施展者术士有增幅效果。领域展开。会结结巴巴地开口问道，算是吧。得到肯定答复，会一张脸顿时变得惨白。传说中的领域展开，术师的最强手段，号称术士的终极奥义。据他的老师5条悟所说，目前整个咒术界只有4大特级之3能施展这招。怎么会是领域展开？不行，快逃！必须赶紧逃，也不行，领域内部是很坚固的，根本逃不掉。看着语无伦次的慧，慎儿撇了撇嘴，那么紧张干嘛？只是个简陋的垃圾领域，没有必中效果的。会表情夸张，什么叫垃圾领域？这可是领域展开啊！也对，像你这种被人揍到失业的弱鸡术师，怎么可能了解领域展开的强大？慎儿。就在这时，一只等人身高体型健硕，长得像极了水形物语里的人鱼咒灵出现在2人眼前。当他迈步走来时，那磅礴的咒力如同潮水一般袭来。福黑会惊恐地瞪大眼睛，身后2只玉犬也在缓缓往后退。特级咒灵！会傻眼了。
本以为是跟着老爹来见见世面，结果刚出新手村就遇上了大 boss， 完了，死定了。而看到慎儿和会的特级咒灵，露出了狰狞严厉的笑容。一个咒力浓郁的小鬼，吃起来味道绝对顶级。至于另一个，没有感觉到丝毫咒力，就拿来当玩具。真会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后落在玉犬毛茸茸的后背上。抬起头时，只见他的弱鸡老爹伏黑慎儿一手扛刀，一手提着特级咒灵滴血的脑袋。好弱呀，这应该不是万吧？哎，会一脸懵逼，刚刚发生什么了？咒灵的身体散去，原地留下一根黑紫色的手指。伏黑慎儿有些意外，但还是将手指捡了起来。突然，一道凌厉的斩击猛地袭向慎儿。与此同时，伴随攻击而来的是一声女人的怒喝：“给我放下素挪大人的手指，野猴子！”慎儿迅速抬刀格挡，但恐怖的力道还是将他轰飞。慎儿在空中翻滚，调整姿态，最后稳稳落到慧的身边。抬手望去，只见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的女人缓缓上前。伏黑慧连忙移开视线，倒是伏黑慎儿毫无避嫌的自觉，甚至还饶有兴趣的欣赏一番。万不由得恼怒：“无礼之人！”慎儿打断道：“这具身体不是你的吧？我倒是好奇，为什么咒物封印没有解开的情况下，你却可以借助兽肉复活？”五条则告诉过慎儿有关兽肉的情报，但其中有一条，那就是兽肉咒物必须解封，否则哪怕施加诅咒，也只能让兽肉体陷入昏迷。闻言，万一脸狂热痴迷，精神显然不太正常。当然是因为爱啊，是素挪大人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从封印中唤醒。果然是个女疯子。会有些奇怪，她是谁？慎儿轻哼，千年前一个强大的术师，喜欢砍下俊俏男人的头颅，再吊起来风干的家伙。会浑身发冷，光是听都能想象这样的行径到底有多残忍。万捂嘴偷笑轻笑，美丽的脸上却满是恶意和轻蔑。哈哈，不过是供我取乐的玩具而已，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话说你们两个也不错，或许能成为我新的玩物。伏黑会愤怒的额头青筋暴起，他冷眼凝视着万，眼底带着不加掩饰的杀意。哪里好笑了？哪里有趣了？你把生命当成什么了？话音落下，作恶多端的万自然没有半点反应。然而一旁曾为术师杀手的慎儿却有点汗流浃背了。虽然他已经金盆洗手8年了。好了，懒得啰嗦，开战吧。伏黑慎儿不再废话，手持噬魂刀强势突进，速度快得令人啧舌。万一惊，没有咒力竟然也能有这种速度。砰！腹部遭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万整个身子弯成虾状。不对，比我想象的还快。刚刚那个竟然是残影。看着近在咫尺狞笑的慎儿，万终于发觉眼前这个对手是什么怪物。他必须使出真本事，否则可能真的会死。第47章体魄的巅峰对决。构筑术士黑潮。万一声轻吼，无数液态金属凭空出现，随即像长了触手似的刺向慎儿。万的构筑术士除了不能再现特殊咒具外，其他任何他见过的物质都能再现出来且加以操控，而且这种由咒力转化成的物质能够永久存在。此刻，万操控着液态金属潮水，对上蹿下跳的慎儿展开密集的攻击。然而慎儿的速度快得离谱，在这方空间内如同被大力投掷的弹力球四处飞射，甚至产生了恐怖的音爆。这什么怪物？万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对手，没有半点咒力，但肉体却强悍到极致，每一寸肌肉都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失神之下，转瞬即逝的时机被慎儿抓住，他提着噬魂刀猛地近身，一刀挥出，后知后觉的万用金属构筑起一面盾牌挡下斩击。但可怕的是，慎儿刚猛的力道竟透过盾牌震到万的身躯。砰！一阵闷响，万倒飞而出，狠狠砸进石壁中。慎儿刚要上前补刀，万恼怒的吼声传来：“够了，野猴子，让你看看真正的术士是什么样的！”万两手一挥，液态金属像有生命般开始附着在他的身上，而后逐渐形成一身昆虫铠甲。蝗虫的脑袋，胡蜂的翅膀，蟋蟀的后肢，螳螂的前肢。昆虫能举起比自己重100倍的东西，能跳出自己身高100倍的高度，耐力极其恐怖，飞行、奔跑速度更是匪夷所思。如果将昆虫放大到等人大小，那将是一群超人般的怪物。而万的这件昆虫铠甲，灵感便是来源于此。看到这副姿态，慎儿想起五条则提供的情报：昆虫铠甲赋予穿戴者同比例昆虫的体魄，能将一个普通人瞬间变成超人。慎儿露出狞笑，眼中闪过好战的光芒。有意思，不知道和我的体魄比，到底谁更强？去死！万怒吼，强健的后肢如弹簧般压缩释放，瞬间速度便快到只剩残影。慎儿完全不回避，反而提刀正面刚，两道身影如炮弹一般撞在一起，火花四溅中又迅速分开。
随即在两声踏墙的报鸣声中，两道身影又弹了回来，再次狠狠撞在一起。融合昆虫身体结构的昆虫铠甲和天宇咒符赋予的极致肉体，这是一场体魄的对决。远处的会看着两人的战斗，一时间竟有些愣神，看不见，根本看不见两人的身影。要不是时不时飞溅的火花和刺耳的碰撞声，他都以为眼前没人。原来老爸这么强！砰砰砰，战斗愈发激烈，整个空间都在塌陷。两人对战的地方更是变成了绞肉机，几只不长眼的咒灵误入，下一刻便被切成了碎渣。伏黑会急忙骑着玉犬跳出塌方，重新回到88桥底下。轰！两道身影冲破地面。伏黑甚尔一身狼狈，浑身冒着热气，但眼神却更兴奋了。好久都没这么酣畅淋漓的打一场了。而另一边，万的昆虫铠甲早已支离破碎，露出他的半张脸。铠甲之下，万喘着粗气，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甚尔。这个家伙竟然用自己的肉体胜过了昆虫的等人比例铠甲，而且越打下去，甚尔的优势越大。因为昆虫铠甲是很强，但内部却依旧是万的肉体，在战斗中他依旧要承受一部分加速度。短时间内还好，但时间一长，他也顶不住。可甚尔就不同了，他没有铠甲，但整具肉体包括内脏、骨头都是与生俱来的强悍，强行提升的体魄始终比不过天生的纯粹肉体。而战斗技巧生疏了近千年的万，在甚尔眼中如同婴儿般无力。是，甚尔的身影掠过万，在其胸前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该死！万咬牙切齿，最终目光一凝，看来只能用那个了。他缓缓地合并双手，汹涌的咒力逐渐构筑起一个黑色圆球外壳。领域展开，三重疾苦。巨大的圆球瞬间将万和甚尔包裹在内。领域外，见到这一幕的伏黑会急忙将自己目前吊服的所有式神都放了出来。黑白玉犬、蛤蟆、叶、大蛇。这个黑色圆球外壳，他曾经见五条悟老师施展过。这可不是刚才那个特级咒灵的垃圾领域，而是真真正正的领域展开。一旦被拉入领域，在必中效果下，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但五条悟老师曾说过，领域的内部很坚硬，无法从内破解，但外部却是相对脆弱。他现在只能动用全部式神，看看能不能从外部破解领域。然而还没等他开始行动，砰！宛如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黑色圆球外壳出现了一道缝隙，而后越变越大，最后整个领域分崩离析。伏黑会愣在原地，完全想不到这领域才维持1秒钟就碎了。伏黑甚尔慢悠悠地走了出来，淡然地看着呆若木鸡的万。你做什么？甚尔笑着举起手中的天逆谋，能强制解除一切术士的咒具，领域也算术士。万不甘地看着甚尔手中的天逆谋，你有这个不早用，想试试你的构筑术士有多强？你试完了，你可以死了。话音落下，甚尔的身影已然出现在万的跟前，手中是魂刀高高扬起。万想要躲避，然而刚施展完领域展开，他已经进入术士熔断，根本无法使用构筑术士。身着昆虫铠甲都打不过，更何况现在一丝不挂的自己。万想要逃跑，却跟不上甚尔的速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噬魂刀落下，身体被一刀劈成两半，就像破布娃娃倒在地上。消失的前一瞬，万不甘心地看着甚尔，但随即眼中浮现出那道鬼神般的身影。啊，抱歉，不能继续爱你了，从今以后你又要孤单一人了。是。伏黑甚尔一阵嗤笑，孤单？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那种家伙怎么可能孤单？诅咒之王，极恶鬼神，两面宿傩所追求的是绝对的自由和随心所欲，你所谓的爱，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闻言，万面容狰狞，宛如恶鬼。野猴子，你在胡说什么？只要我向宿傩大人证明我的爱，就一定能待在他的身边。你这杂碎，你根本不懂。甚尔冷眼看着歇斯底里的万，直到他的头颅彻底消散。可悲的家伙。第48章入学季新生代。夏日的蝉鸣响彻整个咒术高专，又到了1年1度的新生入学季。禅院家，身着练功服、手握制刀的少女扎着马尾，眼镜下的眼神透着无与伦比的坚定。在她眼前坐着一位肌肉遒劲、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是禅院家家主禅院直皮人。我要去咒术高专，成为像最强3人组那样的咒术师，然后灭了禅院家。少女叛逆的口出狂言，但听到这话的禅院直皮人却没有动怒，相反，他却是露出豪爽的大笑声，哈哈哈哈！这样吗？珍惜。望着禅院珍惜的身影，直皮人恍惚间仿佛看见了那个男人的影子。很好，那么就去做吧，珍惜。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的那一天。狗卷家，小吉酱啊，在学校要多交朋友，跟同学们处理好关系。鲑鱼，
记得要听老师的话，有空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鲑鱼，一想到以后好长时间都看不到小吉酱了，妈妈就好难过。呜呼！大界，阳光咖啡屋，夏油杰苦笑着应付着眼前的警察。那个，他们3个是我的养女和养子，本店真的没有非法雇佣童工。身后，家常菜菜子、家常美美子和迷目丽酒凑近窃窃私语。话说，这已经是这个月第4次了吧？那些顾客看见我们出了店门就报警了，所以我才说挂个告示牌啊。你忘了，明天我们就要去高专了。话说杰大哥和晴子姐姐怎么还不结婚？次日，咒术高专校门口的门扉下，一只体型硕大的熊猫正懒洋洋地躺在树下，摸着自己毛茸茸的肚皮。熊猫名叫胖达，是夜蛾正道凭借自己的术式傀儡操术创造出的一只特殊咒骸。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熊猫胖达不仅拥有独立的意识和感情，而且能自主产生和吸收咒力，这几乎已经是造物主的范畴。也因高层看到熊猫胖达的潜力，明里暗里都在敲打夜蛾正道，希望他交出制作咒骸熊猫的方法。因为一旦熊猫胖达能够量产，他们就能掌握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大军。这对于将咒骸看成是自己孩子的夜蛾正道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并表示熊猫胖达的诞生只是个意外，他也没办法复制。高层当然不会相信这种说辞，但考虑到当今4大特级之3都是夜蛾正道的弟子，且都和他关系很好，所以高层也不敢动用强硬手段，只能一直软磨硬泡。哈哈，好慢啊！熊猫胖达打了个哈欠，忍不住吐槽道。这时，一个灰白色头发、衣领口将整张嘴罩住的少年出现在校门口。与此同时，一位高挑的马尾少女扛着制刀走来，在看到狗卷吉时伸手打着招呼：“你好，请问是新生吗？我也是，我叫蝉，你叫我珍惜就行。”鲑鱼，鲑鱼，鲑鱼。珍惜瞪着疑惑的豆豆眼歪头，狗卷吉也变成豆豆眼跟着歪头。大眼瞪小眼一会儿后，狗卷吉似是想起了什么，从背包里掏出一张类似简历的纸。珍惜接过看了看，哦，狗卷吉，原来你是咒言师啊，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请多指教啊。鲑鱼，珍惜大大咧咧地拍着狗卷的肩膀，余光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熊猫。哎，学校还养熊猫的？熊猫胖达伸手打招呼，哟，你们好，我是熊猫胖达。珍惜和狗卷吉齐齐呆住。熊猫说话了，海苔，不用那么惊讶，我是咒骸了。熊猫胖达扶额，一脸无语的解释。咒骸？珍惜这才想起，身为咒术高专校长的夜蛾正道，可是有着傀儡操术第一人的称号，那就不奇怪了。突然，狗卷吉和熊猫猛地转过头，看向校门口的方向。咒力几乎为零的珍惜后知后觉跟着两人转过头，随即在他的特殊眼镜下，一股简直要刺破天际的恐怖咒力越来越近。珍惜震惊，这是特级？熊猫胖达耸了耸肩，肯定是那3位的其中之一。海苔。很快，3人看到了来者的身影。只见夏油杰带着菜菜子、美美子和丽酒缓缓走进咒术高专。菜菜子3人对高专很是好奇，左顾右盼的他们很快发现了珍惜3人的身影。哇，是熊猫！夏油杰见状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了，熊猫。熊猫胖达看着菜菜子等人，想不到夏油老师你亲自来送他们啊。夏油杰挠头道，泽和物也要来，好久没和他们聚聚了，所以顺便来看看。夏油杰在得知来者是夏油杰后，珍惜露出了敬仰的目光。最强3人组，咒术界的传奇人物，曾经在轰星宫外大放厥词，将整个御三家的脸按在地上摩擦。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饱受禅院家虐待的珍惜眼中，简直就是英雄般的事迹。也正因如此，这3人成为珍惜作为咒术师所追求的目标。你们好，我叫家常菜菜子，我叫家常美美子，迷目丽酒。3人的性格冷热跟说话字数如出一辙，不过同是学生，几人很快熟络起来。就在这时，一阵贱兮兮的笑声突然响起。呵，姐，好久不见啊。夏油杰无奈的笑了笑，是啊，好久不。快看，这是我的弟子伏黑会，石影法的传承人，目前有孵出7只1级咒灵的战绩，还没入学就已经是2级咒术师喽。5条悟两手托着伏黑会不断炫耀，会满头黑线，尴尬的无地自容，嫌弃的躲在老爸伏黑甚尔的身后。你也来了？夏油杰无视掉疯狂炫耀的5条悟，看向伏黑甚尔道。甚尔抓了抓头发，好歹是我儿子嘛，闲着无聊跟来看看。突然甚尔视线一凝，看向了人群中的珍惜。与此同时，察觉到视线的珍惜抬起头与甚尔对视，只见甚尔带着伤疤的嘴角缓缓勾起，露出不明所以的笑容。天宇咒父吗？第49章
慎儿收徒，疯狂的基因。喂，你是禅院家的人吗？慎儿挑了挑眉，对着珍惜开口问道。珍惜眉头一蹙，显然并不喜欢被冠以禅院之名，但奈何自己确实姓禅院。是的，你有什么事吗？慎儿露出揶揄的笑，在禅院家的日子不好过吧？珍惜皱眉，似是脑海中浮现出不好的回忆。喂，你这家伙到底想说什么？慎儿耸了耸肩，没有回答珍惜的问题，而是换上一副认真的表情问道：你来高专是为了什么？珍惜撇嘴，当然是为了变强。变强之后呢？珍惜顿了顿，随即紧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我要把禅院家这棵烂到透顶的大树连根拔起。慎儿愣了片刻，而后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最后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慎儿笑得旁若无人，笑得肆意张扬。熊猫菜菜子等人也是面面相觑。这个大叔好奇怪哦，该不会神经质吧？鲑鱼，鲑鱼！伏黑会默默退后2步。在场所有人恐怕只有5条悟和夏油杰知道慎儿此刻的心情了。珍惜看着大笑的慎儿，不知为何，竟从他的笑声中感受到一丝欣慰和快意，就好似他无数次在梦中将禅院家颠覆时的欣喜若狂。良久，慎儿的笑声逐渐停下，他一双眼睛盯着珍惜，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喂，小姑娘，要当我的弟子吗？啊！珍惜愣住，伸手指了指自己。喂，5条悟挡在慎儿面前，珍惜可是高专学生，你这算是挖墙脚了吧？慎儿无所谓道，那我就勉为其难当高专的临时工老师，只教他一个，不要工资。不要工资，算是我心血来潮，想给禅院家准备一个惊喜吧。5条悟和夏油杰眼皮一跳，这哪是惊喜啊，这分明是惊吓啊！我不同意。珍惜举起手，比起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5条老师和夏油老师显然更可靠。5条悟和夏油杰都是特级，放弃2个特级，转而拜师一个籍籍无名的男人，这与珍惜的强者之路南辕北辙。闻言，5条悟却摇了摇头，珍惜，或许这个男人比我和杰更适合教导你，因为他也是天宇咒缚的携带者，还有他原本的名字叫禅院慎儿。珍惜瞳孔一缩，禅院慎儿这个名字在禅院家几乎是禁忌，所有家族干事都对其三缄其口，但在禅院家有一个人却常将这个名字挂在嘴边，甚至将其视为偶像，那就是禅院家家主继承人，当代家主直皮人之子禅院直哉。每次直哉以修行切磋之名虐待折磨珍惜时，都会将他和同样身负天宇咒缚的慎儿相比，最后给出他是杂鱼垃圾的结论。也因此，珍惜知道了禅院慎儿的名号，同样的姓氏，同样的天宇咒缚，同样的悲惨经历，唯一不同的是，慎儿成年后觉醒暴君之力，屠戮了半个禅院家，潇洒离去，而珍惜现在还处于未能把握自己命运的阶段。慎儿看着珍惜，怎么样？现在愿意成为我的弟子吗？珍惜沉默片刻，而后抬起头，笑容狰狞恶劣。前辈，你的烂尾工程，以后我替你做干净吧。慎儿愣了一下，而后再一次大笑起来。5条悟和夏油杰对视一眼，轻笑着摇了摇头。禅院家真是一群蠢货呀，又惹上一个疯子。流淌在天宇咒缚体内的血液基因，似乎天生就该如此疯狂。伏黑会看了一眼便宜老爸，又看了看珍惜，顿时感觉自己的家庭地位莫名又降低了一个档次。果然自己是不是老爸亲生的，还有待考究。行了，你小子也别愁眉苦脸的，过来跟你的同学打个招呼。慎儿揉了揉会的刺猬头，将他推到众人面前。那个5条悟突然冒出来，不好意思的举手道，他们不是会的同学哦，会现在才13岁，还差1年才到入学年龄。慎儿和会纷纷愣住，那你让我把会带来干嘛？5条悟搓着手嘿嘿一笑，这不收了个天才弟子吗？听说哥哥也收了个弟子，我把慧带来在他面前炫耀炫耀。慎儿，会，夏油杰捂脸，确实是误会做出来的事，谁要在我面前炫耀啊？听到这个声音，5条悟和夏油杰惊喜地转过头，子，你来了。其余人也纷纷转过头。从5条悟和夏油杰的反应来看，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毫无疑问就是那个男人，毫无争议的现代最强咒术师5条家当代家主5条泽。紧接着戴着墨镜的5条泽出现在众人眼前，光看外表与5条悟简直如出一辙，就连脸上的笑容都一样贱兮兮的。同时众人还注意到5条泽身后还跟着一个长相有些阴郁的少年。5条悟、夏油杰和伏黑慎儿齐齐看向那名少年，眼神中流露出些许不可思议。5条泽身为最强，那浑身恐怖至极的海量咒力还情有可原，但那名少年是怎么回事？这恐怖的咒力气焰和压迫感
完全不比五条泽弱多少啊！五条悟脸色僵硬，但还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哥哥，他是……”五条泽此刻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哦，他是我的弟子乙骨忧太。忧太，来给大家打声招呼。乙骨忧太噙着笑意，有些拘束的上前鞠了个躬，认真的开口问好：“大家好，我叫乙骨忧太，大家可以叫我忧太，以后请多多指教。”闻言，五条悟像是突然被抽离了力气，像丢了魂似的瘫了下来。雅灭蝶！五条悟冲到伏黑慧面前，两手按在他的肩膀上：“慧慧啊，还有1年的特训时间，1年之后你去打败忧太。”慧看了眼浑身燃烧着咒力的乙骨忧太，眨了眨眼：“啊，我……”第50章卷锁登场，目标虎杖。小插曲过后，乙骨忧太也是很快与其他人熟络。很快，在五条泽等人的带领下，这届新生快步走进高专之中，进行目录登记。加场菜子，2级咒术师，生得术士焦距影射，通过手机摄像为媒介，强制镜头内的目标静止1秒，冷却1分钟。加场美眉子，2级咒术师，生得术士绳缚玩偶，可以控制玩偶飞行，并配合手中与玩偶连接的绳子对目标进行束缚和绞杀。值得一提的是，夏油杰为了美美子专门去了趟南非，从当地购置了一件特殊咒具黑绳。迷目利久，2级咒术师，生得术士爆萤，生出若干萤火虫，并能使其爆炸产生杀伤。夏油杰抚养的3个孩子虽然都不顶尖，但也算是天赋不俗。狗卷棘，2级咒术师，咒言师一族的墨翼，可通过语言生成诅咒。正因如此，他不能随便说话，以免误伤同伴，只能用寿司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熊猫胖达，2级咒术师，咒骸，似乎是高层有意掩饰，有关熊猫的信息并不多。不过接下来2人的评级却相当意外。禅院珍惜，4级咒术师，咒具使，体内几乎没有咒力，只能通过特殊咒具的眼镜才能看到咒灵，通过体术战斗。4级，夏油杰有些意外。从珍惜的站姿、呼吸来看，他的体术至少达到了接传的地步。这个年纪这个成就，说一句体术天才都不为过，怎么可能才4级？五条悟做出呕吐的表情，这群老家伙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迂腐恶心。然而珍惜在看到4级时并没有露出什么难过的表情，相反，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至于他是不是只有4级的水平，等上了战场自然一清二楚，事实胜于雄辩。最后就是五条悟看向乙骨忧太，心底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只见乙骨忧太挠着头发，有些腼腆地掏出自己的学生证。众人一看，眼睛都瞪大了。特级！看着一脸人畜无害的乙骨忧太，众人嘴角抽搐。伏黑慧转头看向蔫了吧唧的五条悟：“这就是你让我1年后要打败的人。”温暖的阳光照在沙滩上，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和大海。躺椅上，一个女人戴着墨镜，享受着日光浴，只是额头上显眼的缝合线显得有些诡异。一旁还有一个脑袋像烟囱的独眼咒灵，一只红色章鱼和一个浑身都是缝合线的清秀男子。突然，这片空间一阵扭曲，2道身影走了出来。哟，花玉和李梅回来了。额头有缝合线的女人起身，露出和善但细看之下又虚假的笑容。女人名叫虎杖香枝，当然，此刻占据这具肉体的却是一位1000年前的诅咒师，名为卷锁的存在。独眼咒灵，也就是漏壶抽了口烟。花玉，情况怎么样了？花玉摇摇头，88桥下的咒灵被扶除了，万也不见了踪影，大概率是死了。卷锁皱紧眉头，知道是谁干的吗？不知道，对方似乎很有经验，抹除了一切战斗痕迹，什么也没有留下。岂可休！暴脾气的漏壶头顶的火山头开始冒烟，这一下不仅损失了万这么一个帮手，还损失了一根素挪手指。李梅不悦的冷哼道：“那个疯女人，有没有她根本无伤大雅。1000年前，万在素挪面前表露心意，并大放厥词说要取代李梅的位置。这件事，李梅可一直记在心里，所以她对万从未有过好感。要不是卷锁说万能成为帮助他们的工具，他甚至不介意把那个疯女人活活烤了。”卷锁听到花玉的消息，顿时陷入了沉思。1000年以来的一幕幕场景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1000年蛰伏，卧薪尝胆，终于到了关键时刻，却突然传来一道晴天霹雳。五条家又诞生了6眼，还是双胞胎。本来卷锁觉得没什么，双子的诅咒存在，其中之一肯定是个废物。再加上以往的经验，刺杀6眼的行动要么失败，要么就会诞生下一双6眼继续跟他作对，仿佛是无法避开的宿命。所以卷锁干脆放任6眼双子不管，这些年呕心沥血到处搜集素挪的手指，结果事实把他的脸打得啪啪响。2个6眼都没废，甚至已经强到失控的地步。尤其是双子中的哥哥五条泽，卷锁好几次动用全部手段偷窥，
差点就被发现反杀。更抓马的是，六眼双子也就算了，又出现一个咒灵操术，也强的没谱。大亚历山大，千年以来，卷所第一次打这种地狱难度的局，总感觉匹配机制在作妖，所以他提前开启了一些后手底牌，比如解封部分瘦肉咒物，让己方多一些人手。李梅和万就是被选中提前瘦肉复活的，因为两人对素挪绝对忠诚，而卷所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复活素挪，两人肯定会不留余力的帮他。但现在李梅是复活了，可万复活还没几分钟，他就从咒物封印中感知到万的气息消失了。喵的，刚召唤出一个队友，脚还没踏出泉水呢，就无了。什么猪队友？会不会玩？卷所有些头疼的拍了拍脸颊，心底生出一股莫名的焦虑。他总感觉背后有双眼睛，将他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好似他接下来做什么都会被刻意阻挠。而这种感觉在监视五条则时尤为明显。喂，你在发什么呆？漏狐狰狞着脸，你说的素挪容器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开始行动？要是再婆婆妈妈的，信不信我烧了你？漏狐，四大天灾咒灵中最强的存在，也是脾气最火爆的存在。卷所余光瞥了一眼漏狐，心底暗骂道：区区咒灵，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表面却是露出虚伪的笑容。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尽管十分忌惮六眼双子和咒灵操术的存在，但卷所可不打算止步不前。我在高专的眼线得到消息，最近素挪的一根手指在运送中会暂时存放在第51章命运的开始。仙台市宫城县山泽第3高中。伏黑会很疑惑，他不明白特级咒物这种东西竟然会如此草率地放置在百叶箱中，更不明白竟然让他这个还没正式入学的学生前来接收这件特级咒物，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伏黑会叹了口气，算了，就当是上面没人手了，把我拉过来充数吧。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他的老师五条悟或许还真能做出这种事。伏黑会走上前打开百叶箱，不对，一定是我打开的姿势不对，再来一遍。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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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7、8遍，伏黑会终于接受了现实，特级咒物搞丢了。次日，体育课上正在进行50米短跑测试，一群学生俯下身子蓄力，集中精神看向眼前的赛道，耳边等待着哨声的响起。而在几人中，一位浅粉色头发的少年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你说虎杖同学这次能有多快？5秒吧？太小看他了吧？怎么说也得破他上次4秒13的记录。哎，这就是溪中之虎吗？嘘！伴随着众人的议论声，哨声突然响起，而后只见虎杖悠人的身体像弹簧般射出，以至于一旁的同学都受到了影响。紧接着，众人只感觉到一阵狂风掠过，虎杖的身影便已经冲过终点线。后知后觉的老师慢了一拍，才按下计时器，但看着上面的数据，双眼都快瞪出眼眶。3秒27，体育老师一个箭步来到虎杖身前，抓着他的肩膀，满脸希冀地说道：虎杖同学，你听我说，你这样的天赋就应该专攻体育。我在教育部有些关系，我可以保证，你这个成绩完全可以参加全国大赛，然后在奥运会为国争光的。虎杖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老师，可是我对这个没兴趣。NO。体育老师一阵抓狂，颇有一种发现了璞玉结果，对方在摆烂浪费天赋的恨铁不成钢。你该不会还在那个奇奇怪怪的社团吧？老师，是灵异现象研究会。体育老师一阵无语，不要浪费时间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你这样的天赋简直是神的恩赐。虎杖急忙捂住耳朵，摆脱了喋喋不休的体育老师。医院里，虎杖悠人的爷爷虎杖窝柱正在给孙子留下最后的遗言。悠人，你很强，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别人，就算迷茫，就算不被感谢，也要救了再说。你应该在众人的簇拥中死去，不要像我这样。随即不给悠人告别的机会，便匆匆撒手人寰。虎杖悠人心里有些难过，但一想到爷爷的话，如果我是寿终正寝，那该为我高兴才是，便又强打起了精神。虎杖处理完爷爷的后事，转角便遇到了伏黑会。为了寻找失踪的特级咒物，伏黑会已经在虎杖所在的中学游荡了好些天。昨天刚确定目标在虎杖的背包里，结果这小子身手矫健，跑酷似的越过围栏，2下就不见了踪影。不用咒力达到这种程度就很扯淡。好在今天总算是让会逮着他了。你就是虎杖悠人吧？伏黑会掏出一张照片，我是咒术高专的伏黑会，很抱歉，你身上所持有的这个东西很危险，现在立即交给我。虎杖一愣，随即给了会一个空盒子。伏黑会，莫不是来消遣我？虎杖悠人捶了一下掌心，哦，对了，我把里面的东西送给学长学姐了。看着伏黑会一脸的严肃和紧张，虎杖挠了挠头，会不会不太妙？何止不太妙，会死人的。
伏黑会连忙拉着虎杖直冲学校。与此同时，山泽第3高中某昏暗的自习室内，佐佐木和井口在蜡烛的微光下，正手忙脚乱地拆解着咒具的符纸。佐佐木，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就是探索灵异事件的气氛和紧张感。快点，拆开来没有？等等，马上就好。在两人合力的作死下，符纸被拨开，一根狰狞扭曲的手指显露出来。就在这一刻，方圆数公里内的咒灵就像闻到腥味的猫，不约而同地朝这里汇聚而来。自习室内，昏暗的烛光摇曳欲熄，无数扭曲的影子开始弥漫。惊恐的佐佐木和井口吓得连滚带爬地逃出自习室，迎面正好撞见伏黑会和虎杖悠人。虎杖，快跑！怪物，里面有好多怪物。伏黑会一听就知道坏事了，急忙让虎杖将两人护送离开，自己独自一人闯进自习室。在看到无数咒灵趋之若鹜地扑向素挪手指，伏黑会立刻召唤出式神玉拳。黑白玉拳保驾护航，击退一众咒灵。伏黑会也借此将素挪手指夺了回来。另一边，虎杖将两位小伙伴送到安全的地方后，转身就要去找伏黑会。你们待在这里不要乱跑，我去看看怎么个事。随即，虎杖用他那超人般的肉体越过重重围栏，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挨打的伏黑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虎杖悠人此刻也看见了那名为咒灵的怪物。不过虎杖艺高人胆大，嘴里一边喊着这些都是什么怪物，一边如一个莽子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咒术回战正式拉开帷幕。第52章，吃什么吃？吐出来！给我滚开！看到被揍得遍体鳞伤的伏黑会，虎杖悠人想起了爷爷临终时的嘱咐，于是义无反顾地冲到伏黑会面前，对着眼前的咒灵狠狠一拳。当！虎杖悠人脸皮一抽，疼得抽回手不停摇晃，这感觉就像是打在了钢板上。被打中的咒灵毫发无损，看向眼前向他挑衅的食物，几只鞭子似的触手狠狠抽打过去。虎杖悠人被打得上蹿下跳，浑身是血。笨蛋！伏黑会暗骂一声，两只玉犬一左一右朝咒灵扑去，尖锐的爪子在咒灵身上留下一道道伤口。咒灵吃痛惨叫，一个横扫将玉犬连同虎杖拍飞。伏黑会趁机一个滑铲躲开横扫，来到咒灵跟前，缠绕着咒力的拳头一拳打出。砰！虽然力道没有虎杖那么大，但对咒灵的效果却是天差地别。只见一拳下去，咒灵那扭曲的身体瞬间炸成碎块。处理掉咒灵的伏黑会转头看向虎杖悠人：我不是叫你带着那两个人一起逃吗？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实在是太莽撞了。咒灵只能由咒力扶除，你根本伤不到他。你刚刚差点就死了，知不知道？喂，你不是还在这儿吗？我好歹也能帮点忙。虎杖悠人争辩，随即有些疑惑问道：那些都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学校？伏黑会耐心解释道：那些是咒灵，你就简单理解成常人一般情况下看不见的存在好了。怨灵也可以这么说，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学校，都是因为这个特级咒物。伏黑会向虎杖展示了一下素挪手指，这个东西对任何生物都拥有剧毒，但对咒灵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只要吃下它就能获得庞大的咒力。原来是这样。虎杖悠人摇头晃脑，懵逼的表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懂了。好了，接下来该将咒物带回去重新封存。轰！突然教学楼一阵颤动，伏黑会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一头长着6双脚，舌头上满是眼珠，形似变色龙的庞大咒灵撞破墙壁冲向伏黑会。强大的咒灵将会一下子拍飞，整个人撞在墙上，身体都陷了进去。而手里的咒物则是咕噜噜滚到虎杖脚边。从伏黑会口中得知此物的重要性，虎杖悠人一把将其从地上捡了起来。咒灵怒吼着朝他冲来。虎杖悠人不愧是被称为溪中之虎的存在，靠着肉体凡胎竟然和咒灵周旋的有来有回，但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还是让虎杖吃尽了苦头，素挪手指好几次都差点脱手。千钧一发之际，虎杖悠人一口咬住了素挪手指，然而反手就被咒灵抓住了身体。伏黑会喊道：住手！你这样也会被他吞噬的，赶紧将手指丢掉。眼见咒灵已经张开大嘴，要将素挪手指和虎杖一起吞下。虎杖猛地想起刚刚伏黑会的话，咒灵只能用咒力扶除，吃下手指就能获得咒力，至于其余内容则是被他选择性的忽略了。可能是强壮路人的大脑 CPU 无法处理过多信息吧。既然如此，伏黑，那我拥有咒力不就可以了吗？伏黑会惊呼：住手！然而虎杖悠人已经一个甩头将手指抛至空中，而后张大嘴巴一口吞下，嚼都不嚼一下。就在这时，虎杖悠人突然感觉身体悬空，抬头一看，一个白头发戴着墨镜的男人正像提小鸡一样提着他。而后男人将虎杖的身体倒了过来，
像倒垃圾桶似的上下颠簸。吃什么吃？给我吐出来！哦。虎杖悠人被折腾得头晕目眩，翻江倒海，卡在嗓子眼还没来得及下肚的手指头就这么被他吐了出来。紧接着，五条则将虎杖放下，伸手去捡素挪手指，但看到上面沾满了黏糊糊的口水，五条则面露嫌弃，拍了拍虎杖悠人的肩膀：“把手指捡起来，把手指捡起来。”哦，好的。虎杖悠人顾不得恶心，将素挪手指捡起来，用衣服袖口擦干净。吼！纣灵发出一声咆哮，五条则往下移了移墨镜，看了纣灵一眼。下一刻，砰！纣灵直接炸成碎块。啊！虎杖悠人大为震撼，连忙躲避五条则的视线，生怕被瞪一眼就炸了。五条则老师，伏黑会起身，蹒跚的来到五条则面前问好：“辛苦你了，会。”五条则拍了拍会的肩膀，后者的伤势瞬间恢复如初。反转术式，伏黑会有些羡慕，不过10隐法之一的原路就能使用反转术式，未来可期。多谢则老师，还好有你的及时支援，不然我们凶多吉少。随即伏黑会愤怒地扯过虎杖的衣领：“你这家伙为什么要吞下素挪手指？”虎杖悠人有些恼怒：“喂，我这样也是为了帮助你啊，白痴！我不是说了，素挪手指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剧毒，你吞下一定会没命的。”哎，你有说过这个吗？一旁的五条则突然插嘴：“不会哦，虎杖同学是特别的，哪怕吞下的素挪的手指也不会死亡，因为它是被人特意制作出来，适合素挪瘦肉的人造容器。我说的对吗？那边藏着的家伙。”五条则看向教学楼道的阴影处，下一刻2道身影走了出来，一个额头有缝合线的女人和一个左手和肩膀都缠着白布，双眼处长着2根树枝的怪物。看到女人的一瞬间，虎杖悠人不知为何有些精神恍惚。她是谁？虎杖不由自主地开口问道。而那边的女人在听到虎杖的问题后，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悠人，我叫虎杖香织，是你的妈妈哟。”妈妈？喂，眷所。五条则打断道：“玩弄女人的身体，玩弄孩子的感情，这样很没品啊！你可真是个畜生。”第53章以一敌二，赤波惹。就这么被指着鼻子骂，饶是活了1000年的眷所也有些恼怒。你这家伙，难道我骂的不对吗？五条则摊了摊手，向一旁的虎杖悠人解释道：“虎杖悠人，虎杖香织的确是你的妈妈，但在你出生前她就已经死了。眼前这人只是个占据你妈妈身体，活了1000年之久的怪物。”虎杖悠人惊愕茫然，心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哎，等等！虎杖悠人突然一怔：“你是说我妈妈在我出生前就死了？”五条则翻了个白眼，虽然听着很奇怪，但确实是这样。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你是你父亲和占据你死后母亲躯壳的怪物生下的孩子。虎杖悠人一脸懵逼，显然以他的大脑 CPU 无法处理这么复杂的情况。但有一点他知道，那就是现在眼前这人占据着他母亲的遗体，这是对死者灵魂的亵渎。你这个家伙，我要把你从母亲的身体里赶出来！虎杖悠人怒吼道，却被伏黑会挡了下来。冷静点，虎杖，眼前这2人的咒力量很庞大，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让则老师来吧。五条则走上前，耸了耸肩，看来我把你们的计划破坏了呢。眷所冷笑，那倒也说不准。花玉，你去强制那孩子吞下素挪的手指，我来拖住五条则。没问题。花玉发出类似电波一般不明所以的声音，但内容却准确无误地钻进眷所的大脑。喂，在我面前密谋着分头行动，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五条则的身影突然消失。砰！眷所瞳孔骤缩，回过神时，旁边站着的花玉已经变成了五条则，而花玉则被一拳轰进教学楼，撞碎了好几堵墙，才堪堪砸落进废墟之中。开什么玩笑？这么强？眷所浑身冷汗，这种压迫感不是从前任何一届6眼能比的。他立刻发动了属于虎杖香织的术式反重力机构。五条则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变成轻了，就好像重力在消失。这种与周围环境的脱节感，让五条则的身体出现了短暂的僵直。就是现在，花玉突然从废墟中冲出，右手上缠绕着荆棘形成的拳套，狠狠地砸向五条则。砰！无下限术式形成了类似涟漪的波澜。五条则咧嘴一笑，力道还行。他猛地伸出左手抓住了花玉脸上的一根树枝，而后右手对着其脸部一拳接着一拳，恐怖的力道夹杂着音爆，花玉满脸鲜血，发出痛苦的嘶吼。反转术式，重力。五条则突然感觉到身体一沉。虎杖香织的术式是反重力机构，而反转后就是重力。此刻五条则的四肢仿佛有1000斤重，想要移动都成了问题。花玉立刻拉开身位，召唤出一大批藤蔓将五条则缠绕。术式顺转，仓！
藤蔓被撕碎，五条泽的身体化作残影冲向两人。卷锁眼皮一跳，怎么可能？他本身的重力都已经是原来的1000倍不止，怎么速度还能这么快？砰！五条泽的拳头瞬间砸中卷锁和花玉的腹部，两人身体如虾撞倒飞，却又在半途被追上来的五条泽一记鞭腿劈中后背。五条泽就像踢皮球一样将两人踢来踢去。可恶！赤血操术，血腥雷，术式解放，千术杀！两人连忙放出一波技能，延缓五条泽的进攻，趁机拉开距离。术式反转，呵！红色漩涡将两人的攻击吞噬殆尽。五条泽饶有兴趣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卷锁。赤血操术是寄生加茂线轮时掌握的术式吗？切！卷锁擦去嘴角的鲜血，他没想到五条泽连这个都知道。算了，不陪你们玩了，去死吧！本着斩草除根的念头，五条泽可没有放虎归山的打算。浑身的咒力如同燃烧的火焰，五条泽将6眼功率开到最大。这一刻，卷锁和花玉都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五条泽脚底一踏，整个人堪称贴地飞行，双拳缠绕着恐怖的咒力和黑色的闪电。砰！卷锁和花玉还没反应过来，肚子已经被轰出一个大洞。紧接着，五条泽缠绕着闪电的拳头继续砸下，两人的身体宛如破布一般在空中摇晃。不行，这样下去真的会死！我筹划了1000年，不能就这么死在这里。卷锁决定动用一部分底牌，不然今天怕是走不掉了。花玉，帮我挡住他1秒。花玉立刻挡在前面，双手化作一面木质盾牌，勉强扛住了五条泽的狂轰滥炸。这个时候，卷锁庆幸自己是带着花玉来的。驼艮防御比花玉弱，根本挡不住1秒。漏虎只会抓着他的衣领，大喊你个混蛋，是不是想临阵脱逃？而真人估计在他说话前，这货就已经在逃跑了。在花玉争取的宝贵1秒钟内，卷锁想也不想就从嘴里吐出一个小球，将上面的符文撕开，卷锁掐诀吟唱。随即那小球仿佛活了过来，逐渐膨胀变大，化作一只身穿和服、披头散发的狰狞恶鬼。咒胎之母赤斑惹。般若在日本神话传说中是一种由心怀怨恨冤屈死去的女性所化身的怨灵。当初卷锁在寄生加茂线轮时，曾遇到一名能与咒灵结合生下孩子的女子，于是他就将其掳来作为实验体，令其9次怀孕9次堕胎，并在胎中加入自己的血，创造了咒胎9象图。而那名女子最后因饱受折磨，满怀怨恨而死。要不说卷锁这货是纯畜生呢。秉持着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原则，卷锁在女子死后将其转化成过咒怨灵赤斑惹作为自己的工具。因为体质特殊，加上心中怨恨滔天，赤斑若竟进化成不亚于原著里七本里香那样的特级咒灵。1秒时间，卷锁将赤般惹放了出来，而花玉的防御也分崩离析。花玉倒飞而出，狠狠地砸进墙里。五条泽刚要乘胜追击，赤斑惹便拦住了去路。极致的怨念和恐怖的咒力，赤般惹咆哮着扑向五条泽。术式反转，呵！巨大的红色球体将赤般惹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秒杀！不过也正是赤斑若拖延的这1-2秒，卷锁和花玉成功跑路，腿脚还真是利索呀。五条泽无奈地叹了口气，看向地上挣扎的赤般惹。咒胎之母，原来如此。五条泽伸出双手，结出一个手印，领域展开，无尘之地。硕大的黑色球体将五条泽和赤般惹包裹，伏黑会和虎杖幽人也被覆盖了进去。哇，好漂亮啊！虎杖幽人两眼放光的左顾右盼，被五条泽领域内的天空之境美景所惊艳。伏黑会则是连连惊叹，这就是泽老师的领域展开，真是壮观。此刻被拉入领域的赤斑惹身上的咒力正在一点一点被剥夺，他那狰狞恐怖的外表如外壳般缓缓剥离，化作尘埃消失不见。原地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且正在化作光点消散。谢谢。恍惚间，五条泽耳边似乎听见了女人轻声的耳语。不客气。五条泽笑了笑，目送着女人的身影破碎成无数光点，消失在美丽的天空之境中。第54章，漏狐，区区5条悟，我去杀了他。领域解除。五条泽看了眼还在愣神的虎杖幽人和伏黑会，别发呆了，速挪手指呢？哦，这里。虎杖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黑紫色的干枯手指。五条泽实在不想碰着沾满过口水的千年鸡爪，拿出符纸让伏黑会代劳重新封存。呀，欧尼酱！一块黑布当眼罩的五条悟傻笑着出现，手里还提着一盒甜品。五条泽没好气的上前就是一个暴力，来自哥哥爱的铁拳。自己的学生遇到危险，还要我来帮你擦屁股？五条悟蹲在地上虚空悲鸣，果没拿赛。我真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大事。看到周围惨烈的战斗环境，
五条悟就知道这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哥哥还在的情况下闹出这么大动静，敌人肯定不是什么简单角色。五条则将刚才的事情过程说了一遍，随后语重心长道：悟啊，作为兄长的一些提醒，一股前所未有的势力即将来袭，你千万要做好准备，不能大意。虽然你能保护好自己，但这并不代表你就能保护好你的学生和朋友。眼见五条则神色严肃，似乎不像开玩笑，五条悟这才收起心思，郑重点头。既然如此，那我先走了。成为家主后，我现在每天的事真是有够烦。五条则骂骂咧咧的消失了。被哥哥教训啊，好歹在我的学生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嘛。五条悟挠了挠头，随后看向虎杖悠人，会心一笑。慧慧马上就要入学了，虎杖同学，你有没有兴趣成为他的同学啊？御三家，我不同意，我建议直接将此人处死。我也这样认为，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吞下宿傩手指，但他始终是宿傩的容器，应该防患于未然。据情报上说，这个容器还是卷所制造的，谁知道他体内还被动了哪些手脚？不如处死一了百了。众多高层争辩着，但大部分成员都坚持要处死虎杖悠人。尽管这次他并没有吞下宿傩手指，半晌，众人声音逐渐变小，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看向五条家的首席席位。五条则作为家主的他，已经成为高层的一员，且有了自己的派系。只是众多元老高层在这个位置已久，势力根深蒂固，饶是五条则也没办法。用武力逼迫很简单，但这些家伙精明着呢。表面上打太极，背地里和稀泥。尤其是许多内部机构都是他们的人，一旦将他们杀死，术师机构瘫痪，咒术界很快就会陷入恐慌。眼下五条则只能徐徐图之。不过绝强的武力带给五条则的好处也不少，比如现在决定虎杖的生死，所有人都只能看他脸色。眼见所有人都统一了意见，那就是处死虎杖。五条则淡淡开口，虎杖悠人将作为这一届新生入学，成为扶除咒灵的咒术师。此言一出，众多元老纷纷皱眉，这就是要保虎杖悠人了。禅院家族老禅院善提醒道：五条家主，希望你能明白，处死虎杖是为了咒术界的安全着想，而非我们的私心。如果你只想单纯跟我们唱反调，大可不必如此。哈哈哈哈！五条则突然开口大笑起来，这笑声夹杂着明晃晃的讽刺和轻蔑，让一众元老脸色难看。不过是害怕宿傩复活，然后把你们全宰了，怕死就怕死，何必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卷所活了1000年，怎么可能只准备虎杖这一个容器？真当他是跟你们一样的废物？用你们单纯愚蠢的脑子好好想想吧。至于宿傩，五条则起身，我来跟他打。我话说完，谁赞成？谁反对？现场鸦雀无声，唯有五条则狂傲的声音还在回荡。阳光沙滩，正在抽烟的漏壶一怔，连忙看向领域的入口。只见卷所和花玉搀扶着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再回到这里后，卷所和花玉再也坚持不住，噗的吐了一大口血，便瘫倒在地。花玉、漏壶、真人和驼根立刻上前扶起花玉，被晾在一边的卷所满头黑线。怎么回事？五条则，我们行动的时候遇到了五条则。花玉断断续续的开口，每说一句，嘴角就流出咒灵专属的紫色鲜血。卷所奋力爬起身，是我预估失败了，五条则的实力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混蛋！漏壶上前揪住卷所的衣领，你这个家伙，要不是花玉还活着，我一定会烧死你。花玉劝道：漏壶，不用怪他，是五条则的实力太强了，而且要不是卷所召唤出赤波惹断后，我们或许就死了。闻言，漏壶这才放开卷所，但随即他的脑袋就酷冒烟。那个五条则真这么强？很强，我和花玉都被打成这样了。那如果是我呢？漏壶自信一笑，开口问道。作为4大天灾咒灵中实力最强的存在，漏壶是有自己的傲气的。即使五条则打败了卷所和花玉，但他自认如果是自己面对卷所和花玉，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卷所，家人们谁懂啊？这不妥妥一普信咒灵吗？随即他为难地摇了摇头，我不觉得漏壶你能战胜五条则。啊！漏壶头顶喷火，你在开什么玩笑？花玉也劝道，漏壶，这个五条则你可能真的打不过。花玉还是保守了，他怕五条则能碾压你，这种话会打击到小伙伴的心灵。一旁的真人和驼根也说道，花玉都这样说了，或许那个五条则真的很强，漏壶大哥不要冒险。哼！漏壶顺着泼下了，但随即突然想到，所谓的咒术界最强3人组有3个呀，五条则是最强的，不还有五条悟和夏油杰吗？喂，卷所，你说五条则的弟弟五条悟实力如何？卷所愣了片刻，这个嘛，只能说五条悟确实没有五条则那么强。哦，
漏壶抽了口烟，那卷锁，你觉得我的实力能堪比几根素挪手指？大概7、8根吧。闻言，漏壶露出阴狠的笑容。五条则既然敢伤害花玉，那我就让他尝尝失去至亲的滋味。卷锁，把玉门将留给五条则就行。至于区区5条悟，我去杀了他。第55章，他比我更懂咒灵操术。元素车站，虎杖悠人在自己身上四处打量。哎，这就是高专的制服吗？感觉和伏黑身上的不一样啊。一旁的伏黑会解释道，制服是可以按个人的喜好修改的，可是我没申请修改啊。一旁的五条悟喝了口酸奶，嘿嘿一笑，我随手帮你改的，怎么样？合不合身？还可以。虎杖摸了摸额头，总感觉这个老师好像不太靠谱的样子。果然还是那位五条悟老师的兄长五条泽，看起来稳重可靠多了。就在这时，几人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名身穿制服的女生。女生身穿蓝黑色制服和同色百褶裙，黑色丝袜搭配棕色平底小皮鞋，一头浅橘色的短发很是显眼。一个身穿西服的星探正四下观望。喂，这位小姐，请问你有当明星的打算吗？不好意思，我赶时间。哎，说几句就好啊。啪！丁崎野蔷薇突然出现在他身后，相当粗暴的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喂，我说你不问我吗？问你？问什么？模特啊，看不出来吗？星探擦了一把汗，脸皮抽抽的跑开。抱歉，我还有事，我赶时间。丁崎野蔷薇眼角一抽，哼，没眼光的家伙。喂，这里。丁崎野蔷薇朝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3个穿着高专制服的人。走上前，众人开始自我介绍。丁崎两手叉腰，丁崎野蔷薇，开心点吧男生们，唯一的女生来了。虎杖举手道，我叫虎杖悠人，来自仙台。伏黑会不冷不热道，伏黑会。在丁崎野蔷薇的视角里，两人的形象逐渐抽象起来。虎杖悠人一看就是乡巴佬，小时候绝对吃过自己的鼻屎。伏黑会只报了自己的名字，我不喜欢自以为是的男人。这家伙一看就是那种往沾满石油的海鸥身上放火的那种人。丁崎野蔷薇叹了口气，哎，怎么到哪儿都身处这种不好的环境下啊？喂，你盯着我们的脸叹什么气啊？好了，既然都到齐了，而且有2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就去逛逛东京吧。五条悟提议道。东京。虎杖和丁崎两眼放光。丁崎，既然如此，那就去迪士尼好了。虎杖，迪士尼在千叶啊？当然要去中华街了。拜托，中华街在横滨。横滨不是东京的一部分吗？五条悟打断2人，那就让我来定地方吧。虎杖和丁崎双双单膝跪地，一副听从命令的姿态。都听老师的，那就6本木吧。芜湖至6本木至6本木。半小时后，几人看着眼前废弃的大楼，常人看不见的黑气不断溢出。这里有诅咒吧？丁崎野蔷薇暴起，岂可休！你这个破眼罩，这就是诈骗好吗？哪有刚下车就带我们来付出咒灵的？虎杖痛心疾首，骗人！五条悟一本正经的耍着无赖，这也是测试你们的能力吗？虎杖、丁崎，就决定是你们了。去把这座建筑里的咒灵符除干净吧。咒术高专，最近怎么感觉你很闲啊？夏油杰有些无语的看着躺在椅子上吃糖炒栗子的五条泽，不禁发问道。五条泽愣住，我有什么要忙的吗？你可是老师，当然是教导学生啊。夏油杰摊手，我最近一直在教导菜菜子他们3个，雾也在教导会虎杖和一个叫丁崎的新生，萧子在教导真奈美，2人最近还在参与一项有关咒灵的医疗实验。就连以前经常被称为废物的游击，这段时间也带着离子河东堂葵四处浮除咒灵，据说2人都已经是1级咒术师了。好像整个高专就你最闲啊。五条则起身，有些严肃地思索道，我想想，我名下的弟子有乙骨、珍稀、熊猫和狗卷。珍稀有善尔专门教导，乙骨已经是特级，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熊猫是咒骸，只有叶娥校长懂这个，狗卷是咒言师，这个我也不懂，所以我把家族内有关咒言师的所有书籍都送给他了，他正在自己研究。所以我可以安安心心继续睡觉了。说完，五条则往椅子上一躺。夏油杰嘴角抽了抽，半晌，夏油杰手一挥，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感受到强大的咒力波动，五条则蓦地睁眼起身。这是极之帆。夏油杰点点头，咒灵操术的极致奥义，极之帆漩涡，我可以通过其将我调服的所有咒灵都融为一体，凝聚出超高密度的咒力攻击对方。那不就是咒力对波吗？没什么特别的，能硬接你的鹤。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会极之翻，你和吾都不会。五条则阴沉着脸起身，给了夏油杰一个锁喉。你这家伙是不是飘了？夏油杰翻着白眼，依旧挣扎着喊出3个字：就我会。五条则眼角抽搐，你使给我看看。夏油杰手一抬，无数的咒灵被卷入极之帆，黑色的漩涡变得更加深邃，对咒力进行凝聚、压缩，最终形成一股恐怖的能量，看得五条则都有些触目惊心。这一发下去，恐怕半个高砖都要被夷为平地。停！五条则连忙叫停。夏油杰挥了挥手，漩涡消失不见。他拍拍衣角，波澜不惊，只是余光中的3分得意、3分炫耀和4分漫不经心出卖了他。五条则皮笑肉不笑，只是简单的将咒灵融合，提取咒力。你有没有想过单独抽取一只准1级以上的咒灵？夏油杰不明白五条则这话什么意思，但他知道对方不会无的放矢。而当他按照对方的说法使出漩涡时，整个人都愣住了。1级咒灵响夜叉具有控制雷电的术式。在抽取这只咒灵后，夏油杰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掌握了响夜叉的控雷术式。他连忙实验了自己拥有的其他咒灵，良久，终于得出结论：他的极之帆、漩涡能够抽取准1级及以上咒灵的术式能力。不过这些能力将不再具备成长性。饶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缺点，但这能力已经相当变态了。抽取咒灵的术式化为己用，也就代表夏油杰的实力提升和能拥有的术式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夏油杰都被自己的能力吓到了。你是怎么猜到的？他不信则只是随口一说，而且还刚好卡在准1级咒灵这个分割线。五条则露出不屑的笑容，一本正经地开始胡说八道。对咒灵操术的能力推断罢了，在你使出极之帆的一瞬间，我便解析了你的能力。6眼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夏油杰惊愕，呆呆地看着五条则。他比我更懂咒灵操术。第56章漏壶的袭击，虎杖亦未寝。高速公路上，伊地之节高一边开着车，一边通过后视镜看向后面坐着的五条悟。车内的气氛有些凝重。五条君，不用说了。五条悟打断伊德之的话，抓了抓头发道：这是那些老家伙自找的，哥哥作为家主不好出手，那我就宰2个人杀鸡儆猴吧。因为惧怕虎杖作为宿傩容器的身份，高层表面答应五条则饶了虎杖，实则私底下依旧在搞小动作。比如这次才入学没多久的虎杖3人接到的第一次任务是处理少年犯教养院的诅咒事件，但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里面的咒胎竟孵化出了1级咒灵。好在伏黑会在入学前就经历了五条悟的魔鬼训练，早已是2级咒术师，离1级都只有一步之遥。加上虎杖和丁奇的默契帮助，3人险之又险地成功孵出了1级咒灵。不过即便如此，五条悟还是很生气。且不说那群老家伙针对虎杖，就算是想要防患于未然，竟然将伏黑和丁奇也卷进去。这么搞他五条悟的学生，还把他这个老师放在眼里吗？伊德之从后视镜看了眼杀气腾腾的五条悟，明智的闭上了嘴，同时心里为一些高层暗暗默哀。突然五条悟感受到一股极为庞大的咒力，带着相当暴躁的波动。特级咒灵吗？而且远不是一般特级咒灵能比的。五条悟心中暗暗吃惊，难道这就是哥哥所说的最近暗中出现的神秘势力？伊德之就在前面停车吧。有客人来了。伊德之不明所以，但还是停下了车。五条悟下车让伊德之先走，随后独自一人站在公路上，慢悠悠地伸展4肢。正好一肚子气没地撒，希望你能抗揍一点哦。五条悟喃喃道，突然头顶一黑，只见一道身影从天而降，狠狠一拳砸了下来。五条悟立刻往后退，躲开了这一击。砰！坚硬的混凝土被砸得4分5裂，巨大的裂缝像蜘蛛网一般弥漫开来。五条悟一边后退一边打量着来者，火山头一般的脑袋，长着一只独眼，五短身材却内含堪称恐怖的咒力量，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正思忖时，身侧一阵热浪袭来。去死吧！漏壶结出手印，肆意狞笑。一座宛如火山口的东西长在公路侧面，滚烫灼热的岩浆伴随着火焰喷涌而出，将五条悟的身体淹没。看见这一幕的漏壶露出不屑的笑容。什么最强3人组，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弟弟是个废物，看来那个五条则也强不到哪里去。喂，说我哥哥可以，说我就过分了啊！五条悟从火焰中走了出来。漏壶愣了愣，旋即又露出自信的笑容。没干掉吗？这样也好，不然就太过无趣了。两手一合，密密麻麻的飞虫朝五条悟飞去。在撞击的一瞬间，飞虫的身体猛地爆炸开来，就像一颗颗手雷。然而五条悟早已跳到公路旁的堤坝上。真是奇怪，不仅实力远超一般咒灵，而且还能与人正常交流，这种智慧。得手了！
漏壶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五条悟身前，燃烧着火焰的手掌一巴掌拍在五条悟脸上，霎时间，五条悟整个头颅都被火焰包裹。这还不够，漏壶对着五条悟的腹部又是狠狠一掌，迸发的力道将五条悟身后的大地和树林掀翻。看着五条悟整个人被火焰笼罩，漏壶顿时觉得稳了，他冷笑着转身离去，不过如此。喂，你要去哪里啊？漏壶脚步一顿，见鬼似的转身，发现从烟尘中出来的五条悟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明明打中了，怎么没事？五条悟解释道，因为你并没有打中我，而是击中了你和我之间的无限，要不要体验一下？五条悟朝漏壶伸出了手掌，漏壶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是陷阱吗？还是机会？五条悟嘿嘿一笑，来嘛来嘛。漏壶试探的上前伸出手，却发现怎么也触碰不到五条悟，就像两人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你看，这就是无限，你碰不到我，但是我却能碰到你。说着，五条悟伸手与虎宝十指相扣，场面一度相当暧昧。然而下一刻，五条悟左手死死抓住漏壶，空出来的右手对着其腹部酷就是几拳，打得漏壶胃里翻江倒海。再一拳将漏壶轰至空中，五条悟发动了术式，术式反转，呵，轰！漏壶的身影在森林中不断倒飞，最终打水漂般砸进一座湖中。与此同时，五条悟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原地。咒术高专，虎杖悠人躺在床上，侧身看了一会儿墙壁上的大屁股美女照片，才满脸笑意地进入梦乡。突然，五条悟的身影出现在宿舍里，他看了看熟睡的虎杖，小声喊道：“虎杖同学，虎杖同学。”见其没有醒过来的意思，五条悟默默从怀里掏出一个强光手电筒，哒的一声，漆黑的夜晚霎时间恍如白昼。虎杖从被窝里爬起，睡眼惺忪且一脸懵逼地看着五条悟，五官都快扭曲在一起了。发生什么事了？五条悟会心一笑，虎杖意未寝，随即抓起还在懵逼的虎杖，一眨眼又消失没影了。湖中，漏壶狼狈地爬起身，只见五条悟已经来到他身前，手里还提着一个少年。漏壶立刻觉得自己又行了，如果是单对单，或许我还忌惮你几分，可现在你竟然敢带着一个累赘，实在是天助我也。闻言，五条悟摊了摊手，发出戏谑恶劣的笑声，呆 GO 不，因为你很弱哎。轰！漏壶整个人都炸了，头顶火山彻底喷发，就连两边耳朵处的塞子都堵不住喷涌的岩浆。臭小鬼，别太得意了，我要把你烧成人偶，再丢去喂狗。领域展开，盖棺铁围山。第57章，新的容器，咒胎代天，斗魔大陆，咒术高专。所以你让漏壶逃掉了是吧？闻言，五条悟浑身一颤，规规矩矩地跪坐在榻榻米上，一脸无辜的小表情。哥哥，我已经把漏壶的脑袋拧下来了，真的不刀了的。可是突然冒出一个脸上长着树枝的咒灵，对我使用了减弱敌意的术式，而且当时我手里提着虎杖同学，被他们逃跑也是在所难免嘛。闻言，五条则无奈地揉了揉头发，妈，算了，这也不能怪你。花玉就走漏壶，五条则并不意外，更何况还有个卷锁在场。上次五条则也差点杀了卷锁和花玉，但依旧被他们两个逃了。没办法，人家卷锁好歹是谋划了1000年的阴谋家，这种人最是惜命。或许战力不是最顶尖的，但论逃跑的手段，那绝对是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要彻底弄死卷锁，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五条则、五条悟和夏油杰三人同时出动，将卷锁彻底困死，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轰得连渣都不剩。要不要设个陷阱？五条则思索着要不要拿高砖里的素挪手指给卷锁设个套，然后他和悟、杰三人直接将卷锁做掉，一劳永逸。他可不是什么优柔寡断的性子，奉行的准则就是斩草除根，趁你病要你命。有点难办啊。阳光沙滩，花玉和真人正在进行沙滩皮球比赛，章鱼咒胎模样的驼艮充当裁判，而皮球正是漏壶宝宝的脑袋。漏壶无能狂怒，喂，你们两个混蛋，把我放下来。一旁披着虎杖香脂皮囊的卷锁开口，怎么样，漏壶、五条悟的实力如何？花玉两手抓住漏壶的脑袋，将他的脸正对卷锁。只见漏壶此刻已经全无出发时的豪情壮志，脸上满是凝重，尤其是回想起五条悟那碾压自己的领域展开，漏壶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死里逃生的惊恐。那个家伙很强，我完全不是对手。喂，卷锁，你真的确定五条则比五条悟还强吗？我根本想象不出比他还强该是什么怪物啊。卷锁露出微笑，那要不你恢复后再去对付五条则试试。漏壶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如果真如卷锁所说，那他这一去，恐怕花玉他们就要吃席了。花玉突然说道，卷锁，玉门将只有一个，真的要用在五条则身上吗？卷锁点点头，当然，他是最强的，
用在他身上性价比最高吗？花玉犹豫着开口：“那个，我们真的能找到困住五条泽的时机？即便成功了，玉门江真的困得住他？”啊！卷所顿时沉默。他活了1000年，从未见过五条泽这种怪物，那种超越生命层次的感觉，只有当年的宿傩拥有同样的气势。说句实话，他真没信心在五条泽面前争取到足够开启玉门江的时间。而且正如花玉所说，玉门江真的困得住那种怪物。那你的意思，五条悟或者夏油杰？花玉斩钉截铁道：“如果既要考虑性价比，又要考虑成功的概率，困住这两人的其中之一，无疑是最合适的。”卷所思索片刻，沉沉点头：“那就五条悟吧。毕竟卷所这1000年来最大的阻碍就是六眼，而且亲弟弟被封印，或许能大幅影响到五条泽的状态。那宿傩大人的容器呢？”一向沉默寡言的李梅突然开口，两眼冷冷地看着卷所。如果不是为了复活宿傩大人，他绝不可能与卷所同流。卷所这个家伙就像一条藏在暗处的阴冷毒蛇，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猛地跳出来咬你一口。闻言，卷所露出无奈的苦笑：“虎杖是我为宿傩准备的容器，不过现在这人身处高砖，想要在五条泽等人的眼皮底下抢走虎杖，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梅恼怒，手中出现冰霜：“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准备复活宿傩大人？”卷所摇摇头：“稍安勿躁，1000年的时间，我总不可能蠢到只准备这一个容器。跟我来。”说着，卷所带着众人离开基地，来到一处开阔的地下空间。只见最深处一个巨大的培养皿中，一个赤身裸体的青年正悬浮在透明液体中。青年全身插满了管子，戴上了呼吸面罩，浅粉色的头发像极了虎杖幽人。他是我300年前遇到的兽肉容器，与宿傩的适配程度几乎不下于虎杖幽人。我叫他戴天，那还不赶紧将你搜集到的手指都喂给他？卷所摇了摇头，300年的时间消磨，这具兽肉容器一直在沉睡，想要恢复它的活性，达到足以承受宿傩降临的地步，必须吸收大量咒力。李梅皱眉：“要怎么做？”说着，卷所露出阴冷的笑容：“咒力来源于人类的负面情绪，贪婪、恐惧、嫉妒、怨恨，而产生这些负面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无尽的死亡和鲜血。”一旁的真人露出邪恶扭曲的笑容：“杀人吗？那太好了。”只剩脑袋漏狐也哈哈大笑：“如果是杀人的话，我会用火焰把全日本烧成灰烬。”卷所心底冷笑，果然是一群没脑子的咒灵。不，虽然这次的任务是杀人和制造恐慌，但别忘了五条泽他们的存在。卷所指挥道：“必须将最强3人组调离东京。驼艮、花玉、漏狐，你们3人分别去4国、九州和北海道。以你们的实力，咒术界只能派出那3人。不过记住了，你们绝不可能战胜他们，一旦遭遇立刻逃跑，只要将他们拖住就好。”花玉和驼艮点了点头。漏狐虽然不喜欢卷所发号施令的语气，但此刻也罕见的没有反对。真人，你的能力适合制造大面积恐慌，所以你要留在东京，随你怎么闹都行，动静越大越好。我和李梅会从旁协助你。闻言，真人舔了舔猩红的舌头。各位，卷所狞笑着，语气愈发疯狂：“这是迎接诅咒之王归来的祭礼，放开杀吧！我要看到血流成河。”第58章，五条泽，天元你个坑笔！紧急消息！紧急消息！北海道出现特级咒灵，术士疑似与火有关，已经烧毁了半个县城，死伤无法统计。4国岛出现特级咒灵，将一座小型城市变成了森林。禅院家派出的区巨流队全灭。九州岛沿岸出现海啸，疑似是特级咒灵所为。冲绳出现超大型人头金冠，是咒灵的挑衅吗？混蛋！整个情报部乱作一团，高层紧急召开会议，天元也罕见的出席。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会议室一片死寂。只见摄像机传来的最后镜头里，漏狐的身影清晰可见。他踩在无数烧焦的尸体上，对着镜头露出玩味不屑的笑容。禅院直皮人狠狠一砸桌子：“混蛋！区区咒灵竟敢如此挑衅！老夫这就去！”行了，禅院家主。五条则打断他：“你打不过这只咒灵。”五条则补充道：“勿跟这只咒灵交过手。如果单论破坏能力，这只咒灵足以踏入特级术师的范畴。九州岛和4国岛出现的特级咒灵，实力也在这一层次。”众人讶然。禅院直皮人默默坐回座位。特级术师，这可不是特级咒灵能比的。现今5大特级术师，哪个不能碾压一般的特级咒灵？如果这3只咒灵的实力能堪比特级术师，那么能阻止这场灾难的就只有……众人将目光投向五条泽，后者叹了口气：“这3只咒灵，我们3个会处理的。不过我有种预感，这次正好出现3只天灾咒灵，还分散在日本的不同地点，很像是将我们3个调离。我担心我们一走，
东京很有可能会出乱子。这时，天元起身开口道：“五条家主，请你放心，我会在东京布下全方位结界的。”不说还好，天元一说话，五条则总感觉出事的概率更大了。唉，五条则叹了口气，第一次如此渴望有卷所这么靠谱的队友。阳光咖啡屋，这么说，你们3个要去外地？许久未见的天内离子捧着咖啡问道。五条悟一副臭屁样：“是啊，没办法，那种天灾咒灵，只有本大爷这种强者才搞得定吗？”七，天内离子翻了个白眼，手指碰了碰五条悟的咖啡杯，瞬间杯子里的咖啡凝结成冰。五条悟举起咖啡杯翻过来，倒出一块冰坨子，顿时脸皮一抽：“你这家伙！”柜台前，小圆晴子红着双眼，夏油杰犹豫片刻，最后还是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安慰道：“放心，我会帮你报仇的。”小圆晴子的舅舅一家生活在北海道，前天死在了天灾咒灵漏湖的袭击中。随即夏油杰说道：“则告诉我们3个走后，东京可能会发生动乱。晴子，我需要你带着这里的店员去往高专避难。”相处多年，小圆晴子早已了解到夏油杰的身份和咒术界的存在，他重重点头：“好，我等你回来，万事小心。”次日，五条泽、五条悟和夏油杰来到飞机场。“你去北海道吗？”夏油杰点点头，晴子的亲人死在了北海道。七，五条泽和五条悟齐齐翻了个白眼。五条悟思索片刻：“那我就去四国岛吧。上次竟敢在我面前就走俘虏，我要给这只叫花玉的咒灵一点颜色看看。”五条泽一愣，留一个最弱的驼艮给我。不过仔细想想，此刻的驼艮或许已经进化了，毕竟单论体内的咒力量，驼艮是4大天灾中最庞大的。而且海啸，看来驼艮懂得主场作战，在自然力量的加持下，或许表现力能不输漏湖。3人商议好后，各自登上了赶往目的地的飞机。与此同时，在得到最强3人组离开东京的消息，蛰伏的卷所立刻跳了出来，准备搞事。东京，天元使出压箱底的结界术士，在整个东京布下了天罗地网。某处下水道内，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符文，真人为难的挠了挠头，好复杂啊！一旁的卷所不屑一笑：“不过如此，这些结界术士1000年前就有了，现在居然还在用。不过噬咒力量更多，强度更大，内部核心原理却一点没变。白痴的天元，1000年时间衰老的不仅是肉体，还有脑子吗？”卷所一边说着，一边掏出奇形怪状的咒物、咒句和符文。“过来帮我一下，李梅，把这个贴在那里。真人拿着这个。”准备多时，卷所面向眼前的结界，两手结印，反咒崩解。黑色的符文如同蝌蚪一般爬满了结界，并逐渐将其侵蚀。同一时刻，轰星宫内的天元猛地睁开双眼，不好！结界出现异常！砰！话音未落，只听虚空中传出一道玻璃破碎的声音，而整个东京的咒术师也同时发现了异常。那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咒力结界正在飞速溶解消失。这是怎么回事？天元大人出意外了吗？快上报高层！下水道内，卷所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喘着粗气道：“解决了，接下来整个东京将任由我们肆意妄为。”闻言，真人露出变态的笑容，似乎已经等不及虐杀那些低贱的人类了。卷所提醒道：“别玩得太嗨了，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制造足够多的恐慌，所以你不要只待在一处地方。”了解了解。真人快步冲去下水道，来到车水马龙的大街，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类，他变态的笑容再也抑制不住，癫狂的表情爬满了整张脸。猎物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玩了呀！银座大街有异常情况，出现多只咒灵，派去的3只先遣队失联。队长，你快看录像，那些咒灵是人变的！混蛋！九州岛，滴滴滴。五条泽刚下飞机就收到了情报部的信息，打开一看，五条泽当场绷不住了。他愣了一下，随后一把将手机砸向地面，还狠狠补了几脚。天元，你个坑底！第59章动乱。何为一级？东京陷入动乱。真人是基于人类对人类自身的恐惧、怨念所诞生的咒灵，在4大天灾咒灵中，他目前的实力并不出众，但其潜力却是最大的。而他的术式无为转变，效果是通过肢体接触改变目标的灵魂形态，可以直接抹除目标灵魂，进行简单的杀戮，也可以将人类转变成类似咒灵的存在，改造人。除非是用咒力提前覆盖住灵魂，才能抵御真人的术式，但能感受到自身灵魂的人少之又少。此刻，真人正疯狂地闯入人群之中，将来来往往的人类转变成改造人。卷所和李梅也没闲着，李梅的冰凝咒法能造成大面积杀伤和交通瘫痪，卷所则是利用一些咒力波动极强的咒物，
将东京周围的无数咒灵都吸引了过来。原本繁华的东京街道正在一步步变成人间炼狱。咒术界高层也不会傻乎乎的一直等着天元重新构筑结界，他们派出了多支精锐赶赴战场，各支队伍都由一级咒术师担任队长。一番队由禅院家家主继承人禅院直哉带队，成员是禅院家的护卫组织丙。二番队由京都高专的一级咒术师东堂葵带队，成员有机械丸与信吉、禅院真一、西宫桃、加茂献祭和三轮侠。三番队由已经毕业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一级咒术师七海剑人带队，成员有同僚灰原雄和迷弟朱野卓真。四番队明明带队，成员只有一个悠悠。五番队天内里子带队，成员是菜菜子、美美子和迷木利久。此外，令高层不解的是，五条则竟然亲自留下了命令，让4级咒术师禅院真希、准2级咒术师熊猫胖达和准1级咒术师狗卷吉组成第6番队。关键担任领队的还必须是禅院真希。虽然搞不懂，但高层愿意给五条则这个面子，估计是想趁机给自己的弟子镀金吧。高专，当其他人都急匆匆地赶赴战场后，原地只剩下了迟迟没接到任命的日下部。这时，加入萧子缓缓走上前，朝他招了招手。日下部独眼猛圈地看着加入萧子，萧子小姐。加入萧子淡淡的点了点头，知道为什么没有让你担任任何一支队伍的领队吗？日下部挠了挠头，可能是我能力不足吧。加入萧子叹了口气，则还真是说对了，你这家伙就喜欢上班摸鱼。闻言，日下部嘴角一抽，尴尬的别过头去。萧子食指摆弄着自己的头发，有些无奈的开口，则让我转告你，这次除灵任务你单独行动。一听单独行动，日下部两眼放光，然而萧子下一句话直接打碎了他摸鱼的幻想。他还说，你这次必须至少孵出1只特级咒灵和10只1级咒灵，不然就扣光你接下来3个月的工资。不，日下部眼底满是绝望。同样单独行动的，除了喜欢摸鱼的日下部，还有3人。五条家，李湘，我先走了，这里是老师的五条家，你在这里很安全。你一定要小心。放心，我现在是特级，能保护好自己。乙骨忧太背上童子切安刚刚要走，就被李湘拉住，双手捧脸亲了上去。走吧。李湘送上一吻后，目送着乙骨忧太离去。京都高专校门口，你们2个可是我最得意的弟子，可得给我好好表现。东堂葵和天内里子点点头，是，师傅。99游姬笑了笑，虽然没有像五条则那个怪物一样培养出又一个特级怪物，但培养出2个顶尖的1级，99游姬也是相当满意的。好了，那我先走了。99游姬带着弑神黄轮消失在东京的夜色中。伏黑家，伏黑慎儿揉了揉女儿金美纪的头发，金美纪鼓着脸颊，爸爸，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嗨，伏黑慎儿敷衍地回应道。金美纪有些担忧道，爸爸，你现在要去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危险？伏黑慎儿愣了片刻，脸上露出笑容，你想多了，无非是些饭后运动而已。好好待在家里，伏黑家的位置在术师区域内，你会很安全，我很快就回来。说完，伏黑慎儿走出家门，从丑宝嘴里拔出咒具，左手天逆谋，右手是魂刀，万里锁缠绕着肩膀，铮铮作响。慎儿眼中闪过嗜血的光，沉寂已久的天宇暴君再次现世。你好，我是虎杖悠人。伏黑会，我是丁七野蔷薇。七海剑人看着被临时增加到自己番队的3人，有些头疼的叹了口气。首先自我介绍一下。七海开始一板一眼的开口，我叫七海剑人，是一名1级咒术师。你们能加入我的队伍，我就当做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了。虽然你们很大可能是被5条悟强行塞来的，但我会尽最大努力保障你们的安全。至于其他的，类似夸奖或者贬低，在我这里都不存在，遵循事实，严于律己，合理批评，这是我的原则。以上。看着有些严肃过头的七海，虎杖和丁奇眨着豆豆眼，默默后退半步。伏黑会倒是很赞同七海认真严谨的态度。一旁的灰原雄连忙打圆场，哎呀，你们不用太害怕，那明的性格就是这样，其实他人很好的。看着笑得宛如小太阳似的灰原雄，虎杖和丁奇顿时了然，这个大叔更好相处。游戏，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大干一场吧。七海的头号迷弟朱野卓真戴上头套，右手一拳打在左手掌心，咔嚓，地面突然裂开一道缝隙。七海眼疾手快，猛地上前一把将朱野拉了回来。下一刻，就在朱野原本站着的位置，一只类人形咒灵破土而出。这恐怖的咒力波动令虎杖3人的身体顿时陷入僵直。特级咒灵，3人有些傻眼，这才刚开始行动呢，居然就碰上了特级咒灵，这合适吗？这合理吗？灰原，七海平静开口，
一旁的灰原熊飞快的结印。增幅咒法，比方。刹那间，七海感觉到自身的咒力量瞬间暴涨。时过境迁，灰原熊的增幅咒法也开发出了许多新招式，比如这一招比方就从术士原本的范围增幅，转变为对某个对象的指定增幅。七海的身影像箭一般射出，几乎是瞬息就冲到了咒灵身前。石华咒法，7:3的强制比例划分，咒灵的假想弱点在七海眼中暴露无遗。携带着咒力的短刀一击即中，砰！特级咒灵直接被腰斩，残缺的肢体倒地缓缓消散。七海收起短刀，表情从始至终都很平静。此刻，从僵直状态恢复过来的三小只无比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这就是一级咒术师吗？第60章，东堂魁与虎杖，好厉害啊！娜娜明竟然这么轻易就浮出了一级咒灵。虎杖和丁奇一改之前的态度，围着七海开启夸夸模式。七海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这只特级咒灵相对较弱，加上我和灰原做出的应对及时，才能这么快将其浮除。灰原熊摸了摸鼻子，嘿嘿，多谢娜娜明夸奖了。不是夸奖。七海扶了扶护目镜，不咸不淡道，我只是实话实说，灰原你的确进步很大。不过从现在开始，请各位打起12分精神，刚开始行动就遇上特级咒灵，后面肯定更加凶险，我也不一定能保障你们的安全。说完，七海手持短刀走在最前方开路，这副姿态让虎杖三人对这位前辈的好感大增。虽然说起话来一板一眼毫不留情，但是意外的让人有安全感啊。虽然这样，但我可不想一直被人保护啊。虎杖右拳捶打着左手掌心，七海前辈，我们也想帮忙。七海转头看着三人，气氛顿时凝重起来。虎杖三人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模样就像是等待老师念成绩的学生。半晌，七海点点头，可以，不过必须听我的命令。那安娜。三人点头如捣蒜。很快，几人来到改造人和咒灵横行的大街。灰原，了解。灰原熊结出手印，咒力辐射至众人身上。增幅咒法，中。虎杖几人立刻感受到体内的咒力发生了暴涨。朱野，你负责左侧的敌人。明白。娜娜明桑，降灵术，来访瑞兽。戴着悍匪头套的朱野卓真冲入咒灵群中，右手凝聚出一个满是符文的金色兽角，兽角如子弹般飞舞，所到之处，不论咒灵还是改造人都被贯穿。前辈们都好强啊，我也不能落后了。虎杖冲上前，缠绕着咒力的拳头对着一只咒灵打出，将其瞬间轰成渣。由于天生变态的身体机能，在出拳后缠绕的咒力会跟不上拳头的速度，从而在拳头击中目标后，由于惯性咒力会2次击中目标，造成双倍打击。这就是在高专的这段时间，虎杖学会的一招静停拳。此刻，我们强壮的路人男主，号称西中之虎的虎杖悠人，开始了打拳的奏术回战。御拳，除灵咒法。伏黑和丁奇也开始帮忙，两人的战斗风格显然比虎杖更像术师。几人就这么一边赶路一边战斗，逐渐将队伍划分的区域清空。七海突然停下脚步，并伸手拦住了几人。前面有很强的咒力波动，很有可能是1级以上的咒灵，都注意。砰！说话间，远处一家服装店的玻璃窗被撞碎，一只1级咒灵弓着腰飞了出来，还有一个光着上半身的男人正一脚飞踢踹在他的腹部。还没等他落地，一只又一只1级咒灵鱼贯而出，将男人包围。男人丝毫不慌，甚至露出了自信潇洒的微笑，汗水浸润的8块腹肌在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混蛋东堂！西宫桃骑着扫把出现在空中，对着暴打1级咒灵的东堂魁怒吼：“你可是领队啊！哪有领队把自己的队员抛下的道理？”东堂一拳锤爆一只1级咒灵，笑容下露出洁白的牙齿：“明明是你们太慢了，这话也太过分了。”东堂魁前辈，三轮侠抽刀将一只改造人一分为2。看着这熟悉的刀法，七海喃喃道：“新阴流吗？”此时，机械丸与信吉、禅院真一和家茂献祭等人也陆续赶到。当看到七海一行人时，众人不冷不热地打了个招呼。禅院真一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看向丁奇：“喂，话说禅院真希是你们东京高专的人吧？”丁奇眼皮一跳：“叫谁喂啊？没礼貌的家伙！是又怎么样？”察觉到对方语气并不友好，禅院真一挖苦道：“你们东京高专还真是乱来，竟然让一个4级咒术师的废物担任第6番队的队长。”丁奇怒道：“哈，你这臭丫头胡说什么？真希学姐是废物？”真一嗤笑，果然是没见识的乡下人。禅院真希可是身负天宇咒符，体内几乎没有咒力，连咒灵都看不见。这种人也就只会舞刀弄枪，连术士都不能用，也配叫术师？不是废物是什么？住口！虎杖怒吼：“
你这家伙在胡说八道什么？珍惜学姐可是很强的。小心！东堂突然喊道，因为他刚刚没收助力，一只1级咒灵被他一拳锤飞，坠落的方向不偏不倚，正好是虎杖所在的位置。啊！什么？正在气头上的虎杖想也不想就是一拳，大概是因为愤怒，这一拳的力道和咒力输出远超平常。砰！一拳下去，1级咒灵被直接轰成碎块。京都高专的几人讶异，伏黑和丁奇也看得目瞪口呆。回过神来的虎杖一脸懵逼，哎，这是我干的。七海淡淡道，虽然这只咒灵已经被东堂同学打得失去了意识，但你竟然能突破1级咒灵的防御，相当不错的一拳。哈哈，很 nice 的一拳啊。解决完咒灵后的东堂来到虎杖跟前，刚才对方漂亮的一拳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喂，我叫东堂葵，你是叫虎杖对吧？哦，你好，我叫虎杖悠人。东堂葵咧嘴一笑，有戏。那么虎杖同学，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闻言，真一、西宫桃等人纷纷捂脸，又来了。虎杖一愣，什么问题？虎杖，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哎，认真回答，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见东堂表情凝重，虎杖也不得不认真思考了起来。这个非要说的话，我喜欢大高个、屁股大的女生，就像詹妮弗劳伦斯那种。一瞬间，东堂葵两眼瞪大，不存在的记忆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阳光明媚的午后，樱花盛开的校园，请和我交往吧。然而对面的小高田却没有接东堂葵的情书，而是鞠躬温和道，抱歉东堂同学，我们不合适。一瞬间，东堂伤心欲绝，宛如败犬般跪倒在地，目送着女神的背影。虎杖悠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将东堂搀扶起来。你这家伙果然又失败了啊！少啰嗦，即便失败，我这也是对爱情的冲锋。嗨嗨，虎杖挥了挥手，好了好了，肚子饿了，吃拉面吗？我请。走吧。两人勾肩搭背，一边看着大屁股美女的海报，一边走向小吃街。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青春的剪影藏进年少的时光。第61章，真人的挑衅。回到现实，此时此刻，站在虎杖面前的东堂早已泪流满面。虎背熊腰的他热泪盈眶，将手放在虎杖肩膀上。东堂哽咽着开口：“虎杖，我们是挚友啊！”哎，不仅虎杖，在场所有人都一脸懵逼。这啥呀？这第一次见面才说几句话，就变成挚友了。领域展开，四海之内皆兄弟。虽然啥也没干，就成了勾肩搭背、无话不说的挚友，但虎杖对东堂的行为并不反感。相反，不知为何，他感觉东堂的性格和品味跟自己很契合，就好像两块互相吸引的磁铁，注定贴合，两人也注定成为挚友。七海看着这一幕，有些头疼的扶了扶护目镜。他不是很能理解这些年轻人的想法，难道自己已经落伍了吗？哈拉，你们也在啊？这时，一袭黑衣、梳着前马尾的明明带着解控弟弟悠悠赶到。呀，娜娜明，好久不见了。七海淡淡点头，明明前辈。虽然七海面相看着比明明年长很多，但明明其实还是大七海2届的学姐。她是谁啊？怎么只有2个人？虎杖看着这个突然出现，手里扛着斧头、梳着奇怪发型的女人，有些好奇的轻声问道。七海解释道，明明前辈也是一位1级咒术师，而且是最顶尖的那一类，所以他的队伍只有2人就够了。这么厉害？明明捂嘴笑道，也不一定，如果钱不够，我的实力会降到什么程度也说不准哦。确定了。守财奴，人都到齐了呀。突然响起的声音让众人下意识警惕地转过头，浑身都是缝合线的真人嘿嘿笑着出现在众人眼前，手里还提着一个7、8岁的孩童。在见到真人的瞬间，七海、东堂和明明3人瞳孔一缩。七海立刻将众人护至身后，是武条泽所说的特级咒灵。在场除了1级术师，其他人先离开，接下来的战斗不是你们能参与的。想逃吗？不行哦。真人邪笑着挥挥手，四周顿时出现了无数改造人，将众人围得水泄不通。接着，真人露出恶劣的笑，手指在孩童的脸上一抹。下一刻，那个还在哭泣的孩童脸颊不正常的膨胀起来，而后整个身体迅速变得畸形扭曲。从始至终，真人都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仿佛那是什么有趣的玩具。沉默，在场所有咒术师都陷入了沉默。然而这沉默之中饱含狰狞的愤怒和杀意，就连一向冷静平淡的七海，此刻也是暗暗捏紧了拳头。哈哈哈，我嗅到了人类的负面情绪，是愤怒。真人歪着头，一脸无辜的表情。你们在生气吗？为什么啊？混蛋，我要杀了你！虎杖悠人两眼血红，几乎是嘶吼着喊出了这句话。然而
虎杖越愤怒，真人脸上的笑容就越夸张。这种玩弄人心的游戏太让他欲罢不能了。只是当着他们面杀了一个孩子，就嗅到这么多如此美味的负面情绪，他简直嗨到不行啊！嘎！真人的脑袋突然被开出一个大洞，一只乌鸦以极快的速度将他贯穿。黑鸟操术，神风！东堂猛地冲上前，七海前辈。七海心领神会，迅速来到东堂身前，手中的短刀蓄势待发。不义游戏，石化咒法。轻快的巴掌声响起，东堂与真人交换位置，而七海的攻击如期而至。7比3的假想弱点，携带着黑色闪电的一刀打出了成吨暴击。黑闪，轰！3名一级咒术师在1秒钟内心照不宣地打出完美配合。真人支离破碎的身体像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狠狠砸进墙里，脑浆鲜血揉成一团，粘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然而下一刻，一团烂肉的真人竟然如橡皮泥般蠕动着恢复了过来。果然吗？七海目视着真人，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一旁的明明也脸色凝重。东堂冷哼一声，五条泽前辈提供的情报还真准确，要杀死这家伙，只能攻击他的灵魂，而且还要时刻注意防备他的术士，一旦被接触到灵魂就完蛋了。真麻烦。真人有些意外，哦，听起来你们好像对我的术士很熟悉。这是他第一次跟高专等人打交道，结果对方竟然早就有了自己的情报。该不会……真人咬着手指甲，眼神阴翳。漏狐、花玉和驼艮自不必说，4大天灾咒灵之间是堪比家人的存在。李梅一心只想复活素挪，根本不关心这些事。这么说，是卷所泄露了他的情报。他有什么目的？丁奇！七海突然冲到丁奇身前，竟从短刀上取下一块真人的血肉，对他施展除灵咒法。快！丁奇野蔷薇愣了1秒后立刻回神，毫不犹豫地取出锤子和钉子，对着那块还在蠕动的血肉狠狠一砸。除灵咒法，共鸣！没用的，不针对灵魂的攻击是伤害不到。噗！邪笑的真人突然胸口一阵剧痛，一口鲜血猛地喷了出来。他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不可置信。此刻七海内心对五条泽的敬佩达到了顶点，又被五条泽前辈猜中了丁奇的术士克制这个叫真人的咒灵。七海前辈，这块血肉干枯了。丁奇惊愕地看着被他定杀的血肉，眨眼间便像脱水般干枯腐朽。七海扶了扶眼镜，没关系，既然知道了对方的弱点，接下来只要按部就班地打倒他就好。明明前辈，东堂，我们3个一起上，只需要斩下他的血肉，让丁奇施展术式就好。其他人保护好丁奇同学。明白。该死！此刻的真人陷入癫狂，该死的卷所，一定是你把我的情报泄露出去的。该死！抬起头，只见七海3人虎视眈眈地朝他走来。真人害怕了。单论实力和能力的诡异程度，他有信心以1敌3，但现在对方只需要砍下他的一块血肉，他就得承受生不如死的痛苦。嘿嘿嘿，哈哈哈哈！3打1，太欺负人了吧？让我也找些帮手啊！真人变态地笑着，随即张大嘴巴，将手伸进自己的喉咙，掏出3个小球。混蛋卷所，希望你的工具有用。咒胎解放，天狗丸。真人结印，3个小球迅速膨胀，化身3头狰狞凶猛的天狗。大天狗、赤天狗、鸦天狗，3只特级咒灵。第62章，成年人的魅力。看着新出现的3只特级咒灵，变态猖獗的笑容再次浮现在真人的脸上。东堂咬牙，我去拖住那3只天狗，七海前辈和明明前辈专心对付真人。七海摇头，不行，你对付不了3只特级咒灵，眼下撤退才是最优解。这可由不得你们哦。真人嘿嘿一笑，只见空中的3只天狗同时结印，诡异的咒力波动弥漫开来。下一刻，3只天狗发出扭曲嘶哑的声音，齐齐吐出几个音节。领域展开，3项霍金门，咒力宛如巨大的黑幕，将七海和明明2人包裹其中。七海前辈，明明前辈，姐姐！真人舔了舔掌心的鲜血，将你们中最强的那个女人和担任指挥头脑的男人困住，剩下的人就随我玩了。东堂咬牙，七海和前辈和明明前辈被拖入领域，现在他一个人对付真人，还真有些力不从心。挚友，来帮助我吧。哎，我吗？虎杖指了指自己，有些不可置信。这可是特级咒灵，你不怕我拖你后腿吗？东堂豪爽一笑，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的。而且，你跟我的战斗风格相近，我的术士也需要2个以上的目标才好发挥。面对挚友的邀请，加上想要揍真人一顿的冲动，虎杖也不扭捏，立刻答应了下来，与东堂并肩作战。一起上吧，挚友！相信七海前辈和明明前辈，
他们一定能打败那3只咒灵。哦呀！两人冲向真人，挥舞着燃烧咒力的拳头，玩心大起的真人也迎了上来。与此同时，包围在这里的改造人和咒灵大军也开始攻击其他人。降灵术，谢至，增幅咒法，中，玉拳，保护好丁奇！丁奇怒吼：“吵死了！别小看我呀，我也是能战斗的。”京都众人也开启了混战。真一的构筑术士，西宫桃的扶桑操术，机械丸与性急的傀儡操术，加茂献祭的赤血操术，以及三轮侠的新阴流。虽不说像东堂那样杀一级咒灵如土狗，但自保还是完全没问题的。现场唯一麻找的可能就是悠悠了，因为他的术士空间传送很是强大，所以随之而来的束缚也很麻烦。他必须得到姐姐明明的许可才能够使用咒力。眼下他只好尴尬地站在众人身后，帮不上一点忙。与此同时，三相或金门内，在被拉入领域的一瞬间，七海和明明四下便开启了简易领域。简易领域是咒术师们为了对抗领域展开的避重效果，经过漫长的时间创造出的一种手段，被称为弱者的领域。两人迅速四下观察搜集情报，周遭的环境变成了月夜下的树林，3道巨大的鸟居耸立在两人面前。鸟居之上盘坐着3只天狗的身影，左边是赤天狗，右边是鸦天狗，而位居中间的则是气息最强的大天狗。明明扭了扭脖子，看起来有些麻烦啊。七海平静道：“好在不是五条泽前辈的那种领域，这种由3只特级咒灵共同开启的复合领域，一定有特殊的局限性。”明明笑了笑，还不知道这个领域的效果是什么呢。话音刚落，3只天狗突然发出刺耳的声响，随即这声音愈发诡异，有时像是笛子吹奏，有时又像是孩童啼哭，还有时像是恶鬼的嘶吼。七海和明明皱了皱眉头，齐齐捂住了耳朵，但没用，这声音就像是直击灵魂，眩晕感似乎是能通过声音令人产生幻觉的术士。两人在使用简易领域削弱领域效果的同时，直接用咒力堵住了耳朵。继续听下去，我估计会发疯的。明明提着斧头跳起，对着正位的大天狗狠狠劈下。大天狗猛地一拳直击斧头，强大的力道砸得明明倒飞而出。明明怔住，不对劲，先前在领域外他似乎没有这么强。明明与七海对视一眼，两人同时出手，看准我攻击的地方。七海挥出短刀，石化咒法强行制造出的弱点，可不止他能攻击得到。短刀在大天狗身上打出暴击，明明瞅准时机，一斧头劈在同样的位置。嗷！大天狗发出痛苦的嘶吼，扇动着翅膀化作残影，对着七海和明明各自挥出一拳。砰砰！七海和明明相继倒飞，在地上滚了2圈，才狼狈起身。好强！七海皱眉，看着大天狗重新回到鸟居之上，沉吟道：“换个目标。”两人攻向赤天狗，结果再次被打飞，于是又将目标改成气息最弱的鸦天狗，却依旧惨败收尾。天狗们的吟唱从未停止，那迷你魔音正在不断攻陷两人的简易领域，恐怕撑不了多久，两人都将被这声音影响产生幻觉，最后死在这方领域内。情况已经危急到这种地步，然而七海和明明的表情却很是平静。察觉到了吗？3只天狗的攻击力度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在攻击其中一只时，其余2只没有任何动作。综上所述，3只天狗的力量转移到一只天狗身上，所以在跟我们战斗的时候，只有那只蕴藏着3只天狗力量的天狗会动。那么弱点呢？同时攻击3只，为了自保，他们会被迫要回自己的力量。2个人要同时进攻3只天狗，难怪领域只困住我们2个人，而不把东堂也困进来。不过嘛，有个漏洞，我的术士可以当成第3个人。黑鸟操术吗？那上吧。两人的交谈简洁高效，3言2语便将整个局势洞穿。从始至终，哪怕是被天狗打得狼狈不堪，两人的表情也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七海解下领带缠在手掌上，接下来就是加班时间了。束缚解除，咒力暴涨。明明轻轻笑了笑，那我也得拿出点干劲了，毕竟收了5条泽那么多钱。又是5条泽前辈吗？真是可靠的前辈呢。下一刻，两人同时踏地而起。明明挥舞着斧头，锋刃裹挟着黑色闪电，对着鸦天狗的脑袋狠狠砍下。与此同时，一只乌鸦像导弹一般，带着音爆的速度自杀式冲向赤天狗。黑鸟操术，神风！危机降临，大天狗左顾右盼。喂，你在看哪里？平淡的声音传来，七海的身影来到大天狗身前。石化咒法，缠绕着黑色闪电的短刀毫不犹豫地砍向那显眼的假想弱点。刺，3道刺入血肉的声音同时响起，七海和明明交错而过，身后3只天狗的躯体如玻璃般破碎。三相或金门，
众人惊喜看去，只见七海和明明的身影并排从黑烟中走出，表情平淡，步履稳健，成熟稳重的男人，聪明知性的女人，两道身影无不透露着可靠二字。好帅！东堂拍着虎杖的肩膀，喂，挚友，看见了吗？这就是成年人的魅力啊！第63章，直哉的嫉妒，珍惜的实力。看到七海和明明破出了3天狗的领域，真人暗骂一声废物。紧接着看到围上来的众人，真人吐了吐舌头，不玩了，你给路！真人2只手臂变成巨大的鸟儿翅膀，略微起跳后便振翅高飞。别想逃！骑着飞行扫把的西宫桃向真人发起攻击，却被其轻松躲过。而就在真人露出破绽的瞬间，一只乌鸦像炮弹般将他贯穿。趁着明明将真人击落，七海和东堂冲上去准备补刀，结果真人破碎的身体猛地一缩，血肉蠕动着变成一只老鼠，狡猾地钻进了狭窄的下水道。岂可休！东堂捏紧拳头，朝着空气狠狠挥舞，这能力也太作弊了。眼见真人逃之夭夭，七海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没有出现伤亡就好。我们负责的区域已经清扫完毕，你们呢？我们也一样。东堂拍拍胸膛，那接下来就去支援其他队伍吧。七海点点头，这种情况下他不介意多加点班。明明扭了扭脖子，既然如此，那我也跟着吧。悠悠有些惊愕，姐姐。明明轻笑，别误会，是五条则给的太多了，只做这么点是可对不住我的信誉啊。东京浅草寺，寺里的僧人早已经被真人改造，无数躯干肢体毫无规律地杂糅在一起，形成一个恶心扭曲的怪物，看了让人散直狂掉。不许动！狗卷的声音携带着咒力波动，改造怪物的身体瞬间僵直。化身大猩猩模式的熊猫胖达从天而降，对着怪物的脑袋狠狠一拳，怪物向后倒去。而在其身后的禅院珍惜早已等候多时，此刻他手中的武器不是制刀，而是一把长达2米的石文字枪。珍惜飞速转动着枪柄，石文字枪的枪头如同钻头一般尖笑，将改造怪物的躯体一枪贯穿。解决掉敌人后，珍惜挥舞着石文字枪，甩去枪头沾染的血迹，英姿飒爽。熊猫恢复成萌宠形态，笑呵呵地伸了个懒腰，终于清扫完毕了。鲑鱼，鲑鱼，队长，接下来是不是可以休息了？熊猫调侃地开口问道。珍惜扶额，都说了别叫我队长了，超难为情的。真不知道五条则老师怎么想的。对啊，真不知道五条则前辈怎么想的。禅院直哉带着禅院护卫队饼来到浅草寺前，放荡不羁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对珍惜进行挖苦。珍惜啊珍惜，你说你一个4级术师的废物，怎么好意思当6番队的队长啊？喂，你这家伙说话客气点。木鱼花，珍惜却是无所谓的挥挥手，不用管他。熊猫，狗卷，走了。然而禅院直哉依旧咄咄逼人。怎么，废物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吗？天生的天宇咒缚，无法看见咒灵和使用术士，区4级。哦，我知道了，让你当6番队的队长镀镀金，免得拉低五条则前辈的口碑，对吧？珍惜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直哉笑眯眯的脸，突然开口道：你嫉妒我？不是疑问，而是非常平淡的陈述。直哉眼角一跳，绷紧笑容淡淡道：呵呵，我嫉妒你这个废物吗？嫉妒什么？珍惜嘴角一咧，满脸嘲讽之色。你当然嫉妒我，你嫉妒我成了圣尔的弟子，你嫉妒我有五条则前辈作为老师，你嫉妒我能随时接受五条悟、夏油杰前辈这些强者的教导，而你只能坚守着所谓禅院家的荣耀，整天面对着一群乌合之众，泡在不思进取的蜜罐中，永远看不到成为强者的希望。够了！禅院直哉怒吼着打断珍惜。此刻的他两眼血红青筋暴起，英俊美丽的五官因为怨恨和嫉妒早已扭曲的不成样子。熊猫胖达凑到狗卷耳边：珍惜姐真不愧是五条则老师的弟子，句句杀人诛心啊！你看给人家气成什么样了？鲑鱼，鲑鱼，珍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被圣尔看中的，但是……直哉咬牙一字一句道，眼中满是怨毒。但是你不是他，你不是圣尔，你跟他唯一的共同之处，就只是都拥有天宇咒缚而已。你也绝不可能是达到圣尔五条则他们那个高度的人，那个人只能是我。直哉猛地冲向珍惜，身形在不断加速，投射咒法，禅院家的祖传术士之一，通过掌心接触敌人发动，将1秒等分成24帧，脑中设想出敌人的24个动作。如果敌人接下来没有按照设定的动作行动，哪怕有一帧没跟上，就会被冻结1秒。当然，预设的动作必须符合物理准则和运动规律，否则将不成立。而这个术式作用于自己身上，就能强制身体跟上预设动作，从而实现加速。多次叠加，速度足以达到亚音速。砰砰砰！
石块和尘土飞扬，那是植栽不断加速，用力踩踏地面造成的动静。珍惜面对植栽的突然袭击，熊猫和狗圈都摆出了战斗姿态，却被珍惜拦下。不用帮忙，这是禅院家的家事。不，围绕着珍惜转圈的植栽大笑，这不是家事，这就是你和我的私仇。冰，不管战况如何，都不许动。终于，植栽的速度达到亚音速，他带着阵阵音爆，猛地调转方向朝珍惜撞去。擦身而过，植栽的手掌成功触碰到了珍惜。植栽瞬间露出冷笑。此刻他和珍惜都被预设了下一秒必须做出的24个动作，而他预设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植栽的拳头打中珍惜的脸这样类似的场景。而如果珍惜不想按照预设动作行动，那他的身体就会僵直1秒。看你怎么办。植栽的拳头已经逼近，珍惜却始终很平淡。果然是和老头子一样的投射咒法，1秒24帧吗？珍惜突然露出狞笑，看起来瘦弱的身体却爆发出野兽般的速度。那如果我在1/24秒内做出你预设的动作后，还有剩余的时间呢？第一帧，植栽的拳头触碰到珍惜的脸，预设的动作完成。然而还没等拳头的力道透过皮肤攻击到珍惜，他却已经躲开。第二帧，植栽的拳头触碰到珍惜的背部，预设的动作再次完成。然而一如上一帧，珍惜做完这个动作后立刻躲开。植栽的动作，拳头打在他身上只是蜻蜓点水，根本没有造成实质伤害。接着是第3帧、第4帧，终于1秒24帧过去，珍惜配合着植栽顺利完成了24个动作，但是屁事没有。植栽早已瞪大了双眼，惊愕地看着珍惜。你是怎么办到的？珍惜丝毫不掩饰嘲讽的神情，待在腐朽的禅院家称王称霸，你已经夜郎自大到这种地步了吗？平时五条泽和申尔前辈在教导我时，要求我必须在48分之1秒内挥刀砍断水泥柱，24分之1秒的时间足够我做完你给我的预设动作，再额外还你1刀了。第64章，漏壶怎么又是高端局？还要打吗？珍惜看着面如死灰的植栽，毫不留情道：刚才只是躲开你的攻击，接下来我可不确定会不会一刀宰了你。被曾经自己看不起的废物如此呵斥，植栽妒火中烧。他突然诞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要不要指挥丙将珍惜杀了？至于他那2个同伴，干脆一起杀了，到时候伪装成咒灵袭击，丙完全听命于他，不用担心泄密。而且丙的成员至少都是准1级，杀掉珍惜3人虽然不容易，但不是办不到。一念至此，植栽抬起头，猩红的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杀意。看招！阿雷，你们也在，过来帮帮我呀！手握武士刀的日下不赌也突然出现，正和一只特级咒灵打得有来有回。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了植栽的念头，他冰冷着脸起身，我们走。丙跟在植栽身后迅速离开了现场。日下不一脸无语，阿雷，别走啊，过来帮帮我呀！珍惜眼神复杂的看了看植栽的身影，转身喊道：日下部老师，我们来帮你。谢谢啊，你们真是好学生啊。哦对了，这只咒灵能不能记我账上？我就差这一只就能摸鱼，嗨嗨。珍惜收起石文字枪，朝日下部翻了个白眼，那老师你自己努力吧。啊，刚刚我说笑的。珍惜，熊猫，狗卷，别走啊，我真是开玩笑的，回来帮我呀。北海道夏油杰踏在灼热的焦土上，望着眼前宛如地狱的场景，无数烧焦的尸体堆成小山，山巅之上漏壶的衣角随风而动。看到夏油杰的身影，漏壶的嘴角一勾，浑身咒力暴涨。终于来了吗？本大爷可是等了好久啊。夏油杰不紧不慢地开口，你就是漏壶吧，那个操控火焰的咒灵，据说你跟雾交过手了。住口！一提到五条悟，漏壶现在就浑身不自在，当即打断了夏油杰的话。显然被五条悟活生生摘下脑袋，已经给胡宝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不过他低头看向夏油杰，自信的笑容再次回到嘴角。夏油杰有些意外，哦，要和我正面交手吗？我以为你们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应该跟我们打游击战的。漏壶冷笑，原计划的确是这样，不过要是能干掉你，岂不是更好？虽然输给了那个怪物，但我可不信，你这家伙也能比得上六眼。上头的漏壶完全忘记了卷锁的提醒，或者说刻意的将其抛入脑后。挑战夏油杰，漏壶不是想要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他只是想告诉所有人，从五条悟那里失去的，他要统统拿回来。诱惑！漏壶怪叫一声，腾空而起，缠绕着火焰的拳头蓄力落下。夏油杰迅速后退，砰！漏壶这一击打在大地上，顿时像是发生了地震，蜘蛛网般的裂缝层层爆开。见对方躲开，漏壶狞笑一声，欺身而上，双拳挥舞，火焰爆燃。夏油杰一边后退，一边见招拆招，
浑身缠绕着咒力，抵御火焰的灼烧。两人从县城中心一路打到郊外，所过之处就像被轰炸击离了一遍，寸草不生。漏狐越打越兴奋，越打越自信，因为他已经逐渐摸清了对方的实力。咒力量很庞大，体术也很强，但还远远达不到五条悟那种怪物的级别。至于卷所口中此人的咒灵操守，呵呵，无非是召唤出一些垃圾咒灵，玩以多打少这种战术。但他漏狐的术式可是大面积破坏效果，最不怕的就是以多打少。看来此人被称为最强，水分很大，估计是那些没见识的人类为了造势，或者是此人调服的咒灵数量很多，有一定战略意义吧。不过那都无所谓了，对于强者而言，这些都是应该抛弃的累赘，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真正的实力。只有这种程度，那就可以去死了。漏狐猛地后撤，准备发动大规模术式，将夏油杰和他要召唤的咒灵们全部烧成灰。等等，夏油杰突然开口道：“再继续打一会儿吧，我还差一点。”漏狐愣住，什么？夏油杰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我说我们再继续肉搏一会儿，一会儿就好，我快完成了。轰！漏狐的头顶和本该是耳朵，却是两个塞子的地方猛地喷出岩浆，这代表此刻漏狐已经愤怒到极点。混蛋！你在说什么鬼话？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唉，夏油杰无奈地叹了口气，那我自己来。说着，夏油杰的速度猛然暴涨，几乎是瞬间来到漏狐身前。噗！漏狐还没反应过来，肚子已经被狠狠砸了一拳。还没等身体倒飞出去，夏油杰一把扯住他的衣服，将他拉了回来。紧接着，夏油杰面无表情地开启无停顿连打。漏狐被揍得眼冒金星，而且他隐隐察觉到对方的双手似乎在摸索着他的全身。好了，话落，夏油杰一脚将漏狐踢开。漏狐挣扎着起身，你这家伙！刚一开口，他就愣住了。只见夏油杰两手缠绕着咒力，像捏橡皮泥一般将那团咒力捏出一个熟悉的轮廓。片刻后，漏狐瞪大了双眼，因为对面的夏油杰就在他眼皮底下捏出了一个漏狐。看着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眼神却无比空洞的咒灵，漏狐手脚颤抖。紧接着，他两眼血红的抬起头，整个人七窍喷火，仿佛是爆炸的烟花。混蛋，杂碎，竟敢拿本大爷当实验品！老子要把你烤熟再一片片撕下来喂狗！极之翻云，漏狐毫不犹豫地施展出自己破坏力最强的术式，一颗巨大的浑身燃烧着烈焰的陨石，真是强大的术式。可惜利用与制造出的漏狐咒灵，无法使用极之帆和领域展开。夏油杰也并不失望，毕竟极之帆和领域展开都是术式的奥义，需要施展者对自身术式的极致理解，绝不是他制造出的这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傀儡咒灵能使用的招数。能偷到火焰术士已经很满足了，那接下来，夏油杰看着坠落的火焰陨石，抬手指天，极之帆，漩涡，宛如原子弹般的蘑菇云升空而起，方圆数公里的大地都在震动。漏狐看着烟尘四起的大地，面露凝重。突然，几道身影冲破烟尘，朝漏狐扑来。定睛一看，竟然全是漏狐！什么？这怎么可？噗！漏狐被其中一个漏狐砸中腹部，身体弯成了大虾，整个人砸进了大地。见状，漏狐宝宝们立刻扑了上去，开始了正义的群殴。你们，住手！混蛋！漏狐被揍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这些漏狐虽然无法使用极之帆和领域，但身体强度和火焰术士却是丝毫不弱于漏狐本人。这怎么打？夏油杰缓缓上前，不愧是天灾咒灵，复制5个就消耗了我几乎一半的咒力。才一半？鼻青脸肿的漏狐绝望了。本来还以为这个夏油杰是个软柿子，结果打的又是高端局。漏狐急忙掏出一件咒具，模样像极了密宗法器金刚杵。漏狐狠狠一砸，咒具破碎，一片白茫茫的光圈散开，空间都出现了交错扭曲的情况。夏油杰眉头一皱，一发咒力波打去，却只是让光圈笼罩的空间宛如幕布般晃动了几下。1秒后，光圈散去，漏狐消失不见。夏油杰皱着眉头上前，只在地上发现了金刚杵的碎片。第65章花玉败逃。四国岛，5条悟摘下眼罩，看着眼前的惨状，他一时呆在原地，瞳孔缩成针状。水泥混凝土浇筑的高楼大厦，此刻被巨大的藤蔓树木缠绕挤压，无数人类的干枯尸体被树枝贯穿，如掉腊肉般挂在空中。稍微有点生气啊！砰！5条悟的身影瞬间消失，用力踏地卷起无数碎石烟尘。5条悟在钢铁丛林中穿梭，不断逼近那股最为强大显眼的咒力源。远处巨大的花苞内，花玉迅速起身，望着5条悟的方向。来了吗？下一刻，花玉想也不想就开始逃跑。
谨慎的花玉可不像漏狐那么争强好胜，尤其是上次被五条泽暴打了一顿，差点丢掉性命，现在花玉看到六眼就没有丝毫的战斗欲望。与其又被揍一顿，倒不如贯彻卷锁的计划，带着五条悟兜圈子。大地之母，木质分裂。花玉的身体如同树干一般裂开，而后细胞重新增长繁殖，形成好几个分身，而且这些分身的气息与花玉本身的气息几乎一模一样。旋即，7个花玉分别从不同方向逃离。花玉本身就擅长隐蔽气息，再加上此时的城市早已变成森林，更容易隐藏，一切都对花玉有利。果然，5条悟落在一栋高楼之上，7道咒力源几乎没有区别，有些麻烦啊。有些烦躁的他挥手将盘踞在楼顶的巨大花苞击碎。打游击战吗？那看看谁更快。5条悟利用苍开始瞬移，几个眨眼间便追上了其中一个花玉。5条悟一拳轰下，花玉顿时被砸得稀碎，破碎成一团木头渣子。切！5条悟不爽的冷哼一声，转身再次追上另一个花玉。砰！一脚踢去，还是同样的结果。5条悟二话不说，继续追杀下一个。然而备孕的他一连6次追上的都是花玉的分身，终于找到真货了，只剩下最后一个。5条悟兴奋地冲了上去。此时花玉见6个分身都被击杀，立刻重新结印。好在有6个分身的拖延，花玉已经跑出相当远的距离，此刻有充足的时间施展术式。大地之母，木质分身。就快要追上的5条悟表情一僵，六眼视角中那道庞大的咒力源突然又变成7道，再次朝着不同的方向逃窜。混蛋，耍我是吧？5条悟大为光火，头一次感觉自己被当成猴耍。呼！5条悟吐出一口气，这次没有贸然追上去，他静下心来，视线透过超远距离定格在花玉身上。一定有区别的，找到最特殊的那个个体。5条悟不计代价地调用着咒力，六眼开启最大功率，7个花玉的细微动作、咒力、外表等等，化作近乎海量的情报涌入大脑。不知不觉间，鼻腔一热，找到你了。5条悟露出狰狞的笑容，擦去鼻血，以最快的速度朝花玉瞬移过去。此刻花玉正在不紧不慢地逃遁，2只手时刻准备结印。只要察觉到分身出现了意外，花玉就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分身，再次开启下一轮逃窜。只要这么耗下去，让5条悟无法抽身支援东京，那作战计划就是大成功。突然，花玉感到脊背一凉，一股恐怖的咒力带着狂躁的怒气正在逼近。花玉想也不想，直接发动了术式，身体立刻分裂成7个个体。喂，真身是你吧？这种把戏玩够了吧？花玉浑身僵直，此刻5条悟瞪着杀人的眼神已经出现在身后。你是怎么？砰！此刻愤怒的5条悟丝毫不给花玉发电波的机会，狠狠一拳砸中其背部。花玉痛苦地嚎叫着，却被5条悟踩在肩膀上，2手一把抓住那2根树枝。我一直在想，这2根树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咒力？是弱点吗？5条悟露出疯狂的笑，抓着花玉脸上的树枝，一个后仰旱地拔葱。吃！5条悟直接抽出了2根长长的树枝。花玉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那种感觉就像是活生生抽出脊骨。5条悟扔下树枝，一手抓住花玉的脑袋，一手开始不间断的黑闪拳击。砰砰砰！花玉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喂，你不是很能跑吗？继续啊，再分身给我看啊！嘿哈哈哈哈！5条悟神经质般癫狂狞笑，宛如失控的躁郁症疯子。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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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的信号不断在花玉脑海中闪烁，仅存的理智告诉他必须赶紧逃跑，不惜一切代价逃跑，否则必死无疑。仅剩的力气驱使着双手结印。大地之母，血荆棘！花玉浑身的皮肤开始鼓胀，猛地爆出无数荆棘木刺，使得花玉整个身体像一颗海胆。虽然伤不到5条悟，但这突如其来的招式弹开了他。摆脱5条悟后，花玉褪去海胆的外壳，慌不择路的后退，同时手中出现一把金刚杵。捏碎金刚杵后，白色光圈绽放，花玉面前的空间仿佛化作涟漪荡漾的水面。空间之力，5条悟的能力就跟空间有关，他当然第一时间看出了端倪。别想逃！5条悟冲上前，飞快地搓出一个紫色小丸子。虚势磁轰！白色光圈坚持不到1秒便破碎，动荡的空间恢复平静，而花玉已经不见了踪影。逃掉了吗？5条悟有些不爽，那金刚杵是什么鬼东西？咒具吗？第66章，驼根的决心。九州岛，往日人声鼎沸的度假海滩，此刻空无一人，有的只是堆积如山的人类骨骸。抬头望去，天空一片灰暗，乌云笼罩，大风四起，偶尔还会有1-2声震耳欲聋的雷鸣。
透过浓浓雾气，五条则清晰地感受到数公里外的海面上有一道庞大的咒力波动。驼根吗？吞噬了那么多人类，看来已经从咒胎形态进化成完全体了。五条则缓缓升空，而后箭一般射向大海。很快，五条则便见到了驼根。驼根站在海面上，在见到五条则到来后，眼神冰冷地缓缓上前。五条则有些疑惑：“哦，非但没有逃跑，反而向我走来吗？”驼根瓮声瓮气道：“为什么要逃跑？这里是大海，是我的主场。五条则，我要杀了你！”五条则眼角一抽：“你这是喝多了吗？”驼根没有回应，但体内开始翻涌的恐怖咒力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四大天灾中的末尾，驼根的存在并不显眼。如果说漏壶的角色是父亲，花玉的角色是母亲，真人的角色是兄长，驼根就是最需要照顾的弟弟。但这并不是驼根想要的，他并不甘心只被亲人们保护，他也想证明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漏壶他们。然而就在不久前，漏壶和花玉重伤而归，那是第一次驼根见到母亲花玉伤得这么重，几乎丢掉了性命。自那时起，他便对五条则产生了强大的憎恶和怨恨。这种情绪就像孩子见到欺负母亲的仇人，自然而然地升起了复仇的念头。五条则愣住，随即嘴角勾起微笑：“很好的眼神，我看到了你的决心。来吧！”砰！驼根踏海而行，击出宛如箭炮轰炸的夸张水花。蓄力一拳狠狠砸在五条则的无限上，散开的风压在海面上引起数十米高的滔天巨浪。就只有这样吗？五条则不满地摇头：“喂，拿出点干劲来啊！你不是要杀了我吗？”在五条则的激怒下，驼根狂躁的怒吼带着咒力的拳头一下一下砸向五条则。砰砰砰！每一击的动静都像是骇人的雷鸣，光是余波就让大海动荡，浪花飞溅。木大木大木大！五条则双手抱胸，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意思，就这么冷眼看着驼根攻击。就只有这样而已吗？就只有这样吗？五条则连续不断的语言挑衅，令驼根已经丧失了理智。他挥拳的速度越来越快，几乎连残影都看不到的程度。五条则冷哼一声，突然一把抓住驼根的手，紧接着狠狠一拳回敬。拳锋上闪烁着恐怖的黑色闪电，这一拳打出了震颤心灵的暴击。砰！驼根腹部中招，速度如导弹一般倒飞出去，在海面上像打水漂似的连蹦几十下。狼狈的驼根刚起身，五条则已经冲了上来，对着他的脸又是一击黑闪。驼根如同一个旋转陀螺，在海面上打着转，最后一下子砸进海水中，激起10几米高的浪花。太让我失望了，驼根，这就是你的决心吗？不够，远远不够。五条则羞辱的声音传到耳朵里，驼根硬撑着起身，腹部和脸上2个冒着烟的凹陷，但驼根毫不在意，而是双眼死死地瞪着五条则，心中的怒火宛如火山喷发。混蛋，别小看我和亲人们的羁绊啊！砰！驼根的速度再一次提升，这次他倾尽全力挥出一拳，浑身的咒力仿佛都在燃烧，热血奔涌，细胞欢呼，心脏狂跳。一瞬间，一扇新的大门仿佛在驼根眼前开启。此刻他只感觉浑身说不出来的畅快，酣畅淋漓，无所不能。黑色的闪电凭空出现，缠绕在驼根的拳头上，在庞大的咒力和恐怖的力道加持下，这一拳甚至让空间都微微扭曲。黑闪！驼根声嘶力竭地怒吼着，灌注着他信念的一拳狠狠砸中五条则。轰！海面上如同引爆了一颗巨型鱼雷，巨量海水被抛至空中，形成高达100米的水花。余波朝四周蔓延，激起数十米高的巨浪，在中间形成一片真空区域。片刻后，海水倒灌，宛如山洪爆发的狂啸，震耳欲聋。驼根喘着粗气，费力地抬起头，瞬间浑身冒出彻骨的寒意。只见面对他的全力一击，跟前的五条则竟然只是微微抬起一根食指，便将攻击尽数接下。明明他要比五条则高出几个头，然而此刻对方的目光却让驼根产生了一种被俯视的错觉。就只有这样吗？平角裤，平角裤！驼根，只是这样就想杀了我吗？五条则露出 DIO 爷的逼格，甚至画风都变硬朗了。驼根咬牙后撤，实在想不到自己领悟了黑闪也打不过对方，这就是打败花玉的怪物吗？简直强得不讲道理！术士解放，死累累永居！无数巨型海蛮嘶吼着冲向五条则，布满利齿的嘴巴一口咬下。然而这样的攻击对五条则根本没用。术士顺转，苍！蓝色的苍如同吸尘器，将巨型海蛮全部吸入其中，而后绞杀得一干二净。五条则一边施展术式，一边靠近驼根。怎么，这就是你的全部手段？就这也痴心妄想要杀死我？太让我失望了。你的术式呢？你的领域展开呢？都施展出来让我看看啊！
驼艮沉着脸后退，完全没有施展领域展开的想法。漏壶和五条悟一战的过程已经给他们上了一课，跟五条泽这些怪物单纯去比拼领域展开，完全就是自杀行为。但是驼艮可不准备束手就擒。轰隆！突然，天空中一道雷霆闪过，肉眼可见的乌云密布的天空此刻更加阴暗，冷冽的海风此刻已经变成足以刮飞成年人的狂风。哈哈哈哈哈！驼艮猖狂大笑，来了，终于来了！五条泽，我说了，我一定会杀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引你来大海中战斗吗？这就是答案。第67章天灾对轰，神明之力。本台气象报道，超大型台风海葵将从太平洋沿岸北上，途径九州岛。据气象专家估计，本次超强台风已达18级，并将伴随巨型海啸。目前九州岛沿岸地区已发布红色预警，请各位国民做好防范措施，政府已做好灾情救助工作准备。九州岛，加入萧子看着电视里的气象预报，不由自主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片刻后，萧子有些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算了，那家伙那么强，肯定没事的。看着眼前的场景，五条则恍然大悟。所以，这就是你对付我的底气吗，驼艮？绵延几百公里的风暴和云层逐渐逼近九州岛，大海翻涌的波涛和电闪雷鸣组成了自然的交响乐。天空一片昏暗，乌云遮天蔽日，狂风嘶吼，巨浪滔天，入眼所及都是一副宛如末日降临的场景。驼艮兴奋地大喊大叫，大海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兴奋，更加的狂躁起来。驼艮由人类对大海的恐惧和憎恶形成的咒灵，而此刻天灾将至，生活在九州岛上千万人类的负面情绪几乎爆表了。于是源源不断的咒力开始朝驼艮汇聚。猖狂大笑中，驼艮的身体不断变大，最终化作一个数百米高的巨人。人的躯干，章鱼的脑袋，诡异的肢体和触须，还有背后那对狰狞的蝠翼。除了鲜艳的红色皮肤外，驼艮此刻的形象与传说中的克苏鲁旧神几乎一模一样。驼艮低头看向五条泽，心中充斥着爆棚的自信。五条泽，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杀手锏。五条泽没回话，对着驼艮巨大的躯体就是一发喝。驼艮两手抓住了红色的光球，随后在五条泽震惊的目光中将其挤爆。轰！剧烈的爆炸令驼艮巨大的身躯后退几步，伤痕累累的双手都冒出了白烟。但他终究是接下了这一招，而且是正面接下。主场作战，台风天灾，几千万人的负面情绪增幅，种种 buff 加深，驼艮此刻的实力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漏壶，稳居4大天灾咒灵之首。五条泽，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所。驼艮背后的翅膀扇动，狂暴的风压掀起100米巨浪，驼艮巨大的身躯也腾空而起。他逐渐升空，来到台风风眼处，体内积蓄的咒力全部爆发了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术式了，五条泽，今天你和你身后那几千万人类全部都要死。驼艮挥舞着双臂，嘴里吟唱着神秘古老的咒语，台风快速的凝聚，形成速度更快的风速。无数海水被卷入天空，与风暴融为一体，形成恐怖的水龙卷。驼艮发出悠远古老的声线，宛如旧日支配者的降临，携带着来自大海的愤怒。极之帆，归墟！啊！尖锐的风声汇聚在一起，爆发出宛如古兽巨龙的嘶吼。驼艮将自己的术式与台风天灾融合，威力几乎翻了10倍不止。这样的风暴如果登陆，恐怕整个九州岛都将被夷为平地。此刻，五条泽孤独的身影挡在风暴前，渺小如尘埃。即便是他在看到驼艮施展出这样的招数，哪怕有借助自然之力的嫌疑，依旧震撼人心。久违的热血在全身奔涌，沉寂已久的战意在心底燃烧。五条泽抬起头，眼中满是疯狂和欣赏。太久了，太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即便是面对五条悟和夏油杰，因为不是生死交战，所以战斗再激烈也没有那种焦灼感。唯有现在，驼艮不仅爆发出这种规模的攻击，他那坚定不移的杀意也让五条泽欣喜若狂。好，非常好！五条泽毫不吝惜自己的夸赞，哪怕驼艮是想要他命的敌人。他在风中疯狂大笑，毫不退让。这样的咒力，驼艮，我认可你了。在与我交战的所有对手中，没人比你更优秀。我五条泽愿称你为最强。驼艮此刻也陷入了癫狂，浑身咒力不要命的输出，一切只为干掉眼前这个男人。去死吧！五条泽满意大笑。驼艮，你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但想杀我，这还不够。你见过我的全盛时期吗？话落，五条泽浑身的咒力开始沸腾，宛如一头能够毁灭世界的猛兽觉醒了。五条泽嘴里发出吟唱，双臂展开，恐怖的咒力波动令四周的空间开始扭曲。术式顺转，苍！左手一挥，密密麻麻的蓝色光球出现在五条泽的左后方。
术式反转，呵！右手一挥，又是数不清的红色光球。紧接着，五条则两手缓缓合拢，眼底疯狂之色溢于言表。这招我还从来没有实战过，没准我自己也会被波及呢。驼根，你准备好了吗？伴随着五条则两手掌心相触，其身后数以千计的苍和鹤开始两两融合。虚势3000烛照。高专作战会议室内，一众高层密切关注着东京的战况。就在这时，加入萧子突然闯了进来。高层们还来不及呵斥，萧子脸色凝重地说道：“你们看这个。”新田明打开卫星画面。是。新田明开启卫星拍到的画面。众人纷纷转头看向大屏幕上的投影。下一刻，众人毫无形象地站起身，连连惊呼，感觉体内的血液都凝固了。只见画面中庞大的台风收缩至原来的1/10大小，风速却增长到原来的10倍不止。而后这风暴像是长了眼睛的朝九州岛直直撞去，完全违背了气象规律。然而这还不是最骇人的，只见接下来画面中出现无数紫色的巨大光球，与那堪比天灾的风暴撞在了一起，大海翻涌，云层炸开。光是看着屏幕中的画面，众人都能想象出现场是怎样恐怖的场景。这是五条家主神明，这是神明才有的力量。五条家的长老又惊又喜，双手死死按住抖个不停的大腿，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住。第68章，驼根战死，天内离子的进步。九州岛东海岸，驼根伫立在大海之上，庞大的身躯早已支离破碎，遍布着被贯穿的巨大孔洞。此刻，汹涌的风暴早已消散，大海也恢复了平静，偶有朵朵浪花起舞。厚重的乌云被撕开一道口子，阳光洒在大海上，波光粼粼。突然，驼根巨大的身躯一颤，其颈部的血肉裂开，一只章鱼骤胎慌不择路地飞出，正是驼根的真身。驼根几乎毫不迟疑地掏出一柄金刚杵，迅速捏碎，直到白色光圈将他的身体笼罩，这才松了口气。这个五条则究竟是什么怪物？竟然把台风和我的龟墟组合形成的天灾风暴生生撕碎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大自然的天灾，这真的是人能做到的吗？砰！就在驼根感慨时，一只手猛地打碎了他面前的光圈，紧接着又是一只手戳了进来，两只手臂左右张开，硬生生地将驼根面前的屏障撕开一个口子。在驼根惊恐的眼神中，衣服成了布条，上半身近乎赤裸的五条则粗暴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驼根的脑袋。喂，你还没杀了我呢，想逃到哪里去啊？驼根浑身颤抖，恐惧占据了内心。怎么回事？卷所不是说破戒金刚杵能挡住6眼1秒钟吗？怎么不管用？五条则看向一旁金刚杵的碎片，能影响空间之力的咒具吗？又是卷所那家伙的东西吧？可惜了，挡不住我。那么驼根，我们继续。五条则狞笑着看向驼根，浓烈的杀意，周遭的气氛凝重如冰。混蛋，我跟你拼了！咒胎驼根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对着五条则的脑袋狠狠一拳。然而此刻的他在五条则面前孱弱无比，五条则甚至连无限都不开，用肉身就直接接下了驼根的攻击。感受着些许的疼痛，五条则摇了摇头，叹息道：“看来你也只能取悦我至此了。为之骄傲吧，驼根，你很强。”吃！驼根的头颅被斩去。弥留之际，他的耳边回响着五条则的话语：“为之骄傲吧，驼根，你很强。来自最强的认可吗？”驼根的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他终于不再是那个只会躲在亲人身后需要被保护的孩子了。真想告诉落湖花玉和真人他们，已经是个强者了呀！砰！驼根的尸体掉进水中，沉入深海。来自海洋的咒灵最终回到了大海的怀抱。东京歌舞伎町，天内离子双手握拳，这只一级咒灵是我特意为你们留下的，加油！菜菜子拿出手机对着咒灵点击拍摄，焦距影射，强制被拍摄对象冻结1秒，冷却1分钟。被拍中的咒灵立刻僵硬了身体，动弹不得。神父玩偶，趁着咒灵僵直，美美子发动了术式。她右手抓着黑绳的一端，另一端则是连在玩偶身上。她操纵着玩偶绕着咒灵的双腿飞行，7拐8拐，直接打了个死结。1秒过后，咒灵恢复行动能力，但美美子和玩偶齐齐用力一拉，咒灵立刻失去平衡倒下。爆萤飞流火，利九操纵着萤火虫发动最后一击，无数光点冲了上去，钻进咒灵体内后爆炸，咒灵立刻被炸成了碎片。好耶！天内离子鼓掌夸奖，现在你们已经能不费多少力气扶出1级咒灵了，下次试试特级。菜菜子3人连连摇头后退，不了。特级咒灵，他们3个才2级咒术师啊！
又不是人人都是乙骨忧太、河东堂魁那种怪才。菜菜子好奇问道：“对了，梨子姐姐，你的术士是什么啊？”由于这些年一直跟着99游击学习，时不时还要出国，天内离子在高专并不出名。我啊，我的术士叫做心之哀，能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温度变化。哇，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啊！天内离子笑道：“还好啦，说起来我以前根本没有术士，还是五条泽他们拉着我去轰星宫。”天内离子跟菜菜子他们说着8年前的往事，三小只也听得津津有味。啪啪啪！突然响起的巴掌声令几人警惕起来。谁？天内离子将三人护在身后，两眼紧紧盯着不远处的阴影。只见一个女人缓缓走了出来，浑身散发着令人不安的邪性气息。女人的额头有着一行缝合线，看上去极其诡异。想不到竟然遇上了新疆体。哦，对了，你的故事也挺有趣的。卷锁笑眯眯道：“听起来你和五条泽他们关系不错，这倒是个意外收获。”快逃！不等卷锁说完，天内离子已经对着菜菜子三人喊道：“离子老师，闭嘴！快逃！这个人很强，你们在这里只会成为我的累赘。去搬救兵！”时过境迁，天内离子早已不是当初的傻丫头，她现在是1级咒术师，身经百战，成熟可靠。看来现代咒术师比古代那些废物要优秀不少啊！看到天内离子的反应，卷锁不由得赞赏起来。菜菜子三人此刻也回过神来，理智告诉他们最好听天内离子的话。离子老师，我们马上带人回来，你要小心。三人迅速离去，卷锁也没有阻拦，他的目标是天内离子。区1级咒术师，他有信心快速解决。反重力机构，天内离子感觉身体一轻，突如其来的重力变化让他一阵趔趄。砰！卷锁趁机猛地冲了上来，一记手刀对着天内离子的脖颈处打去。别小看我了，心之哀，热息。卷锁突然感到一阵热浪扑面而来，身上的衣服和头发达到燃点，便立刻燃烧起来。与此同时，温度差引起的气压差产生了相当大的阻力，瞬间便将卷锁的身体弹飞了出去。有点意思。卷锁调用咒力扑灭火焰，并在体表形成屏障，控制周围的温度吗？第69章救场。卷锁的实力，术士的范围差不多是20米。刚才你应该使出了全力，所以能控制的最高温度大概是700度。卷锁娓娓道来，自始至终都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天内离子眼皮一跳，心中警惕万分。仅仅是一次交手，就基本摸清了他的术士能力，这种压迫感简直像在面对游击老师。既然如此，卷锁笑眯眯地看着天内离子，那我只要在你20米以外攻击你就好了。虽然我比较擅长近战，不过远程攻击也不算差。卷锁两手合十，赤血操术，穿血，一缕血液瞬间飞出，宛如利箭般射向天内离子。心之哀，热息。天内离子立刻发动了术式，灼热的空气立刻将射来的血液蒸发。哦，对了，血液的沸点差不多只有100度，赤血操术不管用啊。卷锁像是恍然大悟般，突然露出恶劣的笑容。只见他狠狠踏地，混凝土路面瞬间碎成一块一块的石头。紧接着，卷锁像踢足球般将碎石朝着天内离子踢去。呼啸而过的石头带着恐怖的动能，就像一枚枚炮弹砸过来。关键是混凝土熔点和沸点极高，天内离子哪怕将术式开到最大，也无法防御这种攻击。他只好一边闪躲，一边找机会靠近卷锁。只有靠近对方20米范围，他才能利用自己的术式造成杀伤。然而卷锁何其狡猾，根本不给天内离子靠近的机会，就是一直风筝，利用远程攻击消耗天内离子的体力。砰！终于，精疲力尽的天内离子被一块石头砸中腹部，哪怕他及时用咒力保护了自己，也被强大的力道砸飞出去，一头撞在一辆轿车上，将其撞得凹陷变形。噗！天内离子呕出一口血，当即昏厥过去。卷锁笑眯眯的上前，然而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真是狡猾的小姑娘呢，等着我靠近使用术式吗？昏厥的天内离子迅速起身，一个箭步冲向卷锁，成功拉近了距离。呵呵，卷锁发出嘲笑声，体内的咒力开始暴涨，在体表形成更加厚重的屏障。区温度术士，即便击中他又如何？他就是要看看天内离子满怀希望，最终又面带绝望的表情。然而突然间，卷锁瞳孔一缩，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从脊背直冲天灵盖，藏在脑袋里的脑花都不禁打了个哆嗦。心之哀，绝对零度。天内离子冷笑着伸出手，使出了目前为止他最强的术式。虽然需要用手触碰，虽然作用时间也只有1毫秒，但是却可以造成对方浑身温度达到传说中的绝对零度。绝对零度，连原子都不再运动。也就是说，对方在那1毫秒内不仅无法行动，甚至就连思维都会被冻结。
而他只需要在这1毫秒时间内一拳打掉对方因超低温而变脆的脑袋，那他就能赢。反转术式重力，突如其来的重力增加，令天内离子的身体沉重无比，动作也变得迟缓起来。卷锁趁机快速后撤，险之又险地躲开了天内离子的手。看着近在咫尺的敌人，天内离子心中充斥着绝望和无力，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而躲开的卷锁则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脸忌惮地看着天内离子。刚才这个女孩竟然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这简直骇人听闻。卷锁的嘴角缓缓勾起，最后变成疯狂得意的大笑。哈哈哈哈！差一点，差一点，你竟然就杀死我了！可惜吧，实在太可惜了。想不到如此弱小的你，竟然藏着能威胁到我的术士，不可思议，实在太有趣了。感谢你的牺牲，我以后会更加小心的，不然没准哪天真的出意外了呢。哈哈哈哈！卷锁癫狂狞笑着靠近天内离子，杀心毫不掩饰。现在就有威胁到卷锁的手段，未来成为特级，恐怕又将是一大敌。倒不如现在斩草除根。就在卷锁举起手准备杀死天内离子时，一个圆球带着音爆朝自己飞来。卷锁连忙双手交错抵挡，却被这恐怖的力道一路轰飞，质量好大。卷锁从废墟中爬起身，看向自己颤抖的双手，喃喃道：“离子，你没事吧？”99游击上前扶起天内离子，身后跟着菜菜子3人，他们成功搬来了救兵。我没事，师傅。天内离子踉跄着起身，给游击一个放心的微笑。不愧是我的弟子，好样的！游击摸了摸离子的头，随即转身怒视着卷锁：“就是你这个老妖怪，欺负我的弟子吗？”反弹回来的球解体，变成一只奇怪的飞行机甲虫，正是游击的式神黄轮。切！卷锁擦去嘴角的血渍，冷眼看向游击，区区一个特级而已。哦，那再来一个呢？一股幽态的身影从阴影处走出，手上的童子气安钢沾满了咒灵的血液。要不再加上我？伏黑甚尔悠哉悠哉的出现，看向卷锁的眼神满是战意。卷锁，喂，要帮忙吗？卷锁，李梅的身影出现，来得正好。卷锁松了口气，你去拖住那个女人，我来对付剩下2个。99游击回头道：“李子，你带着菜菜子他们快离开，接下来的战斗是特级的范畴，你帮不上忙。”明白。天内离子带着3小只迅速离开战场。此刻气氛凝重，李梅和99游击走到一边，二话不说直接开打。星之怒，刚烈，冰凝咒法，双指。卷锁笑着对乙骨和甚尔道：“那么我们也开始。”砰！作为曾经的术师杀手，甚尔可从不讲什么武德。卷锁话还没说完，他的身形就已经冲到对方面前，手中的噬魂刀以极快的速度连续挥砍，刀刀见血。卷锁，台词都不让说了是吧？超重力！甚尔的身体一顿，重力突然的增加，哪怕是他也很难一下子适应过来。卷锁对着甚尔的脸狠狠一拳：“下坠吧！”乙骨张开嘴，舌头上竟然出现跟狗卷类似的符文。刹那间，卷锁感觉好像有人对自己使用了超重力，整个身子包括那张脸都在往下塌，看起来相当严厉。砰！卷锁砸在地上，四肢全部折断。伏黑甚尔和乙骨幽太默契上前，童子气安钢和噬魂刀跟剁臊子似的疯狂挥砍，场面相当残暴。赤血操术，血腥雷，鲜血化作攻击炸开，暂时逼退甚尔和幽太。卷锁阴沉着脸起身，遍体鳞伤的他正在迅速恢复。反转术式，又是那种恶心的东西。伏黑甚尔像是想到了什么，眼角直抽抽。乙骨幽太重新摆好架势，今天必须杀了这个人，杀了我！哈哈哈哈哈！卷锁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疯狂大笑起来。你们这群臭虫也配杀我？你们这些肮脏的术师只看得见眼前的利益，贪婪、愚蠢、短视，你们根本理解不了我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么伟大。我是神，我是先知，我是新世界的开创者。你们这些愚民……卷锁突然一惊，破戒金刚杵碎了。这也就意味着那3个家伙要回来了。卷锁褪去病态的笑容，重新变得高深莫测起来。李梅，可以了，我们走。第70章，暴怒的漏狐，下一步作战计划。听到卷锁的声音，李梅立刻从与99游击的缠斗中脱身。冰凝咒法，直扑！李梅双手拍地，无数冰块自大地凭空生长，化作壮观的冰冻丛林，掩盖了他和卷锁的身影。风息！乙骨幽太挥动童子气安钢，凌厉的斩击将冰块切开。然而卷锁和李梅早已消失不见。某处地下空间，卷锁和李梅先后出现，而真人早已回到了这里。
哦，结束了吗？真人带着些许意犹未尽的语气舔了舔舌头。卷锁点点头，结束了。漏狐他们的破戒金刚杵都碎了，想必那3个家伙很快就要回东京了。一想到这个，卷锁就有些肉疼。那破戒金刚杵可是他花费数百年时间打造出来的咒具，他自己都没舍得用呢。300多年前，五条家曾出现过一界六眼，名为五条玉，就是与禅院家的石影法同归于尽的那位。论实力，五条玉是除开五条泽、五条悟这一代外最强的六眼。卷锁曾找过五条玉的麻烦，结果一个不慎被对方盯上，差点没命。所以卷锁痛定思痛，决定制造出一种足以阻挡六眼，从而为自己制造逃跑机会的特殊咒具。而他花费100年时间，终于制造出了破戒金刚杵。虽然只是一次性物品，但却能产生1秒钟的空间扭曲，并对目标进行空间传送。哪怕是能够射击原子，从而影响空间的无下限术士，也会被阻挡1秒。300多年的时间，卷锁不多不少，正好就造出了3件。现在一下子全没了，算了，复活宿傩才是大事。卷锁也拎得轻轻重缓急，相比于几件咒具，咒胎带天的重要性明显更大。嗨咳，下水道里突然传来咳嗽声，漏狐一瘸一拐地走出阴影。此刻的狐宝鼻青脸肿，甚至没有多余的咒力用来恢复伤势。阿雷，搞得这么狼狈啊！卷锁笑眯眯地上前，漏狐，你该不会又想不开跟夏油杰硬碰硬了吧？闻言，漏狐心虚的语塞。毕竟出发前，卷锁可是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要和夏油杰正面起冲突，打游击战就行。可当他真正面对夏油杰时，强烈的胜负欲令他瞬间将卷锁的计划抛之脑后。阿雷，早就告诉你不要冲动了，你打不过那3个怪物的。少啰嗦！漏狐恼羞成怒的怒吼，默默走到一旁坐下思考人生。我回来了。众人脑海中突然涌现花玉的脑电波，众人循声看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相比狼狈的漏狐，花玉的状况简直可以说是凄惨，上半身半边身子直接炸没了，脑袋上那2根树枝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2个汩汩流血的窟窿眼。花玉！漏狐和真人急忙上前扶起花玉，看着对方触目惊心的伤口，漏狐一只大眼睛猩红如血。混蛋五条悟，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卷锁忽略掉漏狐不自量力的宣告，心事重重地等待着驼艮的归来。他总感觉驼艮出事了，3把金刚杵被他做了标记，漏狐和花玉的金刚杵正常崩坏了，但驼艮的金刚杵崩坏的时间不足1秒，也就是说，五条泽很有可能在驼艮被传送之前就突破了金刚杵的防御，那驼艮的下场可想而知。果然，在等待了近3个小时后，依旧不见驼艮的身影。不祥的预感充斥着众人心头，驼艮死了。卷锁突然开口，清冷的话语在死寂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突兀，而正是这句话，瞬间引爆了3大天灾咒灵的怒火，尤其是漏狐。砰！暴怒的漏狐一拳打向卷锁，后者双手交错挡下，身形不断后退，在地上擦出长长的划痕。卷锁，你这混蛋在开什么玩笑？信不信本大爷把你烧成灰？卷锁耸了耸肩，接受现实吧，这么久都没回来，驼艮肯定是凶多吉少了。混蛋，你不是说破戒金刚杵能防住六眼吗？漏狐一把抓住卷锁的衣领，眼中满是杀意。驼艮要是出事，信不信本大爷让你陪葬啊？卷锁慢悠悠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这也不能怪我吧？破戒金刚杵有没有用，你和花玉再清楚不过。要我说，问题肯定是出在五条泽那个怪物的身上。你！漏狐咬牙，恶狠狠地将卷锁丢到一边，转身离开。你要去哪儿？我要给驼艮报仇！漏狐面色狰狞，因为愤怒，浑身都在往外冒着热气，令周围的空间仿佛都在扭曲。不要冲动，拦住他！真人和花玉赶紧上前拉住暴怒的漏狐，花玉更是一把抓住他的头，按在地上。漏狐铁青着脸，情绪激动的大吼道：“花玉，真人，就这样按着我吧，不然的话，我会忍不住杀了五条泽。”卷锁上前摇摇头，因愤怒驱使的行为乃是无谋。放心吧，漏狐，我们一定会为驼艮报仇的，但不是现在。卷锁转身看向咒胎带天的裴阳敏，眼神狂热。这次行动令半个东京尸横遍野，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负面情绪，是时候让咒胎带天恢复活性了。不多时，卷锁在咒胎带天的周围刻下了无数法阵符文。卷锁发动术式，刹那间，法阵就像吸尘器，方圆100里的负面情绪快速汇聚于此，在法阵的转换下，变成精纯的咒力，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咒胎带天之内。足足1天1夜后，咒胎带天终于发生了变化，黑色的符文开始爬满咒胎带天的全身，并逐渐变化成与2面宿傩一样的纹身。一股极致的强大和邪恶的气息，即便隔着玻璃罩，也令众人惴惴不安。
漏壶咽了咽口水，这就是两面素挪，还不是？卷所摇摇头，要想让代天进化成素挪的优质容器，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孵化。趁着这段时间，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李梅询问道：什么事？卷所的脸色阴沉如水。五条则能打破金刚杵的防御，他的实力已经超脱了我能想象的6眼范畴。我们现在只有13根秀挪手指，即便召唤出素挪，或许也不是五条则的对手。你敢怀疑素挪大人？李梅冷哼，素挪大人即便只有13根手指的力量，也足以击败五条则。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哪里见识过宿挪大人的全盛时期？呵呵，卷所笑了笑，只得退一步说道：这个嘛，我也不清楚，不过手指越多越保险嘛，而且素挪肯定也想要掌握自己的全部力量。哼，李梅别过头算作同意。那么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就是盗取高砖内封印的素挪手指。第71章乐言寺，你们去杀了虎杖。东京，伴随着最强3人组的归来，东京爆发的动乱正式结束。后续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就要靠御三家和政府机构相互协作了。为此，五条则这个五条家的家主刚回东京，屁股都没坐热，转头就要去处理这些事务，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忙不要紧，但自己忙的时候，便宜弟弟却在放松，这影响就很不好。于是，在五条则道里加物里的劝说下，五条悟被拉去冲撞钉了。各支番队也没有立刻解散，而是开展了救灾工作。因为灾难发生后，由于负面情绪的爆发，灾区的咒灵数量会暴涨，而且这种情况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各番队依旧很忙碌。除此之外，日本各地突然向御三家发来紧急求援，原因是漏湖、花玉和驼艮出现的地方死伤惨重，人们的负面情绪一直处于爆表状态，滋生出大量咒灵。2级不如狗，1级满地走，特级咒灵也常有。在这种情况下，驻守各地的咒术师们完全不够用，甚至还有好几个据点被特级咒灵袭击了，只能派特级去镇压啊。五条则和五条悟摊了摊手，现在他俩根本走不开，派99游击和一股犹太去吧，总共3处重灾区，还差一个，我去吧。夏油杰无奈地举起手。于是刚从北海道回东京的夏油杰转头又坐上了去北海道的飞机。伏黑甚尔那家伙呢？眼下人手稀缺，五条则自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过得比他惬意的家伙。那个伏黑甚尔并不是术师，也不属于御三家，我们没资格调动。是吗？五条则皮笑肉不笑地拨通了伏黑甚尔的电话。5分钟后，挂断电话的伏黑甚尔脸皮抽搐。爸爸，怎么了？金美纪见甚尔不是很高兴，有些疑惑地问道。没事，有个混蛋要我加班，不给加班费的那种。3个月后，此次东京动乱第6番队表现优异，共孵出3只特级咒灵，17只1级咒灵。根据战绩和实际情况判断，熊猫、狗卷吉、禅院真希3人的实力与术师级别不匹配，现推荐3人晋升为1级咒术师。推荐人五条则。乐言寺加深作为高专代理人，术师推荐都会经过他手。现在他看着桌子上的3封推荐信，有些踌躇不决。狗卷吉还好说，毕竟作为咒言师一族的末裔，狗卷吉的实力和术士特殊性评为1级并不为过。但熊猫和珍惜就有点难办了。首先因为熊猫咒骸的战略意义，高层并不想让它过于招摇显眼，维持在准2级或者2级这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就很合适。至于禅院珍惜，禅院家那是1万个不同意，除了禅院直皮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外，其余族老都在施压。尤其是珍惜的父亲禅院善，强烈要求珍惜只能是4级术师。据他们所说，这其中关乎着禅院家的颜面和荣耀之类的。乐言寺当然知道禅院珍惜和禅院家的矛盾是怎么回事，要是平时他不介意卖禅院家一个面子，但看着推荐人一栏明晃晃的5条则几个大字，乐言寺思索片刻，默默按下了同意的印章。连天元大人都敢威胁的家伙，揍他乐言寺岂不是顺手的事？他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折腾。盖下印章后，乐言寺让人将推荐信送去，随即打开抽屉，摸出一封密卷。查看之后，乐言寺满是褶皱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凝重。咚咚咚，进来吧。乐言寺将密卷放回抽屉，看着东堂等高专学生走了进来。校长，你找我们？坐吧。乐言寺伸手示意，众人规规矩矩地坐下，只有东堂葵举止很随意。不一会儿，什么？东堂葵拍桌起，一脸激动地喊道。乐言寺面无表情。高层要求你们在这次的交流会上杀掉虎杖幽人，那东西不是人，而是2面宿挪的容器，即便没有吞下宿挪手指，也是颗定时炸弹。所以你们尽管动手，不用留情，不用手软，高层不会追责，只会当成事故处理。东堂猛地冲上前，一把薅住乐言寺的衣领。喂，你这老家伙，你难道不知道虎杖是我的挚友吗？
乐言寺眯着眼冷冽出声，威胁到整个咒术界的问题不能被私人情感左右。砰！东堂二话不说，一脚踹倒门扉。下午3点有小高田的签售会，早知道就不该参加这什么会议，害我都快赶不上了。加茂献计开口：“喂，东堂，闭嘴！”东堂魁转头怒视众人：“我早就对你们这些女人品味极差的家伙失望透顶了。还有你，老头子，在我面前密谋暗杀我的挚友，要是你真敢付诸行动，老子就宰了你！走了。”说罢，东堂魁插兜离开。乐言寺叹了口气，东堂不参加就算了。他看向剩下的人，既然如此，那就由你们去杀了宿傩容器吧。其实对于杀掉虎杖幽人，京都高专的学生并没有多少感觉，毕竟那是宿傩的容器，杀掉他就跟拂除咒灵差不多。他们并没有像伏黑、丁崎那样与虎杖朝夕相处，也不曾像珍惜、熊猫那样接触过虎杖，明白虎杖是个热情开朗的好人。唯一的印象只有此次动乱时偶遇的匆匆一瞥。三轮侠弱弱的举起手，可是虎杖同学的老师是五条悟哎。乐言寺沉默良久才开口：“所以不需要你们亲自动手，只需要你们把宿傩容器逼到指定地点就行，我会在那里放置一只1级咒灵用来暗杀。这样的话，即便是五条悟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能不了了之。”哦，三轮侠默默低下了头，总感觉这样不太好，做派好像反派的说。机械丸与性急没有说话，仿佛是默认了。禅院真一和加茂献计点头同意，毕竟御三家出身的他们对虎杖这种特殊存在且半路踏入咒术界的家伙没有什么好感。西宫桃见真一点头，也跟着点头同意。很好。乐言寺半眯着的眼睛中露出冷冽的光，那就这么定下了。第72章，女人打架，专业拱火，高专交流会。虎杖幽人挠着头，那是什么东西？伏黑和丁崎纷纷捂脸。珍惜解释道：“简单点来说，就是2所高专的友谊切磋赛。”这样啊，听上去好刺激。放心好了，我们东京高专一直以来都是胜多输少。那上一届交流会是哪所高专赢了？闻言，珍惜、熊猫和狗卷默默叹了口气。上次交流会，乙骨忧太一个人参赛，完全碾压的胜利。虎杖幽人恍然：“哦，就是那个特级咒术师。不过这也太欺负人了吧？”伏黑点点头，所以有了新规定，凡是特级，哪怕身份是学生，也不能参加交流会。说完，伏黑耸了耸肩，说实话，我还挺羡慕菜菜子、美美子和丽九同学，下游老师去往北海道镇压咒灵暴乱，顺便让他们也跟着去了。相比于学校的交流会，我更喜欢这样的实战教学。挚友，几人闲聊之际，东堂粗犷的声音响起。虎杖惊喜转头，东堂。两人迅速靠近彼此，伸出右手做出掰手腕的动作，紧紧握在一起。兄弟，好久不见。是啊，挚友。上次我送你的詹妮弗劳伦斯写真怎么样？绝品。果然只有挚友你的品味才合我的胃口。众人看着二人激情满满的场景，纷纷翻了个白眼。珍惜。熟悉的声音让珍惜抬起视线，只见禅院真一缓缓出现，双目紧紧注视着他，表情满是挖苦之色。真一。珍惜注视着他这个妹妹，表情波澜不惊。真一冷哼，区4级咒术师，即便靠着老师的关系当上番队队长镀金，废物依旧是废物。珍惜1级咒术师的证明还在审批，眼下他的确还只是4级。不过珍惜却没有丝毫回应，不知是不是跟老师五条泽这种聪明人相处久了，珍惜现在对某些东西看得很透彻。以往他只知道真一讨厌他，但现在透过对方厌恶和挖苦的面具，珍惜仿佛看到了一个柔弱的小女孩。你那是什么眼神？真一有些恼怒，刚想说话，一旁的丁崎突然开口了。乍一看还觉得很像来着。啊！丁崎看着真一露出揶揄的笑容，可是细看之下，珍惜学姐比你漂亮多了。皮肤怎么了？睡眠不好吗？真一咬着牙，显然是破防了。你这臭丫头，到时候在交流会上，信不信我先宰了你？乐意奉陪。黄脸婆。真一和丁崎狞笑着抓住对方的衣领，额头上的青筋不断跳动。打起来，打起来！众人愣愣地看着突然出现的五条泽。五条泽老师，你怎么在这儿？五条泽抱着一半西瓜，饶有兴趣地蹲在地上看着针锋相对的丁崎和真一。别管这些，话说你们怎么还不动手？打起来，打起来！丁崎和真一嘴角一抽，冷哼着放开对方。哎，这就不打了吗？五条泽一脸失望，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真希捂着脸，五条泽老师，你可是高专前辈啊，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哈哈哈，呆吉又不，无非是一群问题儿童。我和雾杰还有萧子当年也是这样的。说着，他指着真一，像这种表面讨人厌内心傲娇的熊孩子，打一架就好了。
禅院真一仿佛被戳破了内心的伪装，霎时间红了脸，少啰嗦，随后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唉，珍惜看着这个妹妹，看来接下来的交流会得好好找她谈谈了。东堂突然走到五条泽面前，五条老师，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高层要暗杀虎杖吗？东堂一滞，有些无奈的挠挠头，原来五条老师早就知道了，那就没事了。五条则扶了扶墨镜，这些老家伙还真是不安分啊，我去吓吓他们。满脸恶趣味的五条泽消失在原地。高专会议室，砰！乐言寺和叶娥正道看着一脚踹飞门板的五条悟，顿时满脸黑线。喂，死老头，听说你想借着交流会的名义暗杀我的学生虎杖，我来看看怎么个事。乐言寺眼皮一跳，但他可不会傻乎乎的承认。五条泽跟着五条悟走进会议室，两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两条腿肆无忌惮地伸直放在茶几上，一副大爷做派。乐言寺默默把目光移到叶娥正道身上，那眼神仿佛在说，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学生。叶娥正道有些汗颜，但此刻他更关心虎杖被计划暗杀的问题。乐言寺校长，暗杀虎杖这件事是真的吗？乐言寺没回答这个问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不过他好似狡辩地说道，交流会大家都会通过监控观看全程，暗杀条件几乎不成立。五条则神秘一笑，那如果是在比赛场地提前放置咒灵呢？乐言寺老脸一抽，这也能猜到，还是有什么人泄露了情报？不过这些都不要紧。五条则突然开口，你们想暗杀就暗杀吧，这次我们不会管。哎，五条悟有些意外。五条则淡淡道，悟，要相信你的学生啊。不过对于此事，高层确实该给我一个交代。乐言寺敲了敲拐杖，你想要什么？五条则微笑，咒胎九象图。不多时，五条则和五条悟相继走出会议室。五条老师。门口的三轮侠像是见到了偶像，话都说不清楚了。五条悟挥手打了个招呼，哟，是三轮啊。五条悟老师，还有五条泽老师，能和你们合个影吗？两人点点头。咔嚓，三轮侠露出迷妹的笑容，拍到了，谢谢。不客气。五条悟慢悠悠的迈步向前，看着宛如追星粉丝的三轮侠，五条则突然伸出手，照着他的脑袋梆梆两拳。疼，泽老师，笨蛋。阿雷，喜欢物和我的追星行为，对你而言显然就是跟风嘛，有点自己的主见啊，笨蛋学生。三轮侠愣了愣，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总感觉不这样好像不太合群。你很有天赋，不是随便谁都能在1-2年的时间内学会新音流的，有时候天才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五条则转身离去，左手插兜，右手高高举起，摇来摇去。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已经给你申请补助了，心无旁骛的加油成为1级咒术师吧，我很看好你哦。三轮侠呆呆地看着五条泽的背影，半晌弯腰鞠躬，大声喊道，谢谢你，五条泽老师。第73章突发变故，搏命的卷锁。在比赛区域内放置了许多3级咒灵，其中还有一只恐怖的2级咒灵。率先扶除2级咒灵的队伍取胜，如果天黑之前没有队伍扶除掉2级咒灵，那么讨伐3级咒灵更多的一方获胜。期间可通过任意手段阻碍干扰对方的行为，但是切记不可伤人性命。伴随着哨声响起，高专学生们迅速冲进了比赛场地，一如原著那样，一群问题儿童对比赛场地内的咒灵视而不见，转身就找上了对方高专的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珍惜在快速解决三轮侠后，跟真一对上了，两人进行了一番姐妹间的友好交流。真一的小迷妹，娇小可爱的萝莉西宫桃跟丁奇边打边嘴遁，机械丸被熊猫的一句大家都是咒还激怒，两人大打出手。加茂献计认为伏黑会理应是御三家正统，自己不过是旁系次子，但伏黑对禅院完全没兴趣，于是两人开始石英法和赤血操术的家传术士 solo。 当然也不是全是这种互看不爽的剧情，比如东堂和虎杖两人正在激情摔跤贴身肉搏，强悍的身体素质和相近的战斗方式，两人逐渐迸发出拳拳到肉的火花，激情满满。纵观全场，只有老实巴交的狗卷宝宝在尽职尽责的扶除咒灵。高专技库内，五条则将咒胎9象图收了起来。五条悟有些疑惑，哥哥，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五条则伸出手指，虎杖是咒胎9象图外的第10项，不管是用来研究还是把它们变成盟友，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虽然现在咒术界拥有5大特级，还有一个不是特级堪比特级的圣儿，但那只是高端战力，一旦发生类似东京暴乱的事件，人手怎么也不嫌多。当然最重要的是，五条则对咒胎9象图里的大哥杖相很有好感，虎杖有事他是真上啊。除此之外，我不相信卷所创造咒胎9象图只是随意为之，即使这只是失败品，但或许能从中发掘出他的最终目的。
五条则曾经以为卷所想称霸世界，但那根本解释不通，也不符合他的逼格。也曾猜想过卷所想要将人类都变成咒灵，但卷所口中区区咒灵也表明了他对咒灵的态度和印象并不好。至于造福人类，那就更不可能了。或许卷所是想创造出某种连他自己都无法预知是什么的存在，利用人与咒灵的交合诞下的咒胎9象图就是其中的一项失败实验品。正思索着，五条则和五条悟突然齐齐抬头，好庞大的咒力！这股熟悉的咒力波动是花玉吧？五条悟愣住，哥哥，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意外的？五条则呵呵一笑，我当然不意外，我就是等着那些家伙来捣乱呢，否则我上哪儿找他们去？两人对视一眼，迅速消失在原地。此刻，比赛区域中，狗卷满脸戒备地看着眼前出现的咒灵。花玉缓缓上前，磅礴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花玉手中抓着一颗头颅，正是乐言寺为了暗杀虎杖，特意放置在此地的一级咒灵。特级咒灵！狗卷震撼，迅速拉开距离，不许动。轰！森林中突然长出100米高的巨大藤蔓，如怪兽般开始肆虐。东堂虎杖等人发现不对，这种动静根本不像是在比赛。众人迅速聚拢。突然间，比赛区域外围出现了巨大的围障。怎么回事？乐言寺和安歌姬碰到了刚从祭库出来的五条则和五条悟，这还用说，被敌人入侵了呗？安歌姬不解，入侵？为什么天元大人的结界没有半点反应？五条则嫌弃地翻了个白眼。虽然这事儿吧，有卷所的功劳，同时也有花玉身为自然之母可以隐匿自身气息的原因，但五条则还是想吐槽一句：天元你个菜狗，先去疏散学生吧。几人冲进比赛区域，在穿过围障时，五条悟突然被弹开。这是五条悟将手伸向围障，砰的一下又被弹开，是拒绝五条悟入内的结界。五条悟耸了耸肩，将目标定为针对我一个人的束缚，以此加强结界的强度，这种水平不在天元之下。那么哥哥就交给你了。五条则叹了口气，好吧，我们先走。几人来到比赛场地，远远望去，花玉的术士已经掩盖了大片区域。我的术士速度更快，分头行动吧。五条则瞬间消失在原地。乐言寺和安歌姬对视一眼，各自选了个方向。然而下一刻，乐言寺就被一个穿着围裙的蒙面男子挡住了去路。五条则呢？五条悟呢？怎么只有一个老头子？你那脆硬的骨头根本做不了衣架啊！乐言寺加身没有说话，而是一把掏出箱子里的电吉他，化身摇滚老登。另一边，安歌姬没走几步，危机感猛地窜入大脑。他迅速下腰转身，险之又险地躲过了敌人的背后偷袭。定眼一看，只见一个黄头发扎着马尾的青年，脸上画着奇特的紫色符号，而他刚刚用来袭击的剑更是奇特，剑柄居然是一只手掌。众面春太露出病态的笑，阿拉是可爱的小姐姐啊，真是令人愉悦。轰！安歌姬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五条则。五条则单手掐住众面春太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叮当！春太手中的剑掉在了地上，窒息感涌上心头的他手脚并用，挣扎着想从五条则手中脱困。五条则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听说你的术式叫奇迹，是种能够让你化险为夷的能力对吧？来啊，施展你的术式试试啊，看看他能不能给你带来奇迹。可春太眼中满是恐惧，涕泗横流的他想要发出声音求饶，却根本开不了口。垃圾！五条则冷冷开口，手上猛地发力，强大的力道挤压着春太的咽喉和血管，接着是肌肉、经脉和骨头。咔嚓一声，双眼暴突的春太在痛苦中被捏碎了喉管和颈椎骨，身体软软的瘫倒在地。出来吧，卷所，你应该等我很久了。五条则突然开口。呵呵，还真是瞒不过你啊。卷所阴沉着脸走出来，忌惮地看着五条则。那个围障是用来专门阻挡物的，为了计划成功，肯定还需要什么来阻挡我。卷所无奈苦笑，其实我本来是想做出阻挡你的结界的，然后呢，没做出来。卷所坦然地摊手，你这个怪物太强了，我估计那种东西根本拦不住你，倒不如将目标选为五条悟。你的意思是，你能拖住我？五条则浑身爆发出骇人的气势，饶是卷所这种千年老怪物也不禁虎躯一震，但他硬着头皮大笑道：抱歉，至少10分钟内你过不去。我的身后是大义，是100年后荒野上的未来，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我也要将你拖住。卷所铿锵有力地呐喊道，双眼闪烁着搏命般的战意。第74章，这是我们热血沸腾的组合技。比赛区域内，下坠吧！狗卷急一声怒吼，花玉的身体如同被万斤巨石砸中，狠狠坠落至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噗！然而一击过后，狗卷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嗓子如同吞了火炭一般灼痛。过于庞大的实力差距，强行使用咒言已经使狗圈产生了反噬。不过也正是他这一击，为伙伴们创造了机会。花玉刚从大坑里起身，众人的攻击已经如雨点般倾泻。熊猫化身大猩猩模式，双手凝聚着浓烈的咒力，击阵掌。伏黑会双手掐出一个奇异的姿势，石影法满象。满象发出嘶吼，从鼻子里吐出大量水流，如同爆发了山洪。加茂献祭双手合并，赤血操术穿血。丁奇将钉子当成飞镖狠狠砸出，穿透力甚至不输子弹。轰！铺天盖地的攻击将花玉笼罩，一时间宛如引爆了炸弹般升起一朵小型蘑菇云。然而众所周知，动漫里都有着有烟无伤定律。当烟尘散开，众人只看到一个由树根和藤蔓包裹的巨大球体，紧接着树根藤蔓像蛇一般缓缓松开，花玉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众人眼前。作为4大天灾咒灵中防御力最强的存在，这些攻击对花玉来说简直就是挠痒痒。砰！花玉的身影突然消失。下一刻，熊猫、加茂献祭、伏黑会和狗卷棘等人几乎同时倒飞出去，连攻击都没看清楚，几人就被击败。混蛋！凌厉的炙刀从身后砍向花玉，后者却不闪不避，只是抬起右手便挡了下来。珍惜瞳孔一缩，立刻回过神来，挥舞着炙刀不断进攻，速度飞快。总算来了个有意思的。花玉宛如脑电波的声音在珍惜脑海中回响。紧接着，两人快速缠斗在一起，战斗的余波将周遭的草皮都掀翻了一层。花玉惊愕，几乎没有咒力，体术却比我还强，真是不可思议。珍惜则是越打越心惊。五条泽老师他们面对的都是这种怪物吗？打着打着，珍惜突然感觉身体一阵麻痹，他赶紧后退拉开距离，突然发现腿部不知何时竟长出了几朵面目可憎的花。善于隐匿气息的花玉早已在暗中使出阴招。这是咒种。花玉冷笑的声音在脑中炸开。本来这些咒种是用来吸收对手的咒力的，但你几乎没有咒力，都是用体术战斗，所以我做了一点小改进。珍惜感觉有些头晕目眩。毒。猜对了。珍惜毫不犹豫地斩去咒种，甚至削去了大腿上的一层血肉。没用的，毒素已经蔓延你的全身了。可恶！珍惜撑着炙刀，身形摇摇欲坠。就在花玉上前准备给珍惜最后一击时，东堂和虎杖这对好基友终于赶到战场。当看到重伤倒地的同伴们，虎杖幽人的内心瞬间被愤怒占据。混蛋！我要杀了你！虎杖猛地冲到花玉身前，缠绕着咒力和怒气的一拳狠狠轰出。静庭拳！一拳下去，花玉倒飞而出，一个翻身稳稳落地。宿傩的容器吗？虎杖小心！硬撑着没有倒地的珍惜喊道：“那个咒灵会用咒种偷袭，用来吸收对手的咒力和释放毒素，千万小心。”虎杖握拳，明白了。东堂将手搭在虎杖肩膀上，挚友，现在只有我们能阻止这个家伙了。来吧，让这个丑八怪见识一下我们友谊的力量。哦，上了！两人不约而同地朝花玉冲去。花玉也很配合虎杖的主角光环，宁愿陪两人打拳，也绝不用术士。而就在这样的咒术回战氛围的熏陶下，以及在大哥东堂循循善诱的指导下，虎杖一如原著，成功打出了黑闪，而且这一打就一发不可收拾。东堂发动不义游戏，通过和虎杖的体型差让花玉的判断失误，然后两人见缝插针，一记接一记黑闪朝花玉脸上招呼。来吧，兄弟！当然了，挚友！东堂和虎杖齐声怒吼，这可是我们热血沸腾的组合技啊！两人默契配合，肩并肩打出一记黑闪，将花玉脸上刚长出来没多久的树枝又打断了一根。花玉，我不知道啊，就听到他们俩喊着什么羁绊啊，什么友情啊，就朝我冲过来了。与此同时，将安歌姬支走后，五条则与卷索展开了 solo 战。当然，更准确来讲，应该是卷索单方面挨打。术式反转，呵！五条则一炮将卷索炸飞，半个身子都没了。卷索一边倒飞，一边在空中利用反转术式修复己身。术式顺转，苍！突如其来的吸引力将卷索整个人拉了回去。五条则早已握拳蓄势待发。砰！一拳打在肚子上，卷索整个人弯成了大虾，嘴角猛地飙血。打不过，完全打不过。作为活了上千年的老妖怪，卷索自认面对五条悟也有一战之力，但面对五条则完全就是婴儿般的无力。五条则一边暴揍卷索，一边冷笑道：“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无非是花玉制造混乱，转移视线，真人去盗取宿傩手指。本来我是想趁机干掉花玉和真人的，没想到你竟然站出来挡在我面前。既然如此，那你就代替他们去死吧！”混蛋，少瞧不起人！卷索大怒，猛地合并双手，急之翻赤王。
卷锁身后生出数对血液凝聚的薄翼，看起来狰狞却又美丽。得到赤王的加持，卷锁的力量和速度得到跨越式的增幅，竟赶上了五条泽的进攻频率。五条泽惊讶，赤血操术的变种石烂斧术，你还会这个？石烂斧术，极之番，赤王，这是咒胎九象图的大哥杖象和二哥坏象在原著里使用过的招式。卷锁冷笑，咒胎九象图都是我造出来的，会这个很稀奇吗？七，五条泽嗤笑一声，你不会觉得这个有用吧？轰！突然间，五条泽的身影消失在空气中，引发恐怖的音爆。一直以来，泽和物的瞬移都是依靠苍的吸引之力完成的，但五条泽曾试想过，鹤作为斥力，只要跟苍保持反方向运转，不也能瞬移吗？相当于一个力在拉，一个力在推。而当苍和鹤同时运转时，就如同此刻，五条泽瞬移的速度已经快到微秒级。这什么鬼？卷锁如同见了鬼似的，眼角抽搐。等反应过来时，五条泽已经一把薅住他身后的血色薄翼，狠狠一把撕了下来。第75章卷锁自爆。砰！撕下赤王后，五条泽一记鞭腿将卷锁踢飞，撞碎好些建筑。半晌，卷锁从瓦砾中起身，双眼血红。这是你逼我的！他双手结印，状若疯魔，仰着脖子怒吼：“领域斩！”砰！卷锁口吐鲜血，两眼翻白，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等我把台词说完？五条泽一脚黑闪，将卷锁踹到濒死，面露不解地说道：“谁规定敌人开大我就得待在原地等着？卷锁，这不是江湖规矩吗？”眼看着五条泽已经冲了上来，手里还捏着一枚紫色光球，卷锁顿时汗毛竖起。虽然靠着反转术式和改造后的特殊肉体，卷锁扛住了五条泽的一顿毒打，但要是被那招虚式磁碰到，恐怕真的扛不住。岂可休！卷锁转身就跑，也不管什么计划不计划了。再说拖延了这么久，真人也该成功了吧？狗命要紧！然而回头一看，五条泽一张脸如同幽魂一般出现在他眼前，四目相对，距离不过咫尺。卷锁好悬没吓出心脏病，想也不想直接一手拍向心脏处，黑色符文瞬间爬满全身，庞大的咒力开始溢散，卷锁的肉体虎杖相知开始不正常的膨胀。自爆！五条泽没想到卷锁竟然这么果断，这么庞大的咒力量，如果自爆，高专都要背离一遍，可爱的学生们恐怕也要被波及。五条泽迅速上前，用咒力压制虎杖相知的肉体，延缓着自爆的速度，并快速结印。领域展开，无尘之地。而就在五条泽着眼处理时，虎杖相知的头盖骨猛地打开，一颗长着一张嘴巴的恶心大脑飞了出来。在自爆之际，卷锁无奈地抛弃了这具肉体，迅速远遁。五条泽眼角一抽，但现在他只能继续处理不断膨胀的虎杖相知肉体，无暇顾及逃跑的脑花。下一刻，虎杖相知的肉体被拖入领域，被剥夺了全部咒力，其膨胀到畸形的外观逐渐恢复正常，只是被打开的头盖骨显得格外突兀。五条泽摇了摇头，上前将其头盖骨重新合上，又用反转术式修复了伤口。领域外，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破碎声，帷帐逐渐化作虚无。五条悟的身影第一时间闯了进来，悬浮在高空之上，摘下眼罩观察着四周的战况。这么短的时间内，咒力就暴涨了好几个档次，虎杖这小子很不错嘛。看着站在东堂身边的虎杖，五条悟露出欣慰的笑容。哥哥开启领域了？那应该不需要我帮忙了。那就……此刻，祖屋柔造和乐言四家身正打得难舍难分。岂可休！怎么对手是你这种老家伙啊？五条兄弟呢？他们在哪儿？我要把他们做成衣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祖屋柔造身前，白发蓝瞳的外形瞬间表明了来者身份。祖屋大喜！啊！终于来了！乐言四急忙大喊：“别杀他！”吃！祖屋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削去了四肢，整个人带着血花倒飞出去。紧接着五条悟看向远处，瞬移过去还要点时间，干脆过火一点好了。虚势，此目的。虎杖幽人神情复杂地看着母亲的遗体缓缓下葬。虽然严格来说，虎杖相知在他出生前就死了，所以并不算是他的亲生母亲，卷锁才是。但此时此刻，从未感受过母爱的虎杖幽人心中却无端升起一股悲伤。他闭上双眼，双手在面前合十，轻声呢喃道：“安息吧，妈妈。”身后众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并没有上前安慰，即便是东堂也没有说话。男孩子总需要独自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变成男子汉。人群中，伏黑看了眼虎杖的背影，悄悄转身离去。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伏黑一愣：“五条老师。”五条悟戴着眼罩，依旧盖不住一脸的傻笑。“怎么了，慧慧？看你的脸色有些不开心啊。”
没什么。五条悟没说话，静等着伏黑会下文。果然，半晌之后，伏黑会突然开口：“五条老师，假期时间能给我进行指导特训吗？”五条悟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当然可以。”看到伙伴进步神速，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吗？不，或许应该说讨厌那种伙伴浴血奋战，自己却帮不上忙的无力感吧。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两人的身影逐渐走远。某处地下空间，真人和漏狐搀扶着半边身子都没了的花玉，踉踉跄跄地走上前。卷锁，卷锁，卷锁，你个混蛋去哪儿了？赶紧给我滚出来！漏狐大喊。知道了，知道了。阴影中缓缓走出一个披头散发，身上满是血渍的金发少年。漏狐一愣，重面春太。真人摇摇头，不，灵魂不一样，是卷锁吧？重面春太淡淡一笑，拨开额头的头发，露出狰狞的缝合线。漏狐鄙夷道：“竟然夺取盟友的肉体，你这家伙还真是恶劣啊！”卷锁摊手：“春太死在了五条泽手中，跟我可没关系，这顶多算是废物利用嘛。再说了，我可是差点就死了，你们不能关心一下我吗？”卷锁看向真人，后者心领神会的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躺着5根素挪手指。真人耸了耸肩，咒胎9象图似乎被提前转移了，没有找到。那种失败品拿不回来也没关系。卷锁有些疑惑的拿起盒子，只是为什么高砖里只有5根素挪的手指？这些年来，卷锁一直在搜集素挪手指，眼下已经掌握了13根。按他估计，剩下的应该是被高砖得到并封印了起来。但现在一凑，怎么还差2根？真人摸了摸下巴，或许剩下2根还流落在外。卷锁皱眉，为了找寻素挪手指，这些年他几乎把整个咒术界都刨了一遍。按理来说，不应该有漏网之鱼啊。第76章，机械丸与性急。高砖内，看完手机里发来的信息，机械丸下一刻就将手机整个销毁。紧接着，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2份录音笔，将其打包好，来到高砖快递站，填写好寄件人信息后，机械丸犹豫片刻，写下了收件人的姓名三轮侠，并选择定时发送。处理好一切后，机械丸默默离开。几分钟后，某个猥琐的白毛身影悄咪咪地溜进了快递站。某处不为人知的基地内，卷锁和真人走了进来，顿时听到一阵抱怨声：“你们来得太晚了！”与信吉整个人躺在营养机里，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些许头发和面部。无数电路线和输液管宛如锁链一般将他缠绕，看上去骇人无比，像在做什么生化实验。真人捏着鼻子，一脸嫌弃地吐槽道：“你这里还是一股霉味啊！也对，半辈子泡在水里，连站起身子都费劲，肯定会长蘑菇的吧？”与信吉无视真人恶劣的玩笑，反正这种屈辱他已经忍受10几年了。与信吉，也就是制造和操纵傀儡究极机械丸的幕后术师，从出生时便身负天宇咒缚。只不过与慎尔和珍惜的天宇咒缚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咒力和术式。相反，他不仅觉醒了相当强大的傀儡操术，更是拥有广大的术式范围和超出自身实力的咒力输出。但代价是，他天生就没有右手和膝盖以下的肉体，且腰部以下都没有知觉。皮肤脆弱到连月光都能灼伤，并时常伴随着宛如全身毛孔被针扎的疼痛。也正因如此，他才选择成为高砖的叛徒，为卷锁提供情报，换取获得健康肉体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就是真人那能够改变灵魂形状，借此改变肉体的术士无为转变。真是无趣呢。见与性急没有说话，真人翻了个白眼，要不是有束缚在，真想现在就干掉你呢。与性急冷哼：“不许对京都高砖的人出手，也是束缚，你们已经违背了。”真人无赖的摊手，动手的是花玉，又不是我。我不想跟咒灵争论，赶快给我恢复肉体，垃圾！与性急毫不留情的冷哼道。闻言，真人摸了摸下巴，威胁道：“阿拉，感觉我会用力过度，把你变成一只斗虫哎。”话虽如此，真人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束缚这种东西很奇妙，像极了玄幻小说里的天道誓言。如果是对自己的束缚，影响的是既得能力，属于影响超越自身的额外利益。比如七海的加班束缚，一旦触发，就会获得超过自身能力的咒力暴涨。但如果是对其他人的束缚，效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旦违背，根本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生命也好，术士也罢，真人可不想冒着丧失这些的风险。更何况，大不了把与性急肉体恢复后再杀了他嘛，这样就不违背束缚了。很快，真人施展无为转变，慢慢改造着与性急的身体。感谢我吧，垃圾不如的家伙。半晌，真人退后几步，而营养机中缓缓站起一个浑身赤裸的少年。与性急打量着自己的这具躯体，体验着从未有过的奇妙触感。真人打趣道：“真是不可爱啊！明明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就应该表现得开心一点嘛。与信吉转头目视着真人，庆祝的是等到战斗结束时再说吧。说的也有道理啊。真人露出变态的狞笑，将自己改造好的玩具再次玩坏掉，这种感觉真是太让我兴奋了。机械丸，与信吉张开双臂，无数小型的机械傀儡从身后飞出。然而这种量产的小玩意儿根本不是真人的对手。真人改变自己的灵魂形态，将自己的拳头变得无比巨大，随即一个猛砸，砰！所有傀儡瞬间就被摧毁。然而与信吉的身影也已经消失不见。真人皱着眉头，逃走了。也对，跟我们战斗并非是他的必备选项，逃跑反而是最优解。不过真是没劲啊，还以为是堂堂正正的战斗，结果变成老鼠逃跑了。不，还没有逃跑呢。一旁半天没说话的卷锁突然开口了，紧接着地面剧烈震动，一尊超大型机械人拔地而起。究极机械丸0号机，这尊机械丸中储存了与信吉17年来积攒的所有咒力，足以媲美特级。与信吉坐在操作台上，一脸凝重。卷锁早在开战前就做好了违章，电信号传不出去，导致此刻与信吉无法联系到高专，所以眼下与信吉只能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等解决掉眼前的两人，再向五条泽老师求救，用自己所知的情报抵消叛变的结果。相信那些关于诅咒师计划的情报，一定可以打动五条泽老师，获得赦免。即便失败，几天后他提前准备的快递也会被三轮侠签收，里面其中一支录音笔就记载着这些情报。当然，如果自己能回去，那这份快递自然也就不用寄出去了。与信吉狠狠咬牙，不，一定不用寄出去，我一定能回去，我要重新回到大家身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与信吉双眼通红，情绪激动，几乎是嘶吼着声音呐喊：烧毁一切吧！机械丸，大符炮！真人露出变态的笑容冲了上去，让我浇灭你的希望吧。真人的右手放在浑身瘫软的与信吉眼前，只要再进一步就能碰到他的脸，使用无为转变彻底杀死他。但此时此刻，这只手却怎么也按不下去。真人咽了咽口水，冷汗从额头划过脸颊来到下巴，最后滴落砸在地上。五条则将右手放在真人的肩膀上，微微下移的墨镜露出蓝色的双眸。你敢再动一下试试？第77章社会性死亡的与信吉。真人，快逃！卷锁突然冲上来，倾尽全力的一拳逼开五条则搭在真人肩膀上的右手。真人大喜，然而并没有听卷锁的话逃跑，而是猛地将手伸向五条则的胸口。刚才通过肩膀上的触感，真人敏锐地发现五条则并没有开启无下限，这绝对是天赐良机。无为转变，得手了！真人露出得逞的病态笑容，但下一刻他的笑容便凝固了。覆盖在五条则灵魂之上的是厚重到难以估计的咒力屏障，宛如铜墙铁壁。五条则低头轻笑，得手什么了？阿雷！真人面露惊恐，卷锁内心大骂蠢货，漏狐也好，真人也罢，一个两个的怎么都这么普信，叫你逃就赶紧逃，你非得回头不自量力的闹这一出，嫌命长吗？五条则猛地伸出双手抓住卷锁和真人的脑袋，狠狠按在地上，然后猛然发力开始奔跑。两人的脑袋在地面上划出长长的沟壑，后脑勺血肉横飞。极之翻云，巨大的火焰陨石朝着五条则砸下，漏狐之源赶到现场。然而五条则咧嘴狞笑，猛地将面目全非的卷锁和真人砸向漏狐，三人的身躯被砸成一团，倒飞着撞进碎石堆里。紧接着五条则腾空而起，狂暴的咒力将他的力量无限增幅，竟用双手将整块陨石都扛了起来，随后狠狠朝卷锁三人倒地的废墟中砸去。轰！火焰和蘑菇云升空几百米，天昏地暗，山崩地裂。与信吉看着眼前的一幕目瞪口呆，这才知道自己原先的想法有多幼稚。所谓媲美特级的0号机根本就是个笑话。废墟中，卷锁三人操控咒力形成一道防护罩，依旧被炸得肢体残缺。卷锁急忙挡在漏狐和真人面前，你们先走。漏狐和真人都懵了，什么鬼？这是卷锁，该不会换了个肉体把脑子搞坏了吧？卷锁也很无奈，并不是他有多高尚，或者将漏狐真人他们当成了同伴，而是他的计划要成功，真人就绝不能出事。漏狐和真人也没想这么多，既然卷锁愿意断后，那就随他呗。两人转头就跑。卷锁嘴角一抽，混蛋咒灵！眼看五条则已经冲了上来，卷锁双手击掌合十，吟唱着神秘的术式：出云而显，高至于龟，现则天域皆暗，八于远履之。脚下的地面一阵颤动。五条则低头一看，巨大的舌头咆哮着破土而出，身形宛如大山般的庞大蛇形怪物，八手八尾，凶力狰狞。漏狐和真人惊愕，
那个是传说中的八岐大蛇。卷锁这家伙藏得可真深。卷锁的身影冲到两人身旁，还不快跑！真以为八岐大蛇能挡住五条泽吗？此刻卷锁的心在滴血。八岐大蛇呀，那可是他手中掌握的最强式神，当初花了好大力气才收服的。在咒术界所有已知式神中，其实力仅次于八握剑异界神将魔须罗。卷锁咬着牙，余光瞥向一旁的真人。算了，相比于式神八岐大蛇，真人的无为转变不可或缺。混蛋！等无为转变成熟后，一定要把真人凌迟处死，才能解他心头之恨。八岐大蛇吗？五条则有些意外，没想到竟然还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生物。吼！八岐大蛇发出似龙似蛇的咆哮，8颗脑袋同时凝聚出咒力攻击。风、雷、水、火、木、土、冰、金，8种不同的元素攻击铺天盖地，每一击的威力都不下于特级。然而这些攻击打在五条泽的无限上，瞬间就被弹开，光是余波就轰碎了远处的一座山。呵！一道红色光球射出，八岐大蛇的3颗瞬间被撕裂。然而下一刻，光秃秃血淋淋的脖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长出3个脑袋。反转术式？不对，是束缚吧？五条则饶有兴趣地摘下墨镜，要同时砍下8颗脑袋，不然就能无限再生吗？庞大的咒力，诡异的再生能力，不输花玉的防御力，多元素攻击术式，碰上任何特级，八岐大蛇都是一个强敌。然而他现在面对的是五条泽。左手仓右手鹤，五条泽飞快捏出一枚词，随意弹了出去。词在空中不断变大，最终甚至超过了八岐大蛇的体型。8个蛇头嘶吼着发动攻击，宛如螳臂当车，被摧枯拉朽般碾过。不仅是8个蛇头，就连蛇身和蛇尾都被全部摧毁，连渣都没剩下。五条泽突然发现了有什么东西在闪光，凑近一看，八岐大蛇的骨灰下埋着一根形状像是长剑的尾骨。天丛云剑，爆装备了！五条泽捡起天丛云，慢悠悠地来到羽信吉跟前。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呢，大开眼界了呀，五条老师。哦，不对，我现在已经没资格喊你老师了。羽信吉躺在地上，认命般闭上双眼，动手吧。半晌，羽信吉不解地睁开双眼，迎面便是五条泽近在咫尺的一个脑瓜崩。痛痛痛！五条泽摇头晃脑道：“哎，本来我找到了可以帮羽信吉同学恢复肉身的方法，所以特地来找他，没想到突然遭遇了卷锁的袭击。好在我们师生默契配合，成功打败了敌人，又一次维护了世界和平。这句删掉。”羽信吉难以置信地开口：“老师，我这种行为已经算是叛变了吧？你真的要这么包庇我吗？”五条泽露出玩味的笑：“哪里有包庇？我说的是真话啊！有谁敢反对我吗？”五条泽伸手揉了揉羽信吉的头发，重获新生的感觉很棒吧？羽信吉浑身微颤，想要开口，却有些语塞。五条泽温和开口：“从出生起便伴随着天宇咒缚，一辈子只能被禁锢在营养机中，无法正常生活。奔跑、大笑、品尝美食、牵着恋人的手，这些我们绝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小事，对你来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我懂你的感受，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地去体会你所忍受的痛苦和孤独。如果要说对不起，那不该是你，而是无法帮助到你的我们这些老师。走吧，回家。”羽信吉望着五条泽的背影，鼻子一酸，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五条泽转头，愣着干什么？羽信吉抹去眼泪，眼神坚定：“谢谢你，五条泽老师。但是这种结果我不能接受，即便大家原谅我，我的内心也无法原谅自己。我不想带着愧疚活一辈子。”羽信吉朝着五条泽鞠躬道：“请给予我应得的惩罚。”五条泽愣了愣，随即露出欣慰的眼神：“惩罚？已经惩罚过了。”羽信吉疑惑，五条泽突然露出变态的笑容：“我把你定时发送的快递取消了，顺便将其中一支录音笔交给了三轮侠。”哎，里面是表白吧？三轮侠听了录音后哭了好久哦，还不停地喊着你的名字哦。五条泽嘴角歪得像括弧：“哎呦呦呦，还只要你幸福就好，好浪漫哦。”羽信吉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脚趾抠出了3室一厅，巴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懂了，这才是最可怕的惩罚。第78章咒胎9象图，五条泽的疯狂。最近三轮侠和机械丸怎么了？举动好奇怪哦。咂着2个冲天变的西宫桃疑惑不解。加茂献计纠正道：“是羽信吉了，机械丸只是他的傀儡，现在羽信吉同学已经恢复肉体了。说起来还多亏五条泽老师呢，竟然能够改造天宇咒缚的肉体。”西宫桃挥手，可是他们2个的举动真的超可疑的。每次羽信吉看到三轮侠，就跟见了猫的耗子似的逃跑，然后三轮侠就在后面追，嘴里还喊着胆小鬼之类的话。
加茂献计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西宫桃看着路过的五条泽，老师，你知道与信吉和三轮侠最近怎么回事吗？五条泽眨了眨眼睛，可能谈恋爱了吧。高专审讯室，所以这些就是你知道的全部情报。五条悟无聊地转着笔，一旁的天内离子将强光灯照在祖屋柔躁的脸上。祖屋眯着眼睛，喂，住手啦！我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五条泽走进审讯室，怎么样了？五条悟将审讯笔记交给五条泽，就这些了。五条泽接过看了看，涩谷事变，目标击杀六眼双子，真是好自信的计划啊。他走到祖屋面前，你听说过玉门江吗？那是什么东西？五条泽没有说话，只是掌心出现一个蓝色的光球，带着恐怖的撕扯力。祖屋面色难看，别，我真不知道啊。要不我来试试？天内离子举手道，你们兄弟两个的能力很强，但是审讯这种事，我的能力更擅长。五条泽好奇地让开道。天内离子伸出手，祖屋周遭的温度开始急剧飙升。这什么情况？好热！水！直到祖屋被热成哈巴狗，温度又迅速降低，从极热到极冷。祖屋一开始还挺舒爽，但随着时间过去，他整个身子就开始打摆子了。冷，好冷！阿秋，天内离子就这么不断切换温度，体验到冰火两重天的祖屋终于受不了了。我记起来了，玉门江，玉门江是吧？那个臭女人说要用玉门江把五条悟封印。五条悟一愣，怎么封印的目标不是哥哥？祖屋支支吾吾道，他们说哥哥大概率封不住，就封印比较好欺负的弟弟算了。五条悟眼角一抽，砰一下拍桌起。五条泽转头一个眼神，五条悟又弱弱地坐了回去。说的是事实，你急什么？我没急。五条悟哼了一声，别过头去。天内离子在一旁捂嘴偷笑。哦对了，还有，他们说什么黑绳天逆谋能破开玉门江，所以会在引发涩谷事变时专门找人去破坏这两件咒具。五条泽眉头一扬，黑绳在美美子那里，天逆谋则是在慎儿手中。这样的话，倒是要好好计划一下了。怎么样，这些情报够了吧？祖屋柔躁笑呵呵地问道。五条泽点点头，够了，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可以去死了。等等，我还有价值，我会制造咒具，特级咒具。看着五条泽近在咫尺的拳头停了下来，祖屋柔躁额头流下了一滴冷汗。五条泽笑眯眯地说道，咒具使吗？正好，我这儿有把天丛云骨剑，听说你造出过一把龙骨刀，你试试能不能将其合二为一。看着五条泽戏谑的表情，祖屋惊愕，你刚刚在耍我？怎么，你不愿意？愿意。地下实验室内，五条泽将咒胎九象图摆放在实验桌上。加入萧子好奇问道，这是什么？特级咒物，咒胎九象图。五条泽微微一笑，严格来说，这是一件失败品，我需要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东西的信息。具体什么信息？如果它不是失败品，而是成品，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加入萧子愣了愣，这样吗？好吧。真奈美。萧子叫来自己的助手兼田真奈美，两人戴上手套，开始着手解剖。萧子看了一眼五条泽，做实验呢，外面候着。五条泽耸了耸肩，好歹是特级咒物，我在这里保护你们的安全吗？萧子笑了笑，那你可得久等了。没关系，我可以等。一旁的真奈美狐疑地看着两人，总有一种自己很多余的错觉。一晃接近半个月过去，针对咒胎九象图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萧子站在显微镜前，震惊地看着样本，这是什么东西？五条泽走上前，怎么了？我理清了制造咒胎九象图的人的实验目的，并取下极少一部分样本，试图按照他的思路继续下去。最终，我成功制造出了极少量的细胞组织。这种东西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咒灵，更像是两者的变体。它拥有着咒灵的力量和再生能力，不像人类一样产生咒力外泄，没有特定形态，简直就像进化。五条泽和加入萧子异口同声道。五条泽喃喃道，不同于人类和咒灵的新物种吗？加入萧子捏着下巴，看来这人相当疯狂呢。不过这个进化过程需要海量咒力，即便把你整个人榨干，恐怕都不够。五条则翻了个白眼，请不要说这种奇怪的话。阿拉，生气了？没有，下午请你吃饭。我要吃大福和糯米丸子。我知道。真奈美站在实验台前，看着五条泽和加入萧子的背影，那种自己很多余的感觉又上来了。轰星宫，天元对五条泽的到来并不意外，但对他来的目的很意外。你说，你要我教你结界术？五条泽点点头。好吧，你想学什么？结界术可是分很多类的，有封印结界、防御结界、屏蔽结界。我全都要。天元一愣，什么？五条泽坚定道，我全部都要学。除此之外，
还有你的千年来的经验和知识，全都交给我。天元一阵无奈，不可能，你根本学不过来。话音未落，只见五条泽摘下墨镜，露出湛蓝色的瞳孔。如果我将六眼一直开到最大功率，日夜不停的学习呢？天元怔住，可你的大脑会承受不了那么多信息，那就烧掉大脑，再用反转术式复原。天元惊恐，你疯了吗？这么拼命，你到底想干什么？五条泽面无表情，我需要一个连卷锁都能屏蔽的结界术。天元沉默良久，最终叹了口气，好吧，一切都随你，跟我来吧。天元缓缓转身，五条泽默默跟上，他怀中的手摩挲着一个鎏金盒子，里面封印着的正是素挪的2根手指，一根是以古幽太入学前浮出雪女时得到的，而后上交给了五条泽，另一根是慎尔在88桥下得到的，碍于情面，慎尔将其交给了五条泽。第79章素挪复活。高专道场，砰！伴随着五条悟毫不留情的一脚，伏黑会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几次翻滚，这才堪堪停下。嗨嗨！伏黑会咳嗽着，费力的爬起身，却见五条悟摇晃着手。今天就先这样吧。这看上去有些敷衍的态度，让伏黑顿时有些恼怒起来。五条老师，我还能继续，请你认真一点，动点真格的吧。五条悟的脚步顿住，有些头疼的抓了抓头发，转过头道：会，你是不是不知道动真格的方法？啊嘞！伏黑会一愣，不知道五条悟这话是什么意思。五条悟摘下墨镜，语重心长的开口：尽管你的善恶观我很认可，但你的战斗态度可有着很大问题啊！你总是想着，如果遇到强敌，最坏的结果就是牺牲自己就好了，却从未设想过自己变强的姿态。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别说是我，就连七海的程度，你都远远达不到的。五条悟走到伏黑会面前，蹲下身子，双眼目视着他。所谓觉悟，并不是自我牺牲的意志，以命换命和以命相搏是完全不同的。再多贪婪一点吧，伏黑会。大！五条悟的指尖弹在伏黑会的额头上，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某处地下空间内，卷锁皱着眉头问道：还是没有消息吗？漏狐摇了摇头，没有，会不会被高专暗中销毁了？不可能。卷锁斩钉截铁道：两面素挪已经是另一种生命层次的存在，咒术界还没有任何可以摧毁他手指的办法，即便是那个五条泽也不行吗？卷锁摇摇头，这不是实力的问题，素挪手指寄存着素挪的灵魂，除非灵魂比他强大，否则五条泽也无法摧毁。说完他叹了口气，算了，总不能一直干等着，18根手指的素挪应该也够了。走吧，去唤醒那位传说中的诅咒之王。卷锁、李梅和3大天灾咒灵带着18根手指来到秘密实验室。经过这段时间的培养，咒胎代天已经成熟，完全可以容纳素挪的灵魂。卷锁一拳打碎培养皿，代天的躯体随着营养液滑了出来。为其披上袍子后，卷锁将18根手指逐一塞入代天口中。突然，一股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气息出现，宛如一滴黑墨滴入清水般晕染弥漫。咒胎代天缓缓起身，浑身的黑色纹路愈发明显，锋利尖锐的指甲迅速生长。某一刻，咒胎代天猛地睁开双眼，一瞬间，无数的负面情绪宛如洪水般袭来，极致的邪恶，极致的杀意，极致的恶念。哪怕是由负面情绪诞生的3大咒灵，此刻在这股气势下也不禁站立。嘻嘻，哈哈哈哈！压抑癫狂的声音在地下空间回荡，如同地狱的恶魔在肆意狞笑。此刻，诅咒之王两面素挪正式复活。果然还是要用肉体感受光亮和空气才对啊！人呢？女人在哪里？杀掉！全部赶尽杀绝！所有的女人和孩子将如蛆虫般被我一一碾碎。素挪畅快地狞笑着，双眼猩红，左手猛地一把抓住了李梅。女人？是女人吗？突然被攻击的李梅奋力挣扎，释放着自己的咒力。素挪大人，是我。素挪一愣，缓缓将其放下。是李梅啊！接着他看到卷锁和其身后的漏狐3大咒灵。素挪狞笑道：卷锁，已经过去1000年了吧？卷锁点点头：是啊，1000年的时光，还真是。闭嘴！素挪毫不客气地打断道：本大爷可没兴趣回忆什么过去的日子。虽然同为1000年前的存在，但卷锁依靠夺摄肉体的术士，1000年来一直活跃在咒术界。但素挪的灵魂可是被禁锢于手指之中，1000年来绝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发呆，忍受1000年的孤寂，一朝复活。他现在只想杀戮，用众生的鲜血沐浴全身。卷锁看出了素挪的想法，淡淡一笑：素挪，这个时代跟100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时代出现了最强。哈！素挪一愣，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最强，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在我时代的凡夫俗子罢了。一旁的漏狐开口：“开什么玩笑？光是五条悟和夏油杰就强的离谱，那个五条泽，吃！”哎，漏狐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大卸8块，唯一完好的脑袋像皮球一般飞了出去，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对方怎么动的手。等反应过来时，身体已经被切开了。这就是诅咒之王。漏狐仅存的脑袋上挂满了惊恐的神色，再一次体会到面对五条悟等人时的无力感。这些个怪物怎么一个接一个的？漏狐、花玉和真人急忙接住漏狐的脑袋，好在虽然只剩脑袋，但依靠咒灵强大的再生能力，还能逐渐恢复过来。反正上次也被五条悟摘了脑袋，问题不大。素挪看着三天灾，面无表情道：“我说话的时候，虫子别插嘴，安安静静蜷缩在角落就够了。”卷锁抹了一把汗，这素挪的危险程度丝毫不比五条泽低呀。好在1000年前两人签订了契约，有束缚在素挪，暂时还伤不了他。其实漏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卷锁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都拿了出来，开口道：“这个时代与过去1000年完全不同。五条泽、五条悟和夏油杰，光是这3人的力量，已经完全超越了之前咒术界的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五条泽，在面对他时，那种超越生命层次的感觉，就像是在面对你。”听到卷锁凝重的语气，素挪饶有兴趣地看了看资料，随即将其撕成碎片。有意思，不过也仅限于此了。在我面前，他只是个挑战者。好了，接下来我要去开杀了。素挪狞笑着冲出地下空间，悬浮在高空之上，看着远处灯红酒绿的繁华城市，露出狰狞嗜血的笑容。第80章，涩谷事变，战前准备。你说什么？情报部的人颤抖着声音开口道：“涩谷的居民几乎全部被杀，到底怎么回事？”新田明打开电脑，这是最后拍到的一段视频。只见大屏幕上，无数断壁残垣和残肢断壁堆砌在一起，尸山血海，宛如人间地狱。而在那鲜血汇聚的血池之中，一道身影享受着躺在里面泡着澡。随即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对着镜头狰狞一笑，滋滋滋。看着眼前的雪花屏，众人都暗暗捏紧了拳头。我去杀了他！五条悟缓缓站起身，一脸阴沉地向外走去。然而就在他来到门口时，门一下子打开，五条泽出现在门外。哥！五条悟惊喜：“你终于出关了？”五条泽点点头，事态严重，我已经基本了解情况了。悟，别那么冲动，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五条泽走到众人面前，对着高层嘲讽道：“那个家伙就是传说中的两面宿傩，没有借助虎杖同学的肉体，宿傩依旧复活了。看来卷锁没有跟各位一样的蠢啊。”一番话令部分高层眼角抽了抽，虽然想狡辩，但看着五条泽此刻不怎么好的脸色，他们还是识趣的闭嘴。五条泽也没在这件事上浪费太多口舌。接下来作战计划由我来安排，先利用天元的结界将整个涩谷封锁，一级咒术师带队把守结界的各个节点，一方面救助幸存者，另一方面避免咒灵泄露，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新田明通知剩下夏油杰、乙骨忧太和99游击，以最快速度赶回东京。五条悟一怔：“哥哥，你这是要将涩谷定为决战的地点？”宿傩屠杀了涩谷几乎90%的居民，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那里现在是最合适的战场。不过虽然有结界支撑，我还是有些担心战斗的余波会波及周遭地区，利用御三家的力量疏散整个东京吧。整个东京？众人都有些意外，有那么严重吗？五条则摇摇头，防患于未然，毕竟两面宿傩残忍弑杀，谁知道会不会专门往人堆里钻？别的动漫反派都是有原则的，什么不杀手无寸铁之人之类的，但宿傩可不一样，专杀老弱妇孺，完全随性而为，代表着最极致的恶。一旦打起来，五条则可没法顾及平民。交代完诸多事宜后，五条则将五条悟拉到一旁。悟，宿傩的屠杀只是导火索，这次的涩谷事变是针对你我还有结的。卷锁会对你使用玉门浆，所以五条悟听着五条则的安排，连连点头。随后他突然问道：“那宿傩？”五条则沉吟片刻，悠悠开口：“我去吧，我能感觉得到，那个家伙在特意等着我。所以你想和五条则单挑？”卷锁看着泡在血池子里的宿傩，有些意外。宿傩没有睁眼，似乎在闭目养神。那么美味的佳肴，当然要一个人独享。我可不是会分享的性格，也不希望有人打扰我进食。当然，如果那个家伙只是徒有虚名，我可以考虑同时享用他们3个，或许不会乏味。那好吧，我会为你争取时机。卷锁转身离去，找上了3大天灾咒灵。已经恢复肉体的漏狐恨得牙痒痒，那个混蛋宿傩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吗？卷锁笑呵呵道：“那你当面去跟他说啊。”
漏壶，我只是不爽抱怨2句，不是活腻了。卷锁摇了摇头，五条则就交给素挪了，但还剩下其他的不稳定因素。五条悟算一个，夏油杰算一个，99游击和乙骨忧太算半个。五条悟虽然没有五条则那么可怕，但也绝非善类。你们3个配合我一起对付他吧。玉门将开启后，只需要让五条悟在其4米范围内停住1分钟。什么？漏壶突然打断卷锁，一脸惊愕。1分钟？你怕不是要我们去死？卷锁挠挠头，不是实质性的1分钟，而是五条悟脑中的1分钟。六眼的存在让五条悟能存储大量信息，同时也让他具备了远超常人的想象力和记忆力。只要稍微做点手脚，让他回想起什么来，1分钟的回忆或许只是1瞬间的事情。见卷锁言之凿凿，漏壶也不再多说。那个叫99游击的臭女人！李梅突然开口，上次我们俩的战斗还未分出胜负，这次就由我来杀了她。卷锁耸耸肩，随你。那么还剩下夏油杰和乙骨忧太，不过还有一个人。卷锁冷冷开口，伏黑甚尔。他手中的天逆谋绝不能靠近玉门将。卷锁深深吸了一口气，黑绳的持有者是夏油杰的养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术师，根本没资格踏入战场中心，更别提靠近玉门将。但伏黑甚尔不同，他的实力不下于特级术师乙骨忧太，要是让他靠近玉门将，封印5条悟的计划很可能功亏一篑。那怎么办？我去杀了他。漏壶提议道。卷锁摇摇头，你必须跟我一起钳制5条悟，伏黑甚尔我另有安排。随即卷锁带着一些物件，独自一人来到某个地下结界。伏黑甚尔原来好像是叫禅院甚尔吧。卷锁露出恶劣的笑容，出身禅院家，那就让禅院家的人自己解决吧。卷锁拿出一件瘦肉咒物，上面挂着一块牌子，明晃晃地写着4个大字：禅院五司。将咒物放在身前，卷锁继续捏着下巴道：乙骨忧太虽然是特级，但怎么看都是初茅庐不久的小鬼头啊。那么4个特级总归能干掉他了吧？伴随着卷锁的话语，一件接一件咒物被他掏出，最后就是卷锁眼角抽了抽，夏油杰，这个还真是不好办。虽然个人看来夏油杰还不足以与六眼相提并论，但能跟那2个怪物并称最强，恐怕绝非浪得虚名。既然如此，卷锁嘴角一咧，脸上满是好奇之色。当代的最强和400年前的最强，到底孰强孰弱呢？真是令人期待的战斗啊！第81章，赶赴战场，各自对手。高专、夏油杰、乙骨忧太和99游击此刻已经返回，看着大屏幕上尸山血海的场景，3人脸色凝重。这个家伙就是2面宿傩吗？夏油杰暂停视频，指着大屏幕上那张宛如鬼神般的面孔问道：看起来就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啊。五条则点点头，有些头疼的叹了口气。死了1000年的老古董，干嘛跑出来作妖啊？夏油杰捏着下巴，光从大屏幕的画面上看，他就能感受到宿傩那骇人的气势和目中无人的傲慢，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如果我们3个一起上，能赢吗？五条悟自信满满，那当然，没有人能挡住我们3个。五条则打破了2人的幻想，省省吧，卷锁不会那么傻，肯定会想办法分开我们，恐怕他已经为你们2个选好对手了。五条悟冷哼，切，非要照着那个家伙的步子走吗？嘟嘟嘟，警报响起，众人纷纷看向大屏幕，只见监控中卷锁披着重面春泰的皮囊，堂而皇之的站在画面中央，在他身后3大天灾咒灵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嗨，莫西，听得见吗？咒术高专的各位。卷锁露出恶劣又得意的笑，打交道那么久，我就不啰嗦了，这里是涩谷的地铁车站，而在我们身后，卷锁缓缓让开身位，只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类正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被一群改造人团团围住。那么多人，谁有能力救下他们呢？哦对了，当然是无敌的六眼啊。所以来的人是5条则，还是5条悟呢？不过随便是谁，下午3点前别迟到了哦，不然大卷锁打了个响指，真人心领神会地抓起一个上班族，紧接着那人浑身不自然的膨胀爆裂，纷飞的血肉和骨头炸开，周遭的人群惊恐地惨叫着，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卷锁重新回到镜头，可要快点哦，不然要死多少人我也不清楚呢。加油啊！生来就是救世主的六眼大人。在真人变态的笑声中，视频戛然而止。混蛋！99游击一拳将桌子砸碎。5条悟眼神冰冷地看着卷锁的画面，哥哥，果然又被你猜中了。负责监控的辅助监督新田明突然喊道：“5条则前辈，天元大人已经施展结界，将整个涩谷封锁了。”5条则深吸一口气，缓缓起身：“时间到了，走吧，各位，该上战场了。”涩谷，岂可休！卷锁这个混蛋，
竟然让本大爷跟着这些个废物去对付一个人。石榴龙不爽地看着黑木死，还有远处多鲁布操控的巨大式神。一个老头子，一只虫子，要不是束缚的存在，我绝对要把你们轰成渣。叹了口气，石榴龙朝着天上的乌鲁哼子吹了吹口哨。喂，美人，有兴趣下来喝一杯吗？乌鲁哼子浑身赤裸，只用天空术士将平面变成幕布，遮挡住身上的关键部位。面对石榴龙的调戏，乌鲁哼子面无表情的别过头，根本不做搭理。石榴龙无奈的挠头，妻真是冰山美人啊！要知道，在我那个时代，美女们可是倒贴着对我投怀送抱啊！轰隆隆，突然，不远处两头庞大的式神宛如建筑般分崩离析。石榴龙和黑木死齐齐转头，眼中闪烁着惊愕。多鲁布死了！天空中的乌鲁哼子面目突然变得狰狞，压抑数百年的恨意宛如洪水般倾泻。藤原家的后人，某处，乙骨忧太甩了甩刀上的血渍，在他身后，多鲁布骨瘦如柴的尸体缓缓倒下。多鲁布拉克达瓦拉，二次瘦肉的古代强者，曾以一己之力镇压倭国动乱，可操控两种自立性的两种式神，并将式神的行动轨迹化为自己的领域。然而就在他的领域内，乙骨忧太毫无征兆地闯了进来，几乎是以秒杀的姿态结束了战斗。乙骨忧太缓缓抬头看向不远处，三股宛如火焰般燃烧的庞大咒力格外显眼。还有3个。木黑区，夏油杰坐在咒灵醍醐上，正打算横穿木黑区前往涩谷。突然，一道蓝色电弧如高射炮般打来，速度奇快无比。轰！醍醐被电成齑粉散去，夏油杰的身影缓缓落地，凝重地看着眼前的蓝发少年。少年面容清秀，扎着偏女性化的哪吒头，眼中的战意似熊熊烈火。喂，我问你，你就是当代最强术师夏油杰吗？夏油杰一愣，伸手指了指自己，我？怎么？你不是夏油杰？我确实是夏油杰，但要说当代最强术师，应该是泽那个家伙吧。闻言，陆子云一眼皮一跳，额头青筋暴起，周身闪电噼里啪啦的闪烁。混蛋，卷锁，居然敢骗老子！闻言，夏油杰立刻义正言辞道：“我这辈子最看不起不诚实的人了，走，我跟你一起去对付卷锁。”好！陆子云一愤然转身，猛地一愣，转头怒视夏油杰：“你耍我？没有啊！”陆子云一浑身火花带闪电，狞笑着看着夏油杰：“老子先宰了你，再去收拾卷锁。”夏油杰无奈地叹了口气：“忽悠计划失败，那接下来就堂堂正正的战一场吧。”夏油杰取出游云，浑身咒力爆发，周遭的狂风都发出不安分的尖笑。陆子云一两眼放光，浑身因兴奋而颤抖。虽然不是最强术师，但这副姿态绝对也是强者。斯巴拉西，在品尝正餐之前，还有如此美味的前菜吗？来吧！两道身影转瞬消失，而后狠狠撞在一起。奇经线，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99游击戏谑地看着眼前的李梅，喂，你这家伙究竟是男是女？仿佛是触及到敏感区，李梅霎时间恼羞成怒：臭女人，你找死！冰凝咒法，双指。李梅对着掌心轻轻一吹，大片的冰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其如果是女生的话，这个性格可就太泼辣了。99游击嘀咕一句，瞬间施展自己的术式心之怒，刚烈。身体被赋予100倍的假想质量，然而游击的行动却丝毫不受其影响。砰！伴随着冰碴子飞溅，一场恶战开启。涩谷中心，无数骸骨堆成的小山上，素挪无聊着盘坐于此。突然，他有些诧异地睁开双眼，紧接着嘴角缓缓勾起，而后这抹笑容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张狂。嚯，竟然真的一个人来挑战我吗？这可真是胆大包天啊！五条则摘下墨镜，缓缓抬头注视着素挪，咧嘴一笑：“别误会，我不是来挑战你的，我是来杀了你。”第82章，禅院与五条的爱恨情仇。轻盈的风扫过废墟，卷起细微的尘沙。寂静，砰！宛如一滴水砸在镜子般的水面，犹如炮弹炸开的声响，撕碎了寂静。五条则和素挪的身影不知何时撞在了一起，各自挥出右拳打在对方的脸上，而后一触即分。然而素挪却是脸色凝重，不对，触感不对，就好像打在看不见的屏障上，怎么也无法往前。这就是卷锁口中的无下限吗？真是有趣的能力。素挪狞笑着，表情却突然一僵，身体不由自主地靠近五条则，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术式顺转，苍！五条则左手做出回拉的动作，右手掌心旋转着一颗红色光球。术式反转，呵！
在两者相距不过半米，右手一掌打出，连带着喝狠狠砸向素挪的腹部。素挪双手交叠，竟然正面承受了这一击。砰！在贺强大的斥力下，素挪的身体被光球撞得一路倒飞，轰碎了3栋大楼，才勉强停下。五条则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穿过建筑被撞出的大洞，几乎是瞬间来到刚起身的素挪身前。黑闪！沉重的一击打在素挪的胸膛。然而这一次，素挪只是堪堪退后2步，便稳住了身形。他被喝炸烂的双臂也在反转术式的治愈下快速恢复。素挪缓缓抬起头，注视着五条则，脸上挂着高傲又胜券在握的微笑。有意思，仿佛是对五条则的认可，又像是庆祝自己找到如此趁手的玩具。毕竟自素挪诞生，所遇皆是挥挥手便能轻而易举剁成肉渣的杂鱼。像今天这样一开战就让他受伤的存在，绝对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既然如此，那就动点真格吧。素挪张开双手，猛地合掌，小指和食指弯曲，结下炎魔天印，领域展开，伏魔御处子。素挪身后突然出现一张恶魔般的面孔，紧接着巨大的神龛拔地而起，极致的黑暗仿佛墨水般晕染，四周的环境宛如投影般改天换地，无数人类、动物的骸骨堆积如山。素挪站在神龛之上，宛如神明般俯视着五条则。蝼蚁，尽情来取悦我吧。地铁车站，五条悟会来吗？万一来的是五条则呢？那就跑。妻别长他人志气啊，花玉。话说领域展颜真的能中和无下限术士吗？都说了肯定可以。真人突然开口，对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五条悟因此撤去了无下限，千万别想着趁机攻击他。漏狐和花玉疑惑地看向真人，后者有些后怕地开口。之前我和卷所面对五条则时，我发现五条则没有开启无下限，以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冲上去对他发动了无为转变，结果漏狐你也看到了。所以千万记住，哪怕五条悟没有开启无下限，我们也不能撤去领域展颜。领域展颜就是在体表进行超小范围的领域展开，形成一层真空领域的外壳。这个真空指的是术士真空，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真空。由于领域展颜存在术士真空，所以外壳一旦碰到其他术士，术士就会被其吸收，就会像太空中飞船氧气泄漏，氧气就会往真空里跑。只要始终维持领域展颜，五条悟的无下限术士就会不起作用，同时也就起到了保护作用。但领域展颜下，自身也不能使用生得术士，想要发动攻击就必须先撤销展颜。这也是为什么真人会这么说的原因。他怕漏狐或者花玉以为抓住了五条悟的破绽，大意的撤销展颜。真人殊不知，他不经意的这番话，接下来救了花玉的一条命。轰！地铁口突然塌陷，一道身影如鬼魅般闯了进来。来了！漏狐大吼一声，心中惊喜、恐惧和激动交织。真人和花玉闻言，瞬间朝2个方向快速远离。五条悟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不假思索地捏响了五指的关节，咔咔作响。宰了你们！伏黑甚尔看着挡在眼前的人，不知为何感觉对方有些熟悉。对面的男人身着一身和服，阴鸷的双眼带着审视。没有咒力吗？难怪会被禅院之姓抛弃，转姓伏黑。像你这样的废物，顶着禅院的姓氏，完全是我禅院家的污点呢。伏黑甚尔皱眉，你禅院家？男人冷笑着开口，无名禅院五司乃是禅院家第19代家主。甚尔小小的惊讶了一下，19代？如今禅院直皮人是第26代家主，也就是说，眼前这人是直皮人的列祖一辈。不过他很快便收敛了表情，所以呢，你也是瘦肉复活的，要拦我吗？真想不到，禅院家的家主有一天也会成为诅咒师的爪牙，与御三家走向对立面呢。话落，禅院五司犹如炸毛的猫，双眼猩红，目眦欲裂。御三家，五条，对，都是五条家，都是五条玉那个臭婆娘，装什么清高？臭女人，混蛋！看着对方如同神经质般破口大骂，口中还一直喊着五条。甚而猛地想起了禅院家的族谱，其中有一页，你是300多年前那个与五条家的六眼同归于尽的石影法传人。禅院五司猛地抬头，双眼死死盯着甚尔，良久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想不到还有后生知道我的名号，所以你口中的五条玉就是那个跟你同归于尽的六眼。一听到五条玉，刚恢复正常的禅院五司立刻又疯癫了起来。五条玉，五条玉，那个臭婆娘竟然拒绝我的示爱！你说？禅院五司怒视着伏黑甚尔，老子可是尊贵的禅院家主，17岁便能驾驭石影法9大式神，我这种万人之上的绝世天才，她一个女人怎么敢拒绝我？她怎么敢？同为御三家之主，我们本该结合，诞下最强的御三家神子，可她竟然说看不上我，
自命清高的臭婆娘，老子要把她的五条家摧毁殆尽，让她的魂魄在地狱哀嚎。腹黑甚尔看着歇斯底里的禅院武司，眼角直抽抽。虽然他早就知道禅院家是个什么鬼地方，但显然300多年前的禅院家更抽象，重男轻女，自私自利，等级森严，薄情寡义，家主还是个求爱不得，因爱生恨的颠公。甚尔掏了掏耳朵，猛地冲了上去。抱歉，我实在没兴趣听你们禅院家和五条家那狗血的爱恨情仇。还有一点，你刚刚说错了，不是禅院一心抛弃了我，而是我抛弃了禅院。第83章玉门将开，去死吧！漏狐浑身战栗，脸上满是兴奋的神色。他和花玉从左右两边同时靠近五条悟，狠狠一拳打向对方。五条悟不闪不避，朝漏狐和花玉露出轻蔑的目光。砰！然而一击之下，五条悟陡然发现自己的无下限竟然被破开了。反应过来的五条悟身体立刻动了起来，抬手格挡住花玉和漏狐的攻击，紧接着一记鞭腿将漏狐砸飞。花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把掐住了脖子。五条悟将花玉的脸狠狠按在墙上，而后利用瞬移快速移动。花玉的脸在墙上疯狂摩擦，碎石翻飞，伴随着花玉的半张脸都被磨烂了。五条悟狞笑道：“领域斩颜，你们该不会以为光凭这个就能对付我吧？”花玉、漏狐和真人抓起几个人类朝五条悟砸去。切！五条悟不爽的冷哼一声，一拳将花玉打飞，而后快速将几个人类接住。多重魂，拔体！突然，两个被真人扔过来的人类身体发生畸变，并像橡皮泥一样迅速融合在一起。由于排异反应，这一团2个人组成的血肉组织开始不断膨胀变形，随即轰的一声炸开。术式顺转，苍！蓝色的光芒闪烁，爆炸往外扩散的冲击波被引力拉了回去。五条悟抓住几个幸存者，刚将他们放下，漏狐和真人就又丢来好几个人。混蛋！五条悟猛地抬头，速度陡然快了好几倍。在救下几人后，漏狐和真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狂暴的攻击就已经来到眼前。术式反转，呵！红色光球直接命中真人的脸，将他整个脑袋碾成碎肉。而五条悟则是已经来到漏狐面前，狞笑着抓住他的手，狠狠一扯。吃！漏狐的左手被五条悟生生撕了下来，紫色的血液在空中挥洒。不远处，从废墟中起身的花玉看着这一幕，能直接与漏狐接触。五条悟现在已经解除了无下限，要不要？解除了无下限，也就是说，现在的五条悟放弃了绝对防御。这或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花玉解除领域斩颜，就能施展生的术士对五条悟发起攻击。但突然间，花玉看到不远处狼狈起身恢复脑袋的真人，并回想起战斗开始前真人所说的话。不行，不能解除领域斩颜。花玉迅速上前，开始与五条悟展开肉搏战拉扯。没上当吗？五条悟有些头疼。刚才真人在发动无为转变时，有一瞬间解除了领域斩颜，但当时五条悟为了救人，没有抓住机会干掉真人。本以为解除无下限能引花玉上钩，看来对方倒是挺沉得住气。那就用拳头将你们揍趴下吧。五条悟一声狞笑，一手抓着漏狐，一手抓着花玉，蛮横地将两人撞在一起。噗！漏狐喷出一口老血，感觉五脏六腑都快被震碎了。混蛋卷锁到底好了没有啊？地铁轨道深处，卷锁拄着下巴，还早得很呢。五条悟这不是还精神着吗？就在这时，幽暗的通道内突兀地传来明亮的白光，是地铁！快坐地铁逃走！早就被颠覆了世界观的人质们压根看不清五条悟等人的战斗，但时不时爆炸的血肉和面目全非的尸体，早就让他们丧失了理智。眼下见到地铁到来，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想要爬上地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丝毫没想过一个问题：已经变成废墟的涩谷，地铁为何还在开通？很快，地铁内的场景给出了答案。怪物啊！无数改造人从车厢内爬了出来，宛如饥饿的野兽扑向人群。真人提前将一车的普通人类全部转变为改造人，将他们如货物般塞满了整节车厢。一时间，原本就混乱不堪的车站显得更为骚乱，无数人类和改造人鱼龙混杂。看你怎么救！真人露出变态的笑容，蹦蹦跳跳地缩到人堆里面。五条悟突然抬起右手，领域展开，无量空处。一瞬间的光芒闪烁，整座车站仿佛陷入了二维平面，完全失去了色彩。而下一瞬，世界再次恢复正常。只见所有的改造人全部消失，普通人类都像痴呆般倒在地上。而漏狐、花玉和真人双眼翻白，胸口各自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豁口，鲜血如喷泉。不同于原著，五条悟的无量空处已经能做到针对性释放，而不是领域内精神攻击敌我不分。但这些多人类和改造人混在一起，还有3个天灾咒灵，
哪怕是五条悟也无法短时间内一一筛选出来。既然如此，他干脆对着场上所有目标都释放了无量空处的攻击。虽然只有短短的 0.2 秒，但足够让所有个体陷入僵直，而且不会造成永久脑损伤。而就在这短短 0.2 秒内，五条悟施展出毕生所学，将所有改造人全部干掉，并用最后的余力给予三天灾以重创。哈哈哈哈！五条悟喘着粗气，完成这一操作于他而言也并不简单。此刻场中所有普通人类昏迷不醒，但好歹保住了命，而三天灾则倒在血泊中抽搐，显然是没了半条命。哦，想不到还有一件趁手的玩具，真是惊喜呢！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五条悟猛地转头，只见两面素挪脸上挂着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而素挪的右手中正提着一颗血淋淋的脑袋。五条悟扫了一眼，瞳孔骤缩成针状，那正是他的哥哥五条泽的头颅。素挪冷笑道：“你哥哥很不错，难得的让我愉悦了一回，败在我手中，是他这辈子唯一值得铭记之事。”说着，他将五条泽的头颅扔在五条悟脚边。五条悟呆愣地看着地上染血的头颅，浑身颤抖，心中思绪万千。开门！咔咔咔！突然间，其身后出现8个血色方块，方块上各长着一只诡异的眼睛，方块末端仿佛生长出血肉，如触手一般将五条悟整个人缠绕。玉门江开！五条悟猛地回神，一脚将脚边的头颅踢飞，冷眼看着面前的素挪，真是完美的伪装啊！卷锁！素挪的身影仿佛黄油般融化，重面春态的皮囊显现在五条悟眼前。卷锁微笑，看出来了吗？不过已经晚了，仅仅是一瞬就联想了这么多，远超1分钟了，真是可歌可泣的兄弟情呢。第84章，五条悟被封，你还真是卑鄙啊，卷锁！五条悟毫不客气地冷笑道：“没办法，想要把你困在玉门江4米范围内1分钟，不这样做完全办不到嘛。”卷锁耸了耸肩，不过我很好奇，在看见五条泽头颅的那一刻，你的脑海中到底回想了多久的记忆？五条悟突然吐了吐舌头，不告诉你。切，还真是小孩子脾气。卷锁神色突变，只见玉门江正剧烈地颤抖着，庞大的咒力在五条悟周身如火焰般燃烧。卷锁惊悚，这怎么可能？玉门江由元性和尚圆寂后的肉体所化，被其封印的目标不仅无法移动，咒力也会被封锁。但现在五条悟竟然还能使用咒力。五条悟狞笑着抬起头，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大礼吗？卷锁想封印我，靠一个破盒子！轰！汹涌的咒力宛如狂风扑面，卷锁的头发被吹得肆意飞舞，而玉门江也摇摇欲坠。混蛋！卷锁慌忙大吼：“快来帮我镇压他！”说着，他双手猛地按住想要起身的五条悟，同样狂暴的咒力死死压制着对方。身受重伤的三天灾踉跄着起身，在看到这一幕后，如见鬼般连滚带爬的上前帮忙。他们没了半条命，才勉强将五条悟困住，这要是让他挣脱出来，那还得了。三人迅速上前，不顾一切地输送着咒力，想要将五条悟压制。在双方的决力下，玉门将宛如卡顿的发条，一点一点的闭合。卷锁大吼：“坚持住，玉门将就快关闭了！”咔咔咔！五条悟猛地抬头，双眼迸发出狰狞的杀意。轰！宛如炸弹爆破，咒力波动疯狂外泄，带着恐怖的撕扯力将卷锁和三天灾轰飞，狠狠砸进废墟中。然而，这仿佛是黔驴技穷的垂死挣扎。一击过后，五条悟仿佛卸去了浑身力气，玉门将猛地闭合，变成一个小魔方掉在地上。嗨嗨咳！废墟中，卷锁咳嗽着起身，胸前狰狞的伤口在反转术式的作用下缓缓愈合。三天灾咒灵也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朝玉门江走来。终于成功了！虽然身受重伤，但漏壶的表情那叫一个惊喜，跟打倒了游戏里的大 boss 一样高兴。想不到封印一个五条悟就这么困难，还好当初把目标从五条泽改成了五条悟，这要是五条泽，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恐怕我们几个都会死吧。喂，卷锁，你那是什么表情？漏壶等人劫后余生的闲聊着，突然发现卷锁表情有些不对。卷锁凝重的开口道：“总感觉有些太过顺利了。”啊！漏壶展示着自己的断臂，你管这叫顺利？卷锁摇摇头，我不是指这次行动，而是最后用玉门将封印五条悟的一瞬间。虽然看到我伪造的五条泽头颅，五条悟确实愣神了1秒钟，但拥有6眼的他真的没看出来破绽吗？我总感觉他可能第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伪装，随后的举动好像在配合我们。卷锁从怀中取出4枚漆黑的长钉，伪造五条泽的头颅只是 A 计划，实际上我并不指望能一次成功。除此之外，这个能抑制咒力和术士的特级咒聚昆龙钉是 B 计划，
我们4个同时开启领域，压制5条悟是 C 计划，还有 D 计划。漏壶嘴角一抽，你还真是谨慎啊。卷锁耸了耸肩，我可是从咒术全盛时代存活的残党，经历了1000年的阴谋和厮杀啊。我也没想到，只是刚进行到 A 计划就成功了。说着，卷锁有些郁闷地拿起玉门浆，脸色突然一变。只见玉门浆上面闭合的眼睛猛地睁开，眼珠宛如苍蓝色的六眼。咚！玉门浆从卷锁手中滑落，而后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仿若千斤重。卷锁都不禁一个趔趄。这……漏壶弯腰想要将玉门浆捡起来，却发现自己仿佛是在搬一座大山。切！真是个怪物，被封印了，居然还能做到这样吗？漏壶脸色难看，却发现卷锁露出微笑。越是反抗，越是说明他的急切。看来是我想多了，5条悟被封印进玉门浆，并不是他故意为之。卷锁挥挥手，算了，这个状态他维持不了多久，你们守在这里等玉门浆变回正常就好了。真人举手，那个，我想出去跟那些术士玩玩，可以吗？卷锁叹了口气，随便你，反正我已经下了4道违障，没几个人有能力赶到这里，就走5条悟，漏壶守在这里也够了。花玉跟我去支援其他同伴吧，另外可以看看素挪和5条泽的战况。漏壶脸一抽，喂，你们什么意思？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守着玉门浆吧？卷锁挥挥手，呆之又不，5条悟不可能从玉门浆里出来的，放心吧。说着，卷锁、花玉和真人离开了地铁车站。喂，你们别走啊！混蛋，等一等！漏壶发出抗议，但没有效果。看了看地上的玉门浆，上面那密密麻麻宛如6眼般的蓝色瞳孔。漏壶咽了咽口水，默默躲在了垃圾桶后面，只露出个脑袋，警惕地盯着玉门浆。应该不会出问题吧？这可是玉门浆啊，即便是5条悟也无法破开吧？漏壶像是自我安慰般喃喃自语。咔咔咔！突然，玉门浆一阵颤抖，漏壶吓得亡魂大冒，连滚带爬地喊道：“卷锁，花玉，真人，你们快回来啊！5条悟从玉门浆里出来了。”跑了几步，漏壶忍不住回头，只见玉门浆摇晃几下就不动了。漏壶停下脚步，哆哆嗦嗦地回头，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筋，上前戳了戳玉门浆。咔咔咔！漏壶扔下钢筋，转身就跑，然后玉门浆又不动了。玉门浆内，5条悟露出恶作剧得逞的恶劣笑容。第85章，震惊的禅院武司魔须罗。怎么可能？禅院武司艰难的后退躲开攻击，一抬头，眼前的光景令他浑身汗毛直竖。手握是魂刀的慎儿如同一头野兽朝他袭来，狰狞的笑容宛如索命的恶鬼。脱兔！禅院武司急忙结出手印，密密麻麻的脱兔兽群如潮水般挡在慎儿面前。借助这个空档，禅院武司疯了似的往后退，企图拉开与慎儿的距离。耶！禅院武司猛地跳上叶的后背，逃命般操纵着式神飞上天空。他原本以为没有咒力的伏黑慎儿只是个软柿子，一开始并没有占据天空主场优势的想法，结果对方只用了1刀就斩杀了他的2头玉犬和大蛇。天宇咒父能做到这个程度吗？禅院武司遥遥盯着被脱兔围住的伏黑慎儿，表情凝重。他不是没有见过天宇咒父，但那些废物充其量就是某一方面的能力比较突出，但绝不会超过1级术师的水平。能达到伏黑慎儿这个程度的，绝无仅有。此刻面对着无数只朝自己扑来的兔子，伏黑慎儿猛地一跺脚，恐怖的力道踏碎水泥地，无数碎石被震得飞了起来。随即只见慎儿将噬魂刀插在地上，伸出双手，将空中的一粒粒碎石子用指头弹射出去。碎石子像子弹般射出，被击中的脱兔身体瞬间爆裂。咻咻咻！慎儿的动作快到惊人，无数碎石子360度无死角射出，宛如机关枪接连不断，脱兔群眨眼之间被消灭殆尽。切！禅院武司不爽的冷哼一声，接出新的手印。满象！巨大的粉红色大象从天而降，一屁股朝慎儿压去。轰！宛如陨石落地，整条街道瞬间布满了裂缝，四周的大楼被震得玻璃窗全部破碎。禅院武司的笑容还没展开，只见慎儿不知何时已经踩在大楼的墙面上，猛地一踏，反作用力令慎儿的身影几乎以瞬移的速度来到满象身后。是魂刀插在满象身上，随后慎儿两手握住刀柄，在满象身上狂奔起来，是魂刀在满象身上游走，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砰！满象轰然倒地，身躯化作影子消散。禅院武司眼角抽搐，这到底什么怪物？才交手不到半分钟，他就已经损失了5大式神。不过还好，肉体凡胎的，你又不会飞，就凭这一点，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禅院武司露出自信的笑容，双手结印，灌牛。某！大楼底层被撞碎，
一头庞大的野牛式神蛮横地朝圣尔撞去。冠牛拥有最纯粹的物理攻击，攻击方式是最简单的冲撞，但其速度和力量甚至比魔须罗还要强上一筹，且其冲刺的距离越长，命中敌人时的力道越大。只是眨眼间，冠牛便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冲到圣尔面前。刹那间，圣尔感觉自己仿佛在面对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以冠牛的速度，如果圣尔一心想要闪避，冒着受伤的风险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圣尔突然露出狞笑，一口咬住噬魂刀，两只肌肉囚禁的手臂一把握住冠牛的牛角。砰！恐怖的力道令圣尔脚下的地面皲裂，整条街道像是发生了地震般摇晃。放眼望去，大地就像是海面一般起起伏伏。哞！冠牛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盯着圣尔的躯体一路往前。圣尔咬牙怒视着冠牛，双手肌肉隆起，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的双腿陷入大地，在地上犁出两道长长的沟壑，身躯却始终笔直。这是属于纯粹力量的绝力。禅院武司看得目瞪口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冠牛冲刺的速度竟然逐渐慢了下来，直到最后，冠牛竟停了下来，不断抓地的四蹄显示着他继续冲锋的意图，但眼前的男人却牢牢地挡在身前。给我起！圣尔一声怒吼，双手发力，冠牛竟被他抬了起来，随后一把扔出。砰！伴随着冠牛的消散，禅院武司再一次陷入抓狂。这是人？听卷所说，在如今这个时代，伏黑圣尔还只是属于勉强能打的角色，其上还有5个特级咒术师，这就是300年后的咒术界吗？卷所呀，你到底把我复活在什么怪物横行的时代啊？既然如此，禅院武司目视着底下的伏黑圣尔，打算使用自己掌握的最强式神——由夜和黑白玉犬组成的嵌合兽恶土。虽然黑白玉犬被圣尔击杀，但其力量却可以由其他式神继承。禅院武司正要结出手印，圣尔突然动了。他从丑宝口中抽出万里锁，连接上噬魂刀的一端，紧接着将噬魂刀狠狠插进大地。随即他脚一踏，大地裂开，圣尔两手抱起一块由混凝土和钢筋组成的巨石，而噬魂刀正死死插在里面。即便是飞在天上，也不一定安全啊！圣尔露出一丝嘲讽，而后使出浑身力气，将巨石朝着空中的夜砸去。巨石升空，连带着插在上面的噬魂刀，而圣尔抓住万里锁，就这么跟着腾空而起。什么？禅院武司惊恐，连忙操纵着夜躲开。眼看着禅院武司逐渐远离巨石飞行的轨迹，圣尔抓着万里锁，一下子跳到巨石上，抽出噬魂刀，以巨石为踏板猛地一跃，身形像导弹一般袭来。这让牛顿接关而起的一幕，看得禅院武司眼皮直跳。这是人？圣尔手握噬魂刀，对着禅院武司一刀下去，吓得后者连忙跳击。是！夜瞬间被一刀两断，两道身影从天空坠落。禅院武司连忙结印。蛤蟆，1人高的巨大蛤蟆一口将禅院武司吞入腹中，充当肉垫落地。蛤蟆化作影子消散，禅院武司狼狈起身。相较于他，圣尔则是手握噬魂刀，对着一栋大楼狠狠一刀插了进去，而后就像电影里那样，利用刀身与建筑之间的摩擦力，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安稳落地。禅院武司看着朝他缓缓走来，脸上始终带笑的健壮男人，终于体会到了恐惧。眼下他还能操控的式神就只剩下了原路，但原路的战斗力并不强，其最大的作用是反转术士的治愈能力。浑身战栗的禅院武司咬着牙，恶狠狠开口：“可恶，这都是你逼我的，让你见识一下石英法的最强式神。”禅院武司结出手印，状若疯魔般癫狂道：“其实当年我输给了5条玉，但是这个东西却最终让我和他同归于尽了呢。不留步，由良由良。八握剑，异界神将，魔须罗。”第86章，消失的天逆谋，真人降临。禅院武司癫狂地大笑着，身后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茧，而后那茧裂开一个口子，露出魔须罗狰狞的大嘴，肆意咆哮。注视着伏黑圣尔，禅院武司狞笑道：“我就先去死了，你可要好好加油哦。”未能成功调服魔须罗的他，将圣尔强行拉入了调服仪式。接下来，魔须罗与圣尔将不死不休。砰！魔须罗一拳将禅院武司砸飞，骨头断裂，内脏破碎。濒死的禅院武司瘫倒在墙角，连召唤原路为自己治疗的力气都没有了。吼！魔须罗朝着伏黑圣尔咆哮，恐怖的音波宛如炮弹般将其轰飞。圣尔的身形撞碎好几栋大楼，才堪堪停下。手握是魂刀的他注视着冲上来的魔须罗，眼角抽搐的骂道：“什么怪物！”吼！魔须罗右手上的退魔大剑猛地伸出，对着圣尔狠狠斩下。圣尔用噬魂刀架住，但可怕的力道依旧将大地碾碎。自家儿子伏黑会的术士也是石英法，对于魔须罗圣尔还是有所了解的。但了解归了解，
真正交起手来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可怕的力道和速度，简直就像在面对那3个怪物。轰！大地塌陷，甚尔和摩须罗随着重力下落，一人一式神在空中踩着落石闪转腾挪。地下正是深邃悠长的地铁轨道。落地一瞬，双方同时向对方冲去，没有花里胡哨的术式，只有代表了速度与力量的极致体术。刀光剑影，火花四溅，整个地下空间充斥着风刃和寒芒，所有设施都被切碎成渣。运气不好，路过此地的改造人和咒灵宛如泡沫一般炸开。轰！地面破碎，甚尔和摩须罗从地下又打回地上。甚尔猛地用万里锁将摩须罗缠住，是魂刀对着其脑袋疯狂挥砍，几乎只是一瞬间，摩须罗的脑袋便被剁成了臊子。然而下一瞬，摩须罗的脑袋竟瞬间恢复，双手一撑，挣脱了万里锁，一脚将甚尔踹飞。对世间万物的适应能力最强的后出重拳，而甚尔的能力非常简单，就是极致的体术。刚开始，甚尔还能依靠体术勉强压制摩须罗，但现在摩须罗已经完全适应了甚尔的力量和速度，甚至能做得更好。此刻，摩须罗冲到甚尔面前，双方又开始了肉搏战，但显然甚尔已经处于下风，只能边打边退，苦苦支撑。此时，奄奄一息的禅院武司看着甚尔和摩须罗的大战，嘴角露出病态的笑容。他看到自己正在逐渐消失的双脚，有些头疼。啊，这具躯体已经被破坏成这样了吗？至少在我消失前，让我看到摩须罗将这个男人切成2段啊！禅院武司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此刻有大把空闲时间的他，在百无聊赖中猛地想起了卷所的话。对了，那家伙要我挡住这个男人，好像是什么来着？哦，对了，是防止这个家伙去破坏玉门江的封印，用他那把天逆。禅院武司瞳孔一缩，猛地起身，然而内脏的剧痛让他忍不住呕出一大口血，但他双眼依旧充斥着惊恐和不安。天逆眸，天逆眸呢？这家伙和我战斗，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拿出过天逆眸，现在也是。尽管天逆眸对摩须罗造成不了伤害，但其破坏术式的特性对摩须罗的恢复能力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就算不起作用，哪怕试试也说得过去吧。除非……禅院武司心头涌出一个不好的想法，除非天逆眸根本不在他手中。涩谷外围，静庭拳，虎杖一拳将一只咒灵打散，随后忧心忡忡地朝涩谷中心的位置看去。这里就有这么多咒灵，也不知道五条泽老师他们怎么样了。七海扶了扶眼镜，那些不是你我能担心的，老实做好我们分内的事，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而且五条泽他们……七海顿了顿，认真地看着虎杖。虎杖同学，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想以某个人作为咒术师奋斗目标的话，我建议不要选择五条泽、五条悟和夏油杰。虎杖一愣，啊？为什么？因为他们3个不正常。哎，七海解释道，所谓术士是咒术界千百年来建立的一套体系，所谓术师则是在这个体系下遵守规则的个体。但那3个人不同，所谓的体系可以被他们随意逾越，所谓的规则也可以被他们轻易打破。一切公认的铁则和规律在他们面前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想将他们视为榜样，得到的只有焦虑，而不是动力。话落，伏黑会深以为然，丁奇若有所思，虎杖一脸懵逼。啊！七海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不管你听没听懂，总之听我的没错。哟，兄弟！光着上半身的东堂葵闪着大白牙出现。虎杖惊喜，哦，东堂，你怎么来这儿了？东堂竖起大拇指，我负责的区域已经清扫完毕，所以我申请增加工作量，赶过来帮你了，兄弟。七海赞叹，这么快就清扫完毕了，效率很高。不过我并不赞赏你这种主动加班的行为，劳动就是狗屎。众人无语。灰原雄挠着头，娜娜米这是被五条泽前辈坑多了的后遗症吗？虎杖！真人突然出现，猛地一声大喊。众人转头，只见真人狞笑着，将几个人类幸存者当作沙包扔了过来。救人！离得最近的灰原和朱野立刻动身，虎杖和东堂也接住了几人。然而不远处的真人露出变态的笑容，两手结印，多重魂拔体。突然，众人接住的几个人类身体迅速膨胀激变，快扔掉！身为一级的东堂立刻扔掉手中的人类，然而虎杖、灰原和朱野却慢了一步。轰！激变的躯体两碰撞，便立刻因为排异反应发生剧烈爆炸。灰原、朱野，身为辅助术师的灰原和2级术师的朱野被炸伤，立刻失去了战斗能力。可恶！七海咬着牙，好在2位伙伴的伤势并未危及性命。倒是虎杖相当皮实，遭受了和2人一样的攻击，居然只是衣服破烂和流了点鼻血。哎，没死吗？
真人失望的嘟着嘴，好似苦恼的小孩子。看着将普通人当成炸弹的真人，虎杖怒发冲冠，眼中仿佛有火在燃烧。混蛋，你把生命当成什么了？哎，生气了吗？看到虎杖这副模样，真人宛如看到心爱的玩具般笑个不停。虽然一开始只是因为速挪容器，真人才对虎杖有些感兴趣，但随着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多，真人对虎杖竟逐渐产生一种名为憎恶的情绪。第87章变杀及灵体。混蛋，你在笑什么？残害别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好笑的？普通人的惨死，同伴的重伤，这一切都让虎杖对真人产生了无比的恨意和愤怒。面对虎杖的怒斥，真人不怒反笑。啊，你在说什么胡话？你会记得自己吃过多少片面包吗？还是说，非要我带着一脸忏悔的表情悲伤的杀人，你就会感到开心？你以为你是谁？驱逐害虫的清洁工，还是传奇故事里惩恶扬善的英雄？凭你那点浅薄的认知，你就敢来涩谷？真人癫狂地笑着，看着虎杖一字一句道：虎杖，难道你还意识不到吗？你就是我。虎杖一愣，随即愤然开口：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是救人的，你是杀人的，我们是死敌。真人失望地摇摇头，真是幼稚啊。石化咒法。七海猛地冲到真人面前，对着其假想弱点狠狠一刀。真人被击中，整个身体弯成虾状。东堂将手搭在呆滞的虎杖肩膀上：兄弟，不管你抱着怎样的觉悟，眼下与同伴并肩作战才是你该做的事。闻言，虎杖甩了甩头，眼神坚定：我明白了，上吧，兄弟。哦呀！伏黑和丁奇对视一眼，我们也上吧。五人开始围攻真人。真人率先拉开距离，对着虎杖癫狂大笑：对，就是这样。虎杖，我可是特地来找你的。来吧，互相诅咒吧。喋喋不休的，真是吵死了。东堂大笑着上前，缠绕着咒力的拳头一拳砸中真人的脸。真人整张脸如同橡皮泥一般扭曲，然而他的手上动作丝毫不慢，一双手猛地伸向东堂肋下。无为转变。眼看着这一击逃不开，东堂嘴角一勾，双手鼓掌。不义游戏。体型高大健硕的他立刻变成了虎杖，体型差导致真人的攻击差之毫厘的被躲过。静停拳。虎杖怒吼，含怒一拳狠狠砸中真人的脸，后者的身体像破布一般在空中摇晃。石化咒法。七海上前，趁着真人失去意识的一瞬，对着其手臂的假想弱点狠狠一刀。吃！七海切下真人手臂，紧接着一脚将其踹飞。断臂在空中转了几圈，稳稳落在丁奇跟前。丁奇！七海大喊，丁奇也丝毫没有犹豫，迅速取出3枚钉子。除灵咒法。然而就在这时，真人嘿嘿一声狞笑，意识到不对的七海猛地回头大喊：不好，快闪开，丁奇！只见那条断臂突然发生不自然的膨胀，几乎瞬间就变成了另一个真人。无为转变，分身。尽管分身不能再对他人使用无为转变，但却可以像本体那样改变自身形态。真人分身狞笑着靠近丁奇，双手变成2柄大砍刀，朝着后者狠狠一挥。丁奇！就在刀锋即将触及丁奇的瞬间，蛤蟆！一条鞭子似的舌头卷住丁奇的腰，随即往后一拉，蛤蟆将丁奇整个人吞入口中。好恶心！丁奇露出嫌弃的表情。伏黑翻了个白眼：我可是在救你。七，没成功吗？真人不爽的冷哼一声。这5个人中，只有丁奇的术式能伤到他，只要先除掉丁奇，他就可以无拘无束的跟剩下的人玩耍了。所以一开始，真人嘴里都在喊着虎杖，为的就是转移众人注意力，借机先攻击不起眼的丁奇。没想到偷袭居然失败了。突然，伏黑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召唤出玉拳。各位，攻击分身！不好！真人眼皮一跳，刚要上前，东堂和虎杖像2尊门神挡在眼前。给我下地狱，好好反省吧！黑闪！两人同时打出了黑闪，黑色闪电下众生平等。虽然没有造成灵魂伤害，但真人依旧被强大的力道轰飞。与此同时，七海来到分身前，短刀挥出凌厉的斩击。分身堪堪躲过，身后却是猛地窜出2道身影。黑白玉犬的爪子如同镰刀，瞬间将分身撕裂。丁奇毫不犹豫地上前，钉子狠狠砸进一块血肉之中。除灵咒法，共鸣！吃！真人本体身上猛地扎出2根巨大的钉子，鲜血如注。分身的肉块不安的扭动，汇聚成肉团，躲开七海和伏黑的攻击，慌不择路的想要逃离。我好像还没使出过这一招吧？丁奇狞笑着打出一个响指，赞！钉在肉块上的钉子燃烧着咒力，如同钻头一般将肉团贯穿。吃！真人的本体再度遭受重创，胸口炸开一个碗口大的洞。
哦！真人呕出一大口血，看着围上来的5人，露出恐惧的神色。就在七海等人上前将要给真人最后一击时，一群改造人出现，抓着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类朝七海等人砸去。哈哈哈哈哈！死里逃生的真人起身将一个上班族扔了出去，当然，依旧是在接触的一瞬间就发动了无为转变，将人体当成了炸弹。看着故技重施的真人，虎杖浑身颤抖，眼中仿佛在喷火。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一次次地视生命如草芥，肆意玩弄？真人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朝着虎杖大喊：“太异想天开了，臭小子！”他突然冲到虎杖身前，速度快得惊人，这次连七海和东堂都没能反应过来。黑色的闪电映照着真人变态的笑容，虎杖只来得及调动咒力，勉强覆盖模糊不定的灵魂。砰！然而这一击，真人却没有使用无为转变，而是结结实实的一击黑闪重击。这就是黑闪吗？刹那间，真人仿佛踏入了一个巨大全新的领域，术式变得如此轻松和随意。他看着跪在地上吐血的虎杖，失心疯般大笑道：“虎杖，这就是你的正义吗？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这是一场战争，不是纠正错误的战争，而是将自己的正义强加于对方身上的战争。我说了，你就是我，就像我不记得杀了多少人类，你也不记得自己扶出了多少咒灵，因为这种小事不值一提。你选择救人，我选择杀人，这是我们各自的本能和理性，仅此而已。凭你现在的觉悟，就想打败我吗？痴心妄想，废话连篇！”七海、东堂、伏黑和丁奇齐齐发起攻击，瞬间命中真人。然而烟尘散去，真人不仅毫发无损，甚至整个人陷入一种神经质般的癫狂状态。厮杀、立场、死亡、对生的渴望，这一切都太美妙了。虎杖，你根本就不懂，这才是享受战争的觉悟。真人狂热地张开双臂，浑身的血肉如同虫子一般蠕动变化，无为转变，变杀极灵体。第88章，伏黑会的觉悟领域展开。当真人浑身的血肉停止变化，一副鬼神般的铠甲套在了他的身上。这个状态下，他无法随心所欲地变化肉体，但得到的却是极致的防御和力量。虽然眼睛没有外露，但真人还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畅快、雀跃，仿佛生命层次的升格，体内的咒力品质迈入了新的境界。他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整个人就像是进化成了究极生物。而这种感觉，虎杖，还有你们，我要感谢你们，帮助我掌握我灵魂的最终姿态。现在的我真是嗨到不行了。那么就用你们的命庆祝我得到新生吧。真人的身影瞬间消失，下一刻出现在东堂身前，一拳砸出。东堂来不及反应，只能抬手格挡，并用咒力在体表形成防御，用以抵消1-2无为转变的攻击。然而此刻真人的形态已经完全迈入特级，不是咒灵的特级，而是术师的特级。哪怕是1级的东堂依旧远远不及，被一拳轰飞，其身体还撞到了七海，两人几乎瞬间倒飞出去，狠狠砸进废墟，生死不知。还未反应过来，同伴和老师几乎就已经全部战败。此刻的伏黑会只感觉冰冷的寒气从脚底涌上脑门，弱小、无力、悲哀，无数负面情绪宛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口，浑身的肌肉仿佛冻僵了似的。要逃跑吗？还是战斗？伏黑会只觉得四肢冰冷，脑中一团浆糊。这时真人猛地看向丁奇，刚才就是你伤到的我吧？真人猛地一甩手臂，几颗骨钉如同子弹般射向丁奇。额头渗血的七海不知何时出现在丁奇身前，挥舞着短刀将骨钉打碎。我可是老师，要保护学生的。身受重伤的七海此刻踉跄着身子，却异常坚定地挡在伏黑和丁奇身前。虎杖扶着同样重伤的东堂，眼下几人哪怕再努力，也绝不可能是成为究极生物的真人的对手。七海见状大吼：“逃！朝着不同的方向逃，什么也不用管，能活下来一个人，我们就没有输。”七海的话在众人耳边震颤，几乎只是片刻，众人便明白继续战斗根本就没有胜算。伏黑惊醒过来，准备召唤出夜拉着丁奇飞走。东堂和虎杖各自背着昏迷的灰原和朱野准备逃离。然而众人猛地发现，七海竟然独自朝着真人冲去，不拖住这只咒灵的话，没有人能逃掉的。抱着这样的觉悟，七海毫不迟疑，以必死的决心冲了上去。娜娜米！就在这时，真人却露出嘲笑的表情。谁说你们逃得掉了？他接出手印，张开的嘴里长出密密麻麻的细小手臂。领域展开，自闭元遁果，无数巨型手掌在真人身后张开，仿佛绽放的花朵。领域展开的速度何其之快，众人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千钧一发之际，
七海奋力将离他最近的伏黑和丁奇推出领域范围。伏黑和丁奇露出惊愕和悲愤的神情。下一瞬，伏黑会突然咬牙，地上的影子仿佛活物般跃起，一下子撑住他的后背。咔！伴随着领域展开的黑色外壳闭合，领域外仅剩丁奇呆愣地站在原地。领域内，七海愤怒地看着伏黑会：“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逃走？”哈哈哈哈哈！然而真人的笑声立刻打断了他。虎杖，你不是很讨厌我杀人吗？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他指着七海、东堂等人：“我要在你面前一点一点地将你的同伴全部折磨致死。怎么样？意不意外？开不开心？”虎杖愤怒地想要冲上去打拳，却被真人一脚踢得翻了白眼。紧接着，真人撇下虎杖，瞬间来到七海和东堂面前。两人正以居合的姿态维持着简易领域，然而领悟变杀及灵体的真人，此刻仅靠体术就能击败二人。砰！真人双手宛如钢铁般的拳套，狠狠命中东堂和七海的面门。七海的护目镜被砸碎，东堂脖子上的项链滑落，掉在地上弹开，露出小高田和虎杖的照片。在东堂的眼中，只有虎杖早已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两人之一。然而此刻倒在地上抽搐的虎杖，除了无力地看着这一幕，什么也做不到。将七海和东堂打到濒死，真人将目光转向伏黑，仅仅只是一道咒力冲击，伏黑便撞在领域内壁上，吐出大口鲜血。混蛋！虎杖想爬起来，浑身骨头却像散了架似的，无法动弹。真人看着在地上挣扎的虎杖，露出变态的笑容：“啊，你现在真像一只蛆虫啊！怎么？你以为这就够了？接下来好好看着，你的同伴被我变成斗虫吧！”真人狞笑着发动无为转变，在领域的必中效果加持下，他无需触碰就能隔空施展术式。然而下一刻，真人的狞笑僵硬在了脸上。怎么回事？必中效果不见了。他猛然回头看着伏黑会，眼底满是不可思议。不知何时，伏黑会踉跄着起身，他双手结印，鲜血淋漓的脸上带着癫狂畅快的狞笑。无法想象变强的自己，就会真的无法变强哦。再贪婪些吧，伏黑。五条悟的话回荡在耳边，伏黑会彻底放开了身心。逃跑，苟活，亦或是以命搏命？不，现在的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胜利，压倒性的胜利。连赢都不敢想的人，注定是输家。领域展开，嵌合暗一停，影子宛如黑水般蔓延，几乎瞬间占据了自闭元遁果的半壁江山。哈哈哈哈哈！伏黑会宛如失心疯般狂笑，各种式神的影子在银海中翻涌。真人惊悚，第一次开启领域就这么强吗？这就是石影法。但惊悚过后，他就立刻扯出狞笑，不过是一个小鬼头，就算能开启领域，你又能维持多久？哦，来试试啊！伏黑会毫不客气地吼道，操纵着影子式神扑向真人。第89章援军到来，崩溃的真人。此刻伏黑会的状态无比亢奋，在式神们的协助下，竟与真人打得有来有回。玉拳，尖利的爪子将真人撕成两半，但真人立刻就分身成两个，对着伏黑会各自重重一拳。黑闪，黑色闪电咆哮，宛如伏黑会的身影，却瞬间化作墨水一般的影子炸开。在真人身后，伏黑会的邪目散发着杀意，缠绕着咒力的一拳全力打出。黑闪，砰！什么？狂暴的力量宛如被一辆大货车正面撞击，真人的身体瞬间被打爆。然而下一刻，真人喘息着出现在不远处，面露嘲笑：“好疼啊！可惜不是针对灵魂的伤害，最多让我疼一下而已。倒是你。”伏黑会默然不语，但拳锋上满是灼伤的痕迹，血肉溃烂，疼痛难忍。仅仅只是接触一瞬间，甚至伏黑会还是进攻方，然而他还是中了一瞬的无为转变，指头背部的伤口深可见骨。伏黑没有丁奇的术士根本伤不到他的，先将受伤的七海前辈他们送走。虎杖勉强起身喊道。伏黑犹豫片刻，立刻做出反应，只见他的领域内影子如墨水般旋转，在自闭元遁果中撕开一个口子。我维持不了多久，快离开这里！众人迅速朝出口跑去。此时此刻，领域外，当锤子砸在黑色外壳上，发出类似钢铁碰撞的声音。丁奇焦急万分，可恶！不是说领域外面都比较脆弱吗？脆弱也只是相对而言嘛。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丁奇猛地回头，随即就看见了三道人影：一个精神矍铄，腰间挂着个酒葫芦的肌肉老登；一个扎着冲天爆裂双马尾，鼻梁上横着一道杠的面瘫男人；还有一个长相清秀俊朗，背后跟着众多机器人的男生机械丸与信吉。总算有个认识的。与信吉对丁奇问道：“真人那家伙在里面吗？”
丁奇点点头。见状，面瘫男也问道：“我弟弟虎杖在里面吗？”肌肉老登也笑着问道：“咱禅院家的下一任家主伏黑会也在里面吗？”哎，丁奇瞪着豆豆眼，大脑一时有些宕机。就在这时，真人的领域外壳处突然出现了一道漩涡入口。领域内，快走！伏黑会维持着出口，东堂等人刚要出去，突然一道人影从里面钻了进来。当丈相看到虎杖的一瞬间，不存在的记忆开始涌入脑海。宙胎九相图围坐在一张长桌上吃饭，除此之外，最小的弟弟虎杖也加入了进来。欧尼桑啊！虎杖夹起一筷子食物，微笑着喂给大哥丈相。现实中，丈相的双眼湿润了。五条泽那个家伙没有骗我，他真的是我的弟弟。丈相欣慰地看着虎杖，但下一刻看到虎杖遍体鳞伤的惨状，以及不远处对着虎杖拳打脚踢的真人，丈相当场爆气，敢欺负我弟弟，赤血操术，赤裸千本。丈相鼻梁上的横杠化作血红，血液渗出，化作一根根红色细针朝真人射去。突如其来的攻击立刻将真人扎得满身都是窟窿。又是谁？真人的伤口迅速恢复，有些疑惑地转头看去。下一刻，肌肉老登禅院直皮人闯了进来，与信吉带着几台机械丸紧随其后。直皮人看着展开领域的伏黑会，双眼顿时放光，像看宝贝疙瘩似的啧啧称奇。15岁就学会领域展开的石英法天才，难怪善尔那小子不肯卖掉儿子。不行，这到时候必须好好商量一下，让会回来继承家业。真人，至于与信吉，再看到真人则是冤家路窄。真人狞笑道：“原来是你啊！我给你的新身体好用吗？见面都不说声谢谢。”与信吉轻笑，从一台机械丸的腹腔中取出好几支特殊试剂。那是……真人的表情顿时僵住，他认出来了，当初与机械丸的一战，对方就是用那个东西伤到自己的，能破坏灵魂的特殊试剂。与信吉将真迹展示给众人，这个东西能伤害到他的灵魂。还没等他说完，虎杖猛地夺过一只，他缓缓起身，双眼宛如一滩死水地瞪着真人。就在刚刚，真人当着他的面折磨他的同伴，还差点杀死他们。要不是伏黑关键时刻领悟领域展开，现在摆在虎杖眼前的就是血淋淋的悲剧。体会到绝望和无力后，虎杖脑海中回想起真人的话：“虎杖，你就是我。我不记得杀了多少人，就像你不记得自己扶出了多少咒灵，因为这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这是一场战争。”虎杖手握着真迹，缓缓走向真人，无论是谁都看得出他现在的情绪很不对劲。真人，你说的对。哎，看着眼前面无表情的虎杖，真人不知为何心底一颤。我就是你，一向自诩为正义的我，只是个借助同伴们的力量大言不惭的白痴。那不是真正的我，也不该是我。不需要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借口，只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就好了。虎杖来到真人面前，脸上满是认真和冷静。真人，我现在好想杀了你。此刻，与信吉也将真迹分发给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真人如坠冰窟。噔，砰！由于丈相三人进入领域后，入口便立刻关闭了。丁奇野蔷薇正焦急地在外面等待着。突然，黑色外壳如同玻璃般破碎。丁奇取出锤子和钉子，严阵以待。然而接下来一幕让他瞪大了双眼。只见真人身上扎满了针管，此刻他的肢体已经残破不堪。虎杖拿着最后一支针剂，缓缓朝真人走去。不要，对不起，我错了，不要。真人双眼满是惊恐，一边哭嚎一边后退。下半身破碎的他只能用2只手在地上爬行，带出长长的血痕。然而虎杖的脚步始终不急不缓，宛如索命的恶鬼，一点点靠近。真人崩溃了，大哭着扭曲着身体，无助的想要后退。对不起，我错了，饶了我吧，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虎杖举起真迹，去死吧！突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轰！虎杖的身影倒飞而出，被丈相一把抱住，勉强化解了力道。涕泗横流的真人看着来人，激动的嚎啕大哭，宛如被欺负的孩子回家找到了妈妈。花玉，花玉，你来救我了！花玉看着气势汹汹的众术师，花玉一挥臂，无数藤蔓钻破水泥，开始疯长，隔绝了众人视线。随即花玉抱起真人，二话不说逃离了此地。第90章，纯爱战神涩谷，真是豪放的战斗方式呢。石流龙看着乙骨忧太，有些惊愕。刚刚乙骨忧太竟然一把抱住了黑木死，直接咬住了对方的嘴，紧接着利用反转术士的正能量，将特级咒灵黑木死生生毒死。石流龙有些嫌弃道：“黑木死好像是蟑螂吧？比起亲蟑螂，我还是更愿意亲美女们的嘴啊！”石流龙还在这里吐槽，乌鲁亨子却已经冲到了乙骨忧太身前。
缠绕着咒力的一拳狠狠砸向幽太的面门。幽太处变不惊，他并没有抽出童子窃安纲战斗，而是左手格挡住这一拳，右手猛地回击。就在这时，他赫然发现自己的手弯曲成一个相当不科学的姿态，明明是直直的一拳，却拐了180度，猛地打向自己的胸口。而原本已经格挡住的乌路亨子的一击，却诡异地绕了个圈，目标依旧是幽太面门。砰砰，面门遭受对手的一击，胸口遭受自己的一击，幽太倒退好些距离才稳住身子。当他看向自己的右手时，发现原本扭成麻花的手此刻已经恢复了正常，没有感受到痛觉，触觉也没有问题，是扭曲了空间。乌路亨子冷笑着开口：“我的术式是天空，可以将平面变成随我操控的幕布。”说着，他随手一拉，一旁的空间就像一块布一样布满了扭曲和褶皱。术式公开吗？真是难缠的术士。话虽如此，但乙骨幽太脸上的表情从始至终依旧平淡如水。就在乌路亨子想要继续攻击时，乙骨幽太突然开口问道：“那个，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从见面的第一眼起，我就能感觉到，你似乎对我有着很深的恨意。我们以前好像没见过吧？”闻言，乌路亨子咬牙切齿的开口：“没错，我们确实不认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痛恨你，痛恨你体内流淌的血脉。我体内的血脉？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乌路亨子语气冰冷：“乌路亨子，这是我的名字，但其实我原本是没有名字的。我曾隶属于藤原氏的日月新进队，而且担任队长一职，为藤原氏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就因为藤原氏的嫡系少爷犯了错，就要我为他背锅接受死刑，而为了处刑时便于传唤，便给了我乌路亨子的性命。”说到这里，乌路亨子双眼仿佛在冒火。乙骨幽太一愣：“那个……”轰！突如其来的咒力冲击波朝着两人射来，威力大到吓人。咒力大炮，冰沙冲击波！石榴龙怒吼：“臭婆娘别碍事，那小子是我的菜！闭嘴，屌丝！”乌路亨子冷哼一声，双手抓着天空幕布旋转扭动，冲击波瞬间被他返还了回去，正面击中石榴龙。噗！从废墟中爬起来的石榴龙吐出一口带血的口水，第一次被自己的攻击击中，还真是有趣的体验。击退石榴龙后，乌路亨子冲向乙骨幽太，鱼手罗弹将目标所在的整个平面切碎。乙骨幽太猛地转身，双手抓着空气一扬，鱼手罗弹带来的平面裂缝戛然而止，整个空间仿佛被掀起的被褥起伏。什么？乌路亨子震惊地看着乙骨幽太，对方竟然使出了他的术式，这便是乙骨幽太的生得术式模仿格兰尼达冲击波。石榴龙不知何时来到乙骨幽太身前，咒力大炮全功率输出。然而乙骨幽太故技重施，猛地拖动天空平面，冲击波拐了个弯朝乌路亨子射出。混蛋，你这个屌丝，给我在一旁看着，别老捣乱，闭上你的嘴，臭婆娘！乙骨突然张开嘴，舌头上刻画着奇异的纹路。不许动！石榴龙和乌路亨子的身体猛地僵住，紧接着乙骨幽太纵身一跃，来到两人身前，狂风暴雨般的拳头轰出。砰！两人被击飞数十米，一下子砸穿了大楼。半晌，石榴龙起身癫狂大笑：“哈哈哈哈！好，真是太美味了，我已经忍不住要将你大快朵颐了。”身为自己那个时代的至强者，石榴龙的一生都很顺利，但就是太顺利了，不论是战斗还是获得美女的青睐，对他来说都轻而易举。这样的人生或许很圆满，但却少了一种乐趣，就像是吃了7、8分饱。感谢你啊，眷所！这个时代终于有能让我吃饱的人了。石榴龙大笑着冲向乙骨幽太，虽然有着咒力大炮的称谓，但他的体术同样优秀。两人你来我往，拳头相互交错，造成宛如炮弹爆炸般的动静。哈哈哈哈！鼻青脸肿的石榴龙笑得酣畅淋漓，这样的战斗才是他毕生追求的大餐。混蛋，他是我的！乌路亨子从废墟中怒吼着起身，双手扯过天空幕布，朝两人不分敌我的扔去。鱼手罗弹！臭婆娘，给我滚远点！石榴龙怒吼着将咒力拉满。格兰尼达冲击波！此刻面对两道猛烈至极的攻击，乙骨幽太缓缓握住腰间的童子切安纲的刀柄，做出居合的姿态。秘技黑闪月水之里！乙骨幽太以极快的速度拔出刀，刀身竟闪烁着汹涌的黑色闪电。轰！三道攻击相撞的瞬间，一片白光绽放，四周仿佛都失去了色彩和声音。1秒过后，三人脚下的大楼开始坍塌。美味，太美味了！石榴龙看到乙骨幽太的回击，整个人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就用最后的手段来让我满足吧！石榴龙大喊道，双手交叠，结出金刚诀缔结之意。都说了，他是我的！乌路亨子怒吼道，同样双臂交叉，结出军徒力手印。乙骨幽太瞬间明白了两人的意图，
那么，来吧！以古幽泰毫无惧色，双手结出屠吉尼天手印，领域展开，转轮具足礼；领域展开，空性无相天；领域展开，观云会尘珠。